小龙女被龙王爸爸生下后，6岁的她独自来警察局找家人。可当看到基因匹配信息时，警察们却吓了一跳。没想到小萌娃竟是星际帝国暴君的孩子。可黑龙陛下从未传出过有子嗣。年纪尚小的萌娃听不懂他们的争执，只能从内心莫名涌出害怕的情绪。此时的苏兰还不知道，她在陌生地方散发的害怕情绪会直接连接星际上所有的龙族。幼龙稚嫩的求救声突然在龙族的精神海中响起。作为远古种族，龙族如今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有幼龙遇到生命危险在求救，整个龙族都炸开窝了。幼龙，我族居然还有幼龙流落在外，听起来他很害怕，快把幼崽找出来。听起来还是个宝宝，声音太可爱了。星际龙族开始寻找龙崽位置，都想将流落在外的幼崽纳入自己家族。此时星际深处的帝国皇宫，沉睡中的黑龙突然睁开了一双金色琉璃眼睛，树瞳让人不寒而栗，与苏兰的琉璃眼睛极其相似。他听到精神海深处幼龙稚嫩的求救声和无助的哭泣声，血脉相连的奇妙感觉使他的心在起波澜。在岁月长河里，黑龙王莫格都是孤独的。庞大的龙身化作一个威严俊美的人。我的孩子，是谁大胆在欺负我的孩子？男人庞大的精神海想伸手安抚这个萌娃，又怎么也触碰不到对方。书记官桑翠这时走了进来，碧绿色的眸子满是疑惑。陛下，怎么了？莫格笃定地吩咐。我有个孩子，我听到了幼龙叫爸爸的声音。桑翠，派人出去帮我找回来。他精神海中还隐约能看到小幼龙身上的鳞片暗淡无光，生命力也低得可怜，奶声奶气的嚎叫声更是让人听得心碎。我能感应到幼崽已经达到了地心，又像是自言自语般在心里安慰，别怕，有爸爸在。星际警察局内，众警员也无法确定小萌娃就是陛下莫格的孩子。陛下有发封杀同族亲戚的黑历史，谁也不敢赌苏兰遇到喜怒无常的暴君会遭遇到什么。于是，一番讨论下，决定把苏兰送去地心上学，可以让陛下自己找到他，同时找贝斯来做苏兰的监护人。贝斯来自雪豹家族，他也因一场意外失去了自己的伴侣和孩子。在带苏兰前往地心的星舰上，正在看风景的苏兰突然回头，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贝斯。咦，你会喜欢仔仔吗？苏兰6岁的人生里满是黑暗，在孤儿院被欺负，再到被养母抛弃，他真的很期待被爱。贝斯心花怒放，雪白的豹尾巴摇着，这么可爱的宝宝谁不喜欢？以后都叫我姨就好了。苏兰甜甜一笑，姨，我也会爱你的。突然，苏兰的面前出现一个小光球，宝宝，你是最可爱的，他们都会喜欢你。欢迎回到故乡。苏兰惊喜地望着他，刚想说话，小光球就制止了他。嘘，别让别人发现我们，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苏兰环视一周，发现大家都看不到这个小光球。好，这是我们的秘密，宝宝，我来教你怎么保护自己，来跟我学习星辰之力吧，这是你原本的力量，可以锻炼你的精神力，变强你就能保护所有喜欢你的人。苏兰高兴地回应，他想保护所有对他好的人。光球开始教导他怎么调动身上的力量，苏兰有样学样，察觉到有一股热流汇聚在他的身上，暖乎乎的，面前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他发现所有人脑袋上都有一张金色的叶子，疑惑地问向光球，这些叶子是什么？是他们的命运线。星辰之力能让你3米之内看到对方的未来，也可以规避危险，谁欺负你就去揍他。小光球对苏兰格外的纵容，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苏兰小小的脑袋到处乱看，直到他看到贝斯的金叶子被一团黑漆漆的东西缠上，并且有早逝的征兆，而且极有可能在这2天出事。苏兰下定了决心一般，奶声奶气地抱着雪豹尾巴，咦，我会保护你的。贝斯看着小萌娃有些心疼，以为他是从小缺少爱而缺乏安全感。好，等你长大了保护你，现在由依依来保护你。就在这时，星舰中途靠站，陆陆续续上来不少服饰华贵的人。苏兰刚好拿了块蛋糕回来，路过这群人时，有人故意伸出了腿绊倒他，同时一道讥讽傲慢的声音传来，不长眼的东西，差点撞到了我，跟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做一个星舰真是倒霉。贝斯赶紧上来护住苏兰，待看清对方面容的时候，发现是过去一直在学校跟他作对的维拉。维拉这么多年不见，当了母亲的人还对别的幼崽恶意这么大。维拉是蛇族兽人，在帝国大学时就很是高傲，所以2人意念一直不合，也时常会发生争吵。苏兰一眼就看到了维拉身上的故事线，就是他导致贝斯家族破产，最后跳楼身亡的真凶。苏兰气鼓鼓地探出头来，咦，他坏，不要跟他玩。维拉一看是贝斯，想到往日的恩怨，继续嘲讽，这不是贝斯吗？当年多威风，怎么沦落到荒星去当医生了？维拉当年一直生活在贝斯这个天才少女的阴影下，所以心里对贝斯一直有股怨念。待看清苏兰的脸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尤其是这双如星辰的金色琉璃眼睛，怎么有点像陛下？维拉的家族与皇族有往来，有幸见过龙王莫格，这双金色琉璃眼睛是皇族的特征。维拉不可置信地问，这是你的幼崽？你一个雪豹族？贝斯皱眉将苏兰往背后藏了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别惦记着别人家的幼崽。待维拉回到贵族建仓后，苏兰认真地对贝斯说，咦，你要小心，那个坏阿姨她会害死你。我看到了。小光球告诉苏兰，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真实存在的未来。贝斯姨姨对他这么好，维拉坏，他想保护贝斯姨姨。贝斯震惊的豹尾巴一甩一甩的，他本以为这是幼崽的幻想，当他发现苏兰嘴里说出的东西都和雪豹家族的机密对得上，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兰兰，你可以告诉我更多的细节吗？想到苏兰可能是莫格陛下的女儿，这种看清未来的能力也很可能是皇族隐秘的技能，心中多了一些幸福。苏兰又将他看到的细节说了一下，紧接着又看向贝斯，咦，我不会让你死的，姨姨会保护自己的，也会保护兰兰。当务之急，贝斯得尽快回去跟家族商量这生死存亡的事情。第2天，贝斯带着苏兰回到了雪豹家族，等在门口的姐姐卡莎激动地向他们走来，贝斯，你在外边这么多年总算回来了。
你怎么还带了个灵族的幼崽？贝斯顾不得酗酒，将苏兰的身份和说的话全盘托出。大哥托尔蹲下来盯着苏兰，陛下的幼崽吗？听说陛下那一脉战斗力惊人，预言倒是第一次听说。基因匹配那靠谱吗？苏兰看了一眼这两个人，发现这些毛茸茸的大雪豹，一个个都会惨死。叔叔，你是雪豹军火企业的总裁托尔，会被人污蔑通敌叛国，把军火卖给了虫子，被判处死刑。漂亮一是大明星卡莎，在戴娃综艺里被污蔑，伤害了全星际喜爱的幼崽索菲亚，被告上了法庭，最终惨死在了路边。苏兰如数家珍，将他看到的未来全都说了出来。他每说一句话，托尔和卡莎的脸色变难看一分。贝斯在旁边插话道：“黑蛇家族这些年一直在跟我们作对，还以为是上学时候的毛病，没想到是在谋划我们家族。就因为上学时压他一头，就惹来这些灾祸。”托尔赶紧朝着苏兰说的地方去查，发现黑蛇家族早盯上了他们家族旗下的产业，于是开始暗地跟黑蛇家族较量，把所有可能致他们灭亡的钉子全部拔除。黑蛇家族损失了不少人，又不敢声张，吃了个哑巴亏。黑蛇家族近些年得罪了不少人，一旦被人发现谋害的计划，肯定会被众人围攻，撕成碎片。不管黑蛇那边如何恼怒，苏兰的举动救了雪豹家族一命，瞬间所有人对他的好感度拉满。兰兰真是我们的福星，没他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别管他抛弃幼崽的无良疯爹了，我单方面宣布，兰兰就是我们雪豹一族的幼崽，赶紧上户口，这样别人就抢不走了。众人议论纷纷，都想把苏兰留在家族。贝斯为苏兰的未来思考了很久，终于下了一个决心：兰兰，作为你6岁的奖励，你该去上学了。厌学的苏兰可爱的小脸垮了下来，我不要上学。贝斯心中纠结，他有心想将苏兰留在身边，但对渴望有家的苏兰不公平。贝斯希望苏兰永远生活在有爱的家庭里。听说入学测试时陛下会亲临，兰兰，莫格陛下大概率是你亲爸爸，你可以去看看他喜不喜欢你。苏兰也在别人的讨论里知道，疯子陛下莫格可能就是自己的爸爸。大家都说爸爸很疯，性格阴晴不定，见面很可能会杀了自己。苏兰天真的看着贝斯，我有姨也是一样的，我在姨这里就很好，爸爸如果喜欢我，早就会来找我了。贝斯安抚苏兰的焦虑，兰兰放心，姨会保护你的，不管你要不要去找爸爸，你也要去上学学习控制精神力，这对你同样也很重要。贝斯也不敢揣测那个疯子皇帝的心思，如果到时候暴君真闹出什么事情，看在他们雪豹一族的份上，也应该可以将人保下来。此时小光球也适宜的来到苏兰身边，宝宝别担心，你爸爸要是讨厌你就打他，乖宝宝要好好学习，才有能力保护想保护的人。在一人一球的劝说下，苏兰一口答应了下来。得知小萌娃要去上学，卡莎和托尔也十分不舍，两人一个公司总裁，一个大明星，都纷纷要去送兰兰上学。在去地心学校的新建上，苏兰就被3根毛茸茸的雪豹尾巴围着，一路到达学校。苏兰他们的到来，因卡莎的名气引起了一点热议，都在嘀咕雪豹家族什么时候多了个这么受宠的幼崽。登记完报名之后，校长开始宣布入学测试的规则：兽人体质强，需要经过测试择优入学。第一个测试主要为精神力，帝国精神力一共从1级到 SSS 8个等级，只选取排名前1000的学员。第二关是一些基本的文学测试，第3关比较复杂，需要幼崽组队进入试炼之森做任务。这一关也是莫格陛下会亲临看的关卡，星际同时会直播着精彩刺激的画面。苏兰报名排队，听着一堆规则昏昏欲睡，旁边一个年纪相仿的少年好奇地看着他：“我叫泽维尔，雪凤一族的人，你是谁？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苏兰循着声音看去，看到泽维尔身上的金叶子，这个叫泽维尔的幼崽是雪凤家族元帅的独子，因成年后被最美的蛇族雌性爱慕，他却无动于衷，导致被蛇族雌性污蔑倾国人，名声毁于一旦，在战场上被嫉妒的情敌刺死。苏兰咂咂舌，太惨了！我是苏兰，叔叔姨姨们带我来上学，给你好吃的。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递给泽维尔。就在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突然人群里有人惊呼了一声：“是苏菲娜！”她跟直播里的一样可爱，穿着粉嫩的可爱女孩，从私人星舰上走了下来，眉宇间的自信蛮横，一看就是千娇万宠的大小姐。苏兰看着苏菲娜光芒万丈的样子，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苏菲娜，她是不是比我可爱多了？泽维尔看了看苏菲娜，又看看苏兰，她没意思，你比她可爱多了。黑蛇家族的苏菲娜脾气太差了，还很小气，她不想跟他玩。还是苏兰大方，可能是他们两人的目光太过专注。苏菲娜的目光也跟苏兰对上，看到苏兰的长相，苏菲娜想起了母亲给自己的画像，还有对自己说的话。苏菲娜，我的好女儿，很快你就会遇到一个夺走你一切的幼崽，我画给你看，遇见到他千万别客气，把他弄死。看起来像只脏兮兮的蜥蜴，这种不起眼的人怎么夺得走我的东西？苏菲娜不屑地想到，她顺风顺水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人能比得过她。此时校长开始宣布测试开始，精神力测试由校长亲自负责，按入学名单一个个上去握住精神力检测器，一般 B 级以上的精神力都能留下来。身边的泽维尔精神力等级也出来了 ，S 级，在整个幼崽里也是屈指可数。苏兰开始担心自己的精神力，贝斯姨姨只说自己精神力不错，可能有 B 级，应该可以通过入学测试。小光球在苏兰身边转了一圈，对这学校的条件很嫌弃：“宝宝，你的精神力只会比他们都强，这里的机器也太老旧了，都不知道能不能检查出你最高的等级。”要不是当初出了点问题，苏兰也不用吃那么多苦，还要在这落后的学校念书。测试很快就到了苏菲娜，所有人都看向了她。苏菲娜骄傲自信，像只小孔雀，走上前将精神力注入到机器当中。校长看到苏菲娜精神力一路往上飙升，激动地向众人宣布结果：苏菲娜精神力 SS 级。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6岁就有 SS 级精神力的天才了。下一个精神力测试学员苏兰。小奶娃听到了自己名字，在一堆人的加油打气声中走了过去。校长瞥了一眼苏兰的资料，发现是优秀毕业生贝斯带过来的幼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你就是苏兰，真是个可爱的幼崽。看到苏兰的脸时，他心里也暗暗惊奇，这个幼崽的眉眼太像陛下莫格了。如出一辙的金色琉璃眼睛，但陛下至今未婚，想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是看苏兰的精神力结果吧。苏兰站到了检测机器面前，调动身上所有的精神力握住机器，砰！因为扛不住苏兰浩瀚的精神力，机器差点当场炸掉。精神力1秒飙到了等级的最高处，校长瞬间瞪大了眼睛，完全不敢相信，居然能看到6岁的幼崽，精神力居然就有 SSS 级。上一个还是幼崽时期的疯子皇帝莫格，难道是机器坏了？校长找来了技术人员排查，是哪里出了问题？众人窃窃私语，都在讨论苏兰的精神力是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公布？他的精神力有什么特殊的吗？难道是最废物的一级？维拉得意的嘴角微微勾起，果然是下水道里随便捡回来的蜥蜴，怎么比得过我的女儿？看来是他多心了，这么差劲的幼崽，又怎么会是陛下的孩子？很快，技术人员排查完毕，跟校长报告了检测结果，检测机器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因为学员精神力太高，机器检测不到，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校长大受震撼，居然不是机器有问题，而是这个幼崽的精神力太高。随着校长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一种可怕的猜测在众人的议论当中出现了。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他的精神力等级比苏菲娜的还要高？不可能，再高就是 SSS 级了。他还这么小，能有那么高的精神力？维拉本来得意的表情渐渐阴沉了下去。难道真是 SSS 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现在陛下缺继承人，要是这个幼崽真是那个疯子皇帝的，以后所有的荣耀都跟他的苏菲娜没关系了。维拉看向苏兰单薄的身影，眼神有些阴狠。苏菲娜，妈妈会帮你处理好所有的敌人。校长终于从震惊中缓过来，激动地向所有人宣布：苏兰精神力 SSS 级。听到苏兰的精神力等级时，在场的人一片鸦雀无声，居然让他们目睹了一个天才的诞生。苏兰听了他人的赞美，第一次得到这么多人认可，他非常开心，奶声奶气地问校长爷爷 ：SSS 级很厉害吗？他来到星际还不到1个月，想了解多一点，可以变强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校长看着天赋出众的幼崽满心欢喜，你是这里最优秀的幼崽，等你长大也能变得跟陛下一样强大。校长看着苏兰那双熟悉的金色琉璃眼，他心里也开始怀疑了，这个幼崽真的跟陛下没有关系吗？居然有人放着这么可爱的幼崽在外边吃苦，真是渣爹啊！正在赶来学校路上的莫格打了个喷嚏，谁骂我？他当这疯子皇帝杀了很多人，怎么骂他都习惯了。莫格现在更在意自己流落在外幼崽的消息，已经1个月了，全族出动掘地3尺都没找到小龙崽的身影。转头对旁边书记官桑翠问道：书记官，你说我的孩子有可能会在入学测试里出现吗？精神海里出现的小龙崽，年纪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书记官提出他有可能参加地心学校的入学测试，这才抛下政务过来碰碰运气。桑翠就是因为莫格天天问，太烦了才随口一提，只能昧着良心回道10有8九的可能性。莫格满意了，在路上他继续思考龙崽的来历，他感觉自己忘记了很多东西。此时在入学测试里，大家的风向都变了。苏兰这精神力前程不可限量，哪怕不结交也不能得罪，看起来快破产的雪豹家族很可能要崛起了。苏兰第一回被这么多人包围着，有些不好意思。苏菲娜被冷落在了一旁，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夺走关注的落差。维拉抱住苏菲娜，在她耳边说教：苏菲娜，看到了吗？苏兰就是个坏种，你对她放松警惕，对她善良，她就会得寸进尺。妈妈，我知道了，我不会输的。第2关的测试没有人比得过。第2关比文化测试很快就开始了，这关考的是关乎兽人精神力使用的古文，追求力量的兽人吟唱不同的古文咒文，可以发挥出不同的能力，这是苏菲娜的强项。开考前校长提示，这次出题人是有名的古文教授，在没有亲眼见到星际的古文之前，苏兰心里是忐忑的，怕让贝斯姨他们失望。亲眼看到的时候松了一口气。所谓的超纲古文其实是中文汉字，苏兰在孤儿院的时候就学习过，才几分钟的时间，苏兰就填好了。无聊的东张西望，待看到自称天才的苏菲娜，看着题目都明显紧张了起来。苏兰内心有些疑惑，有这么难吗？无聊的苏兰干脆趴在桌子上睡觉，直接开摆。熟睡中的苏兰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到自己待在一个蛋壳里，附近到处都是厮杀声和惨叫声，他附近来了几个人，正在讨论着他。死胎，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倒是省了我们亲自动手。死得好啊，活着会影响我们的计划，那这个蛋丢哪里？丢到太空去，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垃圾。那个疯子醒来后也不一定记得这件事。苏兰察觉到他们的杀意完全不敢动，不知道哪里来的金色小光点一点点汇聚在他的身上，伴随着哄睡的温柔安眠曲，苏兰逐渐沉睡了过去。扑通，当心脏的第一声跳动响起，蛋壳内有了光，他有了生命。睁开双眼，就看到一个泛着金光的银色发丝女人，满脸不舍地看着苏兰。我得走了，终有一天我会回来，我会来找你的。就在苏兰想去追赶的时候，被一道洪亮如钟的声音吵醒了。时间到，收卷了。苏兰睡眼朦胧地睁开眼睛，心里还在回忆梦中的温柔女人，感觉她很眼熟，但是不记得她到底是谁了。贝斯他们将苏兰睡了一局的表现看在眼里，有点担心萌娃受到打击，安慰道：填完就好了，重在参与，不用太在意输赢，很快成绩就出来了。贝斯带着苏兰在榜单上翻来覆去的找名字，苏兰踮起脚尖指向了最高点，咦，我的名字在这里。贝斯沉默了，苏兰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1名的位置上。苏菲娜错了一道题，屈居第2名。苏菲娜很不服气，出言指责苏兰，刚拿起笔来就做完了，还全对，你是不是作弊了？苏兰小骄傲，我没作弊，就是很容易，一下子就填完了。校长此时站了出来，苏菲娜，你是质疑我们学校的公平吗？你做不出来不代表别人也这样。
这里不欢迎你。维拉见苏菲那被斥责，不再心切的他，借着陛下的名头施压。你是校长，也不能包庇作弊的人。何况今天是陛下亲临的日子，我在陛下面前能说得上话，闹大了谁的脸上都不好看。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怎么这么热闹？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到来打断了他们之间紧张的局势。苏兰好奇又紧张的看向了打断了他们谈话的人，这就是自己基因上的生父吗？一个墨发金童的俊美男人从星舰上被簇拥着走下来，身着军装，周身气场看起来十分危险。他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将所有人的表情收入眼中。怎么回事？我刚来这里就这么热闹，有什么趣事不如跟我说一下。莫格的出现引得大家都露出狂热崇拜的目光。校长将他们这里的事情一一说出，让莫格定夺。一点小事，调出监控不就知道了？谁作弊，谁污蔑，一目了然。维拉担忧莫格会和苏兰牵扯上，赶紧岔开话题。不用调监控了，可能是我们看错了，还是别耽误幼崽们的入学测试。苏兰远远看着莫格不敢上前，看起来好凶哦。贝斯也不敢让苏兰贸然出现在莫格面前，毕竟不知道他的真实心思，还是以入学测试为重。第3关的考验是去专门给幼崽准备的试炼之森，杀掉怪物，拿到他们守护的太阳之花，按太阳花数量来进行排名。星际里的兽人都崇尚武力，所以幼童时期的崽崽就会开始接触运用精神力，开始武力角逐。为了保证安全，需要3人组队小组，还有移动监控全程直播，大家都在到处找队友进入试炼之森。此时直播也开始了，全星际的人都在围观幼崽。听说这次苏菲娜会出现，可爱死了。泽维尔也不错，可惜了他们2个玩不到一块。听我姑姑说，这次入学测试第1名不是苏菲娜，而是被一个叫苏兰的幼崽夺走了。苏兰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星际网民当中，大家对他褒贬不一。维拉在角落里给苏菲娜塞了一个试管一样的东西，这个给你，在测试里要是感觉比不过苏兰了，就找一个没有监控的角落砸碎它。淡绿色的试管里面有一只老鼠大小的奇怪野兽，察觉到体温，红色的瞳孔睁开，怨恨的目光盯着苏菲娜。苏菲娜被吓了一跳，险些把手里的试管砸落在地上。妈妈，这个是什么？看起来好可怕。她有种预感，里面的东西很危险，一旦打碎会放出来不得了的东西。别怕，这是帮你获得第1的东西，妈妈不会害你，只要能赢。维拉从来不吝啬各种手段。苏兰看着幼崽们纷纷找到了队友，内心有些着急。在这里他只认识泽维尔，泽维尔主动找到了苏兰，没人愿意跟我玩，我们组队吧。苏兰听见组队邀请，毫无犹豫就应了下来。第一次跟陌生人组队，苏兰还是有点小紧张。不远处又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我是仓鼠家族的爱莲，我们家族的天赋可以最快速度找到宝物，不过我的战斗力不太行，你们愿意跟我组队吗？仓鼠比起大多数兽人太过弱小，爱莲到处找队友都没有人愿意。苏兰盯着爱莲毛茸茸的耳朵，笑得温暖。好呀，那我跟你一起组队，我罩着你。爱莲感动得一塌糊涂，居然有队伍愿意接纳他，他一定会努力找到太阳花的。3个人准备好就踏入了试炼之森，一个蓝色的小光球飞过来，会全程跟随苏兰3人进行直播。苏兰他们进入试炼之森的时候，离莫格的位置比较近，莫格察觉到了血脉深处不同寻常的触动，目光瞥向了苏兰的背影，一阵愣神。刚刚过去那个幼崽是谁？他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桑翠，这么可爱的幼崽，会不会是我家的？那双眼睛不要太像他。桑翠此时有些麻木，陛下这一想，幼崽病又犯了。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已经不下100遍。桑翠轻咳一声，陛下，在场的幼崽资料我已经提前看了，这位叫苏兰的幼崽是雪豹家族贝斯家的，刚从荒星回来不久，应当不可能跟你有关系。莫格有些失望，不是吗？他又认错人了，原来苏兰是雪豹家族的孩子。莫格皱眉，那自己的孩子到底在哪里？一想到他的孩子还在看不到的地方吃苦，莫格心里越发烦躁，眼中一道红光闪过。桑翠大惊，立马从随行包包里掏出一根镇定剂，扎到了他的体内。陛下，陛下，清醒一下，这里到处都是幼崽，你不能在这里发疯，万一小公主在人群里被您伤害了怎么办？最近陛下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样下去莫格迟早会退化为没有理智的野兽。莫格眼中的红光收敛起来，是我失控了，你说的对，在找到他之前，我要保持正常。他想在还有理智之前找到他的孩子，给他世上最好的一切。几年前，莫格在战场上对付他们的死敌异兽，身边的亲卫尽数牺牲，最后他孤身一人灭了上万异兽，但自己也身受重伤，濒临死亡。救醒之后便会时不时失控。这时不少人已经涌进直播间，想在直播间看可爱的幼崽治愈一下。苏兰3人小队的直播间也涌入了不少人，可爱的3个幼崽，一亲亲，看来看去还是苏菲娜可爱，就是他抢了苏菲娜的第1，看起来也不怎么样。直播间吵成了一团，莫格看到他们在指责苏兰，眉头一皱，任性了一回，将他们禁言10年。苏兰对此一无所知，他正对全新的世界无比好奇，东张西望。附近幼崽一进来就控制不住变成了自己的兽人本体，到处乱窜。苏兰当了好几年普通人，这时也没有一点变成龙崽的本能。小光球跟了进来，看到了苏兰的苦恼，这个只要你想，意念中默念就可以随时变成本体。我也挺好奇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苏兰盯着监控器还不想变，直觉告诉他当众变成小龙崽，以后会有更多人想捏他的小脸蛋。这是小仓鼠爱莲突然发声，我闻到了太阳花的味道，跟我来。爱莲变成小仓鼠后的嗅觉相当灵敏，肥嘟嘟的身影跑得飞快。只见他带着众人跑了一小会儿，就看到一个宝箱正孤零零地待在一个小山坡上。3人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悄悄打开宝箱，一枚太阳花正躺在红龙当中，在阳光闪烁下金光闪闪。龙族本来就偏爱奇珍异宝和金色的生物，苏兰刚想伸手去拿太阳花，就在这时，在他们头顶的参天巨木上，一道黑影悄然接近了
苏兰他们，张开了血盆大口冲着他冲了过来。泽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到来，立马化身一只玄色赤铜的小凤凰，将苏兰和艾莲抓起来躲过偷袭。是有毒的异兽，别被他们的毒液沾染到。苏兰感觉自己的衣领被抓住，飞了起来，地上的东西瞬间变得渺小，飞起来了，太好玩了！众人看不到的小光球也及时提醒，你变出兽体也能飞，那是你天生的能力。这是 S 级傀儡兽，小心别受伤了。苏兰好奇地看着地上扑空的 S 级傀儡兽狂蛇，巨大的蛇身缠绕在树上，就像真的树枝藤蔓。S 级狂蛇的出现，让苏兰小队的直播间涌入了不少人。S 级傀儡兽，这是什么运气？第一次遇到这么倒霉的，惨了！哪怕是成年兽人对上 S 级傀儡兽，都不一定打得过。维拉看着苏兰直播间的情况，嘴角愉快地勾起，看来不用我们出手，就能将苏兰他们淘汰掉。泽维尔和艾莲还在跟狂蛇缠斗，很快两人身上就挂了彩。苏兰见他们受伤，自认为是三人中老大的他，将两个护在身后。这些人都是我罩的，大蛇，不许你伤害他们，不然把你做成蛇羹。黄蛇一看是个小不点，直接扑向了苏兰，想给他一个教训。附近的救援小队紧张到了极点，准备随时出手把几个幼崽救走。苏兰按小光球教的战斗方式，将身上的精神力凝聚在掌心，一巴掌扇向了巨蛇。黄蛇还没反应过来，一道怪力冲他飞了过去，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吐了一口血就没了。狂蛇周围掉出几块绿色的星河，被苏兰他们触碰到，就化作了他们的力量。苏兰眼前一亮，甜甜的，像我爱吃的果糖。我们继续去揍他们吧。泽维尔和艾莲目瞪口呆，苏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的？艾莲泪眼汪汪，老大，我将永远追随你，只有你不嫌弃我是仓鼠。苏兰骄傲地拍拍胸脯，你们都是我罩的。直播间的观众也震惊了，一巴掌一个 S 级傀儡兽，如果我跟他对上，恐怕我也要东一块西一块吧。这是什么天赋能力？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泽维尔变回了人形后，一言不发躲在了树林里。很多人都觉得我的样子很可怕，我不想吓到你们。雪凤家族的人大多都是雪白的模样，只有泽维尔是家族的异类，所以泽维尔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怪胎。苏兰伸手将他从树荫下拉出来，才不是呢，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你都是我的好朋友。艾莲也连忙上来附和，要不是你我就得进医院了，下次再带我飞高高。泽维尔看着苏兰他们温暖的微笑，带着阴霾的脸上也难得出现了笑容。谢谢你们，这次遇到了不会嫌弃他的伙伴。莫格盯着苏兰使用的力量若有所思，这个幼崽的天赋技能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莫格一开口，桑翠心里就咯噔一次，眼神有些幽怨，手里紧捏着镇定剂，迅速盯着他，生怕他又开始犯病。桑翠1个月起码有30天在写辞职报告书，主要是这时常发病的上司，惹得他每月月事都要多待几天。莫格看到桑翠的眼神，呵呵一笑，不是那个意思，他这个能力很独特，是星辰一族才有的独特能力，我好像在哪里见到有人用过。星辰一族在星际当中非常神秘，据说星辰之力的化身在星际当中更接近神的存在。莫格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了，感觉是很重要的人。桑翠愣了一下，可是星辰一族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的天赋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幼崽身上？莫格沉思片刻，可能我记错了吧，我的记忆至今还有缺失，医生对我的情况也束手无策。莫格继续看直播，看到苏兰笑嘻嘻地拉着泽维尔的手，心里突然特别不爽，这不是元帅家那臭小子，怎么跟女孩子手拉手，像什么样子？桑翠差点翻白眼，陛下，他们是队友。苏兰还和艾莲手拉手，你现在很像介意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小白菜的老父亲，这书记官的工作真是越来越难做了。莫格理直气壮说道，以后不能随机组队，都得我亲自过目。试炼之森中，苏兰在狂蛇那里尝到了甜头，对战斗变得非常热情，一见到太阳花和异兽，他就跟见到了金币一样，冲上去就是一巴掌，一连干掉了好多异兽，太阳花数量也拿到了12朵，碾压苏菲娜的9朵太阳花。苏菲娜这边看到了熊兽3兄弟的队伍擦肩而过，他动起了歪脑筋，你们几个过来。熊兽3兄弟是苏菲娜的粉丝，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我问你们，你们现在有几个太阳花了？熊兽3兄弟有些尴尬，只有1块，可能我们要被淘汰了。苏菲娜提出自己的建议，苏兰那边有12朵，怎么不去问他们要？试炼之森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的太阳花，不管是什么手段，都是算作你们自己的。熊兽3兄弟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一咬牙决定干，转身就去找苏兰他们了。看到有冤大头去找苏兰麻烦，苏菲娜心情好多了。苏菲娜的直播间热闹了不少，我们的宝宝怎么这么可爱，这么聪明？这不好吧？这么小的幼崽抢东西，只要足够可爱漂亮，就会有不少人愿意帮忙开脱。苏兰他们在继续寻找下一朵太阳花的时候，熊兽3人凶巴巴地站在苏兰面前，站住，把你们的太阳花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艾莲虽然身体娇小，但胆子不小，双手叉腰就开始训斥，你们这是抢劫，是霸凌，这是不对的。熊兽3兄弟上前一把将艾莲推倒，强者为尊，这是规矩，没有用的小仓鼠还敢质疑我，小心我揍你。苏兰气呼呼站在艾莲身边，你们不可以欺负我的朋友，他们2个都是我罩的。泽维尔直接想动手，把他们打趴下吧，既然是规矩，那就打赢他们，让他们把太阳花上交。幼崽队伍遇事不决，武力解决。直播间看着两边幼崽准备打起来，众人愉悦地吃起了瓜。看戏了，看戏了，有请第一位受害者。这3个小伙子路走歪了，苏兰一巴掌扇死一只 S 级傀儡兽，我都怕他们扛不住一场。屏幕外看直播的莫格见门一竖，冷哼一声，棕熊家族就是这么教幼崽的。桑翠让他们的监护人去好好学习怎么教育孩子，不然别在地心混了。桑翠已经麻木了，不再做挣扎。是陛下，心里暗暗翻着白眼，这个幼崽又跟你没关系，在这里当老父亲。苏兰这场战斗刚开始就结束了，他尽量控制了自己的力道，跑过去一人一巴掌就结束了战斗。苏兰跑到他们面前，你们输了，把你们的太阳花给我。熊兽3兄弟被打懵了，匆忙丢掉一朵太阳花，就嚎啕大哭的跑掉了。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艾莲机灵的提议道，感觉突然发现了太
太阳花来得快的方法，不如我们钓鱼执法吧。苏兰三人还是按之前的计划去找宝箱打怪，就是途中遇到其他队伍，就装的三人病殃殃的，一看就好欺负，假装自己很柔弱钓鱼执法。若有一心的幼崽队伍过来打劫，他们就直接反向开抢，一直钓鱼一直爽。苏兰他们的太阳花数量蹭蹭蹭的往上涨，居心不良的队伍淘汰率不断上升，试炼之森里的宝箱被找得七七八八。这场测试渐渐进入了尾声，维拉看在眼里，碧绿色的瞳孔里逐渐变得阴沉，走到角落里换出了一条小蛇，并交给他一个防身的吊坠。你偷溜进去，告诉苏菲娜用我给她的东西，她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输给苏兰，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会帮她善后。小蛇避开所有监控，到了苏菲娜附近，传达了维拉的意思，把吊坠送到了她的手中。苏菲娜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知道了，告诉妈妈我会赢的。不到万不得已，她也不想用脏手段。随着时间过去，苏兰和苏菲娜的队伍同时都拿到了29朵太阳花，双方打成了平手，而现场只剩下了一个宝箱。苏兰他们向着最后一个宝箱走了过去，同时遇到了苏菲娜的队伍。苏菲娜怨毒的看着与他们同时到达的苏兰队伍，苏兰，这是我们先找到的。苏兰从小到大一直在被抢东西，所有人都在讥讽他是被抛弃的孩子，这次他不会让了，明明是我们先找到的，不服就打一场，谁赢归谁。苏菲娜想了一下，愉快应下，自己是 SF 与精神力，还被每天教导战斗技巧。苏兰一个荒新来的野丫头，怎么跟自己比？说罢，苏菲娜直接化身成为了亚龙兽体。直播间在苏菲娜亮出兽体时，热度达到了巅峰。真羡慕苏菲娜，居然从黑蛇本体觉醒了远古的龙族血脉。可惜了，苏菲娜是亚龙，要是真正的龙族就好了。苏菲娜骄傲地飞在半空，看着苏兰，你不变成兽体跟我打？苏兰打量了一眼苏菲娜的实力，摇了摇头，对上你还用不上。苏菲娜顿时怒发冲冠，你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最强的。说罢，直接朝着苏兰攻击过去。泽维尔和艾莲都紧张地看向苏兰，苏兰凝聚了星辰之力，在苏菲娜冲过来的一瞬间，星辰之力照着泽维尔的兽体捏出了一个星辰凤凰，朝着他砸了过去。苏菲娜不屑地看着这只小凤凰，雕虫小技，岂敢班门弄斧，看我冲碎它！下一秒，苏菲娜就知道自己轻敌了，一撞到星辰凤凰，她就感觉被一颗行星撞到，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她击落在远处的树上，胜负已定。苏菲娜不可置信地看着苏兰，不可能，你怎么做到的？苏菲娜三番两次在苏兰这里受挫，眼里泛着泪花，跑进去森林里。太阳花已经被寻找完，大家准备离开试炼之森，无人察觉的地方。苏菲娜避开监控，从口袋里拿出维拉给她的试管，一脸恨意地砸在地上。苏兰，我不会输的，第一只能属于我。苏菲娜已经顾不得自己的骄傲，只知道这是她夺回第一名的希望。试管碰到坚硬的石头裂开，一只奇怪的生物睁开了赤红的眼瞳，一触碰到空气，身体快速膨胀起来，实力也直接达到了 SSS 级的强者。我来了！监控死角处有个危险的家伙正在快速成长起来，一无所知的幼崽们还在清点战利品。莫格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神情一凛，慵懒靠在椅子上看直播的他正襟危坐起来，警觉地寻找着危险气息的来源。桑翠，我闻到了异兽的气息，派人下去查一下，是不是有异兽混了进来？这里人多还有幼崽，出事了死伤会很严重。莫格跟异兽作战多年，对他们的气息很敏锐，这气息太稀薄了，像是有人故意在隐藏，难以寻找踪迹。桑翠也跟着警惕起来，属下这就派人去调查，加强这里的安保。此时是炼之森内，苏兰正举着太阳花反复欣赏，想结束测试后问校长可不可以买下来，他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贝斯依依他们。苏兰爱不释手的样子，引起了直播间观众的姨妈笑，多笑笑宝宝，笑得我的心都化了。原来仔仔喜欢这些，我这里有好多，来我家送给你。观众们都被苏兰时而霸气、可爱的样子圈粉。贝斯看到苏兰的神态，想到他从前吃了不少骨头，顿时心疼不已。打开手机下单了好多玩具和宝石，可以送给苏兰当做入学礼物。看到苏兰的笑容，莫格焦躁的心也平复了下来，嘴角隐约有了点慈祥，回身往随身侍卫们招招手，去我的私人库房里带几箱稀有宝石送过去给他当玩具，越闪越贵越好。桑翠一脸疑惑的表情，谁不知道龙族个个都是守财奴，让他们的小金库往外送东西比登天还难。陛下这是烧糊涂了。距离试炼结束就剩10分钟的时候，一个幼崽惊慌失措的尖叫声打破了试炼之森的宁静。救命！救命！有怪物要吃我！爸爸妈妈救救我！大地传来震动，不祥的气息愈发浓烈。苏兰看向了动静传来的地方，出事了！养在温室里的幼崽瞬间慌作一团。苏兰小脸一皱，我闻到了血腥味，有人受伤了，先去找个地方躲起来。他察觉到这个伤人的怪物实力远在他们之上，可以轻松杀掉他们。苏兰表面强装镇静，心里紧张到不行，紧张害怕的情绪顺着精神力向地心的龙族散发出去。出现了很可怕的吃人怪物，会被吃掉的，该躲到哪里去？正在外出找人的龙族一顿，齐齐探向了精神海求救声的源头。龙仔仔在害怕，他遇到了危险，这次他离我们很近。幼崽在帝国学校到处寻苏兰下落的龙族，一个个画出了龙形，快速的朝苏兰坐标飞去。莫格作为最近的龙族和血脉亲人，猛地看向了试炼之森的方向。在这里，试炼之森里出事了，学校的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监控机器人迅速往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去。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一只浑身散发黑气的黑狼正兴奋地追捕幼崽，身上长着硬如盔甲的鳞片，口水落在地上腐蚀了地面，正一脸残忍地看着幼崽们，努力逃吧，我喜欢听你们绝望的尖叫。这一幕被全星际看在了眼里，异兽怎么会有 SSS 级的异兽闯入了幼崽的试炼之森？他们是在报复战争失利，救人，快救人！正在场外看幼崽试炼的监护人们也瞬间慌作一团，学校安保部此时也一脸惨白。
试炼之森在使用之前，他们都会提前排查数字，千防万防，没想到还是出了意外。这个异兽明显智商不错，发动攻击之前，把试炼之森所有出入口都封死，篡改了监控视频，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莫格神色一凛，目光阴沉地盯着监控里的异兽，拿出不离身的武器，率领侍卫们冲向试炼之森，同时不忘安排好工作。打开出入口，带武器的人随我进入里面救人。军医准备好急救，桑翠，你在这里稳定局势。说罢，莫格身先士卒，第一时间就往试炼之森的方向跑了过去。贝斯看着直播间里的画面，很担心苏兰，此时也连忙跑到侍卫长跟前。我是医生，我会一些急救和抢救的医术，我可以帮忙。苏兰他们现在还算安全，他们3人正藏在巨树上，一个视野不错的地方，隐匿自己的身形和气息，等待救援。他在小光球那边学习运用星辰之力，将他们的气息隐匿起来，没人能找到他们。苏兰有些挫败，躲在这里，怪物应该找不到我吧？要是我更强一点就好了，我就可以将所有人都保护起来。我还是太差劲了。泽维尔一脸疑惑，你才6岁，这个年纪已经够天才了，总不能6岁就一拳打倒陛下吧？你这叫差劲，那他们叫什么？爱莲静静看着他们2个互相吹捧，你们都是天才，只有我除了会寻宝什么也不会。3人躲在树上讨论起天才的判定标准。原本紧张氛围的直播间中又热闹，不用自责，保护幼崽是大人的责任，寻宝怎么能说不是天才呢？某种意义上来看，你们3个幼崽都是天才。正当网友们热情的讨论时，苏兰突然伸手示意安静，嘘，别出声，他来了。3人屏住呼吸，不敢出任何声响。只见远处来的不只是异兽，还有逃跑的幼崽和他们绝望的求救声。谁来救救我？异兽在我的身后追着我。苏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快速从树下逃跑，是塞拉，小熊猫家族的幼崽。前不久找过苏兰小队麻烦，紧接着一道可怕的身影正悠哉跟在他身后，狩猎的目光让人毛骨悚然。树上的苏兰3人目睹了异兽追塞拉全过程，看到庞大的异兽个个面色凝重，好可怕！异兽的实力加起来比他们3人都还要强。本性暴虐残忍的异兽，在塞拉没体力摔倒在地上时，刚准备下手，就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护在了塞拉前面。苏兰很害怕这只异兽，但是看到在他面前鲜活的生命即将在他面前消逝，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小光球有些担忧又有些欣慰，宝宝，你要救他吗？下边很危险。苏兰想了想，随后坚定地说道，我出来我不一定会死，但我不出来塞拉一定会死，大不了他就变成小龙奶，让自己的力量短时间内变强，也能撑到救援队伍过来救他们。苏兰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小光球晃了晃，再次问了苏兰一个问题，哪怕塞拉不久前来找过你的麻烦？苏兰不假思索，那不重要，在生命面前一切都不重要。曾经孤儿院里的阿姨告诉他，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生命重要。那个阿姨说话很温柔，缺爱的苏兰铭记在心，而且他的爸爸妈妈也会伤心的。苏兰挡在了塞拉身前，引用星辰之力击中了异兽，让他后退了一步。塞拉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体力不支的他闭上了眼睛等死。想象中的剧痛没有传来，疑惑地睁开一只眼睛观察。苏兰，之前是我对不起挑衅你，快跑，你打不过他的。苏兰拿着一根刚折下来的树枝作为武器对准了异兽，放心吧，我可是你的老大，不会看着你死的。苏兰坚定的目光让人有种安心的力量。明明2人年纪相仿，苏兰却让人感觉到了安全感。这一刻，塞拉仿佛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张海报，海报上是他们的疯子皇帝莫格，身披盔甲，面对来势汹汹的异兽大军，只身一人挡在了受伤的队友面前。此时看着挡在前面的苏兰，苏兰娇小的身体瞬间在塞拉面前变得高大了起来。被扰了干饭性质的异兽居高临下的身影盯着面前的苏兰，你身上有2股我很讨厌的气息，让我想到了一些不美好的回忆，比如那场让他们损失惨重的战争。苏兰强忍恐惧，金灿灿的眼睛盯着凶残的异兽，一字一顿的警告他，你别过来，想伤害我的小弟，先过了我这关。苏兰摆摆手让塞拉先躲起来，他可以独自面对这可怕的场景。直播间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快跑，别逞强，你打不过他的，真的，我扑死，明知道有危险还愿意跳出来救人。不久前他们还闹出了矛盾，苏兰和塞拉人还在，直播间观众已经脑补好各种身后事了。维拉坐在豪华的私人新建中，开香槟庆祝，计划得逞的他嘴角扬起，不自量力的幼崽挡了我们的路，怨不得我们。而且整个试炼之森里，只有带着吊坠信物的苏菲娜才不会成为异兽攻击的对象，到时所有荣耀都是他们的。这是他和别人的交易。维拉旁边的通讯突然响起了阴冷的声音，维拉，我早就说过了，跟我们合作是你最好的选择。苏兰那个幼崽看起来对我们威胁很大，想办法除掉他。你话说得轻巧，一旦被发现我必死无疑。维拉很清楚这个人在利用他，而且很可能是异兽一族的人，但是在贝斯和苏兰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向别人低头，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哈哈哈，你已经没有回头路，放心，我们会把你心爱的苏菲娜扶到荣耀的巅峰。啪，神秘的声音中断了。维拉恼怒的手中酒杯摔在了地上，居然敢威胁他，但想想他的苏菲娜能永远耀眼，又忍气吞声了回去。此时正当异兽想先解决掉苏兰的时候，一阵漫天的钢铁松果打在他身上。爱莲刚才也没闲着，在树上吞了很多松果，用自己的精神力炼制了一颗颗钢铁松果。小仓鼠虽被吓得发抖，还是鼓起勇气叉腰向异兽警告，别以为你的对手只有苏兰，还有我和泽维尔。泽维尔挥了挥身后的羽毛，小弟也不能让老大一个人单打独斗，我们来帮你们。身为元帅之子，让女孩子一个人单打独斗，不符合他们家的教养。
苏兰看了眼两边的伙伴，眼中充满了坚毅。异兽意外地看着这两个幼崽，他本想先解决眼前这个气息让他很不舒服的幼崽，既然都到齐了，那就让我一起来解决掉你们吧。说罢，直接朝着3个幼崽冲了过来。苏兰3人瞬间散开，小仓鼠不断用钢铁松果射向异兽，泽维尔则用锋利的凤羽在一旁不断袭击。苏兰作为几人的老大，在正面与之周旋，异兽竟然与他们打了个有来有回。随着时间流逝，也让他急躁了起来。他现在居然连几个幼崽都对付不了了吗？异兽察觉到有人正在攻击传送阵出入口，心想速战速决，必须在他们过来救援前杀了这几个幼崽，不仅可以灭掉他们的新生力量，莫格也会被质疑能力。这个疯子皇帝才是他们这次的真正目标。想到这里，异兽一咬牙掏出了一瓶药吃了下去，全身的肌肉和鳞片更加壮大，眼神中也渐渐失去了理智。无畏伤害的异兽没几下子就把苏兰3人叠罗汉似的甩出去，跟塞拉堆在一起。塞拉变成小熊猫幼崽，缩在一团哭唧唧。好巧，看来今天我们要死一块了。与此同时，被封禁起来的试炼之森出入口终于被众人合力打开，不少人冲了进来，抱起了幼崽就往外边跑出去。异兽听到有人过来的声音，迫不及待要对他们下手了。苏兰扶着树再次站了起来，他还有底牌没用。只见他的金色琉璃眼瞳变成了兽形的竖线，娇小的身体化作了优美的龙姿，墨色的鳞片上铺满金光的宝石，周围不少星辰环绕。异兽一看到这双酷似莫格的双眼，本能的后退了一步。爱莲2人震惊的看着苏兰，雪豹家族的幼崽怎么突然大变龙崽？苏兰挑衅异兽，试图把他的目光引向他这边，来，跟我再打一场。苏兰现出兽体的一瞬间，莫格身为距离他最近的血亲，察觉到了血脉当中的精神力共鸣，他听到了心脏中另一颗小心脏的跳动声，这是曾经在他精神海里哭泣求安慰的小龙崽。我的孩子果然在这里。莫格看向了共鸣的方向，发现正是异兽发动袭击的地方，十分揪心，迅速向发生战斗的方向飞去。与此同时，星际深处，在一个难以进入的领域，王座之上的男人看起来养尊处优的，银色的发丝上散发着金光。他察觉到了远处熟悉的星辰之力，瞪大的银色点缀了星辰的眼睛，激动地看向了地心的方向。快给我定位那个星系在哪里？这个星辰之力，他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消息。直播间瞬间炸开了，我没看错吧？苏兰怎么会是小龙崽？所以他不是雪豹家族的幼崽了？那苏兰不就是现在龙族唯一的幼崽？这不得宠死，肯定跟陛下没有关系。他一个孤寡老奴，没有对象哪来的崽？托尔和卡莎看到众人疯狂的样子，顿时感觉到压力山大。没想到苏兰会在这个时候当众暴露了自己的兽体，那个疯子莫格会伤害到他吗？还是会说出讨厌他的话？那一直渴望有家的苏兰，到时得有多伤心啊！书记官桑翠看着屏幕中可爱的小龙崽陷入呆滞。不是，小龙崽真的在地心学校。我之前说他在只是想哄一下陛下。他疯狂呼叫帝国的保卫队，统统进入试炼之森，快，绝对不能让他们出事了。维拉在看到苏兰变成小龙崽的时候，从椅子上猛地坐了起来。苏兰他居然真的是龙崽！贝斯，你这次回地心，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冲着我和苏菲娜来的，一辈子都不让我们摸有舒心的日子。苏兰此时正在跟异兽艰难的搏斗，哪怕兽态让他变强了很多，但身为年纪小的幼崽，对付成年的异兽还是很艰难。营养不良多年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瞬间所有龙族再次听到小龙崽精神海里的委屈声音，受伤了，快撑不住了，该怎么办？苏兰为奶声奶气的求助声音，让所有龙族都揪心起来。察觉到他危在旦夕的龙族，迅速飞向了试炼之森。小龙崽受伤了，都飞快点！该死的翅膀，怎么就飞这么慢？泽维尔迅速张开双翼，暴走人形的苏兰，老大撑住，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了。很快就有人过来救我们了。两个濒临死亡的幼崽身上的血流了一地。异兽嗅了嗅泽维尔身上的血腥味，你身上血的味道也有点熟悉，眼里散发着兴奋的光芒。今天无论是谁过来，都阻止不了我杀了他。苏兰感觉自己像断线的风筝正在坠落，今天真的死定了，好可惜，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爱不爱他，有没有期待过他来到这个世界，就当生日前来这个世界游玩了吧。就在这时，一双结实有力的臂膀将他抱了起来。苏兰抬头看去，发现居然是莫格。他第一次见到巨龙形态的莫格，但是第一眼他并没有感觉到恐惧，对他更多的是好奇和天生的依赖。莫格伸展出巨大龙翼将他包裹住，阻隔异兽的袭击，手中长剑挥出最强一击，异兽全身如果烟花爆裂开来，血溅到莫格脸上，却没溅到苏兰分毫。莫格金色琉璃眼中的担忧再也掩盖不住，这是他第一次抱住如此幼小的孩子。苏兰也是这6年里第一次被血脉亲人拥抱在怀里，这曾经遥不可及的画面，他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怕开口说话，这个梦就醒了。苏兰因失血过多，顿时失去意识，陷入了沉睡当中。迷糊中，他听到了别人焦急呼唤他的声音，有黑色巨龙，有贝斯姨，还有他的小伙伴们，真好，有这么多人关心他。苏兰在天旋地转间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就像是一颗星辰一般，正坐在银河上，身上剧烈的疼痛让他委屈的哭泣。一个银发的男人从远处走来，蹲下来替他疗伤，脸上满是慈爱。小家伙，你受伤了，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找你，还有找你的母亲，以及找你的爸爸算账。未等苏兰回答，小光球突然出现，看到这个银发金光的男子，就像是看到一个大麻烦，不许接近他，滚出他的精神世界。苏兰疑惑地看着小光球，这人跟他之前
前梦到的那个漂亮大姐姐长得好像。小光球对那个神秘人很不满，宝宝，以后见到这个人就把自己藏好，别让他发现你的星辰之力，不然他会把你抓去干苦力的。苏兰思考了一下，小光球从来没有害过他，于是认真的点点头。眼看时间差不多了，小光球轻轻将他推出了精神世界。你已经睡了7天，现在该醒来了。你的贝斯姨姨都要哭下了。苏兰听到贝斯哭了，连忙离开精神世界。他在病床上睁开了双眼，还没来得及查看身体的情况，就听到了病房外托尔叔叔熟悉的声音：陛下，其实苏兰是我的崽，我3年怀胎亲自生的，跟您没有关系，放他一条生路吧。苏兰偷偷走向病房门口，就看到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托尔卡莎两兄妹正在卖力表演，来让莫格相信苏兰是雪豹家族的崽。莫格看出了他们的用意，沉默片刻，尽量让自己看着和善一点。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伤害苏兰的，你们不用这么防备着我。他当初杀了一些有反叛之心的龙族，这疯子皇帝的称呼影响太深了，让苏兰身边的人用这种笨拙的方法保护他。苏兰在门后面不知道该不该出去。爸爸听起来并不讨厌他，他可以相信他吗？就在这个时候，机器人护士通知苏兰醒来后，贝斯率领了医疗团队过来。打开门就看到已经下床的苏兰，顿时惊喜不已，心疼的过来给了他一个拥抱。兰兰，你终于醒了，都怪姨姨没有保护好你。苏兰一看到贝斯，想到了一件郁闷的事，有些不好意思。贝斯姨姨，我本来想把太阳花买下来送你，现在来不及，要等以后了。贝斯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太阳花，这是校长送你们的纪念品。莫格定定地看着他们互动，心中泛起了酸意，明明近在咫尺，他们之间却仿佛相隔万里。苏兰察觉到莫格出神地看着他，躲到了贝斯后面好奇地打量，一如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莫格头上的金叶子，看到了他的未来。莫格的未来很多都是模糊的，但却看到了他最终死亡的结局。莫格会成为丧失理智的野兽，恰逢异兽再次入侵，为了帝国的安危，早就成为顶级帝国战士的苏菲娜杀了疯子莫格，以龙血让自己晋升为龙族，纯让苏菲娜升级的血包工具人。苏兰感觉怪怪的，直觉告诉他这背后藏着一个大阴谋。爸爸也好惨。苏兰发现自己身边对他好的人多多少少都不能善终，他不想看到这种结局。苏兰将一个太阳花塞到了莫格的掌心当中，送给你，要开心哦。看到苏兰主动接近他，莫格愣了下，这是他收到最棒的礼物，他要裱起来日夜欣赏。苏兰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送完礼物一个没站稳，差点摔倒。贝斯连忙跑过来抱住兰兰，作为现在苏兰的监护人，先请你们离开，别打扰他休息。贝斯现在有点担心，在官方没有正式表明对苏兰的态度前，贝斯不想让苏兰知道太多，以免再次受到伤害。莫格理解贝斯的想法，是不是我的孩子？基因匹配出结果就知道了。之前苏兰正在抢救，现在人平安无事，这件事他伤好了就提上议程，刚好用来堵住家里那匹龙想偷幼崽的嘴。苏兰躺在病床上，小脑袋开始思考，异兽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他让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小光球此时出现在苏兰身边，别悲伤，战争是大人该解决的事情，你现在最要紧的应该是养好伤，然后进入学校学习，等你变得强大了，自然可以更容易的保护别人。此时星际网民正因苏兰而腥风血雨，一群吃瓜群众将苏兰和莫格进行比对分析，从种族到样貌，再到莫格陛下的担忧神情，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一定是妇女。这个推测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我觉得有理有据，还真有这种可能。如果是真的，那就是我们唯一的小殿下了。别傻了，在医院现场，我偷听到这是雪豹家族的托尔生的，楼上的生物课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不少人激动地跑去星际官方留言询问苏兰到底是不是小殿下，可是官方发言人一句表态都没有，没有辟谣，也没有确认。不少记者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一堆人蹲在医院附近，准备拿到第一手资料。苏菲娜在豪宅里看着光脑，往日赞美她的留言都被苏兰的相关消息压了下去，巨大的落差感让她愣愣地坐在床上。此时维拉已经偷偷把放出异兽的证据清理掉，回到了家里，得知苏菲娜在生闷气，过去安慰她：我可爱的苏菲娜，怎么生气了？妈妈不怪你，这是别人抢了你的东西，不是你的问题。苏菲娜委屈地钻入维拉怀里，妈妈，为什么我会一次又一次输给他？我就算作弊都比不过。妈妈最疼我了，帮帮我，我的小苏菲娜。妈妈不会让你跟我一样的，我会帮你解决一切。维拉再次联系上了那个神秘人，你一定得帮苏菲娜，帮我除掉苏兰，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再来找我。维拉，一个又一个针对苏兰的阴谋正在形成，而此时的医院一天比一天热闹，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悄悄靠近了苏兰在的病房。苏兰突然在旁边探出头来，看着泽维尔和爱莲，你们在外边不进来干什么？快进来跟我一起玩。泽维尔和爱莲身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担心苏兰的伤势，就跑来探望苏兰。护士姐姐不肯告诉我们在哪里，我一路闻过来的。爱莲觉得自己此时特别厉害，骄傲坏了。苏兰把他们带到病床上，泽维尔和爱莲都被一堆宝石震惊到了。苏兰见到朋友，乐意跟他们分享，见到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最近有很多奇怪的叔叔阿姨给我送好吃的和好玩的，你们也一起来。这些都是龙族的人借口探病，带着大包小包前来看他，都想教唆苏兰上他们的户口。泽维尔带来了一个消息，虽然测试暂时中断了，但是结果还是他们第一，等到伤好的时候就可以入学了。爱莲眼里冒着小星星，我们估计能在一个班呢，嘿嘿嘿，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能入学这里。苏兰想到新朋友能一起上下学，兴奋得不得了，开始期盼起入学的日子。此时莫格的办公室内，桑翠拿着一份基因匹配报告，将文件呈到了莫格的桌子上。陛下，这是您要的东西。桑翠偷偷瞄了莫格一眼，
他总算是第一时间吃到了最大的瓜。陛下，你这个渣男，居然真的把老婆孩子丢外边流浪！莫格刚处理完政务，有些紧张的打开基因匹配报告，悬在心口上的巨石终于落地，与他猜测的一模一样，血脉之中的共鸣不会出错。苏兰确实是他的孩子，立刻放开手中的事物，跑去医院看望看病。苏兰正在病床上睡觉，梦到了很痛苦的事情，精神力出现巨大波动。不要，别不要我，我会当一个乖小孩的。听到这句话，莫格心疼坏了，伸手触摸苏兰的额头，与他进行了精神力共鸣。我没有不要你，做个美梦。身为血脉亲缘，精神力共鸣有疏导精神力的效果。苏兰正做着被抛弃的噩梦，突然感觉一股力量流淌进他的脑海当中，他跳出了噩梦，进入了棉花糖一样的梦境中。苏兰醒来时，看到莫格正在旁边守护他，打着瞌睡。抬眼又看到了莫格还未收回的龙鳞，跟他的好像。这个世上不是只有他一个小怪物。苏兰好奇的伸手想触摸，生性警惕的莫格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苏兰吓了一跳，想伸回的手。别怕，我的女儿，你快来摸摸。他狠厉的金色眸子满是慈爱和期待。苏兰感觉他在龙蛋里的时，就曾被这样温柔的目光注视过。父女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莫格开始解释过去的事情，希望打开他的心结。对不起兰兰，几年前我出了意外，记忆里忘记了很多事情，让你一直在外面流浪。如果早知道有你在，不管多远有多危险，我都会把你找回来。从今往后，让我承担起身为父亲的责任，好吗？苏兰认真的抬起眼眸，问出了谁都不能替父母回答的问题：你喜欢我吗？会爱我吗？你期待我生出来吗？这是他从出生以来最好奇的问题。从小他就只能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所以时刻在怀疑自己的爸爸妈妈把他生出来是他们做的错事。莫格从破碎的记忆里找到了答案，他曾经一直有对什么东西的出现而感到期待，现在面对苏兰，才感触到这是对新生命诞生的期待。他期待苏兰的诞生。莫格认真的回答：当然，我爱你兰兰，我一直期待你的出生。苏兰埋在心里多年的枷锁得到解除，终于鼓起了勇气，第一次对莫格叫出了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称呼：爸爸。天真无邪的声音叫得莫格心花怒放，他再也不是孤独的人了。莫格心疼的听着苏兰这几年的悲惨生活，时而咬牙，时而皱眉，又时而升起一阵酸楚。你还记得你的妈妈是谁吗？莫格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渣男。苏兰眨了眨眼睛，摇了摇头，没见过，我原来是个死胎，有人想杀我，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母是谁。苏兰想到了在文学考场上那个怪梦，告诉了莫格，梦醒时那个温柔的银发女人会是妈妈吗？莫格一下子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死胎，有人想毁掉龙蛋，这些人真是贼心不死。莫格在支离破碎的记忆里，突然间回想起一个片段，一个泛着金光的银发一童少女在背后环抱住他，指尖在莫格胸膛上抚摸。小黑龙，我来找你玩了。莫格微笑着转身看着银发少女，话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每次过来除了我都没人发现你。神不知鬼不觉的，他们二人的关系密切，曾经亲密无间。莫格越是想回忆这张熟悉的面孔，错乱的记忆越是冲击他的精神力，脸上不受控的画出了龙鳞，一脸痛苦捂着脑袋。苏兰看到莫格痛苦的样子，很担心，想帮他，又不知该如何帮忙。小光球围绕着莫格转了一圈，若有所思，宝宝，你可以用星辰之力与他精神力共鸣，帮他梳理精神海。星辰之力还有一些隐秘的作用哦。苏兰小手握住了莫格的手掌，学着他帮自己梳理精神力的样子，运用星辰之力试图帮他疏导亲子之间的精神力共鸣，让莫格混乱的精神力缓和了不少，终于让他清醒过来。莫格此时一脸不可思议，自己的退化正是公认的绝症，苏兰竟然能够帮他平复，这难道是那伙人要毁掉龙蛋的真相？看来不能继续让苏兰留在雪豹家族了。莫格不想委屈苏兰，于是提前让桑翠去造势，准备公开苏兰的身份。而此时一些奇怪的留言出现在新网上，我怀疑苏兰的身世有问题，有可能是异兽那边拿到了莫格的基因样本，故意制造出来的实验体，准备暗中搞什么阴谋。不少人信以为真，在星际官方社交账号下留言，要求严查此事。新网上乱成了一锅粥。过来看望苏兰的贝斯问道：怎么了？别这么不开心，小孩子要多笑笑才可爱哦。苏兰察觉到出现了不好的言论，影响到了贝斯他们。贝斯姨姨，是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贝斯给他削了个苹果，不麻烦，我们会处理好他们。他猛切水果，恨不得把造谣的人抓起来剁。莫格看着网上的流言蜚语，冷哼了一声，金色的眸子里满是嗜杀的欲望。我这么久不开杀了，他们以为我提不动刀了吗？上一次开杀，让一些不老实的人闭嘴了几年，几年过去胆又肥了，还敢暗中对他唯一的孩子下手。桑翠眼睛下的眸子泛着寒光，陛下，我们按原来的想法执行吗？桑翠，按你的想法去办。还有，先向公众宣布苏兰的身份吧。桑翠点点头，快速走出书房。一夜之间，新网上所有人都发现那些留言都被删除了，不少发布留言帖子的人都被顺藤摸瓜抓了起来。很快，一个让人紧张又激动的消息在所有兽人中流传开来：莫格这么维护苏兰，看来陛下已经默认苏兰就是我们的小殿下了。此时，星际官方社交账号终于发了一句让新网瘫痪的声明：苏兰确实是我们唯一的小殿下，同时还配了基因匹配信息，显示苏兰确实是皇帝莫格的孩子啊！这是我们帝国里唯一的小公主，我就知道可爱又勇敢的苏兰宝宝不可能是坏人，居然是小殿下，继承了陛下正直的品行。莫格看着网上一堆想要偷幼崽的人，冷着脸，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幼崽吗？喜欢自己生去。桑翠在旁边姨母笑，他们是喜欢小殿下。陛下还有一事要禀报。说完，桑翠将他调查到的东西呈到了莫格的面前，脸色逐渐凝重。我们抓住造谣的人，找到了幕后黑手的蛛丝马迹，看他们的手段，更像是多年前反叛的龙族和异兽联手的那帮人。当年叛徒和异兽里应外合，险些差点颠覆帝国，这次藏在暗处，看来又想酿造一个大阴谋。
加派人手在苏兰附近，别让人伤害他，把那些人揪出来。这一次我要一个不留。失败了，又失败了。维拉对神秘人发起了脾气，嫌弃他们的无能。为什么每次跟苏兰有关系的事，你们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你们口口声声说能帮我，就只有这点能力吗？维拉开始怀疑自己和他们合作不是什么好事，甚至会把自己拉入万劫不复。我们忽略了一件事，他不是普通的小龙仔。当初我们低估了那颗龙蛋，很后悔没有毁掉。神秘人一确定苏兰的身份，很快就认出来了他的来龙去脉。没想到当初那颗死蛋居然可以起死回生孵化出来，偏偏身上还带着他们忌惮的能力。维拉和神秘人又讨论起该如何除掉苏兰，制定了不少计划。莫格在跟雪豹家族沟通后，苏兰正式搬去了皇宫养伤。一大早，专门负责苏兰的女仆长就过来叫醒他。时间不早了，小殿下今天不能赖床，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苏兰揉了揉睡眼朦胧的眼睛，看向时钟，才凌晨4点多。姨姨们，天还没亮，怎么就要起来了？苏兰奶声奶气的一声声姨，让在场的人心都化了。殿下不记得了，今天是你和陛下一起出席重要场合，昭告全新晋你的公主身份。陛下已经准备好了，小殿下也得起来准备了。听是跟爸爸一起出席，苏兰眼睛都亮了，主动配合起来打扮。苏兰换上漂亮的小礼服，墨发泛着金光，戴着巨大的蝴蝶结，肩膀上别着代表帝国象征的精致太阳花。可爱的小幼崽新鲜出炉了。苏兰看看镜子中可爱的自己，双眼一亮，她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可爱。莫格牵着苏兰的手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时，所有摄像头瞬间都对准了苏兰，将这历史性的一幕全程直播了下来。镜头前的莫格正温柔牵着苏兰的手，鼓励她勇敢大方走上前，向兽神的雕像走了过去。在兽神面前，莫格把代表公主象征的小皇冠亲手戴在了苏兰的头上，说出了对她的祝福：帝国的光辉与荣耀与你同在，希望你往后的前程光明灿烂。苏兰笑得灿烂如阳，声音甜甜的：爸爸你也是。帝国的观众都被可爱的苏兰萌坏了，可爱死了，嫉妒陛下有这么可爱的崽崽。我偷偷吸一口，好奇小殿下的能力是什么，感觉跟陛下的不太一样，继承母亲的吗？一时间，苏兰的相关信息霸占了所有新网热搜。时间一晃，也到了苏兰正式入学的时候，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去学校找他好久没见的好朋友。他和2个挚友都在一个班级，他们看到苏兰，连忙向他招手：苏兰快过来，我偷偷带了零食，我们可以偷偷吃点。苏兰很开心他们平安无事，好久不见，你们没事太好了。此时负责教导精神力的老师走了进来，安静，开始上课了。目前星际帝国共有5大精神力体系，分别为构造系、自然系、治愈系、化武系、净化系。爱莲的能力就是构造系，只要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徒手捏任何杀伤力的武器。泽维尔是自然系，化兽形是他们最强的输出形态。而苏兰此时正苦恼地看着自己的精神力，不是说每人只有一个能力吗？为什么我还藏了一个？老师，这对吗？怎么跟教材上不太一样？苏兰发现自己除了本来的化兽形能力外，另外一个是来源于父亲的化武器能力。化武器可以让他凭借意念化成一把枪，再以星辰之力化作一枚子弹，纠缠在一起，组合成了一把无限火力的枪炮。苏兰顿时欣喜不已，好厉害，我喜欢。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动静看过来，发现苏兰2个强大精神力出现在了同一个人的身上，他们都震惊了。不是说好的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能力吗？忙里偷闲的达利教授才刚坐下喝了口热茶，瞬间被一群幼崽包围，嚷嚷着他们也要第2个能力。苏兰也像好奇宝宝跑过去向他要答案。老师，你说大家的精神力都只有一个，我为什么会有2个呢？达利教授听到苏兰的问题，他沉默了。他研究了一辈子的精神力，自认为对兽人力量来源了如指掌，在这方面没有他不懂的地方。但在看到苏兰同时拥有2个能力时，大脑还是宕机了。他听错了吗？他们的小殿下居然身怀2个能力。达利教授想到一个可能性，脸色瞬间紧张了起来，忙追问道：小殿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会不会有哪里不舒服？这种同时拥有2种能力的现象很罕见，在历史上记载过1、2例，真假不详，只记录了2种力量体系会出现相互排斥，最终导致早早夭折。没什么感觉，感觉他们就像左右手一样，我还可以一起用呢。老师，这有什么问题吗？达利目不转睛观察苏兰的精神力波动，不由得惊叹连连，还真的没事。小殿下的母亲应当也是个很了不得的人，只有精神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会小概率出现孩子同时继承。达利教授对苏兰不曾露过面的妈妈产生了好奇心，我的新论文又有新的课题了。苏兰也开始好奇了，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还能再见到吗？旁边的苏菲娜见风头一次又一次被抢走，脸都快黑了。原来这就是妈妈在学校里遇到贝斯时的感觉吗？苏菲娜的心里逐渐出现了变化，她想战胜苏兰，把她和妈妈的荣耀夺回来。精神力课程完成后，一晃到了中午，下午是古言教程。苏兰3人一起跑向食堂，中途苏兰发现有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一直在跟踪她，转头一瞬间，跟踪的人抱着一个盒子向苏兰冲了过来。在跟踪的人快要扑到苏兰的身上时，藏在附近伪装成园丁的保镖一把按倒在地，抓到你了，说跟着小殿下做什么？苏兰发现这个鬼鬼祟祟的人是当时在试炼之森救的小熊猫塞拉，手里还抱着个纸盒子。苏兰让保镖们退下，又随手拿了根棍子戳戳他，是你小熊猫，你跟着我做什么呢？爱莲在旁边已经开始脑补了，难道是不甘心的报复？泽维尔嗅到了点心的香味，感觉不太像。爱莲，你最近该少看点电影和电视剧了。塞拉有些扭捏的道谢，才不是呢，我是来道谢的，殿下，谢谢你救我。才几岁的幼崽本性不坏。苏兰打量了一眼塞拉，看到小熊猫身上没有伤口，笑嘻嘻的道：这是啊，都说你归我照了，我不救你，你就死了，你没事就太好了。塞拉见苏兰收下了他的谢礼，这才心满意足。几个月后有个学校比试，如果需要搭档的话，可以找我，我是自然系里的植物
勿喜，我可以帮忙。不等苏兰他们回答，塞拉转身就跑了。苏兰他们看时间差不多了，吃了午饭继续前往古文教室。一进入教室找了个座位，苏兰就发现一道灼灼的目光正望着他。苏兰看过去，居然是教授莱恩。上次在入学测试时，就是他负责的监考和出题。只见莱恩走到了苏兰面前，从怀里掏出了一封推荐信，信封上还散发着墨水味。殿下，你知道古文协会吗？苏兰好奇地看着手里的信封。古文协会是什么地方？补习班吗？苏兰最近被莫格接连找老师补习星际知识，拿到推荐信以为又是一个补习班，急忙丢了回去。莱恩教授看着苏兰一脸的苦笑。哈哈哈，不是补习班，你那么小就能精通古文，最好去古文协会注册登记一下，他们能更好的帮助你变强，同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听到有惊喜，苏兰眼前一亮。莱恩教授，那我是一定要去的，我要努力变强，为帝国做出奉献。苏兰在学校又待了一段时间，卷生卷死的学习，把苏菲娜气得连连跳脚，要求换班。直到周末放假在家里，苏兰才消停下来。他拿出莱恩教授给他的推荐信，要不周末去这里玩玩。就在这时，苏兰看到莫格给他找的补习老师已经来到了楼下，难得休息还要学习，他可爱的小脸成了苦瓜。他脚底一抹油，拉着上门探望他的贝斯。来了一段说走就走的冒险旅程。咦，走，我有一个大事要去做，今天就不补习了。两人说干就干，乔装打扮低调出行。苏兰到地心这么久，因安全问题还没有出门逛过街，在贝斯眼里怪可怜的。莫格看着苏兰他们悄然离开的背影，打开窗户，伸展开龙翼，准备跟过去暗中保护。我出门一趟，桑翠，你先处理公务，我去就回。桑翠察觉到莫格丢下公务，眉头一皱，发现事情不简单，冲上去就是抱大腿不让他动。陛下，你这是做什么？你是想丢下公务让我一个人处理吗？死了这条心吧，再这样我真的要辞职。摊上莫格这种上司。桑翠的上班时间总是在627，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一年到头都没得休假。莫格爱女心切，死活都要跟过去。我决定跟在苏兰身后暗中保护她，万一有人欺负她怎么办？莫格觉得自己的理由有理有据。陛下，我们已经派了上百个保镖，伪装身份藏在附近了，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我现在一个人干5个人的活。莫格沉思了一下，确实不能太无情的使用这个手下，是炼之森放出异兽的罪魁祸首，至今没抓到，我心里放心不下。为了帝国考虑，我还是要跟着兰兰身后，看能不能再次碰到他们动手。桑翠此时也被噎住了，帝国安全这样的借口都出来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莫格离开。这是苏兰到了星际以来第一回在外边逛街。苏兰两手空空出门，走了一段路，兜里和口袋里已经全部是别人投喂的零食，拿不下的贝斯帮忙拿。贝斯姨，我总感觉有很多人在偷偷看着我，为什么？贝斯看了一圈，看到了附近的不少人，都是乔装打扮的保镖，心中顿时了然，可能是你太可爱了，他们忍不住看你。贝斯继续带着苏兰往古文协会的方向过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道熟悉的身影与他们擦肩而过，他轻笑出声，压低了声音叫了贝斯的名字。贝斯，好久不见。贝斯毛发瞬间炸了，是谁？贝斯将苏兰往自己的怀里拉，雪豹尾巴做好了防御的姿态，他猛地转头看了过去，却发现空无一人。苏兰温暖的小手将他拉回人间。咦，怎么了？不舒服的话先休息，我们改天再去。苏兰认识贝斯以来，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失态。你刚才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看到奇怪的人？苏兰摇了摇头，疑惑的东张西望。没有啊，一直跟在我背后扫地的叔叔算怪人吗？地上连片落叶都没有，他们在扫什么？苏兰对星际的清洁要求感到了疑惑。他们离开后，一道让人看了就忽视的身影藏在人群里，看着苏兰他们身上的机械手臂因年久失修咔咔作响，赤红的瞳孔化作了异兽如出一辙的兽瞳，盯着苏兰他们的背影，邪气的笑了出来。古怪的是，附近的兽人无一人察觉到怪人的存在。苏兰和贝斯七拐八拐才走到了古文协会门前，将苏兰的推荐信递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百无聊赖的苏兰看到门口出现一个比苏兰大几岁的少年，相貌出众，衣着朴素，脑袋上顶着一对毛茸茸的尖耳朵，背后9条毛茸茸的大尾巴。他拿着一封老旧的推荐信，在门前犹豫不决，想进去却迟迟没有再走近一步。苏兰瞪大了眼睛，大狗狗还是红色的。苏兰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的兽儿，星际原来有红犬兽人吗？真好玩。小光球顺着苏兰目光看过去，这是赤狐一族的兽人，不是狗，可以打声招呼，多个朋友多多益善。苏兰刚跑了几步，热情的想打招呼，眼尖的发现附近一辆私人星舰不管不顾横穿直撞，撞伤了不少路人，眼看就要撞到赤狐少年和苏兰的身上。赤狐少年也察觉到了危险，眉头一皱，手化作尖锐的利爪，以身体为肉盾拍向了星舰。两人同时出手将星舰挡住。赤狐少年震惊，苏兰年纪这么小，实力竟然这么厉害。报废的私人星舰上走下来一个灰扑扑的灰狐少年，肥头大耳的看不出狐狸的模样，恶狠狠地盯着苏兰二人。你们居然敢报废我的私人星舰，这很贵的，你们两个穷酸鬼赔得起吗？苏兰的正义感对这种跋扈的人很是厌恶。这里到处是路人，你为什么要撞过来？很多人受伤了，你这个坏人！苏兰讨厌这种一时兴起随意剥夺别人生命的人，你管得了我？我非要干的，这里就是我的地盘。苏兰气呼呼的，我不允许，地心是我的地盘，这里都是我造的，包括他。爸爸说了，他长大变强之后，守护整个帝国的人民是他的责任。这人看了一眼打扮的极其低调的苏兰，认定他在地心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后台。幼崽，你知道我是谁吗？协会的副会长是我舅舅，惹怒了我，
没你好果子吃。苏兰刚想反驳，旁边的赤狐少年站了出来。凯尔，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你干嘛为难一个幼崽？苏兰发现他们两人有旧怨，好奇地看了下他们身上的金叶子，想看看他们的未来，结果却在看到赤狐金叶子时，只能看到一点支离破碎的画面。小光球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一时间也觉得新鲜。哎呀，居然真的看不到，他身上应该有很特别的能力。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落魄平民兽人，暂时小心一下他。苏兰又看向了凯尔头上的金叶子，这一看，苏兰小脸又耷拉了下来，对他很是不喜。凯尔一辈子逍遥，背后是无数惨死的无辜人铺路。苏兰气势汹汹，像只张牙舞爪的小猫。你害死了很多无辜人，是坏人，他们不敢抓你，我敢。苏兰气呼呼的，一旁的赤家笑了一下，手中燃起烈火，我来就可以了，我还不用幼崽来保护。凯尔干脆叫出了保镖，都给我上。苏兰看着嚣张的小胖子，你带人，我也带了人。附近藏着的保镖们一下子全都涌到了苏兰的身边。你想对我们小姐做什么？凯尔发现这群人看起来不起眼，个个身上的精神力起码有 S 级，地心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幼崽？就在此时，古文协会的内部会议刚好散会，一群人从中走了出来。凯尔一见到来人，眼前一亮，会长，舅舅，这里有2个过来惹事的人，你一定要帮忙把他们2个赶出去。苏兰扮了个鬼脸，这么大人了还只会告状，羞羞。世家嗤笑出声，连几岁的幼崽都打不过，你真有脸说？保镖们偷偷发消息询问莫格应该怎么处理。好样的，敢欺负我的孩子，我现在就过来看看他们吃了几个雄心豹子胆。会长布莱兹是个年纪稍大的老者，戴着厚重的眼镜，看得出来是个智慧的学者。看到现场一片狼藉，出声询问：什么人在这里闹事？这些坏掉的新建和倒在地上的人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古文协会变得这么乌烟瘴气了？苏兰站出来指控凯尔，这个坏人开新建撞到了很多人，还想打我和这个哥哥。副会长一眼就看出来是自己的侄子惹是生非，护短心切的他毫不犹豫把锅甩给苏兰和赤家。不可能，凯尔我看着长大的，他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他不觉得凯尔弄死了平民有问题。在争辩声中，苏兰盯着副会长和凯尔突然出声：我看到了，你们杀了你们很多无辜的人。苏兰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在别人的人生中看到那么多死人，残忍的手段吓了他一跳。副会长万万没想到自己隐瞒多年的秘密会当众被说出来，气急败坏走向苏兰：你是谁家的幼崽？我倒想看看是谁教出了这么不懂尊重长辈的幼崽，年纪挺小倒是会污蔑人。苏兰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要求，疑惑地看着副会长：你想见我爸爸？小萌娃才刚回归黑龙爸爸的怀抱，竟被人叫嚣是有人生没人教，还要叫他爸爸过来看看应该怎么教育小孩子。不用叫，我已经来了，你什么身份敢管教我的孩子？只听副会长身后传来一阵冰冷的声音。副会长一听到这股声音，浑身猛地一震，因为这个声音他无比熟悉。听说你们想跟我当面对质，那好，我们开始吧。在场的人齐齐脸色一变，不敢置信地看向了副会长的身后，一副见鬼的样子。莫格的出现让在场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莫格走上前，以保护珍宝的姿态把苏兰护在了身后，脸上的龙鳞泛着寒光，身上摄人心魄的威压让在场的人都忽视了女儿2个字。副会长僵硬地转过头，声音有些颤抖：陛下，您怎么会过来这里？这些平民在门口惹是生非，我们会处理的，这点小事不值得您亲自过来视察。副会长隐约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他背后的家族势力不一定能保住他们。你要处理谁？我来看看是谁想管教我的女儿。莫格睥睨天下的目光傲慢，做好上法庭接受审判了吗？你们是想当众伤皇族？在场的人齐齐愣住了。很快大家就意识到苏兰到底是谁了，眼前这个低调的幼崽居然就是不久前回归的小殿下苏兰。副会长杀人般的目光瞪了凯尔一眼，别的人他还能处理，惹到了疯子皇帝这个掌心虫，这回怕是逃不过去了。副会长忙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转身向莫格说道：误会，都是误会，这不过是几个人在闹着玩罢了，当不了真的，一切都是那个平民赤狐的错，是他想嫁祸小殿下。一边是受宠爱的小殿下苏兰，一边是他的亲外甥。于情于理，副会长果断甩锅给了最没背景的赤家。莫格心中冷笑，保护苏兰的护卫早已经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他。苏兰撅着嘴，从莫格身后探出头来补刀：才不是，我是年纪小，又不是傻子，是他乘着私人新舰冲过来，要把我们都撞死，还把路人撞到了。一听到差点撞到苏兰，莫格顿时火冒三丈，无情宣判了凯尔的死刑，当街杀人，还故意伤害皇族，这一条条足够你400来次了。有什么话到星际法庭去说吧。来人，都给我抓起来！凯尔看着莫格的亲卫，当场给他戴上了镣铐。他横行霸道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碰到硬茬子，求救似的目光看向了副会长舅舅。副会长不想惹火上身，转过身无视了他侄子的目光。事到如今，他也只能暂时避嫌。凯尔被抓了，他不能被抓，姐姐会谅解他的选择的。世家好奇地打量了苏兰一眼，原来你就是小殿下，谢谢殿下今天出手为我出口说话。他只看过直播间里的苏兰，光彩夺目，与他距离很遥远，没想到软萌的殿下是如此正直的幼崽。苏兰笑得灿烂，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可以做朋友的。莫格远远看着心碎了，他的贴心小棉袄不关心他的老父亲，这么远跑过来有没有累着，有没有口渴，反而去关心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莫格对很多陌生人都保持警惕，尤其是苏兰身边的人。从刚才起，这个一言不发的赤狐少年让莫格总感觉有股熟悉的味道。他疑惑地走过去，你是谁？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布莱兹会长对赤家没有起疑心，只当莫格是因苏兰的安全问题太过谨慎。陛下，他是赤家赤狐兽人，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几年前新到私下贩卖幼崽，他是从里面逃出来的幸运儿。您曾经参加过解救行动，可能那个时候见过一面。苏兰有些心疼地看着赤家，流浪，那跟我以前差不多。苏兰无心的话语让莫格
格的良心一痛，心情复杂的看着自己的小棉袄。他迟到了6年，让他流浪了6年。莫格对赤家的警惕也降低了些。赤家见莫格脸色不好看，给苏兰留下了一个光脑联系方式，快步走进了协会里登记。同时，苏兰在莫格的注视下，也顺利的完成了入协会登记，还获得了一个代号心意。布莱兹会长将苏兰带到了藏书房。殿下，作为进入协会的一份子，可以去选择一个未公布的古文技能，从而加强自己。未公布的古文技能选择全看运气，谁也不清楚这些技能的强大性，都是古文协会成立后的收集。苏兰好奇看了一圈，目光落在了一个叫千里眼的技能上。苏兰眼前一亮，电视剧里演过这种夜，千里眼可以看到很多自己不在场的地方，说不定可以找到藏在地心中的黑市。苏兰刚好需要，殿下要这个，定好了就不能反悔了，不如再想想。布莱兹想到这个技能并不是兽人社会的主流，苏兰才6岁，不清楚其中的价值，想劝说一下。苏兰坚持道：“我就要这个。”莫格也在旁边帮腔：“兰兰喜欢就按照她喜欢的来吧。”莫格私底下也收集了不少古文技能，都想全部塞给苏兰。苏兰美滋滋的拿到千里眼古籍，看了一眼就学会了，随后释放精神力，以他为中心迅速向周边蔓延开来，很快覆盖了整个地心。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映入他的眼帘。新奇的体验让苏兰像独自一人在星际旅游一样，开心的咯咯笑，真好玩。突然，一道浩瀚的精神力捕捉到了苏兰的存在，猛地扭转视线，穿透了星际，再次看向了他。作为血脉亲人，莫格也察觉到了一股精神力接近苏兰，刚想出手阻止，忽然发现这道精神力莫名的熟悉，想不起来了。但是这个人他不喜欢。莫格皱眉，想让苏兰暂停继续尝试这个技能。就在这时，异变发生，苏兰的精神力和对方产生了亲人之间才有的共鸣。精神力共鸣趁着莫格没过来，猛地把苏兰拉入了精神海世界当中，落在了软绵绵的云朵上。苏兰再次化作了一个光点，来到了梦中的云海当中。怎么又来到了这里？我又开始做梦了吗？他对这里也比较好奇，到处东张西望。此时，上次在梦中帮他疗伤的银发人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语气有些激动：“你在哪里？我到处都找不到你的坐标。上次我察觉到你身上的星辰之力后，就一直想办法找你。”银发男子察觉到小光球不在，迅速来到苏兰的身边，人已经找到，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过来把人带走。他的孩子不能留在外边。上次苏兰的星辰之力在星际中才出现了一小会就消失了，导致他一直无法找到苏兰的位置。苏兰一听这个陌生的叔叔要把他带走，心中警铃大作，想到贝斯姨让他小心那些无缘无故对他好的人，很可能是看他可爱，把他抓走卖掉。我才不告诉你呢，我不认识你才不跟你走。苏兰怀疑他不怀好意，警惕地往旁边躲了躲，身上的光芒闪烁了一下。骗小孩的拐子都喜欢跟你一样说话，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自己凑上来又是要名字又是要住址，跟拐子一模一样的。他已经准备退出精神力离开这里了。银发男人见苏兰警惕的表情，心里柔软了几分。这么警惕，跟你妈妈一个样。我叫星冕，你本该知道我是谁才是。你妈妈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的存在吗？我不是坏人，我是你的家人。星冕一句话终于让苏兰震惊了，这是苏兰第一次在别人口中听到关于他妈妈是叔叔，你真的认识我的妈妈吗？一直以来，从没有人告诉苏兰妈妈叫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不来找他。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还有很多坏心眼的小孩嘲笑说他妈妈早就死了，也不要他了，不然怎么连照片都不留给他。苏兰不信妈妈不要他了，又找不到妈妈留下来的任何东西。苏兰这次靠近了这个奇怪的银发男人，才看清楚了面前人的脸。这张脸跟梦中银发女人的脸逐渐重叠，银发一同，身上泛着金光，如有星辰环绕在身边。星脸伸出手触碰苏兰，他的精神力快速流淌向了苏兰的脑海，两道跨越了星际之间的星辰之力，一见面十分欣喜，正在进行星辰一族特有的打招呼方式。苏兰紧张不安的情绪迅速被安抚了下来，奇迹的发现身体内部遗留的暗伤瞬间被恢复，精神力又有了突破的现象。星脸同样暗暗惊奇，你这么小就学会了怎么使用星辰之力，用的还挺不错，是谁教给你？他着急着把幼崽找到带回去，也是为了教导幼崽怎么使用星辰之力。身怀恐怖力量又没有及时得到教导，很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苏兰记得和小光球的约定，选择了闭嘴，怕小光球被抓走。同时，苏兰感觉到精神力之间的共鸣，心里也已经清楚，眼前这个像拐子的叔叔确实是他的亲人，还是跟他妈妈有关的人。苏兰好奇地凑过去询问，叔叔，你是我妈妈的什么人？能告诉关于妈妈更多的事情吗？我出生以来还没见过她呢。一听苏兰这话，星脸心中顿感不妙，一个可怕的猜测如乌云密布萦绕在心头。他们从来不会随意丢弃孩子，除非是遇到了什么特别紧急的事，那只能证明他出事了。想到这个可能性，星脸的心沉了下来。就在星脸要解释自己和苏兰的关系时，另外一道霸道强横的精神力强行闯了进来，将苏兰护在了身后，警惕地看着星脸，愤怒地质问道：“你是谁？你想对我孩子做什么？”是莫格。他察觉到有股外来的精神力一直在和苏兰的精神力交错，想到让陌生人接近自身的精神力是大忌，莫格果断选择进入苏兰的精神海中查看情况。苏兰看到是莫格，开心地抓住他的手：“爸爸，你怎么来了？”这个叔叔说认识妈妈，我在等他说关于妈妈的事。莫格对此不说话。他们父女都没见过孩子的母亲，这个人又是怎么知道的？星脸看到打断他说话的人，瞬间恼火：“是你这只黑蜥蜴从我这里抢走了星痕，他被你藏哪里去了？我找了他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人，你们的孩子都出事了，他肯定还活着。他们一族从来不会真正的死亡，就算精神海粉碎，也会化作星辰，飘荡在星际当中，重新积蓄力量。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次重逢。”莫格疑惑问道：“星痕是谁？告诉我。”眼前这个人与他破碎记忆中的少女有点相似，现在又对他冷嘲热讽，
很大可能是熟人，连他都忘记了，你还有脸问我？当初我就该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在一起。银发男子不知莫格发生了什么事，一听到他已经忘记了，瞬间勃然大怒，看莫格就像在看一个绝世大渣男，随后对着苏兰继续诱拐：宝宝，到我这里来跟我过好日子去，跟你爸爸一起没有什么好出息。苏兰呆呆地看着银发男子，被他们的对话说的脑子有点乱，只听清了一个心痕，是他妈妈的名字吗？莫格蓦然大怒，你做梦，我才是他的父亲，谁也不能将他从我身边带走。两人之间剑拔弩张，一言不合打了起来。苏兰的精神世界岌岌可危，小光球在外边转悠了一圈，进协会找到了苏兰，发现了苏兰的精神状态不对劲，强行闯了进来查看情况，就看到莫格和星冕在苏兰的精神海中大打出手。小光球怒了，你们两个当着小孩子的面打什么？都给我出去！瞬间两人一起被愤怒的小光球一起踢了出去。小光球又围着苏兰转了一圈，确认他的精神力没被伤害到，这才放下心来。苏兰看到小光球，有些虚弱的向他说道：刚才那个星冕叔叔说认识我的妈妈。小光球含糊其辞，叔叔叫他这么奇怪的称呼，他是个大麻烦。你还小，我希望你的童年是快乐的，不会太累，趁着年轻先潇洒。苏兰呆愣愣的，有些听不懂。现在你该从自己的技能里出去了，你爸爸要担心了。下次使用新技能控制一下范围，别碰到不怀好意的人了。苏兰退出精神力世界的时候，莫格跟着惊醒，对他最后一刻看到的场景产生了好奇。奇怪，他在最后的时刻看到的小光球是什么？强行把他丢出去的感觉很熟悉，他曾经在哪里见过？苏兰向莫格的方向跑了过来，看到他在发愣，伸手抚摸他的额头。爸爸，你怎么了？受伤了吗？莫格看着自己的小棉袄，关心自己，瞬间心情大好，同时也对苏兰身边奇怪的东西产生了好奇。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光球，你知道那是谁？小光球晃了晃。嘘，乖宝宝，别告诉任何人。现在不是我在别人面前暴露的时候，我会被抓走切片的。我还没潇洒够呢。苏兰遵守他们之间的约定，第一次说起了谎。爸爸，没有呢，他不想让小光球出事。莫格看着苏兰的样子，心中暗自扶额。孩子长大了，都有自己的秘密了。不过对方没有坏心眼。苏兰遇到了危险，他很着急。莫格不再追问，他决定私底下查一下星际当中这个神秘的星辰一族，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丢失的记忆也会再次找回来，不想留太多遗憾。老爷子身为星际之主，却在一夜之间白了头，只因他女儿被判死亡，而好不容易有了一丝消息的孙女，竟也当他是个拐子，给了他一个白眼就走了。此时在遥远的星际一角，再次精神力回笼的星冕睁开了一瞳，察觉再次跟苏兰失去了联系，脸色不太好看。星冕看着面前一堆带不回任何消息的下属们，第一次觉得自己养了一群废物，心里暗暗思服，看来只能自己亲自出马了。此时星际深处议事大厅内，陛下，您又放出星辰之力寻找小殿下了，暗处那群家伙不安分，您要是出事了，到时候我们可怎么办啊？不久前星冕感知众人，他已经感应到星辰一族中多了一个族人，是大皇女星痕的孩子，他们即将迎来一个小殿下。星辰一族的人口非常少，作为长寿种族，难得有新生命的诞生，每一个幼崽的出生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这也就是说，找到了这个流落在外边的小殿下，大皇女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星冕直接下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发动全族之力，全力寻找大皇女和小殿下的下落。这不只是为他找女儿和孙女，同时也为整个星辰一族寻找未来。星痕扭头看向了后背，一幅巨大的照片，画中的银发少女，一头银发如瀑倾泻而下，头戴王冠，发丝泛着星光点缀着星辰，一双漂亮的一瞳看向了天空，对星际感到了好奇和向往。星冕伸手轻轻抚摸照片中的脸颊，内心沉痛不已。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失踪了这么长时间，甚至可能已经丢了性命。星辰一族的人居住在这片最深处的星系，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每个族人平时也不会独自远行，他们享受这种和平安定的日子。星痕年轻气盛又活力满满，为了不想面对背上星系未来的压力，为了躲避每天处理不完的政务，终于有一天他来找到了星冕。父亲，别的星系都是什么样的？他们跟我们一样吗？我长这么大还没出去过，一直待家里好无聊，真期待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于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潇洒的青春，养病归来的星冕接手了星痕的工作，而星痕也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星际旅游。一开始他还时不时的会发自己的最新消息回去，确保自己的安全，直到他卷入了一场异兽的阴谋当中。星痕察觉到各大星系的异兽频繁出动，他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有可能会威胁整个星系的安危。星痕抱怨自己总是多管闲事，同时也孜孜不倦地分享他的计划和一路上遇见的人。今天我遇到了一只很有意思的小黑龙，可能这次的冒险会愉快很多。星冕一开始是反对星痕的做法，他不希望星痕卷入危险当中，星辰一族也没有打算卷入世俗。直到打探消息的下属们跟他汇报，自己的宝贝女儿恋爱了，还打算要结婚了，还是跟一只小蜥蜴，同时也发了莫格的照片回来。星冕大发雷霆，不同意星痕跟来历不明的人在一起，他的女儿是那么的单纯与善良，于是父女之间产生了争执，开始赌气，一段时间互不搭理。没想到从那之后，星痕就此人间蒸发，再也不见踪影。前去接应星痕的下属也说找不到人，只找到了一些已经被彻底摧毁的通讯设备和星舰。之后无论星冕怎么联系星痕都没有回音，星冕终于慌了，他开始后悔跟星痕赌气，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痛失爱女的星冕一夜之间白了头，绝望笼罩了他很多年，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得到星痕的消息了。直到不久前，他感应到了苏兰的求救声，他像是遇到了致命危机，下意识地向所有的亲友散发求救信号。不只是龙族听到了他的恐惧求救声，星冕也同样听到了来自亲人的求援。微弱的星辰之力在星际中比尘埃还要渺小，可对血脉亲人而言，苏兰的存在感是星际中最耀眼的星辰。星冕在察觉到星辰之力相呼应的时候，一下子就意识到了那是星痕的孩子。
他的感觉不会出错。可怜兮兮的幼崽遇到了难以应付的强敌，危在旦夕，很可能就此夭折。他心碎了。可那么年幼的孩子遇到了危险，以心狠善良的性格，肯定第一时间就会去保护。可他却听到孩子哭了很久很久，心脸越想越不妙，心中的猜测反复折磨着他。第一次感应到苏兰的时候，幼崽还在恐惧不安，正努力的挣扎为自己求生，让人跟着揪心。终于第二次找到他的时候，他平安无事，看起来被照顾得挺好，心莲也终于放下心来。但看到那只小蜥依然不是很爽，连自己的伴侣和孩子都保护不了，不如让我来抚养。此时议事大臣突然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小殿下的年纪应该上学了，据说星际之间的学校准备半年后进行相互的友好交流。虽然我们从不出事，但这次不得不去凑凑热闹了。星脸闻言点了点头，不错，可以，你们快去准备吧。星辰一族最近的动静有点大，上千年不爱出门的他们，在星际当中慢慢多了他们的身影，似乎正在找什么人。星辰一族中为数不多的族人也在他们内部的网络开始讨论起来。震惊！大皇女出门这么长时间，连孩子都有了，这什么速度？快把我们流落在外的血脉接回来！这个热闹我必须凑，我马上报名一起去找，无论在哪里都不缺吃瓜的人。而此时离开了古文协会的苏兰，却遇到了一个麻烦。副会长与其外甥因杀人和谋害皇族入狱判死刑，有心人利用了这件事，一条热搜在受人心系的新网上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议。景浩惹怒了小殿下，就得被判处死刑，这是否有失公允？景浩是副会长家族的人，私底下找到了维拉，希望他看在联盟的份上出手相助。维拉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应了下来。你们求到我跟前了，那我就帮你们一回。手底下人求过来了，不做点什么容易寒了他们的心。于是他拖着神秘人的关系，找到了其他星系的喷子团队。此时苏兰正好奇地盯着塔莎和他的经纪团队。塔莎身为明星，在了解来龙去脉后，转身对苏兰轻松一笑：交给我吧，应付这种舆论我们很有经验。在众多舆论声中，另外一道热搜迅速冲上来。景浩作为受害人家属之一，我感谢小殿下和陛下将横行霸道的真凶送上法庭。景浩随后附上了一条当场实时的监控视频，比起空穴来风，这个可是有实打实的证据。其实副会长家族在发起舆论前，已经把当场能销毁的监控都销毁了，奈何赤家身上时时开着监控镜头，这也是他来到这个星际从未关闭过的。所以这一波舆论不仅没有对苏兰的名誉产生伤害，反而让他的名声越来越好。网上一边倒的夸，我就知道小殿下心地善良，不可能会做出那种事，我的眼光永远不会出错。这么可爱又有正义感的仔仔，我一口一个亲亲，我试过了，刚开口带他离开暴君爸爸，去过好日子，下一秒我就被莫格打到医院了。维拉看着新网上一边倒的夸赞，坐在沙发上双眼微微有些失神。刚苦学完的苏菲娜一回来看到维拉心情不佳，拉住妈妈的手安慰道：妈妈，你怎么了？我会努力赢过苏兰的，你别生气了好不好？维拉的神情有些复杂，许久他才出声：我没事。苏菲娜你先去玩吧，我只是有些事情想不通。苏菲娜捏着成功登记进入古文协会的证明，正准备想让维拉开心一下，她不比任何人差。好了好了，有什么事情之后再说吧，我现在有要紧之事要处理。维拉有点烦躁地摆了摆手，随后便感觉自己的通讯响起，里面再次传来神秘人的声音：维拉，这次换我们来，这次学校比试我们会布下天罗地网等着苏兰。在这之前我有一批货通过暗网的渠道送到了黑市，你派人前去交钱取回来，放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别走漏了风声。维拉身为合作人，自然清楚所谓的货是什么，他抿了口红酒，唇上染上了绯红色。放心吧，这种事我已经做过了很多遍，不可能会出错。神秘人与维拉的联系再次中断。苏兰最近学习之余，沉迷于用新技能千里眼逛街，直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火红身影。苏兰想看看自己这位新朋友在做什么，于是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进入了一个隐蔽的地下城市，随后不见了踪影。苏兰的精神体刚想准备进入，就被一道不善的精神体盯上了，对他发动了袭击。苏兰察觉到了危险，在对方攻击时迅速收了回去。与此同时，他看到了一点零碎的未来。苏兰看到这里有很多兽人被贩卖，经历了折磨变成了怪物，身上都纹着同一个赤色天秤的印记。苏兰有些好奇地想着这些兽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被拐子拐走了。苏兰准备带人偷偷过去查看情况，但他的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莫格的耳中。刚准备翻窗出门前往黑市的苏兰，被莫格揪住了衣领带了回来。黑市太危险，你不许去，我会派人过去调查。苏兰三番两次遇到危险，莫格盯苏兰盯得比较紧，有时候三更半夜都要悄悄过来看看苏兰还有没有呼吸。苏兰倔强道：我不去的话，会有很多人死的。爸爸，我不想让他们死，我想保护他们。莫格皱眉，他知道苏兰身上有各种奇怪的能力。就在这时，桑翠抱着一堆资料走了过来，焦急地禀报他调查到的事情。陛下，我们调查到星道最近跟黑市有交流，可能跟异兽有关系。听到异兽，莫格顿时正襟危坐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说来听听。桑翠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面色凝重地得出了他的结论。我们逮捕了几个非法潜入地心的星道，从他们口中得知，有一批危险的异兽被混入了黑市，同时地心内部也有人当内应，放纵异兽进来。虽然具体用途不知，但能够预想到其中肯定暗藏阴谋。莫格在一旁沉思，有大量的异兽出现在地心，带来的灾难不可预测。黑市里的人跟异兽关系匪浅，到底是谁在跟异兽合作？这是莫格他们一直想不通的事情。事不宜迟，莫格着手准备，想先将这批异兽全都拦截下来销毁。看到莫格在集结军队，苏兰闹着也要过去。爸爸，我也可以帮上忙，我很强的。兰兰也想让爸爸轻松点。莫格在犹豫，这段时间的相处，他知道苏兰身上有各种奇怪的能力，确实可以帮忙，但是私心他不想让苏兰卷到危险当中。桑翠同样不赞成苏兰去冒险。小殿下，这很危险，不如来我家，还能跟我学习处理政务，很快你就可以替陛下分忧了。莫格嫌弃地看着桑翠，一边去，你想要幼崽就自己生去。本来还在犹豫的他，
终于下定了决心，兰兰迟早会面对这种场景，我先带她去体会一下，还能保护她，不然她回来一看，幼崽被人拐跑了，她哭都没地方哭去。莫格集结了队伍，桑翠也把伪造好的黑市入场证明送了过来，一群人乔装打扮就开始出发潜入黑市。凌晨2点，古老钟表上的指针指到的时候，一个无人巷子里，墙壁咔的一声裂开，露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里面出来了几个门卫的人，正警惕地查看每个人的黑市入场证明，不少遮挡自己真面目和身份的人趁着夜色而来。莫格带来的人不少人跟随而进，黑市每次开起来往的人都很多，门卫也没有太过于奇怪，很快就把他们放了进来。苏兰第一次来到以混乱无序闻名的黑市，好奇地偷偷四处乱看。与想象中的混乱场景不同，这里到处都是饮酒作乐的人，不同的是多了很多帝国严令禁止的违禁品，见不得光的交易里，大多数人都戴着面具。苏兰看了一圈，把周围的人的模样都记住了。莫格看着直皱眉，帝国得从头到尾彻查一遍了，一个个的都在把威胁到他人安危的东西往地心里带，这些不过是开胃菜，真正想要看真家伙还是在黑市最深处的拍卖场当中。莫格伪造了一个身份和黑卡，轻松的就混了进去。在拍卖场里，莫格和苏兰看到了一些兽人正在被拍卖，面带惊恐和无助，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绝望。苏兰嘟着嘴皱眉看着眼前一幕，对此很不满，为什么他们会用普通人当作是货物？他们也是有父母和亲人的，要是他们知道了这些该有多难过啊！苏兰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想改变这一切。小光球在一旁安抚苏兰，人兴奋好坏，有些人不会把阶级低于自己的人当人看，你爸爸不想让你过来，就是怕你遇到危险他承受不住，也怕你看到太多阴暗面。苏兰不希望看到任何无辜人受到伤害，那就通通毁掉好了。苏兰在心里暗暗思妇。拍卖会上，台下的观众对普通的兽人没什么兴趣，他们期待的东西在后边。苏兰把他们都买了下来，准备把他们送回老家，当然钱是不会给黑市的，等会就先捉开走。就在这时，拍卖会的人推出了一车子用红布遮盖的东西，掀开红布，当众人看到车子上的东西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一个个震惊地看着台上。莫格此时也瞪大了眼睛，有点不可置信地看着小萌娃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温室里的花朵，竟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黑龙爸爸的死对头。此时黑市拍卖会上，当主持人命人把最后一件拍卖品的红布掀开，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个俊美的末发男人，头上顶着一对锐利的驯鹿角，跟异兽一样的赤红色瞳孔，一个融合了兽人、异兽和机械制造出来的生命体。苏兰看到这个怪人的时候也吓了一跳，用手偷偷捂住眼睛，露出一条缝隙查看这个怪人。这是什么？有点像异兽又像兽人，好奇怪啊！莫格咬牙切齿地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安迪，贝斯死了多年的亡夫，那个本该刻在墓碑上的名字。莫格的怒气达到了顶峰，保家卫国牺牲在战场上的安迪本来应该安息，而不是被人改造成这个模样，这是对帝国的羞辱。安迪是贝斯姨家里照片的那个叔叔，可他现在变得好可怕。苏兰抬起俏生生的脑袋，有些疑惑。维拉看到安迪这个老熟人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真是个惊喜。没想到那位大人的实验居然真的成功了，不知道贝斯看到她亲爱的丈夫变成了这个鬼样子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可真是让人期待呢。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人买下来，命令安迪去杀了贝斯，到时候他一定会好好欣赏。贝斯不可置信的目光，被改造成异兽的安迪出现，瞬间激怒了莫格。冷静了一段时间的理智又出现了问题，此时他已经赤红了眼神，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杀了他们，杀光所有人。理智走向崩溃的时候，莫格意识中出现了一道身影，银色的发丝在他眼前掠过，少女的指尖点在他的眉间，星辰的力量正在让他恢复。莫格，冷静点，你要是变成疯子，我就不喜欢你了，到时候我抱着孩子去找第二春，让你哭死。心狠。莫格在那个奇怪的男人那里得到的名字，从嘴里说出来，就像他曾经叫过这个名字无数次。银发少女惊喜呀，认出我来了，不容易啊！还有，宝宝需要你，你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危险的地方看你发疯，都是当爸爸的人了，稳重点。少女指尖一推，莫格撞到了椅子，靠背清醒了过来。苏兰正握着莫格的手，想用自己的星辰之力让他清醒一点，脸上很是担忧。爸爸，别生气，他们坏，我们就把他们都抓起来。恢复冷静的莫格安抚了一下苏兰，随后开始吩咐旁边的侍卫，可以准备行动了，绝不能让他们离开。兰兰，你跟着我。莫格率先打破了现场的嘈杂，他掏剑起身，直接砍向高空，大吊机从高处坠落，现场陷入一片黑暗。此时场上的主持人正激情地讲解他们的得意作品，发现有人捣乱，瞬间变脸。这位客人，你要干什么？不要坏了这里的规矩。主持人还以为是有人太过激动，故而破坏了场内的设施。黑市可不是谁都能来闹事的地方。伴随着莫格脸上的面具揭下，露出了面具下他那张桀骜不驯的脸庞。规矩，在地心我就是规矩。灯光下，所有人都认出了莫格，和他旁边的苏兰是暴君陛下。陛下和小殿下怎么会在这里？苏兰此时出现在最显眼的拍卖会台上，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这是我罩着的地方，我都看到了，你们犯罪了，我要把你们抓起来。苏兰和莫格一个比一个嚣张，场内也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带武器的战士，开始守住整个场馆。躲在另一个包厢内的维拉看见莫格和苏兰出现在这里，也不管神秘人的交代，急忙起身准备脱身。莫格和苏兰都见过他，如果被他们发现自己出现在这里，容易影响他们的大计。维拉趁着无人注意，目标明确的溜进了一处暗道撤离，临走前还往人群里丢了一颗小巧玲珑的珠子，珠子摔碎在地上，一股透明的气息流窜出来，正在慢慢刺激台上沉默的安迪。黑市的主人察觉到了动静，对此无动于衷，吩咐了一句：等下就让人彻底毁了黑市，把所有的证据都给烧了，绝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当年干的事情。随后便悄然离开。
黑市里，苏兰正在帮忙抓人，不许动，我要帮爸爸抓人，再乱动我就不客气了。一个个兽人本想从苏兰这边突围，但都被苏兰的实力给震惊了。这是一个幼崽能有的力量，等他长大不得比莫格还能打。随着一声锁链炸开的声音响起，苏兰察觉到危机，忙往台上看去，只见本来困住安迪的锁链瞬间断裂，安迪活动了一下筋骨，随后失控了一般，在人群里大开杀戒。本来以为自己是猎人的顾客，顿时成了猎物。很快安迪就跟莫格对上了。安迪，你冷静点，你还记得你是谁吗？贝斯一直记着你，你还有理智的话，我带你去见他。安迪的眸子看不出是不是有理智，认不出眼前的旧相识，对贝斯的名字反而有点反应。但很快，脑子里快炸开的声音正在影响安迪，找到那个身上有星辰之力的幼崽，然后杀了他。活着的星辰一族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声音吵得安迪的脑子嗡嗡作响，是不是杀了这个人就不用这么聒噪了？苏兰发现安迪正在看着他，随着跟安迪的距离越来越近，苏兰有些疑惑地看着他，好奇怪，你是我第二个看不到未来的人。小光球看到安迪的时候，感觉这一幕有点熟悉，他曾经在哪里见过？宝宝离他们远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情况。他们对身怀星辰之力的人有很大的恶意。安迪身如鬼魅，一下子就来到了苏兰的身后。身怀星辰之力的小鬼，找到你了。他刚向苏兰伸手，几道强横无比的精神力瞬间袭向了安迪的致命处，是莫格和星脸暗中留在苏兰身上的精神力和星辰之力。莫格也面部的是曾经的不暇，迅速来到苏兰身边跟安迪对上。安迪继续靠近的时候，赤红的眼睛被地上的一抹金色吸引住，慢慢躬身捡了过来。苏兰一摸，头发上的四叶草发夹不翼而飞，瞬间委屈了。叔叔，这是我贝斯姨送我的礼物，你不能拿走。苏兰很喜欢金闪闪的东西，之前他出院的时候，贝斯送了一个四叶草金发夹给他当礼物。四叶草是幸运的象征，可以保佑他平安。怎么打着打着就开始抢他东西了？坏叔叔！安迪不说话，看着掌心的四叶草图案发呆。他曾经有一个类似的东西，藏在心口处，丢哪里去了？心里空落落的，得找回来。脑子里还总是有一道熟悉的声音：安迪，我阻止不了你上战场的决心，请你在战场上平安归来。我送你四叶草平安符，你一定要回来。随着安迪愣神之际，很快脑海里又出现了鼓动他杀人的声音。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动手？你是我完美的作品，我不容许你不听话。安迪的脑子头疼欲裂，他不是为了杀人回地形的，这不是他该做的。直觉告诉他不能继续动手了，有人会生气的。随后安迪捏紧发卡，消失在了黑市中不知所踪。莫格警惕地看着安迪离去的方向，抱起苏兰仔细查看他有没有受伤。苏兰缩在了莫格的怀里，生怕下次不带他出来，忙解释道：爸爸，我没事，我只丢了个发夹，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我下次还能继续帮忙，下次这种危险的事我绝不带你来冒险了。撒娇也没用，带苏兰过来还是太危险了，还是等他再大一点吧。紧接着莫格便命令手下对黑市中没来得及逃跑的家族进行严厉审问，同时调整他们参与进来的阴谋。在星辰一族的星系当中，星脸一下子察觉到了苏兰又再次遇袭，这让他仿佛回到了星痕突然失踪的时候。这孩子到底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跟着他爸爸天天吃苦受伤。下属这时过来汇报，已经向所有星系发送了保姆机器人，一发现小殿下的踪迹，马上就会把坐标发过来。而此时已经有几个保姆机器人坠落在了苏兰所在的兽人星系。苏兰从黑市里出来后，又被莫格马不停蹄地送去检查。贝斯检查了一番，一脸无奈：陛下，小殿下身上只有蚂蚁大的伤口，再来晚一点就愈合了。有时候幼崽也是需要一点历练才能长大，这么溺爱幼崽是不行的。莫格听到贝斯的话，这才松了一口气，丝毫不觉得自己的教育有问题。贝斯姨，我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他有点像安迪叔叔，还抢走了你送我的发卡。贝斯冷静道：可能是看错了吧，他已经过世了。至于发卡，回头我再送你几个。从黑市回来后，苏兰又恢复了2点一线的学校生涯。这天，苏兰正在释放精神力，在地心游玩，突然听到房间外传来爆炸声。什么情况？有人攻入了皇宫吗？苏兰忙往窗外看去，就看到几个光点在半空中滑落，接二连三的坠落在花园中。苏兰双眼一亮，是流星。小光球瞅了一眼，总感觉这些坠落的东西在哪里见过，看起来像是强行闯入兽人星系被击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不过对你应该是无害的。女仆长过来敲门，小殿下，你没事吧？不知道是哪个星系的机器人靠近，被我们击落了。小殿下不要靠近。话语刚落，苏兰直接翻窗张开龙翼飞了过去。不远，我先去看看是什么。幼崽的好奇心总是很强烈，丝毫不惧怕危险。苏兰凑近，发现了陨石坑里的几个机器人，椭圆形，还围着可爱的小围裙，看设计不像是兽人星系有的东西。几个机器人一爬起来，看到苏兰正盯着他们，瞬间展开了防御。苏兰好奇他们是哪来的，运用星辰之力对他们展开了调查。一瞬间，星辰之力被几个机器人检测到。等等，这力量好熟悉啊！他们感受到苏兰的星辰之力时，当场宕机了。他们是出来找人，怎么一出来就找到了？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苏兰拍了拍他们光秃秃的机械脑袋，怎么突然不动了？坏掉了。而机器人在反复测试苏兰这股星辰之力，机器人发出了惊喜的叫声，激动的浑身冒烟，看起来离报废也不远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小殿下了！保姆机器人们没想到他们一落地就找到了小殿下，一个个拽住了苏兰的衣袖转圈圈。小殿下，陛下找你找得很辛苦啊，我们马上就带你回去。苏兰一动不动，看着兴奋的机器人陷入了沉思。我就是这里的小殿下，我还要去哪里？难道你们真的坏掉了？保姆机器人赶紧解释，我们是星辰一族的智能机器人，是陛下派我们出来找小殿下的。听到星辰一族派过来的人，苏兰顿时兴奋了。是妈妈那边过来的机器人，那你们见过我的妈妈吗？小光球轻轻抚摸了一下苏兰的小脑袋，温柔的蹭了蹭，怪不得觉得他们眼熟，原来是保姆机器人呀。别担心，你妈妈她没什么事，只是暂时没办法回来。
总有一天会回来找你的。苏兰惊喜地看着小光球，这是真的吗？小光球有点心虚，但还是安慰苏兰，我从来不骗你。这边保姆机器人刚准备将苏兰的坐标发回去，发现虽然自己的保姆功能还在，但被击落后很多功能都失效了，根本发不出去。机器人干着急的时候，莫格已经带着桑翠他们赶过来了，看到几个来历不明的机器人待在苏兰身边，嚷嚷着要把他带走。苏兰还很难过的样子，顿时火冒三丈。莫格提起刀，便准备当场把机器人报废。机器人自知打不过，瞬间开始表明他们是星辰一族来的访客，并没有恶意。莫格警惕地看着几个机器人，你们过来干什么？保姆机器人礼貌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并希望莫格帮忙维修他们，可以让他们把坐标发回去。一旁的桑翠听了震惊，看到莫格越来越黑的脸，默默挪到一边，生怕被殃及池鱼。机器人果然还是机器人，当着人家亲爸的面要把柚子带走，这不是找死？莫格眉毛一挑，冷笑一声，带回去。我就知道你对我的孩子图谋不轨，全都抓起来，通通丢去垃圾星报废。桑翠眼疾手快，迅速叫来侍卫，来人，快把他们都插出去，不要再出现在陛下的视线里。侍卫们过来准备把机器人拉出去报废，机器人们纷纷抗议，暴君，小殿下救我们，我们很好用的，别不要我们。这些喋喋不休的机器人声音过于熟悉，莫格还在康复当中的退化症再次出现了幺蛾子，让他恍惚间看到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战争中途整顿队伍的时候，莫格外出探查，遇到了异兽部队袭击，伤痕累累的他掉到了一处人造虫洞中，睁眼时是虫洞中绚丽的色彩，美得与战场格格不入。莫格突然听到了有人带着机器人靠近的声音，以为是敌人，在接近的瞬间一刀击飞了几个机器人，同时他还圈住了少女的腰肢，向自己这边拉近，发动袭击，准备先下手为强。那几个机器人急死了，暴君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救命恩人？殿下就不该救他。莫格的攻击被银发少女轻松格挡住，灵巧的星辰之力化为绳子，反手将她的双手捆得严严实实，绳子的另一端出现在了少女手上。小黑龙，老实点，我好心带保姆机器人来救你，你这么激动干嘛？再不老实一点，你就要流血流死了。这是他们的初次相遇，莫格愣神的瞬间，丢失的记忆正在慢慢找回来。再次看到这些同款机器人，心情复杂。他接触到过去相关的人和事情，就容易恢复一些记忆。你们暂时可以留下来了，但是不允许把我的孩子带走。有什么事，让你们背后的主人亲自过来交涉。小龙女才刚当了几天小公主，外公家就要来抢人，并且还要把全族送给她当见面礼。只因小龙女刚出生就流落在外，受苦了6年，他们想弥补这6年来所有的缺陷。此时星辰一族所在的星系，从不涉事的他们，这次主动报名了星际之间的学院交流，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女儿和孙女找回来。星冕此时正命人准备好送给苏兰的见面礼，这次我得亲自出马，把那个孩子接回星辰一族。星辰一族的星舰上，各种见面礼装得满满当当，星冕看来看去总觉得不够。大臣们看着塞满了上百艘星舰，顿时汗流浃背了。陛下，这是不是太多了？还没见到人您就这么激动，这太溺爱了。星冕却在一旁乐呵呵笑着，不多不多，除了留守的人，其他人都跟我一起去抢抚养权。一段时间不出门，可能星际当中那群人都忘了我们。这次不只是接人，再顺便去看看那群家伙老不老实。身为星际中强大又神秘的种族，星系不少文明都是星辰一族的附庸，神秘、强大、隐士是他们身上的各种标签，导致不少附庸星系都在猜测星冕是不是已经死了。一些怀有2星的人都准备在暗中偷偷搞事情。星辰一族第一次正式出现，引来了不少人关注。这么多年了，宅了多年的老大终于舍得出门了，这让他们多多少少有点震惊。一些小动作也纷纷收紧。星辰一族此次去地星，需要经过无数个星际虫洞跳跃，目测在比试中途可以来到现场。得到内幕消息的众人都备好了礼物，亲自前往，好奇星冕这次出面究竟是为了什么。苏兰和莫格此时也到达了机场，他们这次是去参加星际学校之间的交流比试，每个小队伍各有10个人。苏兰窝在莫格怀里，好奇地看着大家伙，好大的星舰，比之前做的还要大，我以后要开这个去打架。莫格宠溺的点点头，好，回头你喜欢什么样的随便挑，到时我来教你怎么操控机甲。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继续前进，贝斯放心不下苏兰，也以随行医师的名义一起前往。旁边几个保姆机器人帮苏兰提行李、递茶水、递零食，这一套行头更像是出去旅游的。在星舰上放好行李，苏兰一眼就看到了人群当中有2个熟悉的面孔，好巧，怎么是你们？你们是我的队友吗？一个是一段时间不见的小熊猫塞拉，另一个毛茸茸的红狐狸少年，笑眯眯的跟苏兰打招呼，竟是一段时间不见的赤甲。小殿下贵安，很久不见了，上次一别已经大半年没见过了。莫格坐在远处，跟桑翠远程处理公务，眼角余光时不时看着苏兰，防止他出意外。莫格提前已经看过苏兰队友们的资料，确认他们没什么问题，才任由他过去和队友互相了解一下。苏兰看着赤甲他们，俨然一副大姐头的样子，拍了拍娇小的胸脯，这次大家都在同一个队伍，我会罩着你们的，如果哪个坏蛋敢来找我们，我就揍飞他们。赤甲看着个头比他还要小的苏兰，认真的说着要罩着他。赤狐耳朵敏锐的动了动，不由得想起了这次他在学校突然收到了一个神秘人送来的学校交流邀请函，刚好还和小殿下一组，太巧合了。赤甲怀疑那个人是冲着苏兰来的，他得准备保护这可爱善良的小殿下了。泽维尔和艾莲这时也过来了，跟苏兰他们会合，10个人的队伍凑齐，互相做了介绍，然后开始了狂吃状态。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队伍路过用餐区，向苏兰投来了怒视的目光。苏兰顺着看了过去，坐在远处盯着他的人果然是苏菲娜。见苏兰看过来，苏菲娜冷哼一声，坐远了点，依旧对苏兰保持着敌对的态度。此时星舰家属区，维拉正对神秘人大发雷霆，你居然背着我找了苏菲娜，你是想现在就跟我翻脸吗？维拉十分抗拒他人插手他的教育，
他的教育没有任何问题，总有一天会把可爱的苏菲娜带上人人追捧的地位。神秘人哈哈一笑，这次的比试很有趣，我加了一些好玩的东西给他们，一定会让你的苏菲娜成长的。说完直接挂了通讯。维拉盯着通讯咬牙切齿，这种失去掌握的感觉让他心慌。吃饱喝足的苏兰他们讨论关于这次的交流比试。小熊猫塞拉已经提前准备了资料，殿下，我查过了，这次个星际之间的学校比试会来不同星系的种族，有些人可能会看不起我们兽人星系的人，如果有人敢对您不敬，我就咬他。爱莲在一旁咬牙切齿，这小熊猫居然抢他八卦的工作，他这头号小弟的称号要不保了。泽维尔也提前查阅了不少资料，清楚让人闭嘴的最好利器是什么。不要紧，只要我们能在比试中打服他们，他们不敢说什么，谁不服就打过去，问就是友好切磋，文明交流。小光球现身偷吃了一些糕点，宝宝不用担心，看谁不爽揍过去就是，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打服他们。苏兰当即准备迎接挑战，好，到时候我罩你们。经过了几天的星际旅行，星舰终于到达了伯克星。苏兰下了星舰，就被这陌生的星球深深吸引到，每个人都长得稀奇古怪的，有很多梦幻种族，甚至还有机械文明的人。就在这时，一群看着不太好相处的人迎面向他走来，队伍中的人年纪看起来跟苏兰差不多大小，身上没有兽人的特征，带着一些闪电的痕迹。小熊猫塞拉第一时间跳出来，您好，请让路，挡到我们小殿下了，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苏兰疑惑地晃了晃小脑袋，塞拉这是从哪里学来的？苏兰顿时感觉自己像带着狗腿子的骄纵坏蛋一样，画风一下子都变了。对方看了塞拉一眼，尖牙利齿的讽声顿时就来了，兽人星系的幼崽，什么乡下地方来的人都能跟我们一起比试。伊莎自认为是高级文明星系来的贵族，看到塞拉很不高兴，甚至还推了他一把。苏兰看到队友被刁难不高兴了，走过去怒视他们，你推我的朋友，道歉，什么高级不高级文明，你很没礼貌。苏兰的瞳孔闪烁了一下，身上的星辰之力正在酝酿蓄势待发，随时出手将他们打飞。在看到苏兰双瞳的一瞬间，伊莎身后几个队友感觉到了一股奇怪的威压，让他们感觉到了恐惧。他们隐约在苏兰身上看到了那个银发族群的身影，他们憋在嘴里的话到底没有说出来，意识到不妙，急匆匆的跑掉了。莫格他们刚带着随行的东西从星舰下来，目光扫向了几个人的背影，面露不悦，吩咐属下去给他们一点教训。莫格也不是没跟这些文明的人打交道，吃点教训又不敢说话了，傲慢的人得吃点苦头才行。苏兰不等把行李放回住所，就带着人四处乱转，提前熟悉一下场地。伯克星是专门为比试准备的星球，星球上涵盖了星际当中各种地形，可以让选手们体会不同星球的文化和地图。期间还有不少人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幼崽，纷纷友善的邀请苏兰到他们星系去游玩。小光球在一旁算了算时间，宝宝这么喜欢去玩，等你生日，我给你送个适合星际旅行的星舰，随便挑，我多的是。苏兰眼前一亮，生日礼物？真的吗？可是你怎么知道我生日的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小光球在旁边支支吾吾没有说话。苏兰没有在意小光球的反应，反而开始期待起了自己未来的生日。活这么大，苏兰还从来没有人给他庆祝过生日，就像他曾经误以为自己的出生也是不被期待的一样。有了生日礼物的期待，苏兰一整天都特别开心，带着队友和新交的朋友们到处乱跑，吃吃喝喝的别提有多快乐。就在这时，苏兰遇到了采购礼物的贝斯，刚想打招呼，就发现一道鬼魅的身影在跟着贝斯，是黑市里逃出去的那个安迪实验体。苏兰脸色一变，迅速跑到了贝斯和安迪的中间，怒气冲冲地看着这个实验体，一边招呼贝斯，咦，快走开，这里有坏人。安迪看着警惕的苏兰，发出了一声邪笑声，鬼魅身影一摇晃再次消失。贝斯疑惑看着紧张的苏兰，将他拥入了怀里，警惕地观察四周。小殿下，这么着急是发生了什么事吗？贝斯疑疑，人，我看到了人，是照片里的叔叔。好几个人都告知过贝斯，安迪可能死而复生，难道是有人利用了他的尸体？贝斯当即带着苏兰找到莫格，讲述了刚刚的诡异经历。正远程处理公务的莫格面色凝重，对此有了新的猜测，难道是幕后黑手故意带过来？看来这次的交流比试不太平了。莫格找到了主办方，提前发出了预警，而实验体也像消失了一般，之后从来没有出来过。时间一晃来到了交流比试的那一天，苏兰他们正在广场上听着比赛规则，还有一个专门留着的座位，属于他的主人迟迟未到，只标明了是星辰一族的位置。莫格看到隔壁座位后，想了想模糊记忆中相处不太友好的新年，对方还想抢苏兰，莫格私心还是挺不想见他的，但是事关伴侣的消息，他又迫不及待想接触。很快众人的视线都被比赛规则吸引了，规则并不难，比赛组队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场地，每次都是2个队伍，双方开始切磋，直到把对方全部淘汰掉为止。不同年龄段最后剩下的一组就是冠军，不允许杀人，也不可以让对方致残留下后遗症，友好比试交流。比赛规则又臭又长，苏兰听着昏昏欲睡，一旁的保姆机器人让苏兰靠着他们，还煽风避零时，附近的对手震惊看着窃窃私语，这是哪个星球来的幼崽，太嚣张了，快要比试了还随身带一堆保姆，这样的选手真的有战斗力吗？心里也同时在祈祷，这种队伍最好能让自己遇到。正在念叨比赛规则的期间，监控室里悄然进来一个神秘人，手中带着一堆晶莹剔透的试管。正在监控室摸鱼的人本来翘着2郎腿，一看到神秘人过来吓了一跳，大人您怎么亲自过来了？神秘人扬唇一笑，不用管我，接着抚摸着这些试管如心爱的宝贝。不同星球之间想和平相处，那多无趣啊，生物的本性都是弱肉强食，我来给他们找点乐子，如果能让个星际文明之间撕破脸皮，那就更有意思了。比赛规则念了大半天，终于
于念完，比试正式开始。苏兰他们队伍进入的是溪流场地，他们能落脚的地方比较少，溪流中有各种滑溜溜的礁石和半空中随风游动的水母怪物，一发生战斗，他们就会主动发动攻击淘汰选手，所以对手和水母两者都要防备。苏兰他们的对手刚好是之前嘲笑苏兰的风铃队伍，擅长驾驭风的族群。风铃远远看到苏兰他们，瞬间觉得自己赢定了，太好了，我第一个对手就是你们，这下我们有希望了。他们认为苏兰娇生惯养，看上去就像是所有队伍当中最弱的，这不是妥妥的福利局。苏兰看对手兴奋的模样摸不着头脑，他们在高兴什么？星际里的人这么热情的吗？看到我们这么开心，他们不会是傻的吧？苏兰偷偷对比了一下对方实力，太差了，打起来没什么意思。泽维尔这时也幻化出兽体，庞大凤翼威风凛凛的张开，看起来不太像，我感觉他们在小看我们。手痒了准备开揍，爱莲则惦记着中场休息时的点心，等会儿打慢点，里面的点心跟外边卖的不一样，不吃点就结束太可惜了。正在围观这场比试的人正在津津有味的讨论哪边能赢。风神星的天才风铃，我记得他挺出色的，听说他还跟传闻中星辰一族的人学习过，这支队伍遇到他们也太倒霉了。听说那是兽人星系的小殿下，看起来挺可爱的，哭了就来依依怀里，一一安慰。就在吃瓜群众们激情讨论的时候，苏兰已经拔刀了，伙伴们，这把是点心局，都打慢点。风铃笑呵呵的御风向苏兰驶来，小妹妹，这么长的刀拿稳了，别伤到了自己，比自己年纪还小的幼崽，打一下会不会哭啊？苏兰遇事不决，直接开揍，来势汹汹，打得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风铃忙化风为盾抵挡大砍刀的冲击，苏兰的力道差点让风盾破碎。他震惊地看着苏兰，年纪这么小，怎么看起来这么虎？苏兰再次捏拳凝聚星辰之力，准备先报废对方的头号种子。风铃看到这股力量，恍惚间想起多年前路过风神星的那位银发女子，熟悉的味道是那么的相似。而就是这一恍惚，忘记了防御的风铃一下就被苏兰打落到溪水中。风铃依旧愣愣地看着苏兰远去的背影，恍惚间看到了星痕骄傲的小表情。我没看错吧？怎么可能？6岁小奶娃提着大刀去决斗，不仅打得外星学院的人屁滚尿流，更是让全星际拉起了一级警报。谁知黑龙老爸不但不生气，还一脸的得意。我的孩子果然像我，不愧是我的孩子。莫格突然出口炫耀，3句话都离不开苏兰，活生生一个虫仔狂魔。我劝你们不要太嫉妒，更别想跟我抢幼崽。说起来，苏兰他的生日快到了，也不知道桑翠暗中准备的怎么样了，他得送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在半空吃瓜看戏的小光球若有所思，这次来的熟人有点多，我该不会被抓包吧？作为一个到处旅游冒险的小光球，他的交友范围还是挺广的。就在这时，陆陆续续有晋级的人走了进来，而博科星外有不少人正在靠近。星冕察觉到了时不时散发出来的幼崽气息，目光死死盯着博科星的方向，手指轻敲桌面，面露喜色。我好像察觉到了那个幼崽的气息，他果然来了博科星，这次出来我果然来对了，快点过去！这么危险的地方，我怎么能让他单独留在那里？陛下，目前能安全到达博科星的人都挺安全的，您太担心了。陛下应该担心的是，怎么在孩子的父亲那里抢到抚养权？对方听起来挺强势的，精神力直接跟星冕对打不落下风，是个难缠的人。星冕笑笑没有说话，吩咐属下加快速度，顿时上百艘星舰最后一次跳跃了虫洞，到达了星冕心心念念的地方。而缺席的人也终于抵达了博科星。苏兰正在围观别人的比试，看看自己未来的选手都有什么本事。旁边的保姆机器人则拼命的给苏兰递着茶水和零食。伊莎战胜对手后笑嘻嘻的进来，在看到苏兰的瞬间笑容消失了。没想到你第一轮居然没有被淘汰，你的运气可真好。苏兰扭头纠正了伊莎的说辞，不是运气，是实力。你要是遇到我，我就打趴你。伊莎冷笑了一声，显然认为对方在说大话，带着自己的队友走到了休息区，可能是运气问题。苏兰他们第2轮就对上了伊莎的队伍。伊莎一看到苏兰，觉得他可太幸运了，碰上我，这次你没有好运气了，我一定要亲手把你打败。但他的队友们却陷入了沉默，他们上一次被苏兰身上的力量吓到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欲望，非打不可吗？要不我们这一轮算了吧。此时伊莎的一个队友站出来犹豫道。伊莎目瞪口呆，你们到底帮哪边？他倒了什么霉，会遇到这些没用的队友？观众席对此也议论纷纷。啊，不是，都没开始打，为什么这么快就想放弃了？什么鬼啊？苏兰这么可爱，他们怎么一副见鬼的模样？时间一到，不等伊莎他们反应，苏兰直接开打了。苏兰最近用惯了大长刀，用得如鱼得水，和伊莎两人打得有来有回。伊莎越打越吃力，难道苏兰击败风铃靠的不是运气？他们的战斗让台下的吃瓜群众们看得特别开心，不少人也慢慢看出了苏兰用的技能招式真的太眼熟了。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观众席上吃瓜看热闹的宁静，一道银发一瞳的人影匆匆而来落座，精神力顿时展开，在整个博科星上寻找苏兰的下落。温和又带着威严的声音落在人群里：是我来迟了。身为唯一一个应邀却来迟的人，星冕的到来让在场的人纷纷侧目，好奇地探究这个嚣张的人。在看到星辰一族标志性的银发一瞳和身上磅礴的星辰之力时，很快就认出来，这就是星辰一族的陛下星冕，是星辰一族的人，他们居然真的过来了。老大，看看我，我要跟随你。莫格注意到了星冕的到来，艰难地把注意力从苏兰身上挪了回来，看向了星冕。对莫格来说，这算是他没恢复记忆时第2次见到的人。在近距离看到星冕时，莫格头痛欲裂，支离破碎的记忆再次出现了。那个时候他和星痕正在热恋当中，已经决定在解决异兽之后就回去办婚礼。可星冕在光脑的另一端却对莫格万般挑剔，不赞同他们在一起。年轻气盛的莫格跟星冕起了点争执，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看来星冕这次过来十有八九是来跟他抢幼崽的。莫格已经做好迎战的准备，而正在嗷嗷战斗的苏兰在星冕进来的一瞬间便察觉到了这股熟悉的气息，是上次那个银发叔叔。他来
来这里做什么？小光球认出了那道气息，为苏兰的未来感到了担忧。宝宝，多珍惜你现在的好日子，可能很快就要到头了。星辰一族的教育是出了名的绝。苏兰在一旁有些听不懂，小光球又在胡说什么？忽然，小光球眼尖的看到比试场地上多了一些身影，在靠近苏兰他们，浑身还散发着不祥的气息，连忙提醒苏兰：“宝宝注意了，有人要来搞事情了。”话音刚落，大地开始震动。苏兰听到了熟悉的异兽叫声，很快就预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一脸无奈的看着自己的队友。我可能带点坏运气在身上，只要是比试的场合，总会遇到一点袭击。爱莲他们回头，发现身边围过来了不少异兽，比之前在试炼之森里遇到的还要瘆人。实验体安迪站在众异兽前面，赤红的目光已经失去了理智。可爱的幼崽们，我接到命令过来杀你们了，快逃吧！被我抓到就是你们的死期。他的目光落在了苏兰的身上。那位大人说，这是一个会影响他们计划的人，这次一定要解决掉他。异兽的出现让在场的人脸色一变，一直在观看比试的贝斯，在看到实验体安迪的时候瞳孔一缩。安迪，你活了过来，但是我宁愿你一直沉睡安眠，而不是被人利用。贝斯看着故人归来的身影，蓝宝石似的眸子点燃了熊熊怒火。是谁对他做出了这种事情？在这个时候，是故意给我看的吗？贝斯扭头看向了屋子里唯一的监控，监控冰冷的镜头，就像有人一直在盯着他的反应。哈哈哈，被你发现了，好戏开场，请主角开始表演，我需要记录下激动人心的相认时刻。贝斯愤怒地将监控彻底捏碎。该死的！维拉听到贝斯怒吼声音，快步走了过来，欣赏着美妙的画面，猜测贝斯的表情，看到自己的爱人变成这个样子。会悲伤吗？会痛哭流涕吗？只有看到贝斯经历了苦难，她才会觉得他们都一样了。但她又有些嫉妒，能等到丈夫归来的贝斯，因为自己从头到尾都是了然一身，没有灵魂的活着。莫格此时心急如焚，也没有再去管星冕，快步往比赛场地内飞去。星冕顺着莫格的视线，看向了屏幕当中的幼崽，看着那道坚毅的金色瞳孔，他很快就认出，这是他多次看到的小光点，是星痕的孩子，顿时也起身跟着莫格飞去。突然，人群里传来一声惊呼：“快看，这个幼崽在干什么？”此时交流比赛场地内，小光球正在焦急地劝阻苏兰快跑。苏兰小脑袋瓜很快就想好了。他要做的事情，他们是冲我来的，我跟他们一起走，他们会受伤的。安迪实验体疑惑地看向苏兰，你不怕我？大家都在逃，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安迪看到这样的苏兰，混沌的脑子里总是想到一个人。苏兰扬起了小脑袋，一脸的认真，我不会死在这里，你不一定，我看不到你的未来，但是你的未来不该是这样的。苏兰打完嘴炮后紧握长刀，叔叔，我来揍你了，做好准备了吗？安迪实验体脑子里顿时一道急躁的声音响起，你在干什么？这么喜欢跟幼崽聊天吗？有个人正在赶过来，快杀了他，我还想看他们自相残杀。神秘人像是在观测什么有趣的实验，催促安迪动手。安迪身体颤抖了一下，最终归于平静，眼中只剩下了杀戮的欲望。随后猛地出手朝苏兰挥去，苏兰早有预防，提起长刀格挡住，凭借细小的身躯跟安迪缠斗着。苏兰的战力很有意思，他看起来弱小，但是跟谁都能打得五五开。此时他开始积蓄星辰之力，准备跟对方硬碰硬。而苏兰的力量也终于被人认了出来。星辰之力，为什么这个受人心系的幼崽身上会有星辰之力？苏兰的星辰之力瞬间被在场的人察觉到，星冕顺着星辰之力的方向飞了过去，莫格也化身为黑龙飞过来，在那里他要找的人就在这里。这一次莫格他们没有来迟，在苏兰他们苦苦支撑的时候，来到他们附近。星冕一见到苏兰，血脉中的感应让他不由得走了过去。星冕和莫格略微出手击退了实验体，控制住了现场的局面。苏兰抬头看到了梦中一模一样的男人抱住了他，帮他挡住了来自安迪的攻击。这是苏兰和星冕第一次正式见面，初次见面，我来迟了，你跟他很像，我仿佛看到了年幼时逞强让自己受伤的心痕。苏兰被陌生人抱住，本该逃离，但体内血脉之间的感应，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拥抱，他感到了亲切感。苏兰向他绽放出了一个微笑，向星冕继续询问他没来得及得到的答案。叔叔，上次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我的妈妈又在哪里？苏兰猜测过，星冕会不会是妈妈的兄弟之类的？他看起来实在是太年轻了，又跟梦中的银发女人太像了。他的亲戚观念里想不到别的角色。星冕优越的外表说着让苏兰诧异的话：我不是叔叔呗，我是你妈妈的父亲，你该叫我老爷。星冕异色的瞳孔倒映着苏兰的身影，越来越慈祥。你叫什么名字？我带了礼物送你，等出去之后跟我一起去拿吧。苏兰震惊看着面前年轻的星冕，这个老爷差点没说得出口。我叫苏兰，老爷为什么你这么年轻？星辰一族作为星际长寿种族，他们一生中都是他们最美好的年纪。莫格吃醋般将一个异兽捏碎，一把将苏兰夺回来。巨大的龙翼将苏兰藏了起来，守护着自己的女儿。宝宝，到爸爸这里来，你要是丢下我，我又要变成空巢老龙了。他就知道星冕是过来拐小孩的。跟苏兰重逢时间并不长的莫格，舍不得苏兰离自己而去，又纠结的希望苏兰能有更多的亲人，不像他一样孤独。这是星痕的孩子，我决定带他回去继承家业。胡言乱语，我的家业他也是继承人，你带走他干什么？星脸和莫格两人在这里为了争幼崽，又开始暗中较劲。这画面被他人看到，但是听不到声音。有没有人懂看口型的？解读一下，总感觉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细思极恐，有没有人发现这个幼崽有两个能力，不仅有兽人的能力，又有星辰一族的精神力？难不成这个幼崽会是未来两个星系的继承人？苏兰与星辰一族之间的联系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而星辰一族的选手和附庸见他们的反应，已经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台下的人怎么想，针对苏兰而来的危机还在继续。安迪的实验体经过多次的改造，强横的不像话，先前被星冕打碎了，现在又重组回来，现在可不是你们叙旧的时间了。多么感人的相逢画面，让我来亲手打碎你们这的幻想。
与其说是安迪，更不如说是心子里换了个人。罪魁祸首正操控着实验体，透过他的嘴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欣赏这幅就相识厮杀的画面。失去理智的他再次盯上了苏兰，堵住了苏兰所有的去路，不让莫格他们把人带走。莫格和星冕哪会让实验体靠近苏兰，出手对付驯鹿，直到他失去战斗力倒在地上。随着安迪实验体的倒下，莫格感到了不对劲，他认识的安迪战斗力根本没这么差，这简直是削弱版本。他回忆起了战场中安迪常用的杀敌手段。莫格脸色乍变，大喝出声：不对，这些都不是本体，是声东击西。他的本体藏起来了。此时就见地底裂开了，无数道深不见底的裂缝，无数根藤蔓从地底伸出来，握住了苏兰的脚腕，将他拖下了地底。空中的小光球目眦欲裂，宝宝小心！苏兰听到了地上传来了莫格和星冕暴怒震惊的声音：快放开他，不然我拆了你这破地方！第73章第3个星辰之力遁现，猝不及防的变故让苏兰来不及防备，瞬间被一双双后手拉入了地底。大地刚裂开又合上了，故意将他们隔绝开来，地上恢复了平静，地下依旧暗流涌动，下边是被挖空的溶洞，遍布古怪的手臂。这些手是一些改造过的实验体，明明是肢体，却像有自己的生命，听从精力在乱动。手臂上还有一个个赤色天平秤的印记，痛苦地扭动着。他们不断拽着苏兰往地底深处走去，仿佛地狱之境。苏兰鼓着婴儿肥的脸，怒气冲冲看着这些手臂。又是这个组织，比电影里的坏蛋还要可恶。这么多手，不知道幕后黑手又祸害了多少人。苏兰看到无辜人受伤都会很生气，他一如既往的讨厌不尊重生命的人。小光球，送他们离开吧，都是困在傀儡里的可怜人。苏兰长刀画枪，快速瞄准了握住了他的双腿往下落下的手臂上。流星，再靠近我就把你们都灭了！散开来的星辰之力瞬间清空了一片实验体。苏兰的能力克制这些实验体。手臂怪物如潮水汹涌而来，又在威胁当中如潮水退散去。苏兰如掉线的风筝继续坠落，展开了龙翼，安稳地落在了地上，身上因地裂而受了轻伤。好痛！这里是哪里？小光球迅速追了上来给苏兰治疗，他身上温暖的金光成了黑暗里唯一的光，减少了苏兰的不安和紧张。小光球察觉到这里比地上还要危险，变得警惕了起来，身上的光芒忽明忽暗，突然变得暗淡了不少。这里很危险，宝宝快离开，我给你找离开这里的最近路线。小光球在苏兰前面给他带路，寻找一条最适合他们逃生的路。苏兰信任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小光球，马上跟着他走，一边联系在地上的莫格他们。光脑失去了信号，苏兰再次使用了自己的学习的千里眼，用精神力跟莫格和星冕进行了沟通。爸爸，老爷，我在这里，我没事。这个技能相当于在苏兰身上放上了一个实时定位，可以让亲友发现苏兰的位置。我们马上过来救你，这距离他们几分钟就可以赶到。希望他们找到苏兰之前，地底的东西不会对苏兰怎么样。说时迟那时快，苏兰刚放完定位，危险就找上门来了。实验体鬼魅似的身影顿时在苏兰身边，庞大的驯鹿再次堵住了苏兰，赤红的眼睛，疯狂邪气的声音逐渐疯狂了。现在又是我们2人了，没有人会再来救你了，地底会成为你的长眠之处。苏兰察觉到这个安迪实验体跟在黑市里的不太一样，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变态一样。聪慧的幼崽联想到了眼前这个人性子不定会是安迪，电视剧里都是这么写的。苏兰迅速躲开了安迪，身体灵巧，让实验体一时间很难抓到他。叔叔，这就不用了，我喜欢可以仰望星空的地方，不喜欢地底。你这样让贝斯姨姨看到她会伤心的。你背后无论是谁，我都要活下来把你揪出来，打爆你的头。你是谁？苏兰不仅是在对安迪实验体说话，也是透过他的眼睛向着背后的人说话。苏兰笃定这个不是贝斯家照片里温和无害的安迪叔叔。苏兰挑衅的话让实验体的脑袋歪了歪，很快就变了个看起来理性说话有条理，但却更危险的人。发现我了吗？你这个小鬼真是敏锐啊，发现了我的一个小实验。如果你能在这里活着，说起来我们很早就见过面了，演都不演了。苏兰，什么时候？乖乖，不会真的跟赤家说的一样，这个变态真是他见过的人。苏兰这段期间的人缘太好，真不好找。让我想想，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你还在蛋里的时候。神秘人没有提苏兰这段时间见到的人，提到了更早的时候，仿佛是在聊天一样，小小的不过巴掌大，脆弱的不得了，好像谁过来都能杀了你。你应该听得到的，这是据说郁郁中的可以杀死他的力量。这个幼崽还活着，还差一点就能成功孵化，经历了战乱和叛变，落在了他的手上。只需要他一出手，随时就可以将这未能出世的小生命杀了，提前将自己的心腹大患杀了，让他的未来一帆风顺。可是很无趣不是吗？神秘人是很矛盾的一个人，他希望苏兰夭折在半路，少给他添堵，让他计划成功爽一把，又希望苏兰他能挺过去，变成一把可以刺伤他的武器。他是一个为了一点愉悦的乐趣，可以亲自给对手送武器，助他们成长，期待他们活着来到他的面前，揭开他的真面目，杀了他，这会让他很兴奋。神秘人是个追求致命刺激的变态。是你？苏兰想到了自己还在蛋里14周围着的满是恶意的人，开口质问：你是对我爸爸妈妈到底做了什么？爸爸受重伤忘记一切，
妈妈失踪，至今不见踪影。这一切有意无意的都指向了这个神秘人。他们失散多年，跟这个坏蛋有关系，只不过是收买了一些人，动了一些手脚，做了点有趣的实验，看看你们多久才可以重逢。实验体敲了敲大脑，传达着神秘人的怪话。不过不重要了，你能活着从这里出去之后再说吧。死了，你带给我的乐趣就到此结束了。活下去，我会继续期待你的成长。神秘人把意识还给了实验体，任由疯狂的实验体继续向苏兰发动袭击，高高在上的观测苏兰是否真的可以活下来。以他的角度来看，苏兰必死无疑。苏兰，爸爸妈妈，有变态，把这个变态插出去。安迪实验体脸上没那么多变态的样子了，冰冷如没感情的杀戮机器。他拔下了头顶上的驯鹿角，化作了2柄弯刀，在黑暗中泛着森森的寒光，化作无数分身，再次逼近了苏兰。一边靠近，一边在抗拒。他是要杀了这个幼崽，他不想干，这不是他想干的事情。他依稀记得自己很久之前还在拿着武器，站在妇孺的面前保护他们，为什么现在不受控制的要伤害一个幼崽？记忆混乱的安迪实验体无法接受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背后之人操控着他走向不愿意面对的未来。不行，贝斯会生气的。苏兰和安迪实验体见面聊天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电光火石间他们之间越来越近。苏兰的卷着星辰之力的长刀已经捅向了实验体的心脏，致命一击要自保。此时莫格和星冕比试打破了地底通道，飞快地朝着苏兰的方向赶来，目睹了实验体接近苏兰想杀了他的画面。人未靠近，他们两人的攻击已经出手了。眼看弯刀落在幼崽身上，苏兰想象的疼痛并没有发生。一道不属于星冕和苏兰的星辰之力在刺向苏兰的弯刀面前顿现。第74章，是妈妈，离他远点，我在这里护着谁都不能伤他。一道银色长发的女人虚影顿时出现，挡在了苏兰的面前，泛着金光的银发在苏兰眸中飘散开来，身边细碎的星辰如飞舞的萤火虫。心碎，他一手控住了实验体向苏兰袭击而来的弯刀，另一掌中庞大浩瀚的星辰之力袭向了实验体，一双一同面对敌人时冷酷而果决。安迪实验体的弯刀被碾碎成无数节，伴随着弯刀成碎片，他的双臂被震碎，炸开的碎片正如星际当中爆炸的行星碎片一样。强大的实力震慑了不少暗中监视心怀不轨的人，哪怕是一道转瞬间出现的虚影，他依旧耀眼，不少人的目光都为他驻留。神秘又漂亮。安迪实验体被强大的力量震退开了几步，瞬间跟苏兰拉开了安全距离。他的心口处被苏兰捅伤的巨大伤口流血不止，暂时丧失了行动力。这不过是几秒的时间。银发女人转头看向了苏兰，肉眼可见的变得温柔了起来，跟梦中的银发女人一模一样，跟星冕的面孔极其相似，是苏兰梦里那个浑身是血离她而去的漂亮大姐姐。她温柔的声音曾在梦中哄睡她。苏兰刚才看到了，是身边的小光球变出了这道虚影，她的身份呼之欲出。母子连心的熟悉感让苏兰眼眶湿了，渴望着靠近她。对妈妈本能的亲近和如沐之情让苏兰感觉亲切，很快意识到了一个可能性，心中的想法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我的妈妈吗？小光球是第一个跨越了茫茫宇宙，一路来到蓝星，找到了苏兰，把她带回星际的人。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身边的引路人和陪伴者看着他慢慢蜕变长大，甚至宠溺着他。小光球一直都是他很重要的人。苏兰对星辰一族的信息欠缺，不够了解，也感应不到他们之间联系的他，很难一下子联系到这里。苏兰的精神体有时候是一个跟小光球相似的小光点，他早该想到了。苏兰惊诧地看着面前这道让他感觉到安心亲切的身影，不由得伸出手想握紧他颤抖的手，却穿过了这道虚影。自己一直想找的妈妈一直都在身边，妈妈为什么一直不认他？苏兰连扑到他怀里却做不到，嘴巴一扁快哭出来了。宝宝，认出来了。本来想等我状态再好一点再告诉你，不然你见到我一身血的样子就要伤心了。又到了分别的时候，我先去睡一会儿。星痕这一击让他肉眼可见的变得灰败，虚影一瞬间碎开了，又变成了小光球的模样。在彻底消失之前，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安慰他，回头看了一圈向他冲过来的旧相识，又补了一句：别伤心，我永远爱你们。时间不停滞，星辰运转间，我还是会回来找你们。这是他第一次在非精神力之外的区域使用的星辰之力，说了几句话，仿佛耗尽了他的所有力气。小光球身上出现了不少裂痕，看起来比平时脆弱了很多很多，掉落的星沙就像在流血一样，很快化作了金光消失了，只留下了他对苏兰依旧温柔的声音，如苏兰与小光球之间初见一样，留下了一个美好的相见，就悄然化作流星消失不见，见面就是分别。苏兰急了跑过去追赶，想挽留星痕，小小的身影追着消散的小光球，黑暗中萤火虫一样的小光点在追逐一个消散的星辰。妈妈，你别走，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苏兰奶声奶气的声音很着急。苏兰想追赶，却怎么也追不上，这次再次被石头绊倒时落入了莫格的怀里，被抱了起来。苏兰，爸爸，我见到妈妈了，她又受伤离开了，我看不到妈妈了，我们去找到她，带她去医院吧。苏兰想找到妈妈，带她去医院疗伤。妈妈看起来受了很重的伤。莫格看向了小光球出现又消失的地方，金色瞳孔里满是不可置信和焦躁。我已经看到了，
我们先出去，然后带你去找妈妈。莫格记忆里不记得和星痕的经历，但是心里的爱意并不会消失，汹涌而出的爱意告知这就是他的爱人。他受了很重伤，他感到焦躁，想去到星痕的身边保护他。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之间重要的回忆偏偏想不起来？是谁对他的记忆动了手脚？星痕消失之后，星冕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星痕他没死，他还活在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我感应不到他的存在。那个一闪而过的人，他认出来了，就是星痕的精神体的一部分。好好的精神体怎么碎成了这个样子？身为血亲，他本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星痕，却像是被人屏蔽了星痕所有的气息一样。找不到人，很大可能是濒死状态，正在一个他们找不到，他也很难出来的地方养伤。这次精神体碎片强行出手，导致他力量耗尽，再次消失。他到底在哪里？这对星冕是一个很矛盾的消息。好消息是星痕没死，坏消息是濒死还找不到人。不等他们搞明白这之间发生了什么，打得半死的实验体安迪又再次卷土重来了，像是永远杀不死一样。众人听到了安迪实验体再次站起来的声音，身上的伤口又迅速恢复了正常，不过被苏兰和星痕伤到的地方恢复缓慢，正散发着黑气。莫格皱眉，这改造的什么实验？怎么也杀不掉，还被操控，弱点是什么？希望不是量产，否则一旦发生战争，会有不少人倒霉。星冕，一个个的是总会知道的。苏兰继续拿起武器，耀武扬威，开打，把他抓起来就知道了。他们刚开始打了一会，听到了一个正穿过了地洞向他们迅速跑过来的声音，苏兰他们的警惕心拉到了最高处。是敌人还是援军？这气息不像是敌人。一道庞大的白色身影穿过地底飞奔而来，他熟悉驯鹿安迪的一切作战习惯，瞬间飞扑了过去。一雪豹一驯鹿，两道身影扭打在了一起。可算让我抓到你了。第75章，苏兰的精神力是锚点突然出现的巨大的雪豹，将驯鹿压制在身下，獠牙差点咬破对方的喉咙。蓝宝石瞳孔怒火熊熊燃烧，藏在这里啊！找了这么久，总算逮到你了。利用安迪制造出来的实验体，我今天就要撕碎你，免得你坏了他死去的名声。贝斯终于赶到了死而复生的安迪身边，越靠近这道熟悉的身影，心中越来越痛苦。奥迪已经不记得，他了解已经完全变成了行尸走肉，成了一个只会杀戮的机器。曾经的安迪会悄悄在学校附近暗中偷看正在看医学书塔，被贝斯发现后压制在草丛中后，会脸红递过来自己的情书，然后跑掉。现在情景再现，已经变成了自相残杀。苏兰的星辰之力已经变成了抓鹿的大网。贝斯疑，这里危险，快离开，让我们抓他。苏兰敏锐察觉到贝斯的痛苦，心善的他不想让贝斯直面这种手刃爱人的抉择。气疯的贝斯已经顾不得太多，哪怕安迪正在攻击他也疯狂的撕咬，要在他身上泄愤一样。你该在墓地里长眠，而不是再跟我自相残杀。你被人利用了，一场厮杀在所难免。昔日的战友爱人自相残杀的狗血戏码是罪魁祸首们最爱的戏码。维拉看了半天，发现没有死一个人，翻了个白眼。你也放出来的人也失败了，你也就这样，你怎么不杀了他们？苏兰一天不死，我的苏菲娜怎么成为最受欢迎的幼崽？本来苏菲娜出现的地方都会有不少人为她疯狂，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边缘人，又是一个万年老二。维拉看着苏菲娜这个跟她年幼时相似的脸，心中无名火涌出，怀疑他们家族已经被诅咒了。神秘人不是真心想帮助他们，他不能坐以待毙，让他想想该怎么办。苏兰的生日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到了，到时候肯定会有不少人为他庆生。兽人星系这边对苏兰一边倒，但是星辰一族所有人都会服气吗？人脉广的维拉已经提前想好了怎么搞事情。这世上多的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本来就是闹剧，逼出了星痕足够了，他果然没死，还待在这个小鬼的身边，拼死都要保护苏兰。这就是母爱吗？可以记录在我的观测当中，神秘人正观测着变化，让我想想他藏在哪里，提前过去杀了他。之前坏了我的大计，他活着是个大麻烦。莫格和星痕真是命大，那种情况下都能活到现在。维拉鸡皮疙瘩起来了，你这个样子真瘆人，都不知道你藏着的底下到底是不是真人。神秘人冷血无情的模样，就像是在观测别人的所作所为，努力学习正常人的模样，学习他们的喜怒哀乐，混入人群当中的异端。不是有求于他，维拉才不会一开始选择跟这个疯子合作。只要不影响到黑蛇家族的利益，维拉切掉了跟神秘人的联系，转而去他的人脉里找点可以利用的新棋子了。今天这场闹剧已经可以收场了。在几个人的控制下，苏兰打斗中发现控制实验体神智的力量跟影响了莫格性情暴躁的退化症密切相关，看起来就像都是同一人搞出来的造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可以让爸爸慢慢恢复正常，那是不是可以让安迪实验体彻底脱离控制，让他清醒一下，问一下妈妈的下落？苏兰马上尝试，星辰之力飞入了安迪实验体的眉心，疾风骤雨把春天吹进了屋子。他看到了被层层锁链困住的安迪精神体，锁链的尽头是看不清真面目的神秘人。苏兰的精神力砍断了锁链，神秘人的身影顿时消失了，疯癫的杀戮机器瞬间像被按到了暂停键，消停了。安迪实验体看起来状态清醒了点，但是没有完全醒，
时而清醒，时而疯癫，需要束缚他的行动。苏兰眼前一亮，我好像无师自通，学会了新的技能。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他可以直接尝试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少打一点。贝斯，我回来了。安迪实验体，他不记得很多人了，但清醒时还记得贝斯。看着冲他露出獠牙的贝斯，不再挣扎，趁我还清醒时杀了我吧。他对这段时间的事情还记得一清二楚，犯下了罪无可赦的事，违背了他当初的誓言，心存死志，现在一心求死。看到清醒的安迪，贝斯反而不知道该不该下手，他看起来有点崩溃。莫格快速过去，让人将贝斯带离安迪身边，别受太大的刺激。他把安迪抓住了。现在还不是你寻死觅活的时候，我有事问你。安迪是战争期间最接近他的人，又被人利用成了实验体，说不定他知道莫格与星痕消失那段时间遇到了什么事。是谁对安迪下手？他得想办法搞清楚幕后黑手的真实目的。暗处藏着一个阴谋家，谁都不能过好日子。随从们将安迪带走关起来审问，从他嘴里套出点有用的东西。苏兰又被紧张的莫格和辛勉带去医院进行检查，防止幕后黑手暗中对苏兰下黑手。看到除了擦伤他并没有任何问题，才放下心来。关于之前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小光球这件事，辛勉有解释，这跟星辰一族的精神体有关系。小光球并不是完整的星痕，它是星痕精神体的一部分。濒死藏起来恢复身体的时候，听到了苏兰的声音，分出了一部分精神体过来找他。以苏兰的精神体为锚点，出现在星际当中，也只有苏兰看得见他。他的处境很危险，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有不得不隐藏起来的必要。肯定是导致他出现这种结果的人在他附近找他，甚至在苏兰他们身边盯着，会伤害到了他的亲人。现在星痕已经不见了踪影，没有回应，不知死活，也不知道他这次消失还会不会再回来到苏兰的身边。如果是锚点的话，星痕的精神体会有机会再次出现在苏兰的身边。他一回来，到时候在精神体世界里拉一个会议，就可以知道他的更多消息了。主办方正在排除场地中存留的危险，准备重新制定比试规则，再继续比试。包扎好的苏兰正盯着伯克星上截然不同的夜空，默默思念小光球。随从过来跟苏兰和莫格报告了囚禁起来的安迪实验体那边的情况。陛下，小殿下，实验体想起来了一些在战场死亡后遇到的事情。第76章，幕后黑手是身边的熟人，一听那场让他们失散分别的战争有关。苏兰好奇地探头偷听。莫格的莫格龙尾卷起苏兰，想把他丢给女仆长带出去。你还小，我让人给你念睡前故事。战争的事太血腥了，哪能是6岁的幼崽听的？听完就得做噩梦了。爸爸，我也要听，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可以听了。苏兰抗议说道，抱着龙尾不撒手，我可以帮忙的。那个残酷的战争给不少兽人战士和亲属带了不可磨灭的身心创伤，不少人常常避而不谈，一般只有在新网上能查到一些信息。苏兰询问过莫格关于战争的事情，莫格的记忆力因退化症混乱，又不想让他知道太多残酷的战争经历，经常拿童话故事忽悠他，也问不到多少东西。现在有机会听到亲历者口述，苏兰悄悄竖起了耳朵。莫格无奈又把人轻轻放在一旁椅子上，让他一块听。他刚远程处理完政务，在听到安迪记起来了一些事情之后，疲倦一扫而空。他现在精神稳定，想起来了。侍从神情复杂，想起来了，但是时间不多了，估计活不过今晚。幕后之人制造实验体的时候，定位就是一次性的杀戮消耗品。安迪实验体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糟糕透顶，在失去了神秘人的操控后，机械身体机制像是开启了自毁程序，正在快速崩坏。哪怕随行医师用了各种先进医疗，都无法阻止他的衰败死亡。安迪的生命继续进入了倒计时。正迎来第2次死亡的安迪，开口就是想见莫格，他想将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他。趁着他的意识还算清醒，还能喘气的时候，苏兰他担心起了贝斯。贝斯姨姨在得知安迪的死讯之后，心里创伤了很久。卡莎和托尔尽量不在他的面前提起安迪，他再次直面死亡会伤心吗？莫格起身向刑讯室走去，迫不及待想知道更多的消息。我去看看。苏兰挂在莫格身上，闹着要过去看看。如果可以，他提前把贝斯姨姨带走，不让他看到伤心的事。莫格甩不掉粘在身上的幼崽，就这样把人带了过去。一路上不少人看着这父女之间的有趣的相处，他开始反思，有时候是不是太过溺爱孩子了。第一次当父亲的莫格开始沉思，他要不要多请教一下别人该怎么教育孩子。很快他们来到了封闭的临时审讯室内。黑色囚笼由特制的材料制成，困在其中，实验体安迪无法逃离。赤红的异兽瞳孔隔着囚笼，依旧让人压迫感十足，嘴上的止咬器防止他伤人。他正盯着贝斯，牢笼将他们分隔开来。异兽的疯狂催促他吃掉眼前的爱人，机械心脏中汹涌的爱意阻止他干出不可饶恕的罪行。只有一晃而过的痛苦表情看得出来，他的理智现在还算正常，可以正常沟通。贝斯正在一旁守着，别人多次劝他离开都不动弹。我不走，我就在这里。如果安迪再伤人，我会制止。这算是安迪回来告别吗？贝斯想到了多年前叛乱和异兽袭击接踵而来，兽人的定居地深陷战火当中，战火纷飞，他亲眼目睹不少人死去。安迪听到了号召报名参军，
收拾了自己的作战服和武器，准备跟随战友亲赴第一线战场。他和贝斯匆匆告别。贝斯，对不起，我要食言了，我决定去战场了。我要是回不来，那就忘了我吧，去追求你的幸福。如果我活着，就会回来找你。那个时候，贝斯和安迪因为种族和家世问题，被所有人反对他们的恋情。因受伤从军医的位置退下的贝斯，鼓起勇气跟他私奔结婚没多久。沉浸在新婚喜悦当中的他，听到了安迪的打算，手中的水壶掉落在地。贝斯，我们刚结婚，你就要离我而去吗？这次的战争会很残酷，你很可能会死，让我孤零零的活下去吗？那一开始还不如不来招惹我。他这个年纪比他小的学弟，在成为她的丈夫之后，脱去了以前的羞涩，变得成熟稳重了，也要上战场了。异兽对兽人赶尽杀绝，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莫格在战场上苦苦支撑，他还是我们的证婚人来着，我想去帮他。安迪的决定不会轻易改变。贝斯，我不想让你一直活在不安定的环境里，我希望你能平安幸福的活着。这是他们在学校时就讨论过的事情。他们会进入军队，将反复侵扰兽人的异兽处理掉，还所有人一个安全无忧的生活环境。贝斯当军医伤退后，安迪跟随他的意志前往战场。他们心意相通，贝斯知道无法阻止，将四叶草的种子缝到了他的衣服里，希望他平安归来。你一定要回来。好，我会活着回到地心的，我会来找你的。在家门告别的安迪再次传回消息时，已经是他人带着他的抚恤金和死讯。安迪食言了。贝斯过于悲痛，一直待在荒星行医，直到遇到苏兰才回到了地心，竟然会再次被卷入了丈夫死而复生的阴谋当中。贝斯看到莫格和苏兰给他们让开了一条路。陛下，他的时间不多了，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莫格走过去，隔着与昔日的战友遥遥相望，像是回忆起他们在战场杀敌的情况，现在却成了相杀的敌人。他曾经为这两个私奔的恋人证婚，提起过他会创立一个安定和平的帝国，最后还是无法让他们两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莫格心情复杂，来不及伤感，时间不多了。莫格取下安迪的止咬器，追问他：清醒了吗？快告诉我，你遇到了什么事？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去揪出那个家伙，杀了他。幕后黑手一日不抓起来，他们这日子一日都不得安宁。安迪终于认出了莫格。陛下，我死了又活了，我还不如死了，竟然差点把无辜的人伤到了。谁利用了你？不知道，但可以肯定是他一定我们身边的熟人。一句话让所有人都看向了安迪。第77章，退化症不是自然产物。幕后黑手对苏兰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一定藏在兽人星系，甚至是和他们谈笑风生的熟人。一个个证据显示，那个神秘人就在他们身边，了解行程，提前制造了各种事情。莫格和苏兰绞尽脑汁，将身边人的面孔一个个都想了一遍，觉得不少人都可疑，又看起来都没问题。势力错综复杂的地心正在暗中酝酿新的阴谋。叔叔，你是死而复生吗？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苏兰想到了爱莲给他看的各种炸裂的科幻电影，里面就提到过这些乱七八糟的实验。还记得你看到了什么吗？安迪，或许吧，反正不管我愿不愿意，有人把我的尸体偷挖了出来，变成了实验体材料。现在在你们的面前的是早就该死的人。安迪记得他确实已经死在了战场上，交代完遗言，整个人进入了混沌的状态，昏昏沉沉，进入了虚无当中，回归了宇宙灵魂的长眠之地。这便是死亡吗？只是遗憾自己答应贝斯的事情再也做不到了。一想到告别就是永别。再次醒来时，安迪发现自己正泡在装满药水的玻璃罐里，身上各种输液管，心脏处发出机械的声音，仿佛已经不是他自己了。隔着一块厚重的玻璃，他看到了一堆看不到脸的白大褂，正围着他记录东西。他的名字被代码代替，失去了自我。透过玻璃的反光，他看到自己现在形象，又是机械又像异兽的画面，让他瞳孔一缩。反复确认才知道这个怪物就是他自己。很快意识到他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存在。这是什么地方？他不是死了吗？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他现在是活人还是死人？安迪愤怒地想砸开玻璃罐，攻击这些疯子一样的白大褂，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暴虐的异兽基因让他疯狂地攻击四周。放我出去，不然我撕碎你们！他心里的执念让他迫不及待想回到了地心找贝斯，想跟贝斯亲口说一声对不起，又怕他看到自己这个怪物的模样。理性与疯狂让他的脑袋头疼欲裂。附近的白大褂双眼放光，正在庆祝他们的实验成功。大人，这是这个项目唯一成功的试验品，一个完美的杀戮机器，还保留着自己的意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条件继续做实验，可以正式加入操控实验了。这一批的材料不错，成功率变高了。没有一个人搭理安迪的想法，在他们的眼里，他只是一个试验品，而不是一个人。疯子，全都是疯子。失败了这么多次，总算出来了一个可以用的实验体，比那些失败品好多了。草食性的兽人成了一个杀戮机器，真是有趣。神秘人手中拿着安迪的信息，看起来有些惊诧。安迪，真是出乎意料的人，还是见过的人？安迪听对方的语气，这个人是他们身边认识的人。你认识我？你是谁？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为异兽卖命，
你就不怕他们过河拆桥？是谁在背着他们在替异兽卖命？这个人藏起来的面孔下是谁？安迪恨不得马上砸碎玻璃，亲手将这些变态疯子的真面目扒出来看看都是谁。神秘人还会回安迪2句，我不为他们卖命，相反，他们不过是被我操控的玩具。你的反抗我不喜欢，还要继续改造，变成被我们掌控的机器。杀戮机器不需要思考，实验体只要成为他无聊时放出去杀人取乐的玩具就够了。安迪试探情报后发现，这个家伙是真胆大。表面上在异兽、兽人社会都有自己光鲜正经的身份，私底下都在做各种事坑对方，就为了找乐子。神秘人做了很多实验，但是据说成功的实验体不多，大多数都被追求完美的神秘人销毁了。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兽人不用太担心会遇到一堆实验体。安迪属于杀戮机器的那批实验体，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项目，机密级别更高。安迪困在这个实验室无法得知。苏兰敏锐地发现了赤家所说的话成真了，真的有好几个实验项目。神秘人嫌弃赤家不够完美，当作是失败品，从没管过他的死活。神秘人的画像描述多一个，追求完美。年纪上小的赤家在神秘人的项目那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苏兰打算私底下跟莫格提一下，暗中查一下他附近有没有奇怪的人。刚交的朋友不想让他被神秘人利用。赤家和安迪都同样是看不到未来的实验体。苏兰不想再看到身边人受伤害了。在那个实验室待着的时间里，安迪偷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安迪继续说道，退化症不是自然界出现的兽人病症，这是他们实验项目的产物，针对兽人专门制造出来的药剂，没有传染性，中招的兽人会退化成为野兽。藏在暗处的异兽社会因对兽人的仇恨，正在努力制造各种针对兽人的研究。这就是神秘人与异兽的合作，削弱兽人星系的实力，甚至可以对的星系产生影响，让他们的计划成功。莫格提前中招了。如果不是苏兰被星痕带回来星际回来，重新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他现在很有可能现在已经彻底进入了疯狂，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野兽，甚至步入了苏兰提前看到的未来。苏兰的到来悄然改变这一切，他就像是那些人的克星一样，让本该死亡的命运重改了，成为幕后黑手，忌惮又感兴趣的新威胁。苏兰的身份一暴露，各种针对他的阴谋层出不穷。我是什么时候中招的？我已经没了这段记忆。信息量过大，莫格正在思考他究竟是什么时候遇到了这么离谱的事。大家都只记得他在濒死死亡得了这个病，战友死得七七八八了，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当初的事。目前的医疗研究普遍认为，兽人的退化症是战争创伤下精神力受刺激的病症，没人查得出来有问题。安迪突然抬头盯着莫格，目光复杂地提到了他从未想起来的一件事。陛下，你中途有突然消失过几次的经历，你是在那段时间受伤得了退化症。第78章，莫格曾经经常失踪消失。战场局势千变万化，我经常因为袭击早逝失联，我记得我很快就回来了。莫格沉思了片刻，在自己混沌状态的记忆里努力搜寻这段记忆，却被什么给屏蔽掉了一样，怎么想不起来。我的失踪有什么问题吗？他和星痕在不同人的眼中，难道都是一直在失踪失联吗？莫格只要努力回想，还没完全治愈好的退化症就会让他头疼欲裂，几次差点发疯。苏兰在旁边盯着，才没有出问题。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凭空消失，一下子就找不到人。安迪和莫格执行巡逻任务时，中途遇到了几次莫格失踪的经历，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不见了，这把安迪吓了一跳，还以为莫格是被异兽叼走吃掉了。就在安迪准备带人去找的时候，莫格很快又再次回来了，像是经历了很多，饱经风霜，又总是伤痕累累。安迪还以为看错了，直到了后来有一次，莫格再次回来之后，看起来受了很重的伤，一直念着星痕的名字，还喃喃自语说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丢了要找回来。安迪错愕，莫格什么时候遇到了一个叫星痕的人，还有了未出生的龙仔？这失踪的时间很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安迪意识到莫格的失踪并不简单，也就是就在这个时间点开始，莫格的记忆就已经发生了错乱，精神状态已经不对劲了。安迪还没来得及问清楚他这段时间遇到了什么时候，异兽发起的最终突袭开始了。投身战争的他很快进入了恐怖的杀戮当中，最后战死。他的记忆到此为止。之后，这场牺牲惨烈的战争被濒临死亡的莫格彻底终结，进入了相当长一段期间的和平。安迪将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匪夷所思的事情让莫格和苏兰皱眉沉思了很久。看似不合理的地方突然又合理了。他出问题和星痕失踪的时间和苏兰出生的时间对上了，这期间又没有人知道星痕和苏兰的存在，就透着诡异。尤其是还未出生的苏兰被神秘人抓到，又恶作剧地抛弃在星际当中，看他能不能再次回到星际当中。星棉也提起过他们跟他提到了要结婚的事情，很快就失去了联系，再也找不到人。莫格想到了那些奇怪的时空虫洞，如果他们都进入了这虫洞当中，那就不奇怪了，甚至这些都是神秘人的阴谋的一部分，正在狠狠嘲弄所有人。那个战场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据说是异兽的发源地，但是已经荒废了，毕竟谁也不知道异兽到底是怎么来的，莫名对兽人抱着那么大的仇恨。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莫格，那边现在是进入区，各大星系都会绕道行，他们背着我们搞了那么多，这里会不会有他们藏起来的组织？
那边徘徊着很多异兽，需要谨慎靠近。只有重新进入旧战场，寻找线索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甚至可以找到星痕。与异兽作战成功之后，那遍地是异兽和兽人战士尸体的星系，依旧会有已经成为了无人踏足的星系。安迪有记忆，他是这里走出来的，混入途径的星舰，听着命令一路前往地心。星痕也是在那边失踪的。这个不祥的埋骨之地藏着很多秘密。苏兰、莫格和安迪讨论的时候，苏兰默默将进入区的地址记下了。不给去的地方，不就是别人闯的吗？妈妈会在那里吗？苏兰将这个地址加入了自己的备忘录当中，藏了个心眼。他们要是找不到，他就亲自过去找妈妈。安迪说完了他知道的东西，静静等待死亡的到来。莫格看向了贝斯，贝斯，请离开吧，我们会处理好安迪的事情。战争创伤不该让贝斯经历第二次。贝斯摇了摇头，拒绝离开，倔强地陪在安迪实验体的身边。我不走，他上一次没能回来，现在好不容易回来，在他最后的时光让我陪伴最后一程。他对幕后之人恨意达到了顶峰，这种让别人家破人亡的把戏，难道会让他很开心吗？真是一个疯子。贝斯，对不起，我食言了，没有安全归来，还给你们带来了麻烦，忘了我吧。安迪正式向贝斯告别，伴随他的心脏的齿轮坠落，机械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现在的心脏是假的，爱你的心意不会变，希望余生你是快乐的。我没有后悔过我当初的选择。安迪被操控隐匿在兽人星系的时候，他虽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但是他可以透过这身体看到战争胜利的世界。没有战火，没有异兽时常侵入的痕迹，是他和贝斯期待的结果。太好了，他的爱人和亲人总算是生活在安定的区域，他可以安心了。安迪生命走到了终点，化作了沙土。藏匿在身上的四叶草种子以他的骨血为根基，生根发芽，生出了一片四叶草。窗外的风吹过来，叶子轻轻摇曳，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永别了。贝斯呆呆地看着眼，呆呆地坐在原地，抱着草叶嚎啕大哭，将心里的悲伤发泄了出来。依依，别伤心。这画面对苏兰的冲击力很大，给贝斯递上了纸巾，帮他擦拭眼泪。我会将那个坏蛋抓起来。贝斯无法冷静，他接过了纸巾，继续撕心裂肺的哭嚎。心理医生过来安慰他。心情沉重的莫格和苏兰从刑讯室里走出来后，看着闷闷不乐的苏兰，后悔自己带着他看到这些。孩子还这么小，留下了心理创伤怎么办？莫格，仔仔，我不想让你看到这些，你还小，就让你看到这么多东西。他还是一个6岁的幼崽，却要经历这么多事，步步紧逼的阴谋逼着一个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孩子快速成长起来。莫格心疼坏了，他想让苏兰无忧无虑的成长，又怕他太过辛苦。苏兰，爸爸，没事的，我很坚强，我会找到妈妈保护你们的，我不会让坏蛋伤到你们。爸爸很年轻就上了战场保护别人，那他也做得到。如果他可以一下子长大变成很强的人就好了。莫格正在思考怎么派人去旧战场找线索，还有寻找星痕的事。此时辛勉正在找苏兰。莫格想让苏兰开心点，就同意让他过去。辛勉在伯克星的行宫，还派人跟着，免得回头幼崽就被抢走了。苏兰从房间里出来之后，路上不少人有意无意地看向了他，让他的压力无形中变大了。他干什么了？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看着他？苏兰看不到的地方，路人们的光脑中正在紧张地讨论着跟他有关的事。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内幕人士出来爆料？苏兰跟星辰一族到底什么关系？吃不到瓜快急死我了。第79章，跟我回你妈妈出生的地方。吃瓜群众遍布着整个星际，哪里有瓜，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永远冲在吃瓜第一线。在他们原本的印象当中，苏兰不过是来自兽人星系的小殿下，这种偏远星球小殿下多了去了，并不是大瓜。然而在发现莫格和星冕两个星系霸主为了苏兰的抚养权打起来时，不少人闻到了瓜味和火药味。细思恐极啊，难道苏兰是两个星系的继承人？怎么一直没有内幕人士爆料啊？苏兰和那个神秘的星辰一族到底是什么关系？吃不到这个瓜他们睡不着了。苏兰看不到的地方，一群人正在紧张刺激的吃瓜，好奇苏兰跟星辰一族的关系。他们一看到苏兰往星冕的行宫方向走过去，好奇心作祟下，压低声音小声讨论了起来。随着力量的增强，苏兰的精神力覆盖了附近，已经可以听到了他们的讨论声，故意放慢脚步偷听，试图在别人那边听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让我听听你们都在吃什么瓜。你们说苏兰跟星辰一族是什么关系？我看了资料，明明写的是小龙仔。我查了，苏兰是兽人星系不久前找回来的小殿下，应该是跟星辰一族没关系的。你们就没看到苏兰在比试时用了星辰之力，一看就是星辰一族的仔仔。可能是混血。那个出来保护苏兰虚影是星辰一族的大皇女，她路过我们星系时我见过的。舍命保护不是亲妈，我不信。我是星辰一族的，我只跟你们说，你们千万别跟别人讲，听说是失踪的大皇女的孩子，陛下正在跟兽人星系抢抚养权，我建议直接抢回来。放心吧，我守口如瓶，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到处乱说。不许抢！我们龙族这么多年就这么个崽，我们都没成功偷到手，禁止外来人士偷。两个星系什么时候联姻的？我怎么不知道？这是在背着我们搞一波大的。星辰一族内部也要出现大变动了，听说他们之前为了皇储之位大打出手，现在直接蹦出来了个小殿下，
有人要不开心了。吃瓜吃到自己身上的苏兰听了半天，有人不开心？他这么可爱，还有人不喜欢？见到他会不开心吗？会是谁呢？苏兰想到了爱莲给他塞的各种电影里就有提过权力争斗，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妈妈是不是被他们害了？有很多人会为了金钱和利益害无辜的人，哪怕他们平时根本没见过，有利益冲突的地方都会有争斗。远在星辰一族的族地里，正因为苏兰和星痕当众现身的事情议论纷纷，大部分人都期待他们流落在外的小殿下苏兰回归，能多一个族人和稳定的继承人对他们是好事。星痕的继承人问题也解决了，这些年的继承斗争都能化解了。除了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有几个人看到了有联系的维拉传来的图片，他们看着照片上苏兰和星痕现身的虚影，一种阴谋败露的恐惧涌入了他们的心头，个个坐立不安。好不容易把星痕熬走了，星痕居然在外还有个孩子，星痕还活着。要是星痕活着回来，会不会发现当初大皇女失踪的阴谋我们参与了的事？我好不容易把我的孩子快推上了新的继承人的位置，现在又要被打回原形了吗？那群老古董肯定以星冕一脉为主，星痕和苏兰一回归，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转头支持他们。我们斗了这么多年，居然要便宜了一个小崽子。这些年来，星痕杳无音信，星辰之力都找不到踪迹。他们本来以为星痕中计了死在外边，没想到他还能再次当众出来。星痕还活着，甚至还有机会出来救幼崽。之前星冕到处暗中找幼崽，他们就知道肯定是出了他们计划之外的事，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他找到人了，绝不允许。星痕一家都莫名其妙死去，才符合他们的利益。星冕还没公布苏兰的身份，他们不敢猜测他是不是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在保护幼崽。他们当中有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出去解决这件事。趁着陛下还没发现我们干的事，我们可以提前接近这个新来的小殿下，看看能不能让他跟星痕一样突然消失，一个幼崽斗不过我们，绝不能让苏兰和星痕有机会活着回来。黑暗中的众人都没有意见，一些不臣之心的人离开了星系，正在朝苏兰所在的地方前来。而远在伯克星的苏兰在旁边听了半天的瓜，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才转身离开，往星冕所在的行宫方向走去。一进来，不少人放光的目光看向了苏兰，一副几百年没见过可爱幼崽的样子。啊，这就是他们流落在外的小殿下，太可爱了。这一看就是星痕殿下在外边的崽，跟他小时候一样可爱讨人喜欢。一想到小殿下流落在外边吃了这么久的苦头，心疼坏了。苏兰上次见到这样的目光，还是在地心时一群龙族拿着一堆宝石过来诱拐幼崽，他一个机灵，差点跑回莫格那边去。爸爸，有拐子！他走进来，真的还有机会回去吗？苏兰没走两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了星冕温润无害的声音：来了坐一会再走，别让我一个老人家在这里待着。苏兰回头冲着王座上的年轻男人乖巧叫了一声：老爷。这辈分跟他的外表完全不符。星冕被幼崽稚嫩的嗓音叫得满心欢喜，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苏兰。这是我提前准备的见面礼，看看喜不喜欢。他准备了那么多礼物，总有苏兰喜欢的。星冕出手大方，上百艘星舰的礼物看不到尽头，苏兰看得目瞪口呆。苏兰热爱金钱，像是一只掉进了粮仓里的小仓鼠，一夜之间小金库塞得满满的，心中别提有多快乐。他在礼物当中看到了一个怀表模样的小象，照片里的跟妈妈的模样一模一样。这个是妈妈。苏兰第一次拥有了妈妈这么清晰的画像，盯着看了看一会儿，这才收了起来。不知道妈妈现在去哪里了。小光球到现在还没过来找苏兰，他总是心不在焉，担忧妈妈的安危。星冕蹲下抱起苏兰，和蔼如太阳照耀万物的男人看着可爱的幼崽，说出了一句苏兰难以拒绝的话：要不要跟我回去？去你妈妈出生的地方。第80章，两个星系的继承人星冕苏兰过来之前，就已经将他过去的资料调查得一清二楚，在看到他吃了很多苦头时，心疼坏了。难怪看起来这么清瘦，精神体只有一个小光点大小，都是年幼时九死一生，没有打好底子。如果他们早知道苏兰的存在就好了，他们就不会让他一直在外边流浪，他现在也能在他们的保护下撒娇。星冕看到苏兰过来，打算把人先带回星辰一族养一段时间再说。他们的星系远比大部分星系都要富裕，医疗也更为优越，足以将苏兰养大。苏兰对妈妈出生长大的地方很好奇，想亲眼看看妈妈过去的生活痕迹，但是他舍不得爸爸。可是不跟爸爸说一声，爸爸会担心的。莫格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去的战友和朋友都变成了坟地，真正的变成了孤寡黑龙。苏兰不能放任爸爸独自一人待着，哪天他又因为退化症出了事，他不知道怎么办。星冕假装不认识莫格，不必管他，让他自己过来找。他这么大的人了，自然会驾驶星舰过来找。莫格，你的幼崽很好，现在是我们星辰一族的了，不服就让星痕过来反对。星冕偷幼崽刚跑几步，就被不放心紧跟儿来偷看的莫格当场抓住，一把将苏兰夺了过去，脸上满是对别人偷幼崽的无奈。岳父，我还在，你们就要把我的孩子带走，这不合适吧？现在崽崽是兽人星系的小殿下，我唯一的继承人，跟你们没关系。他一会不在旁边盯着，就总有人想背着他偷幼崽。可恶，你就不能自己再生个幼崽吗？天天盯着他的崽偷。
莫格怀疑自己得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偷幼崽的诅咒，看不好还在就没了。等我在星际公布苏兰的身份，他也会是星辰一族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我带回去很合理。星冕坚持己见，已经提前为苏兰做好了各种安排。你们太溺爱幼崽了，为了孩子的成长，还是在我们那边完成教育比较好。我带大了星痕，就能把苏兰好好的带大。他未来的课程已经安排好了，苏兰无论去哪里都逃不开学习。他好奇地看了一眼星冕给他安排的课程，在看到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行程时，震惊得说不出话。凌晨4点起来学习，半夜11点才能休息，睡得比狗晚，起得鸡早，还得出席各种重要的场合和各种补习班，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太卷了。苏兰大概知道了妈妈年轻时闹着去冒险旅游，又让她珍惜好日子的说辞是怎么来的了。怪不得个个都在吐槽莫格太溺爱苏兰了，现在他确实轻松多了。苏兰用求救似的目光看向了莫格，爸爸，救我！不行，他还这么小，你们那边的教育逼太急了，这边比较适合他。莫格收到苏兰求救的目光，直接驳回了这光明正大的偷幼崽的行为，觉得自己的教育完全没有问题。你这教育直接把星痕逼走，还要在苏兰身上用这个吗？还说我们这危险，你那边的争斗也不遑多让。两人因抚养权争夺问题差点当众打起来。苏兰纠结了，他该帮谁？这是苏兰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两个亲人快打起来，他该帮谁？现在的苏兰无比思念妈妈，这种场合他肯定会直接暴揍两边，让他们休战。好在莫格他们还是顾及苏兰在旁边，斗了几句嘴就放弃了打起来。抚养权问题还有得争，现在他们在意的还是关于苏兰现在的问题。莫格，现在不少人正在关注仔仔，你确定要现在就公布他的身份吗？伴随着苏兰的身份，越来越多人关注，各种势力盯上他了。莫格为了他的安全着想，对公开他的另一个身份还需要谨慎，涉及了2个星系的继承权，苏兰未来要面对的压力和风险更多了。星冕，先不，我得回去把一些人清理掉先，我得做好一个盛大的仪式再宣布他的身份，不能让仔仔受委屈。等他生日怎么样，送上一份大礼。自从星痕失踪疑似死亡之后，皇储之位无人引发了族群内部的继承权争斗，试图将别人推上皇储的位置。星冕一度怀疑星痕的失踪跟他们有关系，苦无抓不住证据。现在星痕疑似活着，又多了个顺位继承人，那帮不安分的人估计又要开始搞事情了。2个星系的继承人出问题，能出乱子。远在地心干活的桑翠收到消息后天都塌了，他不跟来的时间里，居然多了个星系过来抢他们的小殿下。果然如他们所想的一样，苏兰的母亲大有来头。桑翠骂骂咧咧后，又窝窝囊囊的过去处理这件事，工作量直接翻倍。他们又讨论了一下现在的局势，打算联手过去战场搜寻线索，寻找星痕的下落。话题太深奥，苏兰听了半天，以他现在对政务的水平，听着一头雾水，听了半天觉得无聊。这个时候，朋友们在光脑中寻他，说是他们外出时无意中得到了个好东西，准备过来找他一起研究。爱莲他们带过来的东西一般都对苏兰的胃口。苏兰告别后匆匆出门，一出门遇到了正往苏兰住处探头的爱莲和赤家他们，身上挂彩了治疗了一下就无所畏惧，正在翘首以盼等着苏兰他出来。看他们充满探知欲的目光和冒险精神，苏兰猜测他们肯定给他带来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看看殿下养伤养得怎么样了？泽维尔送来了家族秘制的药，太好了，看到殿下没事我就心安了。泽维尔以前因他这项异兽的模样而形单影只，除了这几个人已经没什么人跟他来往，他格外珍惜自己的朋友。我才不会有事，说好的要罩你们，不会轻易的倒下。你们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我们在路边买到了一些旧时代的地图，好奇凑在一起研究了一下，打发一下时间。世家掏出了一份从哪里整来的地图，看起来老旧，标记着很多没什么人踏足的区域，据是星际旧时的产物，不少研究学术的人会专门搜集，前往去考古。苏兰好奇的查阅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古怪的事，地图标注的信息怎么跟他曾经待过的蓝星有关联？第81章，苏兰改变了发色，为什么说是旧时代？星际的历史又多又漫长，我还没学到这里。苏兰看到了他们口中的旧时代的信息，好奇了起来。蓝星已经不存在了吗？泽维尔已经成为历史了。苏兰过来这个世界时，追查抛弃案的警察就提起过，他们查不到苏兰提供的地址，在星际当中查不到任何关于他生活过的任何迹象和生活迹象，就像是一场梦。星际世界中查不到蓝星的资料，苏兰前6年的经历和常识放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合适了。据说蓝星灭亡前，不少人类移居外星系，留下了迁移的旧时代，不知道是彻底消亡了，或者是已经融入了别的族群。现在人类已经成为了历史。兽人星系曾经有一些相关的资料，毕竟他们的古文技能跟蓝星有关系，变强需要不断的研究。可惜在战争与流亡的时候，那些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现在想要寻找资料，只能在不同星系寻找人类迁徙的痕迹和资料。苏兰越看越迷惑，那他这几年一直待的地方是什么？他一个死蛋还成功孵出来了。苏兰想到了爸爸妈妈都有失踪的时候，他被神秘人丢弃在星际当中，是不是掉入了什么地方？他长这么大都没有人发现他的存在，他前6年的时间都算是失踪。
好混乱哦。苏兰默默吐槽了起来。几个幼崽凑一起捣鼓了半天，在翻到了背面时发现，这个所谓的旧地图其实是当地的旅游景点，对星际上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游玩，疑似是旅游推广。苏兰挑起了他的好奇心，又告诉他是旅游广告。太坏了，迷雾团团。苏兰确实好奇跟他过去的经历有关，想到莫格最近不让他乱跑，有些哭丧，真想亲自去看看。最近爸爸不让我乱跑，怕坏人把我抓走了。我们可以找一条安全的旅游线路，有监控那种，如果足够安全的话，陛下会同意的。赤家向苏兰他们发起了邀请，几条狐狸尾巴因兴奋熊熊燃烧了起来，毛茸茸的红狐狸耳朵在风中颤动，是真是假不如亲眼去见证。小殿下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冒险？我提前买了导游机器人，为我们规划最好的旅游线路，难得出远门，不好好玩一把太亏了。幼崽们精力旺盛，不知道危险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东西，对哪里好奇就往哪里跑。苏兰他们思考了3秒，很快就应下了。苏兰，好呀好呀，我们伪装一下就过去，别人不知道我们是谁，就不会有人对我们下手了。在光脑上跟爸爸说一声就去玩。藏在附近的随从们根本无法阻拦苏兰他们的决定，只能继续暗中保护，还不忘告知莫格一声，陛下，小殿下又开始了他的冒险，不出意外的话，很可能又要过来捞人了。几个人找了个更衣室做了点伪装。苏兰利用自己的星辰之力改变了自己的发色和瞳色，镜子中墨发金瞳的女孩很快变成了银发一瞳，活脱脱一个星辰一族的幼崽，娇憨可爱，现在跟星痕小时候又有几分相似。这是苏兰在星冕那边新学的技能，可以变化成不同的模样，方便他们到处潜伏。苏兰学得很快，一下子练得炉火纯青，改变了自己的模样，改变了穿衣习惯。不是熟人的话，很少有人能认得出来。苏兰成功了，现在出门不用担心被奇怪的姨姨叔叔们包围了。苏兰最近出门有咩苦恼？最近有不少龙族偷偷从地心过来找苏兰，还有星辰一族的人为了讨幼崽欢心大打出手。这是我们龙族的崽崽，是我们星辰一族的崽崽，快来看，谢谢礼物，喜不喜欢？苏兰走哪里都有不少吃瓜群众看着吃瓜，新网上关于苏兰的消息越来越多。作为风暴中心的苏兰决定再次低调出行。苏兰以为自己已经够离谱了，回头看到他的小伙伴们一个比一个离谱。艾莲和塞拉不仅不低调，反而更高调，身上穿的金光闪闪，像是行走的电灯泡，让人第一眼差点被闪瞎眼睛，绝不会注意他们的脸。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成功了。泽维尔和赤家则比较低调，把自己包的就剩个下巴露出来，跟穿了夜行衣一样。苏兰，大热天的会不会太夸张了？我这个样子出门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我是异兽派来的二五仔，为了防止挨打，我得藏起来，也少点麻烦。泽维尔又是因为外貌困扰的一天，等我再长大一些，就染个头发，换个瞳孔颜色，就不会有这些困扰了。殿下的能力真好用。泽维尔全家都是血凤，偏偏到了他这里生了个跟异兽相似的孩子。泽维尔已经困惑他这个样子很久了，感觉可以混入异兽那边搞点事情都能全身而退。赤家，哈，比我强点。泽维尔只是长得看起来有问题，赤家的实验体身份是实实在在的有问题。苏兰几次出事后，莫格将他身边的人查了个彻底，除了赤家是逃出来的实验体，其他人身上并没有任何问题。赤家没有被操控，逃出来之后没有跟之前的组织有过接触，身边人对他的评价都是品行兼优的幼崽，看起来对别人没有任何威胁。莫格犹豫过要不要把赤家控制起来，活在他们的监控下，防止他哪一天会对苏兰做出什么不可饶恕的事。但是让一个向往自由又没做过错事的幼崽继续生活在他最讨厌的囚笼当中，对他是一种残忍。莫格能为了苏兰继续做出暴虐的决定，但是苏兰做不到看着他的朋友生活在实验室里，坚决地反对了这个可怕的决定。苏兰，爸爸，这个是我的朋友，我是看不到他的未来，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对我没有恶意。我想保护家人、朋友，我想创造一个人人都有光明的未来的世界。他没有犯错之前别关他好吗？他能分得清别人是不是真心实意。崽崽照你们啊。苏兰不知不觉中已经变得越来越稳重，越来越有未来皇储的模样了。莫格在苏兰的坚持下，根据他的想法去做，尊重他的选择。反正无论出什么事，他都会第一时间感到自己孩子的身份。或许苏兰的猜测是对的，赤家没有威胁。赤家不知道的情况中，已经避开了一个被囚禁到死的未来。几个幼崽伪装完毕，跟莫格报备完就去旅游了。安保力量加强化之后的星球比平时稳定了不少。苏兰他们玩了半天都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还买了不少纪念品。直到他们在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艾莲看向了远处两个正在谈话的身影，将他们认了出来。那个不是苏菲娜吗？她跟谁在说话？看起来不太好惹。第82章，她那么大一个九尾红狐狸呢？那个是谁？苏菲娜什么时候认识了星辰一族的人？苏菲娜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过来挑衅苏兰，苏兰还有些不习惯。看到她和一个星辰一族女孩子有说有笑的时候，几个人瞬间藏在角落里暗中观察。走，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旅游途中遇到有趣的事情，苏兰他们自然不会错过。一群幼崽躲藏在了油桶之中，暗中偷听。附近的随从
小殿下这是在玩什么新游戏吗？这种拙劣的伪装真的藏得住？还真能。苏菲娜和对方相谈甚欢的时候，根本没有发现苏兰他们的存在。苏兰暗中观察了一会，发现了这个女孩，她在新面塞给她的资料里见过，是星辰一族的幼崽。苏兰回忆了一下，这算是妈妈那边的远房亲戚星范，他们的年纪差不多，也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她还得叫声表姐。星冕怀疑他们的派系背后害了星痕，正在抓他们的小辫子，叮嘱苏兰见到他们离远点，要是过来挑事也没必要太给面子。一个个笑面虎，不知道背后是什么想法。苏兰试图偷偷展开精神力偷听一下，被屏蔽器拦截了。苏菲娜不知维拉哪来那么多路子，认识是不同星系的人，但维拉有意让两个幼崽之间友好相处。苏菲娜正装着苦恼的样子给星范洗脑，试图在他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你已经看到了我现在的下场了，苏兰的出现会把我们的东西抢走了，最后谁也想不起来我们。你看我们是一样的人，也就是我们关系好，我才会过来提醒你。换别人被苏兰害死了，我都不会说一句话。他要是回去，很快别人对你的关爱就要被抢走了，你喜欢的夸奖和礼物都是他的了，你爸爸妈妈会觉得你没用，不要你了。苏菲娜一挑拨一个准。之前不知道身份的时候，星范和苏兰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印象，互不干扰，他依旧是那个被家里人宠爱的幼崽，在自己的星球中备受瞩目。因苏兰的出现，很多人的目光都不再关注他，讨论来讨论去都在讨论苏兰。现在苏兰的身份在备受议论时，让他感到了威胁，不欢迎他的归来。星范同时收到了家里传来的信息，让他离苏兰远点，这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会尽快过来帮忙，帮他处理掉这些威胁。真的会这样吗？过去他拥有的东西会消失不见吗？他在看到曾经在星际上有名的幼崽苏菲娜，现在逐渐变得默默无闻，成了万年老二之后，他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星范开始思考，要是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那是他无法接受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星范和苏菲娜几乎都是一样的人。星范有些不开心，铺天盖地关于苏兰的新闻让他逐渐焦躁。他为什么偏偏在所有人的面前暴露？这是故意的吗？一直待在兽人星系不好吗？为什么要高调的出现？如果在苏兰公布身份之前把他干掉，是不是里没人跟他抢了？星范在思考危险的事，他们开着屏蔽器正在讨论，外人难以听到他们的计谋。苏兰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看表情，他们应该是在搞什么阴谋。你们有谁懂唇语的？看看他们在说什么。爱莲急着竖起了自己的仓鼠耳朵，第一次听墙角，什么都听不到，让他急死了。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差的位置。电影里一般这种位置的偷听的人都能把关键信息都偷听了，怎么到了他们这里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区别对待啊。世家摇了摇头，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只看得出来他好像对殿下不太友好，没意思，又是在准备各种搞事情。这种场面泽维尔已经在家里见识过了，这看着他直打哈欠，不如继续冒险。塞拉点头附议，依旧迷妹，如果他们想对陛下不利，我会保护殿下的。由于现场没有一个人懂唇语，偷听了个寂寞，一行人窃窃私语立刻半天，偷听了半天觉得无聊，又一窝蜂跑了。苏菲娜听到了脚步声，冲着那些离开的人看了过去。为什么刚才她感觉到了苏兰的存在？在看到其中幼崽一头银发的时候，苏菲娜觉得自己看错了。苏兰不长这个模样，看起来是星辰一族的人。星范看到苏兰远去的背影更是震惊，奇怪，星辰一族的幼崽就这次跟他组队的，他则那么没见过这个人，看起来还很强，是一个劲敌。这个人是谁？苏兰他看到资料时，苏兰莫发惊瞳孔，跟他们的相貌有区别，不可能是他。那个人是谁？这个星球上还有别的竞争对手吗？星范更是脑洞大开，脑补了很多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苏兰根本不是星痕的孩子，不过是一个贪慕荣华富贵冒牌货，真正的小殿下另有其人。星范心想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好好利用起来。苏菲娜总感觉他们在思考什么不得了的事，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妈妈选择的这些盟友真的靠谱吗？苏菲娜想到那些一个个失败的计划，怀疑他在跟文盲说话。苏菲娜挑拨离间成功，也没有那么纠结了，她得抓紧时间继续准备新的笔试，拿一个好名次，继续当妈妈眼里的小骄傲。苏兰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旧时代痕迹，继续嚷嚷过去拍照买纪念品，步伐轻快了不少。赤家作为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那个人，走在最后面保持警惕，防止有不怀好意的人跟在他们的身后。苏兰走在前面，还不忘用精神力关注同行的伙伴。走着走着，他第一个发现了不对劲，瞬间瞪大了眼睛，回头寻找赤家的身影。咦，赤家呢？他那么大一个九尾红狐狸呢？赤家在拐角正准备跟上去时，一个人悄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穿戴着白手套的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声音如沐春风，像在欣赏一个完美的作品。鸡皮疙瘩顿时起来，愣在了原地。居然能活到现在，你倒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出色。玩得愉快，赤家。第83章，龙族后援团。苏兰一回头就发现自己少了个队友，一起出来玩的小伙伴突然就不见了，让他们焦急不已。苏兰，赤家他人呢？他不会被当作流浪狐狸抓走了？兽人化作兽体不说话的时候，总偶尔会有人误以为是迷路的小动物，
抱起就往家里冲，说什么手快有手慢无，闹出了不少笑话。幼崽化受体更是娇小，可以单独抱起来。赤家要是突然变成了狐狸崽子，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苏兰问了刚跟上来的随从，没有人察觉，没有注意到拐弯时顿时消失不见的赤家，带走他的人精神力的强度非常恐怖。现在应该还没来得及把人带走太远，只要他们去找，还有机会找回来。他们马上回头去找，赤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10几分钟都没找到人，已经是大事不妙了。就在苏兰他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旁边的墙上突然弹出了几个龙脑袋，探头探脑，一脸憨厚，身上带着一堆金光闪闪的主包，用小龙崽最喜欢的宝物，试图吸引苏兰的注意。小殿下，我刚刚看到那个狐狸崽子了，我们知道方向，让我们带小殿下去找。巨龙们的目光依旧看着苏兰，眼冒爱心，甚至还不忘记投喂和塞饮料。真是可爱的小殿下，才几岁的小宝宝的，要是他们的崽就好了。嫉妒的龙族开始胡思乱想，这种一觉睡醒突然就多了一个幼崽的好事，怎么就没有轮到他们？又是龙族想跟莫格抢幼崽的一天。苏兰好奇地看着附近藏着的龙族们，姨姨叔叔们，我记得爸爸这次没有同意你们过来，你们这是偷跑出来的？龙族向来是待在地心自己的老巢不出来的一群宅龙，因着苏兰的横空出世，他们成立了苏兰的龙崽后援团，本来打算过来为苏兰拉横幅摇旗呐喊。莫格看了龙族暴发户的审美，觉得辣眼睛，果断拒绝了他们过来丢脸。谢谢，他和苏兰要脸，绝不能让他们毒害了苏兰还没定型的审美。龙族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跟幼崽拉近关系的机会的。莫格不让他们跟着新建过来，难道他们就会老实了？不可能的。龙族是众所周知的有钱，连夜开着新建，悄悄跟了过来，在比试开始几天之后抵达了这颗星球。龙族一落地就听说了苏兰又遇到异兽的袭击，现在还有星辰一族的人要过来抢幼崽，顿时火冒三丈，直接摇人，龙族倾巢而出过来帮忙。他们龙族这几百年来就这么一个幼崽，你们还想抢？这能忍？莫格到底在干什么？不会照顾幼崽别干，不如让他们养，他们不介意帮忙养大一个小龙崽。莫格没有急，想当父母的龙族先急了。他们一路上鬼鬼祟祟的跟在苏兰他们身后，充当临时保镖，顺便把路上不怀好意的人给收拾了一下。莫格虽然在意他们天天想着偷幼崽，但是龙族成年体个个实力强横，他们个个跟在后面当保镖，多点人看着苏兰会更安全，默许了。一听到苏兰有需求，第一时间冲出来帮忙，把好感刷起来，争取以后可以以朋友的名义自由跟苏兰见面。一想到每天都能看到可爱的幼崽，心都化了。苏兰，难怪这一路上他总感觉有很多目光盯着他，回头看又什么都没看到，安全系数还提高了不少，原来是一群丁仔狂魔在看着他。巨龙们争着在幼崽面前表现自己，好几次差点因为谁离幼崽更近而大打出手，一堆金银珠宝因他们的打斗到处乱飞。苏兰拦下了他们，叔叔姨姨们，带我去找，我怕赤家被人抓走了。幼崽奶声奶气的声音如子弹打在了巨龙们的心巴上，龙族直接被幼崽的笑容收买，一把抓起几个幼崽，背着向着附近一道奇怪的力量波动飞了过去。赤家此时现在冷汗都下来了，不用回头他都知道自己身后是自己年幼在实验室里遇到的那个怪人。时隔多年，他居然会再次找上门来，神秘人来破坏他安稳的人生了。赤家反击，但是打不过了对方，变成了赤狐幼崽咬神秘人，嘴里骂骂咧咧的，开始炸毛了。你来干什么？离我远点！你这个变态！赤家变成的狐狸崽子也就一只小狗大小，神秘人一把就抓了起来，开始蛊惑他跟着和他一起干大事。002，跟着我混吧！你现在接近苏兰他们那个群体，可以为我立下大功，我不会亏待你的。神秘人不认可赤家逃出去后获得的新名字，喜欢他的实验体序号，否定他的存在和人生。赤家一口拒绝了，我拒绝。你做让了别人骨肉分离、夫妻相残的各种事情之后，现在又想玩朋友背刺的戏码，满足你那变态的看戏心理。赤家向来都用最坏的想法来揣测神秘人，尤其是苏兰那边知道他和贝斯的经历之后，这个以看折磨别人情感的变态都让赤家全身写满了抗拒。苏兰是无辜的人，是一个不管他的出身经历总会在关键时刻站在他这边的朋友，他才不会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怪人伤害一直信任自己的朋友。神秘人，你这不是很了解我的想法吗？我们可是同一种人，你这珍惜友谊的模样，就像你真的有这些情感一样。赤家很火大，这家伙的语气是在戏弄他吗？还是在把他当作是一个实验体，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来看？察觉到赤家的反抗，神秘人的语气有些怒气了。我不想看到实验体反抗我。002，让你在外边逃了这么久心都野了，这就带你回去，让你乖一点。你把苏兰当朋友，你看你的朋友有过来找你吗？他们把你抛弃了，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改造成安迪那样的实验体。赡养了这么长时间，这只狐狸崽子也是时候派得上用场了。赤家相正在想办法逃出去，他不想变成安迪那种身不由己的实验体，更不想做出对不起朋友和亲人的事情。就在赤家绝望的时候，一声龙啸声响起，铺天盖地的黑影笼罩着他们。苏兰惊喜的声音顿时出现，苏兰从龙背上跳下来，一把将赤家抱走。找到了，神秘人，不许你带走我的朋友。第84章，
龙族倾巢而出，与此同时，巨龙们迅速向神秘人发动了袭击，各种攻击不要钱的一样丢了过去。就是这家伙一直在背后搞鬼，撕碎他！敢伤害我们的小殿下，我打到你叫爸爸！让我看看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敢在我们面前嚣张！我在战场打仗的时候，估计你还没出生。敢伤害仔仔，先过我这一关！龙族们同仇敌忾，恨不得马上把神秘人这个威胁杀了，让苏兰可以平安的活下去。如果只是苏兰和伙伴们，神秘人有机会把赤家带走，还能伤到苏兰，让他身边人痛苦一段时间。但是龙族倾巢而出，一群强大的巨龙同时发动袭击，神秘人本人还是忌惮跟一群龙族同时打起来。打得过，但是没必要。在地心时，神秘人跟他们打过交道，总会有蛛丝马迹让龙族起疑，容易暴露自己藏在地心多年的身份。一旦暴露，往后的日子就没有这么有趣了。来了这么多人，不过是过来跟你们打一声招呼，何必这么紧张？龙族的攻击神秘人一一避开了，优雅的行了个见面礼，鬼魅式的身影化作了浓雾，消失的无影无踪。下次再见了小殿下，还有002。龙族们已经察觉不到附近神秘人的存在。苏兰看向了神秘人消失的方向，这是他们在线下第一次直面神秘人，对他的实力有所猜测。他的实力很强大，现在的苏兰远远不是对手。苏兰感觉自己肩膀上的压力更大了，他要努力变强才行。苏兰询问赤家的身体状况，你有感觉他操控你吗？有没有不舒服？别听那坏蛋的，你才不是002，你是赤家。苏兰又有些疑惑，为什么叫赤家002？他这个项目还有001吗？赤家摇头，没有，我感觉他操控不了我，我可是一个失败品。神秘人要是真能操控他，早就下场了，不用在这里浪费口水，想拉拢他当二五仔。神秘人被拒绝也看不出来他的怒火，是觉得胜券在握，还是别有用心？果然是因为他是瑕疵品吗？一个无法操控的实验体。神秘人的出现让他们的冒险计划到此终结，提前放弃了四处旅游，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赤家身边多了很多人盯着他，把他当作是引诱神秘人出现的诱饵，一旦出现神秘人的身影，马上发动袭击。龙族的集体到来让苏兰的生活热闹了起来。这群龙族哭着闹着，嫌弃安保不好，总让莫名其妙的人接近苏兰，要求待在苏兰房间附近当临时保镖。于是苏兰就看到各种莫名其妙的样子。苏兰一打开窗户，一群巨龙挤在窗户上，豆丁大的苏兰在他们面前还没有眼睛大，真就看着跟眼珠子一样。他们的手里还拿着各种应援横幅，全世界最爱的仔仔，仔仔，仔仔，我为你哐哐哐砸大墙，请加入我们偷幼崽组织。苏兰，爸爸，有怪物！莫格坚持不让他们接近苏兰，还是有原因的，不然苏兰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好好出门和休息了。他们想要偷幼崽的目光藏不住，莫格习以为常的把这群同族统统丢了出去。现在想偷幼崽都偷到了明面上来了，想要偷幼崽，你们就去省。莫格有时候都觉得自己的同族太过抽象。因白天的事情，苏兰晚上睡得不安稳，难得的再次做了一个梦。苏兰梦到自己走在黑暗的地方，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小小的心脏里很快听到了另一道强有力心跳声，仿佛在星际当中一个遥远的地方。扑通扑通，苏兰顺着心跳跳动的方向走了过去，终于找到了心跳声来源。苏兰看到了一个模糊身影，银发的女人看起来身受重伤，昏睡不醒，察觉到了苏兰的接近，睁开了一双眼睛，嘴张了张，不知道说了什么。是妈妈，妈妈，你在哪里？苏兰向她的方向跑了过去，很快就被另外一道赤红的眼睛盯上了，精神力链接瞬间中断。苏兰在梦中惊醒的时候，往日抱着她睡觉的小光球依旧没有回来，悄无声息，就像梦里一样。他们分隔开来，不知对方究竟身处在哪个角落。妈妈，你在哪里？苏兰告诉了莫格他看到的这个怪梦，根据梦中看到的场景，他们推测出了星痕大概的位置，接近了异兽的聚集地，一个从未有人敢深入调查的高危地区。搜寻的范围继续缩小了。苏兰看着莫格他们忙碌的身影，心想他虽然还小，但是是不是可以提前学习驾驶星舰，过去找妈妈？时间一晃，又来到了比试交流重启的时候。苏兰他们收到通知，发现规则已经完全大变样了，这归功于莫格和星冕。他们认为之前的比试打打杀杀的方式太危险，还会混入奇怪的人，幼崽们不仅容易受伤，还会伤了不同星球之间的和气。他们找到主办方，十分和气的表示，如果不改成安全的，他们现在就把星际联盟给拆了，换一批听话的人上去。主办方面对莫格和星冕护崽的怒火还是挺识相。苏兰在他们的场地被偷袭，主办方内部人员还混进非法分子，这对他们的名声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偏偏苏兰的身份不简单，除了是受人心系的小殿下，还疑似是星辰一族的小殿下。这两个族群太护短了，要是再让苏兰遇到危险，主办方感觉联盟的办公楼真要被拆了，连夜制定了新的安全无害的友好交流方式，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怂了。这次的比赛规则很简单，幼崽们会进入一个场地生活7天，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资源丰富的地方生活下去，没有打打杀杀，只有过家家一样的生存。最后的胜利根据直播间的投票来决定名次。拼星际人气的比赛，
莫格和辛勉这才心满意足。沉寂一段时间的苏菲娜听到了新的规则，大喜，这不就是天生为我准备的吗？我现在在星际当中的粉丝也有上千万，我不一定会输。苏菲娜觉得在这次她赢定了。她本来就是在公众面前靠着可爱幼崽的形象当上了星际中最可爱幼崽的人，积累了不少死忠粉。她最擅长的就是在各种求生节目当中经营自己，暗戳戳派水军抹黑对手。苏兰她就没吃过这些苦，拿什么来跟他斗？第85章，别人有的崽崽也要有这种过家家式的生存交流，对幼崽安危并没有什么威胁，跟郊游踏春差不多，让不少担心的人松了一口气。这次主要是看幼崽比较受欢迎，看新网投票决定，主打一个和平友好。在打斗中无往不利的幼崽们遇到了让他们苦手的事。作为被宠爱长大的幼崽，他们没有户外生存的经验，随身携带的吃喝还被扣下了，对这7天怎么过愁眉不展。虽然找不到吃的可以随时退出比试，但是半路被淘汰有点丢脸。爱莲看着自己空空的口袋，失去了零食饮料和电影，让屯屯鼠哭丧着脸。老大，我们会不会被饿死吧？这可怎么办呀？他只会吃，让一个5、6岁的幼崽干活有点为难他们几个。直播间的观众笑成一团，笑死，能打但是不会干活，太真实了。崽崽们到姐姐怀里来，我投喂你们。看到他们虽然战斗力逆天，但是看到不是什么都会我就放心了。要是什么都会，那就真的成了别人家的孩子。苏兰环视一周，看着触手可及的各种资源和童话般的环境，瞬间想好了该怎么度过这几天。跟着老大我混，一天吃10顿，我还能饿着你们。反正我们不追求名次，这里这么有趣，就当一起出来郊游了，趁机出来玩，开心就好。每个幼崽各有各的优缺点，他们各分工合作，摘果子的摘果子，打猎的打猎，还有做饭扎营的，统统都有人干。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是比赛，主打一个重在参与，悠哉悠哉的，看起来特别悠闲。别人的直播间都在用各种炸裂刺激的方法博关注和拉票，苏兰的直播间岁月静好，就是一个踏春郊游节目，各种美食和幼崽出糗的样子逗得别人哈哈笑，童话般美好的旅程让人忘记了忧愁。苏兰在树上摘下了一串可以当香料的果子时，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细碎的阳光透过枝叶洒落在幼崽自带婴儿肥的脸上，更显灿烂，金色琉璃瞳孔吸引人。他蹦下树琢磨做饭。做过几年饭菜的苏兰做出来的美食引得别人食指大动。明明没什么特别的看点，吸引了一堆妈妈粉和爸爸粉，一口一个宝宝崽崽。莫格看着暗暗吃醋，他自己都没吃过崽崽做的饭呢，便宜了别人。龙族们透过苏兰熟练的干活动作，脑补了他过去受的苦难，个个泪眼汪汪，脑补了他遇到了苦难还坚强的活下去的场面，恨不得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找到刚出世的苏兰，将他宠上天。崽崽，别担心，你是最棒的，你们放心的玩去，投票我们自然会想办法。不就是票，小孩子担心什么？一边玩去，他们自然会想办法拉票。身为粉丝后援团，他们必须冲在第一线。龙族的社交群体很广，1号召不少人跟着投票。莫格总感觉他不知不觉的时候，想抢幼崽的人越来越多了，压力日常增大了。崽崽太受欢迎了，又多了不少想偷幼崽的人，怎么办？莫格同时注意到了一件事，就在刚才他看着苏兰的直播的时候，察觉到苏兰正在修行星辰之力的新技能，他富有感染力的温暖精神力正在透过星网与每个观众发生了共鸣。莫格受到影响，察觉到身上的退化症又修复了不少，他身上的退化症已经恢复过半，估计很快就能想起来他过去的记忆。莫格询问星勉，这是你新教给他的技能？星际那么多人，他的精神力可以支持得了吗？不能太过求成，幼崽还是稳扎稳打打好基础比较重要。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技能的恐怖之处，一旦苏兰成功掌握精神力，同时跟多人交流，他的精神力将会到达一定的程度，以后在战场上不仅可以同时给不少人治疗，还能和战友同时进行沟通，这是战争中很关键的信息差。现在还能把星际中有阴谋的退化症解决了，一举多得。苏兰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是他看到不少得了退化症无药可救，自己偷偷琢磨出来的，找我讨论了一会，我指点了一下。不用打你想你，这个技能他学会了对他是好处，受到他精神力恩惠的人越多，他实力进步会越快。星勉看正在游玩的苏兰的目光越发欣赏，慈祥的目光就像在看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越看后背越重目。这孩子不像你和星痕，像我，为了崽崽，说什么也得找族群和附属星系的人为崽崽拉票。苏兰的成长迅速，让他们越来越期待他光明灿烂的未来。这个孩子真是让他们看到了不少新奇的东西。星勉也在偷偷打一个主意，他最近在处理公布苏兰的身份问题时，突发奇想，如果趁着莫格不注意，把苏兰星辰一族顺位第2继承人的身份一起定下来，是不可以把幼崽带去星辰一族的星系，让兽人星系哭都没地方哭。莫格总感觉星勉在想怎么管幼崽，这个不重要，有他盯着，没有人办得到。他现在在意的是苏兰的票数，别人都那么努力，莫格他一个当爸爸的怎么可以落于人后？直接联系上了桑翠。桑翠，帮我动员所有人为崽崽投票，别人有的他不能少，别人没有的他也得有。是。远在地心的桑翠日渐憔悴，
感觉脑袋上的鸽子毛逐渐稀疏，各种生发膏得提前准备起来了。他迟早得把辞职报告交上去，这日子没法过了。2个星系的人疯狂地为苏兰拉票，但是星际当中的文明星系太多，人数广，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一时间也无法马上到达前列。苏菲娜抬头看到苏兰的票数远不及他们，悬着的心终于还是放下来。他靠着过去积累的粉丝混到了前10，苏兰的名次排在了几十之后，比起他这还是差距不少。别的星系的人根本不认识最近回归星际的苏兰，不用太担心苏兰短时间之内会追赶上来。苏菲娜还是放心太早了。很快，星际当中一个横空出世的问题很快就扭转了这个局势。第86章，你一票我一票，载载就出道。退化症近几十年席卷了整个星际，不少人不幸得了退化症，身体随之出现了问题，精神力开始崩溃，记忆混乱，出现各种退化现象。他们要么在等待疯狂，要么等待死亡，从来没有治愈的可能性。然而今天有什么不一样了？远在深海星的沙漠是星际当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退化症患者，为了星球做了一辈子贡献，家庭条件一般，治疗了多年都无济于事，已经被医生宣判了死刑。附近的医师大多已经不愿意为他治疗，更多的是建议亲人准备好他被放逐之后的生活，还有准备葬礼。更多的治疗师更愿意治疗权贵，而不是他这种平民。随着精神力的失控，饱受折磨的沙漠脾气越来越古怪，逐渐出现了返祖现象。拟态水母的精神体即将面临崩溃，逐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现在他的退化程度已经达到了 90%， 水母触手已经取代了他正常的肢体，皮肤如水母一样长时间无法离开水体，不然容易干枯面临死亡。估计再过几天的时间，他就要彻底变成水母。一旦沙漠彻底退化成毫无理智的拟态水母，他将面临被放逐到深海等待死亡的结局。亲人不忍看到沙漠被放逐，这么多年来靠着微薄的收入继续到处寻找医师为他治疗，可是毫不例外的对退化症没有任何治疗效果。沙漠的结局成定局。躺在病床上的沙漠感觉到了自己的死期将近，痛苦不已，打算干点什么减轻痛苦。他一听到了窗外的邻居正在讨论女性及联盟举办的不同文明的幼崽交流，鬼使神差下打开了星际直播间，想凑个热闹，就当是他被放逐到危险的深海之前最后一次接触星际文明好了。沙漠一眼就看到了苏兰灿烂的笑容，一瞬间像是被什么击中了内心，柔软了一分。他的精神力一瞬间变得没那么痛苦了，轻飘飘的就像躺在了云朵上，这种全新的体验让他愣住了。沙漠情不自禁地点开了看起了无聊的直播，还拿出了老花镜认真地看了起来，看着幼崽们童话般的郊游行程，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甚至还颤巍巍地伸出了触手为苏兰投了一票。在生死关头能让自己嘴里的苦涩变得甜蜜一点也足够了。明明就是很无聊的事，为什么他安排看得那么开心？这一看就是大半天，浑然不知有什么温暖治愈的力量正隔着心网悄然渗入他的身体里，混乱的精神力正在缓慢地修复。直到沙漠的孩子带着医师过来为他体检精神力状况，才打断了他痴迷的目光。他们看到沙漠看似毫无变化的模样，有些诧异，但想到很可能是退化症后期病情稳定，每个人又开始着急了起来。这也许就是回光返照吧。这次的医师和沙漠的亲人依旧不抱希望，这么多年了，还能突然发生医学奇迹，开始康复了不成？每个人都在绝望地等待医师的宣判。可是等了很久，他们都没等到医师说出结果。医师震惊地看着沙漠精神力恢复的情况，久久不能说话，像是见到了什么足以引起星际医学大地震的事。医师一沉默，沙漠的亲人的心沉到了谷底。医生，母亲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不管是什么结果，还请救救她。完了，难道是真的救不了吗？医师没宣判他的死期，惊喜地向病床上的沙漠报喜。沙漠女士，恭喜你，你的身上出现了奇迹，退化程度降低到了 80%。医学奇迹啊，我送走了这么多病人，还是第一次看到开始康复的病人，简直是医学奇迹。这还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康复希望的时候，一家人熊熊燃烧起了希望。沙漠吃的药还是原来的镇定药，没换过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才让他的病情好转？一群人查来查去，最后目光落在了沙漠光脑中的直播间。这几天唯一变化的只有这个，可是几个幼崽的直播间真的能做到吗？沙漠半信半疑的继续打开了直播间看了起来，脸上又开始了慈眉善目的表情。过了一会，医师又为沙漠做了检查，发现沙漠的退化程度跌倒到了 68%， 虽然缓慢，但确实有用。医师发现了这个大发现，准备回去找星际医学组织的人讨论这件大事。沙漠激动之下在新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康复经历，希望可以帮到走投无路的病患。看了这个直播之后，我感觉我的退化症疑似得到了恢复，这正常吗？还贴心的附上了图片和链接，星际中类似的标题大多都是骗钱的，骗走病人最后的希望。沙漠刚发出来就遭到了群嘲，什么广告，拉票也不能用绝症来骗人吧，跟那些骗钱的一样恶心。骗子4000家我们家治了几十年都没用，怎么看一个直播就行了？现在的骗子真的是越来越没有良心了，要是真的有用，我倒立吃便便。没人信一个绝症看一下直播就能找到恢复的希望，新网上一片群嘲。
但是总有好奇的人和穷途末路的人会尝试一下，反正不要钱，万一呢？一个个不信邪的人打开了苏兰的直播间，同样被他的乐天派的笑容感染，回头一看，都发现自己因退化症导致的精神力崩溃正在慢慢的康复，个个惊掉了大牙，全是真的，不是骗子。随着站出来说确实有用的病友越来越多，很多寻不到治疗机会的患者一传十，十传百，星际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苏兰的存在，发现对退化症的康复是真的有用，甚至是录播反复观看都能有用。错了，我错了，真的有用，家人们快去试试，反正不要钱，吃便便就吃便便，我认赌服输。我单方面宣布，这就是最棒的仔仔。折磨多年的退化症隐约有了康复的希望，阳光开朗的苏兰在他们的心中逐渐变得顺眼，个个变成了狂热粉丝。他们在看到苏兰的名次时不开心了，这么好的仔仔名次怎么可以落在人后？投票投起来，你一票我一票，仔仔今天就出道。他的票数越来越也多，隐约有赶超前面几位的趋势。不少人看到这个诡异的飙升速度，好奇几个幼崽郊游的直播间有什么好看的，这么多人看肯定有他的道理，不管咸淡，他们都得亲口尝一尝。苏兰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逐渐被星际当中的人熟知。第87章，你们懂什么审美？随着星际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苏兰拥有治愈退化症的力量，苏兰的名字在星际当中逐渐响亮了起来。短短几天就有无数人涌入来看苏兰的郊游，酷一顿投票。苏兰的票数正在一种坐火箭的速度飙升，没一会就飙到前10，一路超车。这匹突然杀出来的黑马引起了不少人的瞩目。这个幼崽到底做了什么，突然间引起那么多人的喜爱？不少人好奇地跟着打开看了过去。这一看，打开了新世界。龙族组建的后援团突然涌入了不少来自不同星球的人，买了一堆周边，甚至还将视频反复观看，恨不得坐星舰飞过来见面。这狂热的态度让龙族们摸不着头脑，怎么还有人比龙族对幼崽还热情？难道是看小殿下太可爱，打算过来抢的？这不行，必须严防死守，防止龙族对外来势力盯上了苏兰，心存警惕，怀疑这其中混入了奇怪的人，将这件事告知了莫格。这么快就有人注意到了仔仔，他的新技能对退化症很有成效。莫格早已经注意到了这飙升的热度，沉思后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应付这些身怀不同目的的人，一个个的已经找上我了。就在刚才，星际当中专门研究退化症的知名医师协会联系不上保密级别极高的苏兰，通过光脑联系上了莫格，表示想见苏兰一面讨论一下关于治疗退化症的事。莫格正在考虑要不要让他们见一面，如果能把这些阴谋产物、退化产物彻底从星际中消灭掉，确实是好事。但是这么重的责任真的要让苏兰承担吗？他还是一个孩子啊，何况星际鱼龙混杂，这些人里有没有2星的人还难说。莫格沉吟片刻，十分干脆地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外交官，让他们去跟应付来自不同星系的慰问，探一探口风，看看他们想见苏兰的真实目的是不是真如他们口中所说。耀眼的人注定藏不住他的光芒。苏兰身上的光在一些人眼里是温暖的，是一种救命的希望，但对一些一直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来说，这道光太过刺眼，会让他们失明，在看不清未来的惶恐中想把这道光彻底毁灭。尤其是光芒遮盖别人的光时，维拉碧绿的瞳孔逐渐变得阴暗，墨绿色的瞳孔越发有种非人感，越发容不下任何对苏菲娜不利的东西。苏兰这平平无奇的直播间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隐隐有种快要冲到前5的趋势，看起来不用几天就可以追上苏菲娜，甚至超越。不允许，我绝不允许我的苏菲娜永远输给苏兰。他的苏菲娜已经沉寂很久了，他好好养到现在这么大的女儿不能输给任何人。维拉现在越来越执着让苏菲娜赢，几乎到了疯魔的程度。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执着让苏菲娜稳居第一的地位。他不管用了手段，只要能赢就足够了。别的选手他已经暗中下手，影响了他们的名声，让他的苏菲娜一直稳居第一的名次。在看到苏兰追赶上来的时候，又想故技重施。为什么哪里都有苏兰，他就没有不会的时候吗？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苏兰永远不来跟苏菲娜争？他每次想给苏菲娜解决路上的障碍，总有苏兰这个障碍跳出来搅乱他的任何计划。没有比他更爱苏菲娜。管家夫人，家族长老那边已经禁止您这边动用资源继续对付小殿下，这不是明智之举。贝斯那边已经开始怀疑他参与了对付苏兰的事情。他最近收到密信，有传闻莫格正在暗中调查他们，怀疑他们是和异兽合作的叛徒。这段时间黑蛇家族安分了不少，主动切断了跟异兽那边的联系。避嫌这段时间，维拉被家族警告不允许他再次出手，他们没有兴趣为了维拉的嫉妒心被盯上。有一部分族人开始转去支持苏兰，在这个未来皇储面前刷存在。黑蛇家族内部已经出现了分歧。维拉，我不动手，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我去跟他们叙叙旧。他不能下手，不代表他不能找别人下黑手。别的星系看不惯暗中下手，跟他可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光脑当中有几个人联系上了维拉，是新犯家中那几位，想跟他了解现在的情况。老朋友，我们已经正式抵达伯克星，有空我们一起见个面。真是瞌睡送枕头。刚念叨着，谁就有谁上门了。他不出手，
不待别人不会嫉妒苏兰因此出手，只需要他们私底下暗中挑拨一下，总会有蠢货迫不及待的想跳到他的陷阱当中。维拉坏心思一转，以接待朋友的名义往酒店的方向走去。维拉与他们私底下的交谈无人察觉，被嫉妒冲昏头脑的人如维拉所想一样，一个挑拨就毫不犹豫的准备对苏兰出手，也是试探辛勉那边对苏兰态度的第一步。到底是谁在喜欢一个平庸的幼崽？是花钱请的水军吧？匿名发帖人，这个幼崽看起来什么都不会，长得又丑，不就是仗着家里条件好花了水军刷票？严重怀疑这个比赛的公平性。现在的星际联盟也被糖衣炮弹腐蚀了，这个专门黑人的帖子顿时冲上来了星际热搜。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套路，无论是在哪里都有舆论造势。他们找了半天，在幼崽身上找不到什么可以喷的地方，就从苏兰平平无奇的表现开始入手喷，甚至说幼崽丑陋。胡扯了半天，明里暗里都在暗示苏兰这个无聊的郊游能吸引那么多观众投票不正常，一定是花了钱。他们一直往这边引导，试图让别人对他的印象变差。只要拖的时间够长，等辛勉和莫格发现舆情不对，在出面对峙的时候，7天时间已经过去了。黑子们才刚开始开喷，甚至不用莫格那边出手，很快就被苏兰的自来水粉丝的反驳声淹没了。我不允许你们胡说八道，我们是自发的，仔仔这么可爱，你们懂什么审美？没品。第88章，人形异兽抹黑苏兰的声音刚出现，没几分钟，瞬间就被苏兰的星际粉丝瞬间盯上了。苏兰他才几岁，又不要钱的帮他们治病，这么好的一个仔仔，到底是哪些丧尽天良的人在抹黑他？他们只是不爱说话，不是没有战斗力了。他们一个个激动的不行，见不得有人抹黑苏兰，纷纷在新网上发声维护苏兰。当我提不动刀了，贴主出来，我们去找个没有星际法律的星球决斗。我不允许任何人说仔仔，仔仔是最可爱。要不是有苏兰，我现在已经被放逐了。我不允许没人看到他的好。凭什么说我们是收了钱？我们甚至想倒贴。他们吹得一个比一个厉害，大有谁敢说一句他们就亲自上门谈话一样。比那群维拉本来以为是莫格那边准备的人，仔细一看 IP 地址，发现来自不同星系，都是自来水。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两方人马开骂了，越是骂越是逆反，疯狂给苏兰这边刷票。这个骂战还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这说的是苏兰，他这个毫无特色的直播间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就进去看了一眼，然后发现了新世界，反而让苏兰在星际当中的名气越来越大。伴随着星际当中一堆退化症患者的病情恢复，苏兰的出现被星际当中一个势力注意到了。星际当中一处无人敢踏入的领域，各式各样的异兽们在此地徘徊，正在四处搜寻猎物，危险的气息随处可见，让人察觉到他们的踪迹就躲得远远的。一个正坐在异兽身上的人影正在用劫掠来的光脑查看外边世界，周边清空了一片，附近再无其他异兽敢接近他。黑得发亮的墨发与异兽如出一辙的瞳孔可以辨认他就是异兽，浑身的气场看起来十分骇人。传闻中的人形异兽，人形异兽在星际同样是一个传说，传闻他们操控着兽形异兽发动袭击，甚至有自己完善的社会体系，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真正聚居地和真实相貌。他注意到了散布出去的退化症正被一股神秘力量治愈，他们暗中操作的计划受到了冲击，他难得皱起了眉头。新网上的热搜指向了苏兰，这个幼崽破坏了这一切，让他眯起了危险的赤红瞳孔。那个人说过不会有人知道怎么解决退化症，这个幼崽怎么回事？他跟我们撒谎了。苏兰是继莫格和星痕之后第3个让他感觉到威胁的人。他好奇地找到了苏兰的照片，终于看到了这个一出手就将他们的计划搅得天翻地覆的幼崽的模样。苏兰那双金色琉璃眼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想到了一道不管不顾闯入他们的地盘当中的精神力。是他吧？真是大胆的小鬼，不仅敢用精神力到处乱跑，还敢出手搅和他们的计划。他得亲自联系一下那个不露面的疯子，问问他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当初明明有机会杀了这个还没成功孵化的敌人，为什么会放任他成长到现在，还长成了一个大威胁？总不能是因为觉得太无聊，想给自己增加一些难度吧？他们都开始怀疑当初跟神秘人的合作究竟是不是好事，或许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阴谋。神秘人目的不明，主动找到他们，提出了很多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看似跟他们合作，又暗中扶持对抗他们的势力，坐山观虎斗。神秘人会被利益打动，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总是暗中干出各种奇怪的事，是个难以掌控的人。异兽势力那边暗流涌动，苏兰这边依旧兴高采烈，丝毫不知外边的世界的变化。苏兰带着朋友郊游了7天，出来时神清气爽，几个人有说有笑的，甚至准备找个机会去别的星系玩耍。苏兰一出来发现默默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看他的目光各不相同，有喜欢的、嫉妒的、崇拜的，也有狂热的，甚至到处都是不同风格的应援横幅。苏兰还以为自己到了什么粉丝见面会，让他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发生什么事了？有种一觉睡醒变成了大明星的感觉。苏兰看着这个场合摸不着头脑。爱莲惊讶地看向了大屏幕，拉着小伙伴们看向了那边。殿下，快看，你的名字在最上面，是第1名。苏兰，
他顺着爱怜的视线看向了大屏幕，苏兰的名字正十分高调地挂在最上面，所有人的口中都在讨论他的名字。现在的苏兰是星际当中最受欢迎的那个幼崽。发生了什么？难道真的有那么多人喜欢我？苏兰揉了揉眼睛，看向了榜单上的名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可我没干什么呀。他就是一边旅游一边练习了一下自己的新技能，怎么一出来就这么多人在讨论他的名字？真是新奇的体验。他的名字挂在第一位，他的名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正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星际当中慢慢流传开来。投票结果已经出来，苏兰第一名最终已经成了定局，苏菲娜再次第二名，失之交臂。他冷静地看着依旧万年老二的局面，一言不发，不知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身为第一名，苏兰将得到了星际联盟准备的大礼，那是一块五光十色的石头，拳头大小，靠近能察觉到猛烈的能量波动，看起来价值不菲。据说是一个高级异兽死亡之后留下来的能量石，吸收可以提高精神力的强度，在星际当中十分罕见，一直保存在星际联盟的仓库当中，现在当作奖品送了出去。苏兰一看到漂亮石头，龙族热爱宝石的本性觉醒，毫不犹豫地收了下来。真好看。现在他不缺让自己变强的资源，不如收到自己的小金库里，说不定哪天会派上用场。等找到妈妈，送给妈妈当礼物。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突然出现了一道质疑的声音。不可能，他怎么会是第一名？是造假了吗？我怀疑星际联盟的公平。第89章，同时维护，谁这么勇？居然第一个跳出来找死，佩服佩服。出头鸟一句话，让不少人纷纷侧目，震惊。星际当中居然有这么大胆的人，敢对当面质疑苏兰。他们好奇究竟是谁敢第一时间跳出来比试的公平。苏兰第一名的名次出来的时候，不少人看着苏兰这个过去从未听过的名字，很快就出现了不服的人。一个偏远星系来的幼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还是短短时间内就从几百名窜到了第一？这个速度做星舰都赶不上，是不是有问题？他们心里质疑，但是看到莫格和星冕这两个煞星坐在高台上冷脸，像两个守护珍宝的凶狠巨兽，很快就怂了。苏兰第一肯定有他的道理，这不叫怂，叫从心。没想到他们当中出了一个出头鸟，这热闹不得不看了，看看哪个蠢货居然敢当第一个跳出来的。极度又贪婪的人容易被利用，只需要一点点资源就可以让人有勇气在众人当中当第一个出头鸟。出头鸟本人鼓起了勇气，在人群当中振振有词的开口就是污蔑星际联盟居然暗箱操作把票数改了。苏兰他一个什么也不会的幼崽，究竟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这不是暗箱操作是什么？现在在场的人还有不少人不知道苏兰的能力可以治愈退化症，对苏兰怎么吸引了那么多人喜欢他？如果出头鸟知道，那给再多的好处他都不会选择跳出来承受众人的怒火。出头鸟心想，当着在这么多人的面，莫格和星冕为了脸面不一定会当众对他怎么样，何况星冕现在还没承认苏兰的身份，他不一定会管这个幼崽。等他搅和了这趟浑水，拿了资源就离开这两个势力无法伸手的地方，找个地方一躲，不信他们还能找到他的踪迹。出头鸟，你们都不敢质疑，我问心无愧我敢。今天没有公平的结果，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话语刚落，两道咬牙切齿的声音顿时出现，冷得掉冰渣的声音让现场的温度下降了好几度。你在怀疑我的女儿？你在怀疑我的孙女？杀人一般的语气顿时让这个多人身体不由得颤抖了一下，让他们看看究竟是谁敢当面过来找仔仔的麻烦。莫格看了过去，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一看就是被人推出来试探他们的反应的棋子，看看他们在不在意苏兰，一旦露怯，背后的人瞬间就会冲出来将没有人庇护的幼崽撕碎。他大概能猜到都是哪些人。莫格岂能如他们的愿？邪魅霸道的语气中满是怒火。你敢出面质疑，那你知道被证实是污蔑的话将会面临什么结果？你会死，直接抓回兽人星系判刑。他们背后的人敢出面，那就一起抓回来，通通判刑。敢对付他的孩子，就要做好承担他的怒火的准备。我看你的种族好像是星辰一族的附庸，谁叫你胆子这么大，敢污蔑主星系的小殿下？星冕冷脸，冰山式的脸下满是杀人的危机。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罪名？相看两厌的翁婿不约而同的为了苏兰出头，他们的怒火让周围的人察觉到之后纷纷退散。好恐怖，这吃人的目光。出头鸟现在有些后悔见钱眼开收了好处来对付一个幼崽，打了小的两个老的过来了，惹了这两尊大佛，他真的还有机会离开伯克星吗？在莫格和星冕审视的目光中，出头鸟感觉他的所有的心思都被挖出来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冷汗浸透了他的衣裳。怎么回事？他们是真的想杀了他？你们是不是太霸道了点，居然问都不问缘由，直接护着苏兰。莫格和星冕两人同时维护苏兰的场面让附近的人窃窃私语，频频看向了苏兰。不傻的人都看出来了，苏兰是两个星系的继承人，几乎是肯定的事情了。现在谁出来找麻烦，谁就是出来自寻死路的人。也有人悄悄看向了星范。据内幕人员爆料说，自从星辰一族的大殿下失踪，默认他已经死在外边后，内部因为继承人的问题大打出手。有一脉据说打算把星范推上新的继承人位置，
隐约有想对辛勉出手的迹象，导致辛勉为了稳定内部，这么多年没有机会出去找星痕的踪迹。苏兰的横空出世，成功打破了所有人的美梦。这位曾经的继承人，他和背后的家族会善罢甘休吗？还是说现在这一幕就有他们暗中下手试探的手笔？辛范背后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果然这丫头果然是星痕的孩子，辛勉才会这么护着她。现在这个人该死了，可不能让他供出我们。这次试探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辛勉对苏兰的态度。辛勉很维护苏兰，星痕在不在，他肯定把权力让渡到苏兰这里，也不会让他们得到。当初要是没有苏兰多好，星痕失踪都没找机会摆他们一道。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利用完就要等死的出头鸟依旧振振有词，哪怕他已经怕得不行，你们的威胁我才不怕。星际联盟这里是你们的地盘，难道就不该出面向我们苏兰有没有提前作假吗？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一路作死，万一苏兰真的弄虚作假，他就有办法在骚乱中逃离。莫名被提及的主办方在众人的质疑目光中不得不行动，顶着莫格和星冕杀人的压力，温柔地询问苏兰。面对他们的质疑，苏兰殿下有什么话需要说的？我们这边帮忙登记一下，是真是假我们会调查，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他们真的没有暗箱操作，他们知道苏兰是无辜的。我没有作假，我现在就能证实。苏兰已经想好了怎么应对这件事，他们是因为我的能力可以治愈退化症来的。我现在就让你们知道是真是假。苏兰不唧唧歪歪，他干脆就再次调动了自己的精神力，在场地当中向所有人展开。自信骄傲的女孩让人挪不开眼睛。治愈退化症这不是什么难事，是不是真的感受一下就知道了。第90章即将迎来生日，苏兰的新技能在7天的试炼当中向星际当中不少人扩散开来。在场的退化症患者瞬间感觉到他们疼痛混乱的精神力瞬间得到了改善，一下子所有人终于肯定了苏兰确实这期间无意中治疗了不少退化症患者。他靠的真本事吸引了不少人。星际当中的退化症患者很多，在上面受了很多苦头，只能等死，现在有治疗的希望，个个十分激动。不少人瞬间看苏兰的目光越来越灼热，本来可爱的幼崽在他们眼里镀上了一层光，那是他们的滤镜。崽崽是无辜的，他是实至名归，快把这些污蔑的人插出去，谁也不能污蔑。我现在后悔了，想把票给苏兰，这还来得及吗？这是光，是什么神话？崽崽救救我！一堆人为苏兰作证，出头鸟感觉到不妙，转身就跑被莫格的人抓了起来，刚准备调查他背后的人是谁，这个人突然中毒身亡，证据链断了。这个波折阻挡不了这些人对苏兰的狂热，疯狂的人越来越多，目光灼灼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恨不得把苏兰带回去供奉起来。苏兰被他们的疯狂吓了一跳，苏兰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块唐僧肉，谁来都想咬一口，还不忘想把他拐跑。他哒哒哒的往莫格的怀里跑过去，干脆坐他怀里，让老夫亲自带着清空周围人的危险气场，吓退他们。维拉躲在房间中，冷眼看着苏兰，对他越来越强大的能力感到了深深的忌惮。这才没多少时间，他已经成长到了这个地步。没想到苏兰这死丫头还有这种本事，是我小看她了。退化症的研究，我们可是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这么快就没了。维拉认出了他们组织当中研究了很长时间才搞出来的退化症，明明这么多年没人可以破解得了，甚至莫格也中招了。莫格中招本来在他们的算计当中，他彻底陷入疯狂变成无理智的野兽的时候，就是他们收割果实，让苏菲娜变成真正的龙族，在异兽再次来袭时大放异彩，将兽人星系控制在自己手中。强大又能治愈退化症的苏兰横空出世，彻底将他们的美梦击溃。现在他们的心血已经化为了乌有。维拉怀疑当初信誓旦旦说退化症天衣无缝的神秘人是不是留了一手，在这里等着坑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得防着他想方设法接近苏菲娜，他说不定有别的图谋，到现在还不让我们知道他的真面目，真是个怪人。维拉除了在意黑蛇家族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家业之外，最在意的就是苏菲娜这个陪伴多年的孩子。她完美的女儿，被她寄予厚望的女儿，不允许让神秘人插手。苏菲娜正好奇在门外偷听，听维拉最近都躲在房间里做什么。妈妈为什么总是防着那个看不到脸的叔叔接近她，每天都要检查神秘人有没有找上她？他会害她吗？苏菲娜总感觉自己故意忘记记忆里，忘记了很重要的事情，怎么就想不起来？她应该没有得退化症。苏菲娜突然想回家，趁着维拉不在的时候，把家里翻个底朝天，看看私底下都在干什么。直觉告诉苏菲娜，妈妈可能是在做什么坏事，还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坏事。可是她想帮妈妈，让她开心点。几岁的幼崽还是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和探索新的年纪，不可能不皮的。这段时间莫格很忙，不少星系正在努力联系莫格，想合作把退化症的事情解决掉，纷纷邀请苏兰前去他们星系做客。龙族最近忙着防着这些想偷幼崽的人，这段时间神秘人没有再次出手，没有再惹出什么乱子。苏兰还是挺快乐的。伯克星这次的行程到此为止，随着越来多的人想认识苏兰，莫格已经感觉到了女儿被抢走的危机，连夜带着苏兰往兽人星系的方向飞了回去，免得有不怀好意的人对苏兰下手。
苏兰在星舰上想到了自己在伯克星得知的关于蓝星旧时代的事情，决定找一个权威人士问一下。星舰上对此最了解的人只有莱恩教授。莱恩教授对古文非常了解，笔试期间据说跟老朋友们去调查旧时代的历史，加深对古文的了解。他对历史也有一些了解，苏兰说不定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苏兰找到莱恩教授的时候，气质儒雅的青年正坐在桌子边整理资料，温柔有耐心地解答苏菲娜的问题。他看到了苏兰时大喜过望。小殿下，你也过来了。苏菲娜不满苏兰过来，但是莱恩教授在旁边，他选择默不作声。讨厌，怎么哪里都有苏兰？苏兰老师，我和苏菲娜都有好成绩，回去的作业能不能少点？还有，我有一些想问的。出来这么长时间，他的作业肯定堆积很多，一想到那么多作业没做，他觉得自己一段时间不能好好睡觉了。小殿下，苏菲娜包揽了第一第二，你们都是我的骄傲，作业还是不能少的，不努力会退步的。全程都在吃瓜看戏和旅游的莱恩教授看到了这次笔试的结果非常满意，但是依旧不会减轻他们的作业量。你想问什么呢？是关于这次笔试的问题，还是跟苏兰的技能有关系？苏兰老师，蓝星怎么不见了？还有上面的人类去哪里了？莱恩教授有些意外，苏兰会提起这个鲜少会有人提起的星球。我最近忙着跟老乡识们考古，发现了不少好东西，你们愿意听吗？莱恩跟苏兰他们谈起了这些古代历史的就是新发现。蓝星在灭亡的时候，外逃迁徙的人类之间好像发生了分歧，引发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持续了很久，分歧的几方势力发生了战争，死了很多人，之后他们的身影就慢慢消失在星际当中。苏兰乖巧坐在附近思考，人类真的已经消失了吗？不久前他还在蓝星生活，现在发现早就消失了，反差实在太大了。哈哈哈，谁知道呢？现在已经没人见过了，只能在文物里寻找踪迹。莱恩教授开玩笑式的口吻谈到了一个话题，以前还有人怀疑兽人和异兽是从蓝星里出来的说法，没有证据，这个说法已经没人再提起了。苏兰，这个他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莱恩教授对这些我不太了解，提到了这个猜测就没再说下去了。这些深奥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为了诱宰他们准备的，就当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苏兰回到了兽人星系后，整个星系正在紧张地筹备一件大事，他们的小殿下即将迎来他的7岁生日。第91章生日宴会准备中，这是苏兰出生以来第一次准备过生日，对此有些期待和小紧张。没想到一直被嫌弃的他会等到别人为他准备生日的那天。桑翠放了1个月的长假去度假了，他的生日宴会主要是莫格和其他大臣在处理，忙得脚不沾地的。桑翠忙成这鬼样，至今还不辞职，对这份工作确实是真爱了。新棉打算在生日当天公布他的身份，给星际一个大惊喜。星系当中不少人都在关注苏兰这个疑似2个星系的继承人，又有治愈退化症的人幼崽，纷纷留言想在生日当天过来庆祝生日。外交部头一次这么忙，有种预感苏兰这次的生日会很热闹。莫格那边已经和星际当中达成了协议，可以制作出各种治疗退化症的饰品和周边，共同解决退化症，同时还不忘狠狠宰他们一笔。苏兰每次看到别人激动地捧着饰品的样子，都有种羞耻的感觉。明明是好事，为什么他会感觉有点尴尬？除此之外，苏兰思念不知在哪里的母亲。上次还说好的生日那天给他一个大惊喜，转眼间就为了救他离开了，现在就连梦中也找不到他的踪迹。这么久了，还没见到小光球回来，妈妈什么时候回来？苏兰想到了之前小光球让他许愿的时候，他看着天上的星辰许了个愿，如果妈妈在生日那天可以平安回来就好了。刚许完小小的愿望，保姆机器人走了过去。小殿下，您的好友赤家正在光脑当中找你，需要沟通吗？不需要的话，我们这边帮忙回绝。赤家虽然身边多了很多暗中监视他的人，但是不妨碍他继续想方设法赚钱，早日变成符文。外出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通过光脑跟苏兰提了一嘴，赤家每次都能给苏兰带来不少重要信息。苏兰迫不及待地联系上了赤家。赤家，你那边是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苏兰玩心大起，想趁最近悠闲在兽人星系玩一段时间。赤家，小殿下，猜一猜我发现了什么？这次生日宴会的地址，我发现黑蛇家族的人提前带走了很多东西。很奇怪，一个宴会地址，他们反应怎么那么大？生日宴会的地址是黑蛇家族经常迎来度假的地方，维拉曾经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因为足够大，又适合招待来自不同星系的客人，现在被用作生日宴会的选址。在被征用之前，世家路过，看到黑蛇家族的举动，起了好奇心，在光脑上跟苏兰提了一嘴。苏兰脑子一转，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那要不要去冒险？我们偷偷的过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不会有人发现。苏兰日常热爱到处乱跑，世家最近对冒险有一些阴影，不好吧？我怕神秘人又继续出来抓我们。你要是又出事了，我迟早被关起来。苏兰，有我在，爸爸不会关你。莫格一向尊重苏兰的决定，他决定护着的人，莫格真拿他们没办法。赤家一咬牙，决定舍命陪君子。好，就这样说定了。很快他们2人就鬼鬼祟祟地前往了生日宴会的大别宫。苏菲娜正坐在星舰上郁郁寡欢，
多次的失败让他不敢面对妈妈的怒火，妈妈对他很是失望，一段时间不肯见他。苏菲娜想去妈妈的怀里撒娇，又怕挨骂，她暗骂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没有一次是让妈妈满意的。就在这时，苏菲娜看到了苏兰和赤佳偷偷地潜入了不远处的生日宴会。苏兰，她怎么在那里？现在是她的地盘了，直接进去不就行了？难道是提前过来看自己的生日宴会布置的怎么样？提前炫耀自己完美的人生吗？苏菲娜越想越不痛快，痛恨苏兰一直阻拦她的成功，害得妈妈对她越来越不满意，让她惶恐不安。苏兰在的地方，苏菲娜就想过去搞鬼，再怎么样都不能让苏兰一直嚣张下去。如果能找到他们的把柄送给维拉，那就更好了，妈妈就会高兴了。苏菲娜趁着管家不注意，偷偷溜下星剑跟了过去，收敛了自己气息，用自己的一个技能隐藏起了自己的身形，以透明人的神音不紧不慢地跟在苏兰他们身后。让我看看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生日宴会场地里面挺多仆人和机器人正在布置生日宴会场所，排除所有危险，看起来十分忙碌。苏兰和赤佳刚潜入就被大家发现了，再次被投喂。小殿下，您带朋友来要了，要喝点饮料，吃点糕点吗？很多东西最好别提前看，那样生日就没有惊喜了。小殿下您太可爱了，玩捉迷藏要小心撞到家具。他们对苏兰的到来一路亮绿灯，提供了保护，任由他们两人在这里捉迷藏冒险。苏兰和赤佳大摇大摆的在这里找起了大阴谋。苏兰本以为会有什么大问题，找来找去什么也没有，纯粹就是一个普通的度假大别墅。苏菲娜一路跟着看着苏兰到处乱转，一头雾水，看起来像小孩子之间的玩乐的小把戏，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他到底在干什么？走来走去是想耍他吗？好像是什么都没有。难道是我们错怪了黑蛇家族？两人碰了一鼻子灰，什么都没找到，正准离开。苏兰不信邪，展开了精神领域，发现了被他们遗漏的地方。在一个沙发死角下，有一些散落在地的纸张，支离破碎，让人看不清上面的纸张。直觉告诉苏兰，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苏兰好奇心作祟的下，捡起了那支离破碎的纸张。这是什么？赤佳，看起来像病历，几年前就已经被全部淘汰了。没想到还有人用，应该是哪个在这里休养的病人遗留在这里的。星际当中大多病历信息现在都是用光脑登记，不过多年前还会用到纸质。当年因为战争物资奇缺，还不是用光脑记录病历的时候，大多还是使用纸质来填写病历。赤佳对此学过如何恢复字迹，开始捣鼓了起来，技多不压身，他很快就把病历上模糊的字迹全都恢复了。患者维拉，黑蛇，病因车祸流产，身心受创，精神力紊乱，医生建议住院观察休养一段时间。苏兰和赤佳震惊地看着至上医生诊断的字迹。维拉流产，他曾经失去一个小宝宝吗？第92章，维拉的孩子没有成功出生，维拉失去过一个小宝宝。苏兰和赤佳惊讶的讨论声让觉得无趣准备离开的苏菲娜驻住了脚步。她的脑子当中似乎有什么隐藏起来的记忆正在破土而出，心慌意乱，让她想逃离这个地方。维拉流产这个词汇对年仅7岁的苏菲娜太过陌生，即便是这样，也让她感到了随时会被抛弃的恐惧。妈妈不是只生育了她一个孩子吗？她是妈妈唯一的孩子，她最疼爱的小宝贝。苏兰他们在搞什么鬼？难道是苏兰已经发现了她的存在，想要破坏妈妈和她之间的关系？真是用心险恶。她最讨厌苏兰了，不能信不能信，假的假的，都是假的。真信了她，就落入了苏兰针对她的圈套了。妈妈说过了，苏兰的嘴里满口谎言，总是故意针对他们，让她心力交瘁。她嘴里说出来的话，现在她应该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快点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让她做好准备来解决这里的事才对。心底一个声音告知她不能继续听下去了，会破坏她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又有一个声音让她继续听下去。如果她不听下去，一个大秘密她永远不会知道，会错失一个真相。苏菲娜鬼使神差的继续听了下去，她才不是太好奇，这一切都是为了妈妈，就当为妈妈多收集一些证据，让妈妈看到她还是有用的，那妈妈就会更爱她。苏菲娜对得到妈妈的认可越来越有执念，她的耳朵偷偷贴近了墙，继续听着苏兰和赤佳的讨论声。苏兰他们还在这几张病历纸上寻找线索，当作是一个解密游戏。这种个人私事是伤心事，一般不会到处乱说，并没有太多人知晓当年的真相。苏兰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更是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赤佳继续恢复字迹，这里好像写了时间，让我看看。很快他们看到维拉流产的时间。苏兰打开光脑查了那个时间，在一些社会新闻当中寻找一些线索。很快奶声奶气的声音瞬间发出了惊喜的声音，找到了，正是当年维拉和丈夫出车祸的时间。那段时间也是出现叛乱和异兽袭击的时间，安定的生活瞬间陷入了战火当中。因为异兽袭击，很多乘坐着乘客的星舰几乎毁于一旦。维拉丈夫保护妻儿当场死亡，维拉捡回来了一条命，但是和新婚丈夫的孩子并没有留住。她去了自己的爱人和孩子，深受打击。维拉从那之后就变得偏执疯狂，天天怒骂一群废物，防不住异兽入侵，故意破坏了他的家庭。
精神状态很长时间才没有恢复。之后苏菲娜的出事让她的精神状况稳定了一些，之后一直把重心放在了苏菲娜身上，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让苏菲娜成为自己的小骄傲。在不少人眼里，维拉的脾气虽然很差，喜欢到处惹是生非看，但是也是一个失去丈夫之后，为了唯一的孩子到处东奔西走的可怜女人，一个公认的好母亲。如果不是有流产几率和苏菲娜正常出世的时间的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不对啊，苏菲娜不是出生了吗？她们那么像，一看就是母女。苏兰的小小的脑袋上是大大的问号。她曾经羡慕过苏菲娜一直都有妈妈陪在身边，我在新生信息里看到苏菲娜的日期就是正常出生的。所有的记录都显示维拉的小宝宝根本没有留住，之后维拉一直没有结婚没有情人，只隔了几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苏菲娜不可能出生，可她偏偏出生了，时间还对上了。跟维拉几乎是一个模子出现的幼崽，没有质疑他们之间不是母女。那苏菲娜是哪来的？苏兰，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误诊了，还是重名了？星际当中那么多人，重名是经常的事情。赤家身份编号做不了假，也对上了，上面还有医院的公章，这确实是维拉的病例。这让两个幼崽在猜测中感到了迷茫。大人的世界真复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苏菲娜会不会跟我一样是个实验体呢？可惜了，跟她关系不好，不知她的情况。赤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想到这段时间那个组织频繁出现，开始思考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是知道他的身上有没有赤色天平秤的印记就好了，那个消除不了的印记就是实验体。要是当面问这个，感觉会被当作是变态当场打出来。赤家都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他是不是想太多了？很少有人会对实验产物付出感情。赤家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是实验体，对他像正常人一样，创造他的神秘人从来没有把他当人看。现在知道他的身份，依旧对他当人看，只有苏兰他们。如果苏菲娜真是实验体，维拉怎么可能把苏菲娜看得那么重要？赤家一瞬间认为他想太多了。苏兰，好可怕的信息，那我希望他不是。他的人生被否定的话，对苏菲娜挺可怕的。苏兰不咋喜欢总是因为嫉妒到处挑衅他的苏菲娜，但是想想一直以来的人生可能都是虚假的，苏兰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苏菲娜跟他一样也只有6、7岁，维拉那么护着苏菲娜，护着跟自己的眼珠子一样，他真的会是实验体吗？两个幼崽面面相觑了很久，觉得自己想太多了。不查了，这些让大人头疼去了。苏兰把这些东西收了起来，准备去找莫格，让爸爸去查一查有没有问题。爸爸最近在调查黑蛇家族，这些应该能找到真相。苏兰，来都来了，我们偷偷吃些点心再走。回去保姆机器人又得说我吃太多要牙疼了。好，两人又进入了游戏时间了。一墙之隔的苏菲娜偷听到他们的对话，瞳孔一缩，很多被他忽视的信息瞬间涌入了他的脑子当中，与维拉极其相似的面孔骤然变得惨白。他悄悄掀起了衣角，他腰侧上赤色天平秤的鲜红印记十分刺眼，还有一个独特的标记。001第93章，苏兰加冕皇太女。苏兰和赤家正蹲在一起，认真讨论着他们的猜测，稚嫩的嗓音正讨论着他们的猜测，谁也说不过谁。墙外传来了一声不可置信的抽泣声，听起来像是苏菲娜在哭。苏兰他们跑出门外，发现墙外并没有人。苏菲娜在苏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逃之夭夭，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以为不过是错觉。苏兰摸不着头脑，看着空无一人的实在，没人，听错了吗？我们已经偷溜过来很久了，现在再偷偷回去吧。走。赤家临别的时候还送了一个生日礼物，提前庆祝他的生日，殿下生日快乐。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请收下。说完，赤家悄然离开了。苏兰第一次提前收到生日礼物，打开了看了一下，发现是一块精致的精致胸针，完美的戳到了他的审美当中。不错的礼物。苏兰开始期待起了他的生日还会有什么有趣的礼物，往皇宫的方向跑了回去。此时的苏菲娜已经一路跑了出去，跑回了他的星舰当中，心乱如麻。管家，小姐，刚刚去哪了？有人欺负了你？管家算是看着苏菲娜长大的，第一次看到她伤心欲绝的模样，纳闷她刚刚离开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最近维拉忙着应付莫格派过来调查的人，没空在意苏菲娜的心情，让苏菲娜的心情越来越差了。苏菲娜发起了脾气，没什么，路边的积水溅到了我的裙摆，我要回去，快带我回去，我不要待在这个地方，他才不要待在这个鬼地方。哪怕是亲耳听见了，苏菲娜也不敢相信自己所听所见。妈妈这么爱她，对她那么好，爱怎么可能会是假的？都是苏兰他们在弄虚作假，在故意搞她的心态，想破坏他们的母女情。苏菲娜准备回去暗中寻找她是妈妈唯一的孩子的证据。苏菲娜脆弱的心已经摇摇欲坠了，而苏兰把维拉的病历带回给了莫格，天真无邪的声音让埋头处理政务的莫格愣了一下。爸爸，看我发现了什么？一份很久以前的病历，捉迷藏的奖品。苏兰最近看莫格这么辛苦，想帮忙分忧解难，让爸爸不那么累。莫格本以为是苏兰找到的新玩具，看了一眼，对此也有些意外。维拉居然还有这一段过去，他很快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些交给我们去查就好了，现在最要紧
就是你的生日。他最近一直派人调查维拉背后的黑蛇家族和别的同盟，确实发现了他们跟异兽来往还没完全清理掉的证据。他们背叛了帝国，莫格正在召集人马，准备不久之后迅速出手将他们抓起来审问，看看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会选择跟吃人不吐骨头的异兽合作，背后还有什么目的。现在苏兰送过来的证据几乎证实了他们背后确实在搞鬼，他不会让任何危险留在兽人星系。他想让苏兰生活在安定无忧的环境当中，哪怕这次会让地心再次腥风血雨。苏兰期待很久的生日开始了。生日当天，苏兰一大早又被女仆掌门捞了起来，打扮得跟洋娃娃一样可爱，身上的礼服看起来比平时更为正式郑重，是她平时没见过的款式，跟莫格的款式更为接近。平日里的苏兰偏可爱，今天打扮得更威严了。这段时间的试炼成长和礼仪教导，让年幼的苏兰隐约有了莫格的威严，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个小大人。苏兰看了看镜子中的打扮，很是好奇，姨姨们生日为什么要穿成这样？这是兽人星系的风俗吗？女仆长笑呵呵地解释道，陛下今天会有一个大礼物送给小殿下，还会有很多人看着，我们一定会把小殿下打扮成最可爱的样子出席。小殿下，我帮你整理发型。小殿下，让姨姨亲一口。嘿嘿嘿。一通打扮之后，苏兰盛装出现在了生日宴会当中。生日宴会奢华无比，来往都是权贵和各星系邀请的客人，悠扬的乐曲和舞蹈是为苏兰庆祝生日的狂欢。苏兰的生日宴会全程直播，记录下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刻。苏兰到达的时候，盛装出席懂礼仪的可爱幼崽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现在的苏兰被养得很好，瘦弱的幼崽身上养出了不少肉，身上的伤口已经消失，白皙的皮肤透着健康粉色，水汪汪的金色琉璃眼睛更为水润。盛装出席的他特别可爱，像是一块香甜可口的小蛋糕。这里是他的主场，曾经灰扑扑的幼崽变成了众人当中最耀眼的那个。莫格一看到苏兰跌跌撞撞向他跑来，坚硬如铁的内心化成了一堆水，嘴角噙着温柔的笑将他抱了起来，眼中的宠溺藏不住。生日快乐！这是他第一次为他期待出生的孩子庆祝生日。苏兰抱住了莫格，爸爸，晚上好，生日快乐！新冕也已经到达了生日宴会，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莫格，我也是。苏兰好奇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神秘。生日宴会开始了，不少人正在依次为苏兰送来生日礼物。龙族非常期待族中唯一幼崽的生日，给他带来了大量的金银珠宝，非常符合龙族的审美。几个朋友也都送了礼物，不同的星系送来的礼物各具特色。苏兰看着还未来得及拆开的礼物，双眼亮晶晶的，眉眼的笑意显得越发可爱。这个画面引起了直播间的讨论。我也想去。可恶，小殿下的生日凭什么我不能去？我也想去。我这里有不少珠宝可以献给殿下，不知道陛下会送给小殿下什么礼物？怎么到现在还没见到陛下出手？肯定是很贵重的东西。我才是最新限量的新件，我才是陛下的小金库钥匙。龙族最会囤东西了。众人都在期待莫格的礼物。在所有人都为苏兰献上自己的礼物之后，莫格终于开始动了。莫格将苏兰一把抱了起来，往一个方向走过去。苏兰，爸爸，去哪里？这好像是前往莫格的王座的方向。莫格，去拿你的生日礼物。莫格把苏兰抱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抱上了皇位之上。在众人震惊的目光当中，莫格把皇储的位置当做了礼物送给了苏兰。皇冠在他头顶悬挂，象征继承人的金色太阳花勋章在闪烁。他满意的看着苏兰戴着小皇冠的样子，面对所有的镜头，宣布了他酝酿了很久的想法。我宣布，我可爱的小公主苏兰将是帝国的皇储、皇太女，我唯一的继承人。第94章，小光球归来，加冕皇太女。众人震惊的看着苏兰在生日宴会上加冕皇太女的画面，这可是兽人星系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皇太女。她才几岁？谁也没想到莫格送给苏兰的生日礼物竟然会是钦定的继承人的位置。莫格对他唯一孩子的宠爱有目共睹，恨不得把天底下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的面前。远在度假看生日宴会直播的桑翠，陛下，你又在悄悄做什么决定？溺爱幼崽的莫格真是给了他一个大惊喜。虫仔狂魔名不虚传，桑翠有种等他休假回去之后又要处理一堆事情的感觉。这个休假休得他心惊胆战。作为高级打工人，桑翠已经学会随时做出无数应对方案的准备了。生日礼物，苏兰的眼里有些迷茫，发现爸爸给他送了一份了不得的礼物，这就是爸爸的礼物吗？那他以后得变得更强，才能保护整个星系。我将权力赠予我的爱女。亲手为苏兰加冕皇太女的莫格满意看着亲手捧上继承人位置的孩子，向众人发出了信号：诸位臣民，为你们的皇太女献上你们的忠诚。之前地心不少人还在摇摆，现在他就要让他们彻底站在苏兰这里，提前为他铺路。莫格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但是想在那之前提前把所有的障碍扫除。不少人意识到了莫格的想法，很快发出了欢呼声，向我们的皇储献上敬意，为皇太女献上忠诚，愿帝国的荣耀永远跟皇太女同在。苏兰成为兽人星系继承人的事情迅速发酵了起来。莫格这是提前猜到了我们的打算，本来还想趁机把继承人带走，现在不行了，
辛勉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加冕过程，起了攀比心思，不敢落于人后。我们也不能落下，我得把提前准备好的礼物送出去。辛勉向苏兰的方向走了过去。苏兰，老爷。辛勉，生日快乐，这是我送你礼物。辛勉千里迢迢送来了他的礼物——星辰一族的权杖。这是只有钦定的继承人才能拥有的权杖。星恒活着的情况下，苏兰是第2顺位继承人。辛勉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下，再次为他加冕。同时，星辰一族的官方在全星际宣布了苏兰的身份，将生日宴会推上了高潮。祝福星辰一族的小殿下苏兰生日快乐！星辰的光辉永远照耀着小殿下。一句话再次激起了千层浪。他们一直在好奇星辰一族对苏兰的态度，会不会承认他的存在。没想到在他的生日当天居然能看到公布，一公布就是大礼，直接把第2顺位继承人的位置给他安上了。一个幼崽同时加冕2个星系的继承人，这个画面太有冲击性，哪怕是在星际当中也是震惊星际的大新闻。这可是同时拥有2个星系继承权的幼崽。苏兰现在是兽人星系的皇太女和星辰一族的第2顺位继承人，这个身份的重量一下子引起了比较少人的重视。新网瞬间挤爆了。我看到了什么？同时加冕2个星系的继承人，兽人星系的皇冠和星辰一族的权杖。我宣布，苏兰就是全星际当中，这是我们兽人星系唯一的小殿下，你们星辰一族别来抢。权杖都给了，这就是我们星辰一族的，建议赶紧送回来，建议出来决斗，兽人星系不会退让。新网再次陷入了瘫痪，程序员连夜回来修复网络，不少人后悔没能提前要一个名额过来为苏兰庆祝生日，不仅错过了这世纪性的一幕，还错过了提前刷好感的机会。很快，不少人想方设法都要过来参加这个生日宴会，想在苏兰的面前刷好感。在一堆繁琐的仪式之后，终于到了生日许愿的环节。莫格，苏兰，我的孩子，许一个愿望吧，在兽神之下，你的愿望会实现。辛勉，生日快乐。星辰会实现幼崽的愿望。苏兰开始思考他到底要许什么愿望。前6年的人生还没有人为他庆祝过他的生日，现在是他第一次过生日，有点小紧张。他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有很多人期待着他的出生。苏兰许下了人生当中第一个生日愿望，我希望妈妈安全回来，一家团聚。苏兰希望星恒平安无事的。生日宴会渐渐到了尾声，莫格正从善如流地面对不同星系记者的提问，信誓旦旦宣布继承人问题是他早就已经想好的，以后只会让苏兰继承。忙了一天的苏兰带着保姆机器人跑去拆自己别人送来的礼物，好奇地看着没见过的礼物，这都是什么奇怪的礼物？好玩。星际当中的礼物稀奇古怪，很多都是苏兰没见过的礼物，什么会吐金币的蛤蟆，怪叫的植物，半个房间大的珍珠，拆着拆着，苏兰又放在一边了。保姆机器人，小殿下，你不开心吗？苏兰，我今天想要的不是礼物。他不想要礼物，他想让妈妈回来。不如去花园散散心，可能是殿下生日的原因，今天的夜空格外的美丽。保姆机器人见苏兰有些闷闷不乐，开口提议带他去散步。星辰一族的生日当天都会得到星辰的祝福，小殿下不用担心，你的心愿总会得到回应，这是流传在星辰当中的美好传说。苏兰顿时来了兴趣，好呀，走，真的愿望成真吗？苏兰记得抬头仰望星辰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星际，星辰在那个时候就回应了他。苏兰蹦蹦跳跳的跟着过去了，他的生日愿望会得到了回应吗？苏兰心里突然很激动，莫名的在生日当天，他心有灵犀一样抬头往夜空看了过去，夜空上的星辰闪烁了一下，像是在调皮的眨眼睛，在回应苏兰的愿望。这跟苏兰第一次跟小光球见面穿越星际的场景十分相似。泛着金光的星辰从星辰当中落下，化作了光点向他飞来，如最美的流星。苏兰主动伸出手去接住了他，无数光点在苏兰掌心汇聚起来，熟悉的温暖的感觉和小光球让苏兰喜出望外。妈妈，是你回来了吗？熟悉的小光球再次出现在苏兰的掌中，心痕温柔的话语再次出现在苏兰的耳边响起。生日快乐，说好的，生日这天会送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第95章冲锋，我这个出方式帅气吧？我酝酿了很久才找了个最好的出场方式，感不感动？心痕再次回来了，小光球上蹿下跳的依旧活泼的到处乱转，一闪一闪的像是电灯泡，就像他从来没有消失过。我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没有错过你的生日，我没有失约，他和苏兰之间约定好的事情就会想方设法做到。他不想苏兰生日还在因他而哭鼻子。自从身份暴露，心痕一回来演都不演了，直接本性暴露，比之前活泼了很多。小光球活泼但脆弱，每飞一下身上就出现一道裂缝，身上闪烁一下，很快慢慢的修复了，看起来比之前的情况差点。也不知道心痕失踪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看到心痕熟悉的小光球身影安全归来，苏兰脸上出现了惊诧的表情，很快转为了喜悦。苏兰主动抱住了心痕，感受他身上温暖，紧紧相拥的样子，就像他们相遇以来那般那么亲密，两人心连心的心跳有力的跳动。苏兰的声音带上了哽咽，妈妈，欢迎回来，我等你很久了，我很想你。苏兰无望的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他的归来，
本来以为这次生日也会错过了，没想到还是等来了喜讯。这是苏兰目前最棒的生日礼物。苏兰这段时间盘了很久以前的各种细节，知道妈妈一直在她身边。星痕将她带回了星际，一直都在她身边，默默教导她各种技能，保护她的安全，默默关注着她的成长。每天晚上抱着睡觉的小光球就是妈妈。星痕一直在陪伴着她长大。妈妈，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认我？苏兰问出了她一直都想问的一个问题，想知道星痕隐瞒了这么久的理由。我还以为我没人要。你爱我吗？你长大了，比以前更可爱健康了，我一直都爱着你。你这么可爱，怎么会有人不喜欢你呢？星痕看到他不在的这段时间，苏兰身上不仅没有伤口，还比以前更健康强大，心里很是欣慰。之前有坏人盯着，你的存在很特殊，我不想让你遇到麻烦。我本来想让你成长到没人能伤害到你的时候再说，谁知道会发现这么多事。虽然苏兰现在已经快速成长到了让星痕都惊讶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样年纪时的星痕。苏兰听到了星痕亲口回应，心里十分激动。妈妈，我也喜欢你。他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有爱他的家人，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时候了。宝宝，生日快乐！我还是第一次为你庆祝生日，生日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星痕用精神力展开了上万种款式新建的图片，十分大方的随他挑选。挑吧，我给你钥匙，都在我的仓库里。去找你姥爷给你送来，出门打架旅游必备，我亲自挑选的，最适合你用了。星痕还惦记着之前说要送他新件的事情，还真的卡着生日的时间给他送来了。新件新旧款式都有，战斗型的、旅游型的、时尚的、老式的，应有尽有。看得苏兰眼花缭乱，妈妈居然收藏了这么多新件。星痕早就看出来，苏兰她跟以前的她性子很像，热衷冒险，到处旅游，永远都是坐不住的那个。她准备好了新件送给她，当做她未来进行星际旅行的礼物。苏兰挑了一个，其实挑了现在她也用不到，她还没到学新剑的年龄，未成年禁止驾驶新剑。宝宝，我会，回头我教你。星痕对这个非常熟练，迫不及待就想教他。新剑驾驶证件你自己到年龄再去考，以后你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玩了。想听我的冒险故事吗？苏兰，想。苏兰对星痕的冒险故事非常感兴趣，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起了话。保姆机器人们在旁边看着苏兰互动，摸不着头脑。小店下一个人叽里咕噜的在跟谁说话呢？过个生日疯了？看不见小光球的保姆机器人们寻思着不对劲，开始搜索怎么关注幼崽的心理健康，考虑是不是最近的学业压力太大了，考虑将他的课程减少一点。苏兰不知道保姆机器人在讨论什么，他现在还有一个更关注的问题，比起新剑，他更在意的是星痕身上的伤口。苏兰发现小光球上面依旧有很多裂痕，想到之前他裂开消失的样子，苏兰看着有些担心，要是继续受伤，妈妈会不会继续消失不见？想给星痕疗伤，却发现他治疗不了，本来对血清治疗最好用的精神力毫无用武之地，对他身上的裂痕没有任何，这是苏兰无法处理伤口。苏兰的小脸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妈妈，你受伤了，我带你去找医生，爸爸和姥爷那边肯定有办法治好妈妈的病，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已经可以照顾好妈妈了。星痕有些犹豫，真的要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吗？只有精神体还是不完整的，一想到这个场面他有些犹豫，不知道他们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会是什么想法。上次还强行出面，把自己搞得失联了一段时间。近乡窃情，爸爸和姥爷他们担心了妈妈很久，一直在找你，他们一直都想见你。苏兰抱着小光球就往莫格的方向跑，完全不给他拒绝的原因，报个平安吧，他们会很开心你回来。星痕，好，那就过去吧。一路上，星痕还把莫格和苏兰生活的地方看了一圈。很久之前，莫格曾说要带他过来，可惜后面出了事，他还没来过。现在他有机会看到了，这里的星空跟星辰一族的夜空不一样，但是同样格外的美丽。苏兰找到莫格的时候，他已经应付好了各种记者和权贵，来到了他的临时办公室。他坐在王位上，愤怒的和自己的得力手下们正在商讨着一件事。他低沉的嗓音落地有声，说着一件让人胆寒的事：准备好了，准备收网了，全杀了，别让他们跑了。第96章，很久不见，苏兰从没见过莫格脸色这么难看。他和小光球正躲在门后，往里面看过去，好奇发生了什么。莫格看到了纸上的内容，瞬间暴怒，将这些东西丢到了地上，将一些陌生的名讳说了出来，一顿臭骂。他们居然暗地里干了这么多事，敢和异兽合作，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到异兽身上，这么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不妨让我送他们一程。他不容许有任何威胁出现在兽人星系。苏兰想了一下，这些名字都是莫格最近在调查的人，他怀疑他们对外勾结。苏兰好奇地朝地上的纸张看了过去，狗狗碎碎的用精神力探查了过去。莫格察觉到了苏兰的精神力，脸上的表情柔和了一点，让他随意看。他继续交代事情。苏兰发现都是调查好的地心一些兽人家族勾结的证据，包括荣耀一时的黑蛇家族。莫格已经掌控了他们出卖兽人星系的证据，现在已经可以收网了。莫格正在交代属下们准备包抄这些家族，在他们察觉到风向不对，准备逃出地心之前，将他们全都抓起来。是时候宰一些不安分的家伙了，不杀一批他们永远不会停止背着搞事情。
帝辛又将迎来腥风血雨。反正他暴君的名声也就那样了，再杀几批也不会影响到什么。一想到这样，莫格的内心逐渐暴虐，身上的鳞片爆出，金色的兽瞳审视着名单上的死亡名单，几乎当场化作巨龙开杀，杀气腾腾的模样让周围的人颤抖，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干得干净点，别让他们有机会吓到小殿下。他的生日，我不想听到他的哭声。亲卫们拿到了名单，退下了，消失在夜色里。是，他们在这里感慨，只有小殿下在的时候，他们的陛下才会有点人情味，其他时候都是像之前一样是个喜怒无常的暴君。这个时候，他们无比怀念可爱又治愈人心的苏兰。小光球暗中蛐蛐，莫格还是一点都没变。交代完之后，莫格转头就看到了暗中观察的苏兰正在探头看着他，他脸上的担忧挡不住。他突然懊恼自己刚刚是不是太凶了，让苏兰看到他暴怒的样子，还是在他的生日这天，这会不会给幼崽带来心理阴影？在线等，挺急的。苏兰带着小光球一路小跑过去，扑入莫格的怀里。爸爸，你在干嘛？别生气了，你又犯病了。苏兰察觉到莫格的退化症继续影响了他的情绪，继续用星辰之力为替他治疗。莫格的退化症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治疗，已经接近了治愈，但是记忆却迟迟没有恢复。苏兰感觉这其中还缺了个契机。医生说，当初有人做了手脚，需要一点刺激就可以恢复了，不是后遗症。治疗期间，星痕趁机亲了一口莫格。莫格，为什么他刚刚感觉到了除了苏兰一道他感觉熟悉的气息在他脸颊边出现了，还亲了他了？他的记忆深处有什么锁链断裂的声音，尘封的记忆正准备冲破牢笼向他涌过来。苏兰的过来让他收敛身上的暴力，他下意识的不想在幼崽面前暴露出自己暴怒的一面，打算把蛇鼠一窝的家伙给抓了。你生日不该让你知道这些的事的。莫格看到苏兰脸色缓和了不少，这么开心，是遇到了什么事？生日玩得开心点。苏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快乐，迫不及待地告知了莫格一个消息：爸爸妈妈回来了，但是他身上受了伤，我治不了。你和老爷这边有没有办法？两边的医疗加起来总能治好妈妈身上的病吧？莫格，星痕，刚刚那个亲他的人就是他的爱人。星痕，是我，可你看不到我，事关重大。莫格提前联系上了星冕，告知他已经找到了星痕。星痕回来了。正在头疼一堆追问的记者的星冕抬头看向了随身携带的星痕照片，十分激动。我这次一定要问清楚他过去的遭遇，问清楚他过去遇到了什么。星冕因为悲伤而冰封的内心再如遇到了春风，种子发芽破土而出，带来了好消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终于有信息了。他一直都不信星痕死了，年复一年，终于找到了他了。苏兰真是一个福星，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好消息。星冕迫不及待地赶了过来，到处寻找星痕的下落。你妈妈他人呢？苏兰指了指怀里的小光球，在我这里。以苏兰精神体为锚点的星痕现实中，星冕和莫格看不到星痕的精神体，只有苏兰一个人能看到。哪怕是在眼前，别人再思念也看不到他的模样，也听不到他的消息。星痕提前体会了一把死亡的待遇。在见面之前，莫格和星冕还斗了两句嘴。想当第一个见到星痕的人，这对翁婿依旧不太和谐。星痕，他们两人真是一见面就吵架，什么时候能好起来？还当着小孩子的面，明明可以一起见面。苏兰察觉到星痕的怒火，忙出来劝和：你们再吵，妈妈要生气了。两个不待见的人挪到了一个封闭无监控的地方，布下了各种防备，不让任何人有机会过来捣乱。开始吧。苏兰精神力展开，把莫格和星冕的精神体拉入了精神世界当中。精神世界有一个圆桌会议，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三人纷纷看向了空余的位置。星痕随之被苏兰拉进了精神空间，四个人凑一起开始了家族会议。这个会议应该取名叫相亲相爱一家人。苏兰突发奇想，想到了在蓝星时各种家族群名，有点老土。宝宝，这个还是算了。星痕熟悉的声音出现在了精神空间当中，让莫格和星冕齐齐一愣。星痕的虚影在苏兰的精神世界缓缓现身，银发一瞳的女人出现在众人的眼中，依旧跟之前一样耀眼漂亮，让人眼前一亮。星痕双手托腮，笑眯眯地看着面前三人。爸爸，我可爱的宝宝，还有亲爱的，很久不见。第97章丢失的记忆。星痕，你真的回来了，我就知道你没死，我等你等了很久。一看到星冕，看到他身上那么多伤口，老父亲星冕心都碎了，他迫不及待想要替星痕疗伤。你受伤了？你遇到了什么？本体现在在哪里？我去把你救出来。他已经迫不及待想亲率大军前去把星痕带回来。分别了多年，竟然看到了星痕只剩部分残缺的精神体。莫格望着爱人从未变化过的模样，忘记的记忆如雪崩一样正快速向他袭来，精神体正在吸收着庞大的记忆力。星痕，对不起，我忘记了你，这次我会想起来。苏兰也一直在担心星痕的身体状况，时时刻刻盯着妈妈的精神体，防止她出现别的问题。星痕，别急，我的身体我清楚，很快就能恢复了。我没被退化症影响，我还记得来龙去脉。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冒险故事。
苏兰热爱听冒险故事，在旁边竖起了耳朵，想听清楚。要不是在精神世界中，他甚至想整点瓜子、薯片边吃边听。在心痕能道讲述中，莫格记忆深处的枷锁瞬间毁掉，终于知道他们过去遇到的事情。心痕和莫格在战场上相遇，他们掉进了时空乱流，进入了不同的时空相恋，还顺手结了个婚。同时发现了不少事情和阴谋，比如异兽和兽人的来历，如传闻中的一样，他们都是来自蓝星。古文技能能使用也是因为如此。很久以前，星际迎来了末日，很多星系在消亡，蓝星迎来了毁灭。这次大灾变之后，星系迎来了新时代，存活下来的人类外逃，他们的基因在流亡时了异变，但依旧难以适应星际的环境。人类和人类文明正在慢慢消失，无论他们怎么挣扎，也找不到任何出路，绝望的等待成为历史。这当中有人鼓起了勇气，提出了一个大胆又违背祖宗的决定。为了融入了星际，将他们的文明延续下来，他们开始了一个以生存为目的的大型种族基因实验。不少人对此议论纷纷，这期间不知产生过了什么矛盾，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关乎种族生死存亡的实验。这个主动融入新星际时代的实验成功了，融合了各种种族基因的兽人种族出现了，他们不断在星际当中寻找新的居住地，如随风飘散的种子，飘散在哪里留在哪里，生根发芽，慢慢成长，将他们的生命和文明延续下去。大型基因融合试验品里产生了失败品，那就是丧失理智的异兽。他们丧失理智的时候会吃掉兽人，甚至有些人没有人形。因他们吃兽人的恐怖行为，异兽在兽人迁徙途中抛弃了。天天都在吃人的同族，他们真的扛不住，兽人也无法忍受亲友死在异兽手中，发生了内部战争，迟早会自相残杀，直到双方消亡。分开对他们才是最好的。异兽认为，凭什么他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到头来却要被抛弃？这不是他们的错，是兽人抛弃他们的错。这期间有人出来暗中激化了矛盾。异兽认为是兽人害了他们，兽人能生活在光中，有自己正常的生活，他们却要活在阴暗里，恨不得取而代之。几次引起了两方的战争，让双方逐渐成为了生死仇敌，互相认为对方对不起对方。异兽多年前准备再次颠覆兽人星系，暗中联合了地心的兽人，包括莫格的亲眷，发起了内部叛乱和外部侵略，双向夹攻。这次内忧外患让兽人星系损失惨重，兽人和异兽损失惨重。莫格以铁血手腕处理了内患，年轻的他再次踏上了前往对战异兽的战争。在这个持续了多年的战争中，莫格与星痕相识，他们发现了异兽和神秘人合作，正在研究实验体和退化症。退化症可以让星系中不少种族变化成趋向于异兽的本体，方便他们彻底将所有人转化为异兽，建立成一个新的异兽为主导的社会。同时他们盯上了作为龙蛋出生的苏兰，他刚作为龙蛋出生的时候，身上的力量无意中就毁掉了他们好几个退化症实验体。异兽认为他的存在会毁了他们的计划，准备彻底铲除他们。生产完不久的星痕在时空乱流里虚弱，保护妻儿的莫格身受重伤，还被退化症影响了精神力，失去了这段记忆。星痕身受重伤，进入了时空乱流，就此他们两人和星冕失联。苏兰成为死蛋，但是还有一线生机，进入了时空乱流中，回到了过去的蓝星，居然成功孵化了。星痕找到了苏兰，把他带了回来。兜兜转转间，他们再次在星际当中相遇，这就是来龙去脉。现在异兽和神秘人又不安分了，又准备再次卷土重来。兽人星系的内忧外患再次来袭，之后就是向全星际扩散。星痕察觉到了问题，拼死提前回来。不必救我，等下次时空乱流出现，我就能从中逃出来。这么多年了，没人都抓得住星痕，他有自信能从逃离出来。但也是异兽再次进攻的时间，距离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准备彻底倾覆兽人社会，准备好应敌。星痕的归来让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在给他治疗精神体的问题时，开始着手处理内部投降异兽的兽人。在异兽来袭的时候，非把兽人星系当中异兽安插的钉子彻底拔出。次日，众人还在震惊苏兰一夜之间成为炼各个星系的继承人的事情。他们津津乐道的讨论的时候，不少亲卫已经围上了死亡名单上的兽人家族，不少疑似与异兽有勾结的家族受到了牵连，正被带走调查，通通上了军事法庭。发现了不对劲的家族正准备逃离，发现已经太迟了。黑蛇家族的地盘笼罩在被陆续带走调查的阴霾中，提前收到风声，正在陆陆续续收拾东西，想方设法逃出升天。在一片混乱当中，苏菲娜对此完全不关心，在家族的宝箱里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发现之前的怀疑还是成真了，她果然不是自然出生的产物。苏菲娜不敢置信地放了回去，转身打算放回去，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维拉正站在门口，珠宝绿的眼睛正悠悠看着她，幽灵式的身影让她吓了一跳。苏菲娜，你看到了。第98章，苏菲娜是维拉的镜子来。可爱的苏菲娜，告诉妈妈，你都知道了什么？维拉堵住了大门，毒蛇一样的瞳孔盯着苏菲娜，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对她的冰冷和烦躁，让苏菲娜感觉到了烦躁。是谁教坏了你？我明明都禁止你过来乱翻东西了，你还要当小偷？看到这些东西，你就能很开心。
苏菲娜已经发现真相，内心开始崩溃，在维拉的质问中忍不住向他询问了一个问题：妈妈，在你的心里，我是你的孩子，你的女儿吗？还是你在看过去的自己？告诉我。过去种种细节终于被苏菲娜察觉到了不对劲，难怪她跟年轻的维拉一模一样，几乎就像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自己不过是按维拉需要创造出来的基因复制人和实验体，一个痛失丈夫和未出世孩子之后的替代品。她是维拉年幼时的镜子，是她想法的投射，她期待的完美的未来。维拉百般要求苏菲娜，想让她按自己的想法走，不再重现她过去的悲剧。苏菲娜是她的傀儡娃娃，她的镜子，她平行人生里的自己。维拉看苏菲娜从来不是看自己的女儿，而是看曾经的自己。他固执的不让任何人插手对苏菲娜的教育，他在认真塑造自己一个新的未来，一个深受所有人喜爱，不是万年老二，最终登上荣耀王座的自己。他深爱着苏菲娜，但是他更爱的是过去的自己。这是维拉的品质，这是骄傲了一辈子的苏菲娜不能接受的。他完美的人生，一切都是虚假，都是妈妈安排好的剧本。苏菲娜，如果我一直不知道的话，妈妈还会继续骗我到最后吗？这样的苏菲娜不是他想要的。你都知道了，可那有什么关系呢？你只要知道我爱你就够了。维拉理所应当的看着苏菲娜，认为她是自己的所有物，理所应当的目光看起来毛骨悚然。是我创造了你，我就是你的母亲，不管发生什么，你只要按我的要求去做就够了。我们的骨血都是一样的，你是我最完美的存在。你是苏菲娜，也是维拉。虽然提前暴露了，但是维拉认为苏菲娜身为另一个翻版的自己，会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这有什么不好吗？苏菲娜不用自己辛辛苦苦往上爬，只需要维拉在背后为她筹谋，只需要按她的剧本走，就能成为人人羡慕的人。她自己都没有这个待遇，不知足的东西。我不要，我不。苏菲娜的反应很大，她不想当维拉，只想当苏菲娜。我不是你，我不想继续按你的走下去了。一直以来我都已经做了很多错事，我想为自己而活。她一直都是苏菲娜，为什么要让她当维拉？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是苏菲娜第一次不想按维拉的想法来干。光脑中的神秘人听到了全程，饶有兴趣的评价：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听你的，他早就是一个有自己灵魂的人了，就像我另一个逃跑的实验体，都是无法控制的人生。搜捕的人快找过来了，你们应该离开了，不用你管。维拉在听到一向听话懂事的苏菲娜反抗后，她的脸色变得十分恐怖。苏菲娜听话，你是妈妈最听话的宝贝，别让我做。莫格的人正在宅子里搜捕他们的踪迹，他果断出手打晕了苏菲娜，把她抱起来从隐蔽的通道里带走了。维拉带着苏菲娜不知所踪，列入了星际通缉犯当中。这次的大规模围剿震惊了整个兽人星系，被莫格狠辣的手段吓了一跳。按道他们的陛下又在发什么疯？得知他们出卖了兽人投奔异兽之后，改成了唾弃。没想到这些表面风光的人会出卖地心，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和异兽合作？全都抓起来！我就说总是有异兽潜入了兽人星系，都是他们故意带进来的。要不是陛下和殿下及时发现，我们就要完蛋了。星冕回到星辰一族中，也在清理疑似背叛了星系的人。星痕虽然只有精神体了，但是在星网上很活跃。苏兰则在跟各星系合作处理退化症的问题，防止异兽从中作梗。就这样陆陆续续过了1个月。桑翠休假回来，动用了他最擅长的拷问，很快就找到了他们身为兽人暗中和异兽合作的理由。听到他们的理由的桑翠欲言又止，怀疑自己听错了。异兽那边给他们洗脑兽人才是基因融合不完全的产物，他们才是完美的。若是投奔他们有办法把他们转化为异兽壮大力量，还能给他们兽人星系给不了的权力、地位、金钱。在肉体进化和利益的诱惑下，他们选择了与异兽暗中勾结，一直暗中给他们做事。没想到会被莫格调查出来，还被抓起来审问，即将面临死刑。这种骗小孩子的话，他们都信。苏兰听到了事情原委，整个人大震惊，他们就不怕被过河拆桥？到底都是谁在信这些毫无逻辑的东西？爱莲看电影时吐槽的无聊剧情，居然还会有人这么多人深信不疑，甚至出卖一切给异兽他们做事。苏兰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心痕，人总是不知足的，他们不一定相信，但是贪婪让他们敢去赌。现在就剩下了一个问题，那个藏在他们之间的神秘人是谁？这个在背后挑动阴谋乐在其中的凶手是谁？苏兰感觉以那个人找乐子找死程度，神秘人还会再次找上门，他得变强等待那个人找上门。苏兰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想继续变强为大战做准备，发现了苏菲娜不见了。莱恩教授对看好的学生少了一个有些忧虑，四处打探他的消息。事关重大，苏兰没有告知莱恩教授关于苏菲娜的事情。身为新任皇储，身边少不得宣誓效忠的骑士，这是莫格和星痕深思熟虑考虑的成果。苏兰见到了他的骑士和骑士预备役们。第99章，在预备司骑士制度是很久之前就建立的规则，每当有新的皇储，就会选择忠诚于自己的骑士。骑士不仅是跟随在身边冲锋陷阵的战友，哪天登基之后就是近臣，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上升通道，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好差事。
之前莫格一直没有结婚生娃，没有幼崽，自然也就没有皇储。这个制度一直被丢到了角落里吃灰。随着魔盒的身体出问题，甚至以为此生都不会再用上。苏兰横空出世，让不少人又开始讨论起了他身边的骑士位置。苏兰的皇储位置刚确定，就有不少人讨论什么时候会公开选拔。到那个时候，他们会第一时间报名，争取常伴在苏兰身边。尤其是龙族，恨不得暗箱操作，把他们的名字的全都给写上，就能理直气壮地出现在苏兰身边了。官方还没任何风声，他们已经在新网上打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建议按报名顺序定人选，让我来，谁也不能跟我抢。我建议决斗，谁赢谁当。给我一个机会吧，我想近距离保护小殿下，我愿为小殿下干任何事。殿下，请收下我，我会洗衣做饭、辅导做作业、当保安，我什么都愿意干的。我要跟你们决斗，谁也不能跟我抢。退一万步讲，就不能把我们全都收了吗？我们全家都愿意给皇太女殿下献上忠诚。决斗，决斗！早看你们这些偷仔狂魔不顺眼了，来决斗！小殿下身边的位置是我的。发展到最后，一群闲着没事干的兽人真的发展出了线下真人快打。很快，这些无意义的决斗被制止了。莫格不按套路出牌，根本没有公开选拔，直接内定了。一公布，直接让这群生性好斗的兽人断了心思。这个腥风血雨的时刻，公开选拔更容易让有心人混到苏兰的身边，给他带来伤害。这是莫格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不如让他们先帮忙筛选。莫格和星痕经过讨论之后，选好了几个人选。以后苏兰有足够的能力分辨身边人有没有问题之后，再为自己选择骑士人选。莫格对人选颇有微词，但在一直跟在苏兰身边的星痕的肯定下，还是定下了最终的人选。和他几个人选联系之后，苏兰终于看到了他的骑士人选。准骑士人选居然是许久不见的贝斯，英姿飒爽的身影格外的引人注目。他脸上的悲伤和阴霾已经不见了踪影，饱经风霜的脸上更多的是坚毅，似乎是已经做好了新的决定。贝斯殿下，以后我就是你身边的骑士了，以后请多多指教。最近他下定决心，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决定弃医从武了。学医救不了他身边的人，不如主动出击，继续投身在战斗当中。苏兰见到久违的贝斯依依扑到了他的身上，雪豹尾巴将他抱了起来，又体会了一把许久不见的抱尾抱抱。依依，你过来了，很久没看到你了，我想死你了。苏兰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贝斯了。贝斯看起来终于慢慢走出了心理阴影，苏兰为此感到开心。贝斯因2次目睹丈夫的死亡之后，辞了医生的工作，很久没有出现在人前，闭门不见客，经常有人听到他的哭声，可见安迪被利用的2次死亡让他伤心的厉害。苏兰几次登门拜访贝斯，听到哭声犹豫了一下，留下了安慰的东西就离开了。之后贝斯看到苏兰送过来的东西，在某个夜晚终于想通了，他不能继续颓废了下去，只会让仇人暗中看笑话。他要将背后把安迪搞成人不轨的实验体的真凶找出来干掉复仇，用獠牙撕碎他们的喉咙，让他们后悔做出这种离谱的事情，同时也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因此而受罪。恢复了动力的贝斯进入了莫格他们的视线当中。贝斯是苏兰刚来到星际时第一个无缘无故对苏兰释放善意的人，为了他甚至愿意反抗传闻中的暴君莫格，人品这块没得说。经过莫格和星痕观察之后，学识和战斗力惊人的贝斯成了他们选择的最佳人选。贝斯一听可以保护苏兰，也有机会接近仇人，接下了这个任务。小殿下，这是送您成为皇太女的礼物。贝斯变戏法似的掏出了一份礼物，制作这个花费了不少时间，我的礼物来迟了。苏兰看了一眼，依旧是四叶草的精致饰品，经过一些简单的加工，据说可以当成护身符，挡下致命一击，是很难得的贵重礼物。谢谢依依。除了贝斯，还有几个预备役。苏兰探头一看，泽维尔、艾莲、赤家3人，这不就是平时跟他玩一块的朋友吗？预备役更不如说是给苏兰找的玩伴，先从小培养感情，未来成为他最坚硬的臂膀。莫格和星痕开始为爱女的未来开始铺路。泽维尔殿下，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常进入皇宫留在身边了。虽然是预备役，我又不怎么出色，但是我会努力的。艾莲对此依旧有些不敢置信，难道我还在做梦吗？爱吃贪玩的艾莲家里对他没抱什么希望。在收到成为预备役的信息之后，他家族大吃一惊，认为自己之前看走眼，让他好好努力。除此之外，居然还有赤家。莫格有些纠结他的实验体身份，在星痕的认可下，还是认可了他的存在。异兽现在被挡在星际之外，兽人星系目前还是以解决内患为主，继续搜捕个别逃跑的人。苏兰他们怀疑维拉他们可以这么快逃出包围圈，早就收到了内应的消息，还是在神秘人的帮助下逃跑了。所有星舰都已经封锁，经过基因盘查，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维拉和苏菲娜大概率还藏在地心，大概率是躲在神秘人那里了。神秘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可以帮维拉他们逃跑，把人藏起来这么久，居然还没人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苏兰想到了地心当中一个人，他的消息挺灵通的，说不定他那边会有消息。第100章找到了神秘人的踪迹。苏兰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幼崽，说干就干。走，我们现在去将神秘人找出来。我们去问问莱恩老师吧。他在地心认识了很多人，
说不定知道哪里都奇怪的人。老师也搞不清楚的话，还可以问问古文协会别的人，顺便多学点技能。一群人小声讨论了一下，觉得没什么毛病，准备在地心帮忙寻找神秘人的踪迹。苏兰带着一群人前往顾问研究协会登门拜访，看看同样是技术人才，他们身边有没有遇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苏兰他们一过来就遇到了布莱兹会长，正躺在躺椅上看古文文献。小殿下，难得你再次过来协会这里，这次还带了这么多朋友，比之前过来的时候还要热闹。布莱兹会长年迈却清澈的眼睛看着苏兰和他身边的人，无限感慨，苏兰到现在居然变化这么大。布莱兹会长扭头看向了队伍最后的赤狐少年。赤家，这么久了还不考虑加入协会吗？你在这块明明很有天赋，天天忙着赚钱，这太浪费天赋了。赤家对顾问技能有先天的优势，算是天才那个档次的。莱恩教授发现了他的天赋之后，曾经给他送过几次邀请信，想将他邀约进协会，甚至愿意为他申请奖学金。赤家爱一直不考虑进入其中，听说是被童秀蒙骗了眼睛，成日想着赚钱退休，对古文研究这块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这个邀请一直没有下文，这是一直没有成。布莱兹会长对此念念不忘，一脸怨念。你现在反而跑去当小殿下的骑士，又不赚钱了？赤家的狐狸尾巴晃了晃，实在是没有兴趣。本来对骑士也没什么兴趣的，陛下给的实在是太多了。现在他这个实验体身份在大部分人眼中几乎是名牌的了，没想到莫格和星痕还会同意找上了他，他们给的钱实在是太多了。苏兰他们跟会长谈起了神秘人，他这边没什么消息，精明的目光看着他们，提到会帮忙注意之后，他们继续找莱恩教授。莱恩教授正心无旁骛地研究古文文献，一丝不苟的人正在写画画，看到苏兰的时候放下手底的东西，露出一抹笑意。小殿下，你怎么过来了？还带了朋友？你现在比之前优秀多了。两个看好的学生苏菲娜不知所踪，现在只剩苏兰一个人了。莱恩没有提苏菲娜，苏兰也不主动提起关于她的事。怎么说？苏菲娜她很可能是个实验体这件事。老师，我想知道一个人的踪迹，但是我找不到啊。这边有没有什么技能是方便神秘人？抛开变态不提，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身边经常来往的人，说不定也有相同的人。莱恩教授对这个圈子的人比较熟悉，他帮忙分析了一会，若有所思，很快就应了下来。这种人在地心很多，应该就在地心附近。既然是小殿下的要求，那我就尽量帮忙找一下。一找到我就在光脑上告知殿下。来都来了，老师送你们一些礼物。莱恩教授平日里热心教育事业，听到苏兰他们遇到了难以对付的强劲对手，免费给他们开放了最新研究的古文技能。苏兰双眼放光，这么多给我们吗？过来白得一堆新技能，不亏。不用客气，出了我的问题我担责。我希望看到你们变强，在动乱当中活下去。莱恩教授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出手挺大方的。心疼，那是会长的事。来都来了，不薅个羊毛怎么行？他们继续前往下一家，准备继续找一找线索。苏兰他们到处暗中查找神秘人的踪迹，瞒不了暗中观察的眼睛。这么急着找我吗？一群好奇心重的小鬼，不亲眼见到我，永远不会停歇。神秘人对此不慌不乱，甚至无比期待苏兰他们能找到他，像是什么能让他无比兴奋的乐子。既然这样，那我就亲自邀请他们来到我的面前。神秘人第一次卸下了他的伪装，在自己的地盘里露出了自己的真面。在附近看到他真容的维拉诧异又惊恐地看着他，没想到会是你，真是让人意外。这是一个他没有怀疑过的人。神秘人，人生总要有一点小惊喜。他已经做好了接待苏兰的准备。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这段时间异兽频频暴动，开始向星系频频侵扰，他们的目的最终还是兽人星系，频频有异兽到处袭击，边境出现战争的概率越来越高。兽人星系肉眼可见的开始混乱了。莫格最近时不时往边境跑，又开启了战斗模式，天天忙着把异兽驱逐出去，天天身上不是带血就是带伤。苏兰看在眼里，很是心疼。我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最强，那就可以帮上忙。星痕，你已经够天才了，你需要时间成长起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么强。再怎么说，苏兰还不过是一个6、7岁的幼崽，却快逼近莫格的实力了。这样还算差的话，那别人也没啥活路了。不得不说，莱恩教授不仅在学术上有自己的成就，还结识了不少人，他这边的信息渠道确实挺多，一找一个准，竟然真被莱恩教授找到了一些东西。苏兰还沉迷在学习变强当中的时候，收到了莱恩教授传来的消息，还附带着一个地图。小殿下已经找到了神秘人的踪迹，他待的地方真让人意外。莱恩教授寻找信息的速度让人无比震撼，莱恩教授居然比情报贩子还给力，2个多月的时间居然真让他找到了工作能力这么强的莱恩教授，无论做什么都会成功的。找了这么久都没踪迹，神秘人突然暴露地址，也让人怀疑是不是他的圈套。苏兰在好奇之下打开了那份写着地址的地图，上面有一个赤色天平秤的标志，标志在的地方就是一个进入的暗门。神秘人的老巢就藏在去学测试的广场之下。第101章，幕后黑手的藏身处。神秘人胆子真大，居然就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地方，都没人怀疑这个地方。这个疯子
到底是谁啊？苏兰震惊，神秘人在地心的藏身之处，居然会在学校下面，离他们近的可怕，暗中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太明显了。这个资料的来源他正规吗？神秘人还是太大胆了，生怕他们找不到他的藏身处，就差发个定位让苏兰自己送上门了，也像是专门为他们设置的陷阱，只等着他们主动进入这个牢笼当中就发动袭击。苏兰追问莱恩教授怎么拿到这个消息的，知不知道有什么可疑的人。莱恩教授沉思了一会，才说出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是主动送上门的。那个人把这个消息塞我们手里，就突然精神体自爆了，追问都来不及。我感觉是一个陷阱，最好别主动过去，自己送上门的大秘密一看就有问题。莱恩教授劝说苏兰不要过去，幼崽普遍调皮，不知道哪里危险，很容易趁着家长不注意进入了危险的区域。苏兰，那我去问问爸爸妈妈，他们肯定有办法。遇事不决，苏兰决定去问莫格和星恒该如何解决这件事。莫格拿到地址，面色凝重，主动送上门的，这是挑衅还是陷阱？这个拆散他们一家三口的疯子果真是疯了。星恒，有问题，宝宝，别背着我们偷溜过去，我们先去处理。上面的地址太过详细，不像是假的，事关重大，不得不查。莫格派了人过去，一番调查之后，发现确实有问题。地底之下有一个无人察觉的入口，透露出了不少危险的气息，让人附近的人闻风丧胆，不敢轻易靠近。里面藏了不少 S 级以上的危险人物，甚至可能不是兽人。学校直接放长假，方圆百里都被包围了起来。莫格派人去围攻，将背后的神秘人揪出来。背后之人欢迎苏兰前去做客，面对别人都是无情的驱赶，诡计多端的杀死了一堆前去探查的人。神秘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还通过死去的亲卫的光脑送来了一个邀请函。陛下，殿下晚安，在下邀请皇太女殿下过来做客，我这里准备了很多礼物，想邀请殿下一起欣赏表演。不来的话，3天后地心将开启自爆，神秘人在地心地底藏了可以毁灭地心的能量体。演都不演了，神秘人就是冲着苏兰来的，逼他主动过去。苏兰操起武器，本想过去一探究竟，把神秘人抓起来，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太危险了，他就是冲着你来的。不行，这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可以让小殿下亲自过去？我们龙族先冲！莫格哪里肯让苏兰一个几岁的小孩去那么危险的地方，打算他自己过去处理。就在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兽人星系乱了。异兽似乎跟谁达成了协议，正式向兽人星系宣战，大张旗鼓地向兽人星系发起了战争。这其中还有不少实验体，哪怕他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应对实验体的准备，面对铺天盖地异兽和实验体，都得花费不少心思。莫格暂时无法分心去处理神秘人的事，他必须上战场了。兽人星系再次进入了战争当中。爸爸，让我过去吧，我这段时间已经变得很强了。苏兰无所畏惧，主动将这个重任揽了下来。我身为皇太女，保护所有人也是我的责任。莫格盯着苏兰，不知不觉，苏兰已经长到了主动承担责任的时候了。星恒，你放心吧，我跟他一起过去，不会让他受伤。在战场上别分心。莫格，你们都别受伤。两方紧急之下，苏兰和星恒选择亲自率领别人进入了可怕的，也答应如果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就马上退出。苏兰和他们亲自带人下去，他们一路感觉惊奇。这么庞大的地方，没有花几十上百年的时间的话，很难悄无声息地建立这么大的地方。星恒，宝宝，小心点。我感觉到了很多危险的气息在逼近，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做实验的异兽和实验体，他们一路杀了过去，遇见就杀。苏兰都震惊，现在的自己居然变得这么强。之前遇到一个都要打大半天，现在几下就可以干掉一个，强的让周围的人大跌眼镜。他们的小殿下强得十分可怕，本来还想拼命保护苏兰，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抱上了什么粗大腿，全程都在被苏兰带飞。这期间苏兰他们还遇到了一些实验人员，都是神秘人忠实的追随者，这么多年都没暴露一点。这些人不知道怕是什么利益，居然可以让他们愿意跟着神秘人干这些脏活，眼里满是狂热，已经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面对苏兰他们的质问，正在强词夺理，完全没有自己做错事的观念。你们不懂，老大他是最有才华和学识的人，他是你们一辈子都赶不上的人。你们懂什么？这是伟大的进化，他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你们不懂别污蔑。这些人可以成为实验素材，那都是他们的光荣，别妄想让我们出卖大人，我愿意以死明志。他们对神秘人士狂热的追随，嘴里都是溢美之词，事到如今也不觉得他们的实验有什么问题，简称没救了。他们抗拒被逮捕出卖背后之人，愿意失败就纷纷自爆，让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近他们的机会。他们抱着一堆实验材料，自爆在实验室当中，对别人出手狠辣，对自己也出手狠辣。变态手下也有很多变态。苏兰啧啧称奇，不知道大变态是什么样的人。苏兰对神秘人的真实身份越来越感兴趣。贝斯，不管是哪个变态，我都会亲手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人渣败了一个。随着他们的深入，越是往里面走越是安静，让人越来越怀疑这就是一个陷阱。
苏兰他们终于抵达了最接近最深处的藏身点，也遇到了2个拦路的人。苏兰见到了通缉中的2人，不由得叫出了他们的名字：苏菲娜、维拉，你们怎么在这里？第102章，终于见到神秘人失踪的苏菲娜，果然如大家猜想的一样，被维拉藏在了神秘人这里。苏兰迷惑地看着一言不发的苏菲娜，总觉得哪里古怪，紧紧握住了自己的大长刀。这个苏菲娜看起来很不对劲，她居然没挑衅我，感觉哪里怪怪的。以往的苏菲娜见到苏兰都会忍不住出言讥讽，挑衅几句，不挤兑几句话，她不会轻言放弃。现在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傀儡一样，双眼空洞无神，盯着苏兰，没有任何表情。这个样子让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不安。苏菲娜在失踪这段时间都经历了什么？她怎么了？她不会被改造了吧？苏兰想到苏菲娜疑似是实验体的猜测，根据安迪的经历，很快就想到了这个可能性。苏兰想到了那些被改造过的实验体，遍体生寒。维拉不是最爱苏菲娜的吗？为什么还会做出这种事？维拉毫不隐瞒她做下的事情，笑呵呵地向所有人隆重介绍她心爱的孩子，就如一个骄傲的母亲在拉着孩子见客人。是呀，苏菲娜太不听话了，不仅顶撞我，还想从我身边逃跑。我只好请求那位帮忙做了小小的改造，让她变成听话的孩子。你们看，她现在多听话，只听我一人的乖孩子。他对苏菲娜身上做下的事情毫不隐瞒，得意地向所有人介绍他的乖孩子。之前不听话的苏菲娜太让他生气了，一点都不像是他的孩子，让他无法容忍叛逆的苏菲娜继续气他，这才是他满意的苏菲娜。你疯了，你居然用你的孩子卷入这些危险的事情当中。贝斯直接怀疑过维拉参与了背叛帝国的行动，但是想不到他会疯成这样，居然就会让选择把苏菲牵扯进来，忍不住怒骂了他几句。你还记得他是你最爱的孩子，你和丈夫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跟神秘人合作？之前维拉表现的有多爱苏菲娜，现在就让人感到多可怕，这太过残忍。维拉一见到贝斯，想到贝斯压他一头的名声，再想到自己凄惨的一生，忍不住怒从口出，痛骂命运不公。我确实爱着我的丈夫和孩子，可是他们早就死了，死在了车祸里。为什么当初不让我死？不让我死，那我就只好回来报复你了。我从来没有苏菲娜这个孩子，可惜了，本来没有苏兰的话，她现在就是最完美的了。维拉否认了苏菲娜的存在，否认了她身为女儿的身份。她心里的孩子早就死了，跟她的丈夫一起死在了车祸里。现在的苏菲娜就是另外一个自己。维拉在丈夫和孩子都死在面前的时候，她的心就跟着死了，以泪洗脸，思考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贝斯刚结婚，新婚燕尔不久，让她感到了不公平。为什么上天对她如此残忍？直到这个时候，神秘人找上她了。我可以帮你。维拉鬼使神差之下点头了。第一个研究项目成功了，苏菲娜诞生了。维拉如找到了一个思念的替身，表面上精神状态大好了。世家看着眼前这一切若有所思，果然是阴谋。如果他那天被神秘人带走，很可能现在也变成了这个鬼样子。维拉，现在你们该死了。他们是来杀苏兰的，已经走投无路了，不如将这死丫头一起带走，看莫格他们悲伤欲绝的表情。苏菲娜身上逐渐出现了不少，她再次盯上了苏兰，一字一句的背出了剧本一样的话。苏兰，我就知道我们会有一战的。维拉也化为了巨蛇，跟他们缠斗了起来。苏兰拔刀了，他身边的人也做好了应敌的准备。苏菲娜跟苏兰打了半天，两人不分上下，神秘人暗中将他的实力变高了。维拉不敌贝斯，没一会儿就落到了下风，甚至差点被贝斯撕碎。维拉想下毒，苏兰抽空过来帮贝斯格挡，下了致命一击。有点奇怪的是，被人操控的苏菲娜看到贝斯即将被杀死，竟然爆发了一点自己的意识，帮维拉挡刀，自己独自一人即将到来的死亡。妈妈，再见，下辈子我不想当你的孩子了。他真的不想活得这么累了。维拉看着苏菲娜面临死亡，她突然后悔了，仅存一点母爱让她幻视了车祸当天的场景。丈夫为她挡住了她的死亡，下意识地推开了苏菲娜，挡住了所有的攻击。强大的力量直接冲破了维拉的致命处，摔倒在地。她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做错的，但是已经回不了头了。要是出车祸的那天，她也跟着一起死在那天就好了，为什么就留她一个人在这世间痛苦？维拉已经停止了呼吸，失去了生命体征，结束了她这可怜又罪恶的一生。身受重伤的苏菲娜看着眼前这一幕，空洞无神的眼睛动了一下，很快又一动不动了。这个实验体幼崽未来怎么样，还要经过帝国军事法庭的判决。附近的监控器将这个画面全都记录了下来，被幕后的人看得一清二楚。苏兰察觉有人正看着他们，抬头看了过去，正与监控器遥遥相对，对方就像在邀请他们继续进入他的世界当中一样。苏兰，那个变态在看着我们。苏兰使用了星辰之力击落了附近的监控，继续前往神秘人的控制室。警戒的红灯伴随警告声，将这一段路的危险系数拉满。警告！警告！有敌袭！警告！正在开启防御机制，自动销毁机制正在开启。越是这样，越是说明他们要找的人就在里面，
他们这次不会再扑空。苏兰，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谁。毁掉了不少人家庭的人就在里面。伴随着冷酷无情的声音在控制室当中响起，幕后黑手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期待了这么久的你们之间的战争，居然用这么无趣的画面收场，真是无趣。他冷静的声音就像在评价一个无趣的表演，哪怕维拉曾经给他卖命了很多次。冷血无情的样子就像一个毫无感情的机器。苏兰震惊地看向了没有遮掩真面目的神秘人，众人一下子就认出了眼前的神秘人究竟是谁。怎么会是他？第103章神秘人的身份。苏兰他们终于看到了一直以来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大麻烦的神秘人真面目。苏兰，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一看到本人，空气陷入了诡异一般的寂静当中，众人面面相觑。他们是瞎了还是出现幻觉了？怎么看到了一个在社交媒体和文献上经常出现的人？这个实验室肯定是下了出幻觉的药，我是不是看错了？恐怖如斯，我就没有怀疑过他。这大好人居然是幕后真凶，比电影还敢胡来，真的假的？小殿下不会伤心吧？这应该上新网热搜第一，别天天在聊什么八卦。成群结队的讨伐队伍窃窃私语，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阴谋？为什么不接受现实？我现在就在你们的面前，不是幻觉，是真实存在的人。面前坐着的人身穿白大褂，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一身斯文书生气，看起来温和，一点杀气都没有，眼睛下的目光带上了森冷笑意，却莫名让人感到了极其恐怖的压迫。我就是神秘人，如假包换。他看起来极其理智，没有任何情绪，这也是苏兰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一直没有人怀疑过的人。苏兰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人，不由得叫出了平日里的称呼。莱恩教授，怎么会是你？眼前的人看来看去都是对谁都和气的莱恩教授。莱恩在兽人星系成名已久，平民出身，对古文研究颇丰，一直以来无私奉献，热爱公益，在教育领域发光发热，脾气又好，人人见到都要尊称一声教授。也就是这么一个人，是造成一切的真凶。苏兰敬重的师长突然化身成为了大 boss， 这比电影刺激多了。莱恩嘴角含笑，笑得没有感情。我的好学生，是我，终于等到你们找过来了。不愧我亲自把我的藏身处地址亲自送到你的手上，你过来探望老师了。莱恩没有丝毫隐瞒，向所有人宣布了自己的身份。他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像是玩腻了过家家的游戏，迫不及待撕开自己的伪装，想让蒙在鼓里的人看清他的真面目，满足自己的恶趣。苏兰一寻他找人，干脆利落地把自己的下落透露了出去。正常人的表面下看起来也不是很正常。苏兰紧紧握着手里的刀，打量眼前看起来像是从来没有变过的人。苏菲娜也是你的学生，老师，你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也没有手软。如果可以，我也不想见到你。苏兰第一次感到这么糟心。莱恩的嘴，骗人的鬼，表面上对着他们那么和气温柔，下手却一点都不心慈手软。明明之前还对苏菲娜、苏兰一口一个我骄傲的学生，也是造成他和父母失联这么长时间的人。这么能演，当什么 boss， 晋级演艺圈现在也能成名了。心痕，难怪他总是在附近晃悠，一直在暗中插手。苏兰很快就想明白了这些其中的问题。在入学试炼的时候，莱恩教授出现发现了他，很快各种异兽袭击就出现了，又第一时间成为他和苏菲娜的老师。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不单纯，他、苏菲娜、世家前往古文协会都是莱恩亲自邀请，为的就是想将他们集中在一起。是他把安迪带到了地心，又把人藏了起来，又是他打着带队的借口把人带到了伯克星。在伯克星也只有莱恩借口考古离开了他们，也是那个时候神秘人就出手了。从头到尾就是莱恩在跟着苏兰进行他的恐怖实验。那又怎么样了？他不过是观测实验中的一个对照组，失败的试验品就该销毁不是吗？莱恩不理解苏兰生气什么，依旧在记录他观测到的信息。果然还是自然产物比实验体更稳定吗？可控因素更多，不会有那么不可控因素。他当初没把龙蛋彻底毁掉，就是想看一个自然孕育的生命与苏菲娜一个人造实验体，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就为了今天看着他们对决。不过依旧让他不满意，没有他想象中的完美，总感觉缺了点什么。思来想去，还是当初创造苏菲娜的时候不够完美，让他的实验失去了乐趣。是你这个变态，害死了安迪，还要祸害那么多人，你就是想看我们自相残杀。莱恩冷血无情地讨论各种实验，贝斯就想到了自己的经历，忍不住开口骂人了。你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看别人痛苦你就会感觉到快乐吗？真是变态。莱恩的目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别人搞那么多事情或多或少都是为了利益，为名为利，但是莱恩一直无所求，他早就名利双收了，插手这些对他比那个没有什么好处，就为了看别人痛苦多年的样子。我不过是在研究文明的进程罢了，没有我就没有兽人和异兽社会链各个文明的进程，观测两个新文明的发展和碰撞，没有伤亡怎么会有进步？莱恩脸上微笑，眼底却是寒冰一样的寒冷，如一个没有任何同理心的机器人。观测生命的喜怒哀乐是很有趣的事情，这是我没有的情感，会让我一直进化，也是我诞生以来写好的程序，
是规则内我能干的事情。名利不过是一时的，这不是莱恩想追求的。他从一开始都在插手文明的进程，他想让一切随着他的想法发展。赤家听着不对味，老东西，你到底活了多少年？怎么说的，你像是星际旧时代活到了现在一样。星际中最长寿的种族都不能活这么长时间，哪怕是到了星际时代，揭开了基因锁上的寿命限制，依旧可能不老不死。一个比现存所有星际生命都要长寿的物种出现，一直躲在暗处观察他们，暗中推动一切的发展。可怕，在蓝星还没毁灭的时候，我就已经存在了，我身上没有时间。你们可真是一点都不尊老。莱恩丢下了另一个消息，是创造出来的最高科技产物。第104章，那就开战吧，这已经完全超越了众人的想象。莱恩教授，这是什么意思？他难道连人都不算？我们当中混入了一个伟人。苏兰琢磨了，很多电影里都这么写的，这比电影还精彩。等回去以后就可以跟爱莲吐槽了。现实永远比电影没有逻辑还精彩。他大概猜到为什么看不穿赤家的未来了，他大概率跟莱恩有很大的关系。莱恩，你们如果在意过我发表的文献的话，就会发现我早就把我的来历说得一清二楚了。莱恩在蓝星末日到来之前被创造出来的是凝聚了当时最高科技的产物，一个依靠观测别的生命的喜怒哀乐完成自我完善和进化的科技生命。所有人都在庆祝科技的飞速发展，却不想打破了伦理道德，创造了一个科技生命将会带来什么结果。莱恩暗中观测着人类，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和喜怒哀乐，在吸收大量数据的完善中，他诞生了自己的意识。他是谁？他或许需要一个名字。莱恩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这是他有自主意识的开始。因为绝对理性更显得他冷酷无情，没有人给他灌输道德伦理和不允许干的是谁，做事随心所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他的行动。末日来临，莱恩顺利地离开了实验室，新世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更方便他开始自由行动。依旧以自己的初始设定为准，继续开始了自己的大型观测实验。他想观察人类在面临毁灭与新生的末世时面临的选择，他故意插手在其中，让他们加入了进化，一部分成为顺其自然，融入了别的族群，有了自己不同的文明发展，剩下的成为了异兽和兽人。本来不会出现这种结果，莱恩动了手脚，挑拨矛盾，让他们自相残杀。因为他想观察同一个族群割裂开来时的文明碰撞和冲突，他假意和很多人合作，看起来有意可图，实则都是为了观测，学习如何当一个人，高高在上，把所有人都当作是实验室培养皿中的真菌，冷血又傲慢。赤家对此十分嫌弃，恨不得离莱恩这个变态远点，恨不得自己从头到尾跟莱恩没有任何关系。真是冷血的变态，搞出这么多事就是为了满足自己观测的欲望。他完全不想跟这个变态扯上关系，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会碰到莱恩，这不是一般的糟心。难怪苏兰看不到他的未来，跟这种变态扯上了关系，能有未来才有鬼了。我可是创造了你的人，你本质就是我，这么生气干什么？莱恩批判了赤家，认为他不够完美。你有生命的情感，失去了绝对的理性，限制在肉体当中，你是不合格的产物，不合格的产物本来就该销毁。苏菲娜和赤家第一批活下来的实验体，也是维尔能有自己想法和意识的实验体的。苏菲娜是根据维拉的基因创造出来的，是维拉的复刻版，而赤家是根据莱恩和别人的基因创造出来的。莱恩追求完美，一点小瑕疵都无法忍受，在认定赤家达不到他的标准，就再也不搭理他，直到赤家逃离了实验室，也懒得把他抓回去，也算是一种因祸得福。莱恩本想用邀请函把逃跑的赤家抓回来，没想到赤家完全不吃这一套，一心奔着赚钱去了，暂时用不到赤家，莱恩干脆就放在一旁观测。现在赤家反而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莱恩反而觉得他还有点价值了。他才不是不完美，有自己的灵魂和想法才是完美的。苏兰开口反驳了莱恩的评价，突然嘴毒了一把：教授，你观测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自己的灵魂和想法，还是按自己的程序走，有没有可能你才是有瑕疵的那个？苏兰不容许莱恩把他的朋友当作是瑕疵物品，这种语气会让他感到生气。让他们一家3口分别多年，贝斯姨姨因为和丈夫自相残杀痛苦，这是坏人。贝斯附议，旧时代的文物就该去博物馆待着，而不是出来祸害人。我准备咬碎你的喉咙，你做好准备了吗？贝斯开始化兽，化作了雪豹的兽体，蓝色的兽瞳紧盯着莱恩，随时做好了扑过去咬碎他喉咙的准备。苏兰，那我就把老师亲自打进博物馆。眼前这个人害得很多人家庭破碎，让他一家3口失踪多年。一个毁了那么多家庭的人，不管他到底是什么生物，都不能让他继续祸害下去。伴随着附近的危险的气息增加，大家都已经做好了随时开打的准备。砰地上传来的爆炸声让整个实验室晃了一下，苏兰差点没有站稳。苏兰，这是什么声音？地上发生了什么？爸爸那边安全吗？苏兰想过去帮忙，但是他现在的敌人是莱恩，抽不开身，速战速决才行。战争开始了，我们这里没上面热闹，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给你们的见面礼。莱恩想到了他和异兽那边的协议，如果无法打败我，
那封存在这里的退化症源头就会瞬间将所有兽人变成无理智的兽体。小殿下，以你的能力，现在救不了那么多人。莱恩玩腻了，他又想玩新的实验了。他想看看这种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有苏兰看到这种结果的时候会露出什么表情。苏兰生气了，瞬间拔刀，夹带着星辰之力的砍向了莱恩。休想，我来打你了，我会打败你。老古董，快进博物馆吧。当初说好的他要保护所有人，就不会食言。博物馆才是莱恩最后的归宿。苏兰率先出手，其他人紧跟其后，都想在悲剧发生之前拿下莱恩。莱恩张开双臂迎接苏兰向他发起的挑战，眼底依旧平静，一如既往的在观测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可爱的学生，那就开战吧。说了，我也不会心软的。在地上兽人和异兽的战争开始的时候，苏兰和幕后真凶的决战也开始了。第105章，时空乱流。我的学生，老师亲自跟你较量，看看你现在成长到了什么地步。老师可是一直期待着你的到来。莱恩这边也没单打独斗的打算，反手按下了一个按钮，轰隆一声，几扇特殊材料制造的门瞬间打开，四面八方出现了很多改造过的异兽和实验体，虎视眈眈看着他们，想将他们撕碎。其他人会影响我们师生交流比试，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两方的力量势均力敌，双方的死战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周围的人心知莱恩的目标依旧是苏兰，他们看着苏兰反驳幼小的身影，按到这么小的幼崽就要单独面对这些残酷的一切，他们不淡定了。打仗是要开打的，不妨碍他们战前骂敌人几句过过嘴瘾，尝尝几方士气。哇，要点脸！你一个活了不知多长时间的老古董，居然要跟幼崽单打独斗，不如跟我打。欺负幼崽算什么？就算是当反派也不能太 low。 我看小说电视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专门对付幼崽的大 boss。 果然不能跟非人生物讲道德。莱恩不会因别人的辱骂而出现任何恼怒和羞愧，冷脸分析他现在的选择而导致的结果。不，他会跟我一起实现永生，这是老师送给学生的礼物，他会活在我的心里。这是他推导之后得出的最好的结论。苏兰在龙蛋里死而复生时生出的心脏，是生命诞生的赞歌，是力量的来源，也是一个新的极佳的容器。寻常人总会有生老病死的那一天，不如跟他一起实现新一步的进化。苏兰小震惊，这是什么三流小说里的挖心肝肾肺文学？比爱莲看的东西还要不靠谱。平时苏兰还能吐槽爱莲看的脑残剧迟早看坏脑子，没想到三次元还有人真的打算这么干。怪不得明知道他是一个劲敌，依旧放任他活到了现在。他才不要呢，大坏蛋！心痕也很快敏锐地察觉到了莱恩急迫的心情，或许是他的心脏出了问题，本来能藏得好好的，非得在这个关节引你出来。如果我们可以击碎他的心脏，试试能不能宰了他。星际当中，除了后天诞生机械族群，每一个自然生命都有心脏，就像是都在遵守同一个法则一样。作为蓝星旧时代的产物，莱恩也逃不掉科研人员这个设定。苏兰坚决拒绝了莱恩的无理要求，那不行，我不会给的。老师，你做了那么多实验和文献，伦理是一点都没学。莱恩，那我亲自过来取了。他身上的精神力瞬间飙升，众人紧张跟莱恩对峙。莱恩从未在公众面前从未用过他的精神力，一直的托词都是非战斗型的能力，上不得台面，也没什么人怀疑。但是今日这个浑身散发着危险气息的人，让人不得不防。莱恩在不同星系危险人物面前来去自如，那肯定会有他的过人之处。苏兰也察觉到了莱恩身上飙升的战意和精神力等级，很快就认识到他是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强敌。但是事到如今，人已经站到了这里，他已经没有退却的机会。退化症病毒一旦散播出去，那兽人星系将会顷刻间彻底崩坏，不少人会死在异兽的屠戮之下，彻底沦为炼狱。莱恩十分有礼貌地向苏兰介绍他的精神力，依旧像是在讲台上谦谦有礼授课的教授一样。是老师的错，教了你这么长时间的精神力，却从未让你看到过我的，现在就让你亲自看看。莱恩展开了他那个从来没有用过的精神力。莱恩附近的空气突然发生了强烈的扭曲，出现一道裂缝，他骨节分明的手伸了进去，从中掏出了一把更为锋利的长刀。刀身在实验室的冷光中泛着寒光，倒映着他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表情的脸，看起来像是过来收割生命的死神。这是时空之刃。莱恩抬手就是冲着去苏兰他们就是一刀，一道让人难以躲闪的刀气瞬间劈了出去。苏兰往旁边躲掉了突然的袭击，刀气所到之处，时空发生扭曲，像是硬生生将时空撕开了一道口子，长长的时空裂缝将实验室几乎切成了两段。时空乱流和黑洞随之而来，被刀气所触碰的人会瞬间死亡，瞬间支离破碎，消失在时空乱流当中。如果不小心碰到时空乱流，会瞬间被进入时空乱流当中不知所踪，甚至时空乱流当中会突然出现莱恩的攻击，让人防不胜防。很快，实验室到处都是时空乱流，要过好一会，这些时空裂缝和乱流才会消失。莱恩的能力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棘手，这该怎么打？这感觉已经是不同层次的了。这个活了这么多年的怪物还真有点东西，跟开了挂一样。苏兰，让妈妈消失的时空乱流就是你搞出来的？
不然爸爸妈妈怎么好端端的就遇到了时空乱流？我可爱的学生，那当然那是了。莱恩没有否认，承认了。我怎么会让一个威胁活下来？虽然他逃掉了，不过他现在好像回不来帮你了。两方瞬间开打了。心痕，宝宝，这么多年我琢磨出来，就算进入时空乱流，也能用精神力逃出来。你学一下。跟莱恩打过交道的心痕十分清楚他会用什么袭击，传授了一些新技能。苏兰学得很快，一点就通，在战场瞬间就学会了。他们打得天翻地覆，现场乱成一锅粥。莱恩来势汹汹，下手狠辣，双方都有牺牲。苏兰正艰难地抵挡着莱恩他们的攻击。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莱恩每用一次时空乱流，身上就不太稳定一样，偶尔会闪烁一下，就像是一个出了 bug 的程序。合理猜测，莱恩使用精神力会消耗他的身体，这就是他之前都不亲自出手，让属下亲自动手的原因。苏兰思考的时候，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时空裂缝，莱恩的身影出现在苏兰的身后，手中的大长刀向苏兰劈了过来。好孩子，你的年纪还是太小了，跟老师打起来还好分心。第106章，老古董退出历史舞台。莱恩的大长刀并没有成功劈到苏兰身上，瞬间被突然出现的星辰之力格挡住，震退了他一步。别忘了还有我，依旧在苏兰身边保护他的心痕现身，不让莱恩有机会近身苏兰。每次都被我挡住了，真是巧啊。莱恩的长刀指向了心痕，又是这样。当初没能让你死在时空乱流里，是我的失误。他之前操控安迪实验体的身体前去袭击苏兰，就是这样被心痕给拦了下来。现在又再次重现了当初的场景，这次的精神力强度不像是精神体，而是真正的心痕本体。他回来了。心痕在莱恩制造的时空乱流当中找到了回来的路，恢复了大半的身体，瞬间从时空乱流当中归来，精神力回到了身体当中。他已经不是过去随意出手就能把自己的精神体搞裂开的小光球了，拥有实体的心痕比过去还要强大不少。苏兰终于可以抱到他的妈妈，对此十分兴奋。妈妈，你平安回来了。星辰果然听到了他的生日愿望，让妈妈安全回来了。苏兰伸手替心痕疗伤，当看到心痕身体彻底痊愈的时候，悬着的终于还是放了下来。心痕，没想到你还有回来的时候。莱恩认出了之前被埋伏重伤的心痕，面色更冷。无论再来几个人，今天也无法影响战场的结局。意外多了一个，但对他预想好的结局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莱恩选择继续跟他们战斗。你现在的身体真的扛得住你的力量吗？旧时代老物件，还想在我面前伤害我的孩子，别走两步就散架了。心痕愤怒地看着面前的罪魁祸首，嘴里怒斥这个变态，你最近一直在搞事情，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了吧？跨越了新旧星际时代的产物，应该进入博物馆的老文物，真的还没有风化吗？心痕比是小光球时的时候还要活跃，可能是因为本来没那么容易消耗精力。莱恩毕竟是旧时代星际的产物，这些年虽然一直都有通过各种进化完善进化自己，但还是有缺陷。它能带来大量时空乱流的时空之刃确实恐怖，但却像是一块承载过度的电池，身体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心痕合理推测，莱恩这次搞事情还是在找机会突破自己，把自己再上升一个维度。苏兰，妈妈，我们把他打进博物馆。心很好，莱恩，对付你们够了。经过他严密的计算，是有机会将他们全都宰了。苏兰他们有备而来了，龙族那边来了不少人帮忙打了半天，谁也不让谁。一个 BOSS 大战硬是打出了家长带幼崽和老师大打出手的感觉。心痕的作战经验丰富，身为星辰一族的继承人，他是非常合格的。他很快就找准了时机，庞大的星辰之力穿胸而过，莱恩心口瞬间破了一个大洞。让人震惊的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一片，果然是一个诡异的科研产物。你们要找的东西可不在这里。莱恩反手向心痕发起了进攻，不如找找看我心脏藏在哪里。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他把心脏藏哪里去了。莱恩身后的苏兰突然开枪了，灌注了庞大星辰之力的子弹瞬间穿破了腹部，露出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机械心脏。苏兰笑得灿烂，在这里吗？是地话。那老师，我赢了。莱恩停止了动弹，露出的一颗陈旧的机械心脏渐渐无力跳动，老旧的零件咔嚓作响，精密的零件掉落，机械零件已经接近了罢工。莱恩对苏兰果断开枪的举动产生了好奇，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位置应该没有人知道才是。苏兰，老师，是你教我看文献的。苏兰大多时间都待在蓝星，一拿到文献，勤奋好学的他忍不住仔细的研究。他看到了蓝星最高科技产物的科研文献，论文写清楚了整个研究思路，甚至还有图片。研究人员做了一下创新，没有选择把机械心脏放在心口处，而是选择放在接近丹田之处的地方，说肯定不会有人想到这种创新点，可以给别人一个大惊喜。确实没有人想到，到那时不妨碍苏兰看到了。苏兰的热爱学习和好奇心，还是让他找到了疑似莱恩身上的弱点。本来只是试试，没想到到最后还是成真了。莱恩的身体内最老旧的零件是他活在星际当中的生命本源，机械心脏一停止工作，瞬间露出了原本的模样，是程序编制的肉体，正在进入崩坏当中。莱恩不慌不乱，
依旧在分析自己现在的处境，冷静的就像快死的不是自己一样。看来我这个老古董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当初制造他的科研人员早就死绝了，没有人负责售后。贝斯，我送你一程。想到新仇旧恨，贝斯化成的雪暴风一样飞奔过去，露出了自己锋利的獠牙。贝斯过去一口咬在了他运作躯体的机械心上，很快心脏就停止运作，身体变成了一堆程序，消失在了实验室当中。失去了莱恩控制的实验体瞬间罢工，只剩下异兽还在对抗，但很快就被干掉了。苏兰看着地上老旧的机械心脏，陷入了茫然，拿自己的大长刀戳了戳。结束了吗？贝斯走过来，2度出手，宝宝要记得补刀，不然容易被刺。莱恩的身影无处不在，哪怕是一颗老旧的机械心脏都要彻底销毁，防止他哪天卷土重来。苏兰看着星痕用星辰之力复降机械心脏反复的摧毁，陷入了沉思。学到了，原来还有这个说法。直到机械心脏化作了灰烬，莱恩影响的星际文明走势的历史正式被丢进了垃圾桶。地下实验室的罪证正在被收集起来，退化症病毒也被苏兰用星辰之力摧毁，确保没有逃逸出去的。影响了星际当中无数年的阴谋产物退化症彻底被毁掉。地上兽人与异兽的战争还在继续。苏兰和医师为剩余的人治好了伤，休整一下，察觉到地面之上激烈的战斗，牵着星痕的手准备上去帮忙。妈妈，我们一起上去帮忙吧，让我们一家3口团聚。走。第107章，战争结束走之前，这些害人的东西就别留下来了，我要通通销毁。苏兰用自己庞大的精神力彻底销毁了这些实验室，如烟花一样纷纷炸开，庆祝这件事告一段落。走，我们到地上去，是时候上去帮忙了。地底实验室彻底被销毁，所有祸害人的东西烟消云散，不会继续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在接二连三的爆炸声中，苏兰他们冲上了地面，此时已经是大半个月之后的事情。兽人与异兽已经开打了很久，异兽有备而来，战争已经进入了十分惨烈的阶段。杀了这群抛弃我们的家伙！开杀吧，我们之间注定只有不死不休。杀！开杀！绝不能放过他们。兽人星系已经进入了全面战争中，与异兽打得十分激烈，几乎任兽人都加入了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当中。异兽来势汹汹，兽人也不是束手就擒的。想战，那边来战吧。苏兰曾经免费公布的古文技能被不少人加以利用，不少兽人都因此获利，开始变强，可以和异兽打得有来有回。两方不甘示弱，莫格的身影在当中十分显眼。苏兰抬头就看到莫格正在作战的画面。莫格画出了他庞大的兽体，遮天蔽日的黑色巨龙出现半空，金色琉璃瞳孔如火炬一样鼓舞着众人，星剑在他的身边就跟石头一样渺小。鳞片是他最硬的盔甲，周围漫步着他精神体化作的长剑，剑劈了过去，将周围扑过来的异兽当场斩杀。龙尾扫过去，可以摧毁不少星剑和异兽，强悍的十分可怕。一人拦住了不少异兽的进攻，依旧是那个坚不可摧的战神。不愧是多次在战场中获胜归来的常胜将军。小殿下，你们回来了。桑翠穿上了他的作战服，一改平日里的文人画风，依稀可以看见他昔日并肩作战的风采。我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这里有我们就够了。他正在一旁协助。这次异兽几乎全军出动，甚至来了不少身手诡异的人形异兽。这场战争远比以前还要危险，老弱病残群体已经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一看到苏兰就过来，打算把他们带去安全的地方。苏兰没有躲，他过去帮莫格。我去帮爸爸。桑翠叔叔，你带受伤的人转移，他要保护所有人。仔仔曾经说过的，要照他们的。桑翠正想再劝说几句，星痕制止了他。我的孩子没有你想象的弱，放心吧，有我和莫格在，我们会尽快结束战争的。桑翠看着星痕愣了下，继续带着受伤的人前往安全的阵地，心里还不乏震惊。莫格他不仅有可爱的幼崽，还真的有漂亮老婆。单身老哥他破防了，等战后他一定要去相亲。苏兰和星痕来到了莫格身边，跟他并肩作战。星痕，亲爱的，你还是跟过去一样勇猛，这个样子真帅，让我们先干掉他们吧。胡闹，小孩子躲起来，这里有我舅就可以了。莫格看到幼小的苏兰扒拉了一下他，让他回去，我和你妈在就好了。苏兰，我也来帮忙。异兽来势汹汹，没有他们互相推拒的时间，一家3口开始了混合殴打。星痕和苏兰都陷入战争当中，星辰一族名正言顺地派来援军。这场战争持续1年多，在异兽的首领死亡后，异兽族群重创，精英损失惨重，他们再次被驱逐去了他们的领域。这场战争以异兽败退作为了结束，战争落入了帷幕。战争后的兽人社会出现了很多伤亡，往日繁华的城市很多地方成为废墟，长时间的战争让不少人都出现了厌战情绪。苏兰他们奔走在废墟当中，一起救助因为战争平民，看到他们的哀嚎与痛苦，苏兰突然明白了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莫格曾经问过他，以后登基之后，身为兽人星系的继承人要干什么？是发动战争抢占资源，还是做自己领域的王，让一切成为他手中的东西？苏兰思索了一会，没有答案。爸爸，我还没想好，让我好好想想，
但是无论怎么样，仔仔照你们的。现在苏兰看到了战争下他们的苦难，他瞬间懂得了什么叫悲悯之心。他想让所有人都安定的生活下去，远离战争与危险。苏兰他们搜集了当初造成两族矛盾和死仇的阴谋证据，在星盟的协助下找到了异兽一族的继任者。苏兰人虽小，但是却不露怯，休战吧。为了阴谋两方打来打去，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继续打下去都是便宜了阴谋家。莱恩已经成为历史了，很久以前被莱恩带来的仇恨也该终止了。这个自相残杀的战争本来就没有继续的必要。真是胆大的幼崽，真不怕有来无回。异兽震惊，苏兰他们的胆子真大，居然敢深入异兽的领地，就为了双方的安定与和平。苏兰，你会同意的，你也需要和平的环境。继任者刚上位，还未稳定异兽星系，受到重创，没有个几百年恢复不了，暂时对战争失去了兴趣。此时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继任者意外的可以和气的相处。异兽在星际当中居然有自己的文明和社会，这出乎了星盟的意料。一直以来，他们一直把异兽当作是毫无理智的野兽，现在需要重新评估，把他们重新拉入星际文明当中，用星际法律约束他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战争，让双方都有亲朋好友死在战争中，两个种族之间已经有了不可磨合的裂痕，双方都无法原谅对方。但是为了一个阴谋继续战争，也是不明智的选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之下，异兽还是选择了和平，但是友好是不可能的。在星盟的见证下，双方签订了和平约都行，停止了这个持续无数年的战争年。两方平日素不往来，各有各的生活，但是再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战争。兽人星系终于迎来了长时间的和平，星系开始重建，悲伤被时间冲淡，又慢慢恢复了原来的安定和和平。苏兰终于可以不用担惊受怕，和父母家人长久的生活在一起，得到了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多年后，当洪亮的钟声在地心响起，整个兽人星系当中响起，预示着星际当中发生了一件大事。热搜上又被一个熟悉的名字霸占，星网又爆了。第108章正文完结，星网上非常热闹，苏兰这个热搜常客的名字再次霸占了所有热搜，所有人都在紧张刺激地讨论着他的名字，像是发现了什么大瓜。苏兰即将加冕成为两个星系的王妈妈，我见证了历史论如何入职给陛下干活。景号随着苏兰的名气打出去，和苏兰去不同星系拜访交流，他的名字在星际当中如雷贯耳，不少人都知道他的存在。毕竟兽人星系和星辰一族对苏兰的疼爱，这么多年来星际人民一直看在眼里。这两个星系为了争苏兰究竟是哪个星系的继承人，为了幼崽经常私底下大打出手，在他面前花样百出的争宠，这已经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了。没想到有一天看到苏兰同时登基两个星系，星网上瞬间炸开了。真的吗？苏兰他居然要登基了，我要去观礼。真的，作为曾经的同学，我收到登基观礼邀请，眼红了，我这就去偷你的邀请函，只要活着够久什么都能看到。没想到见过苏兰加冕为皇太女的我，还能亲眼看到她加冕为王。这位小殿下居然到了加冕登基的年纪了。殿下，殿下，继承两个星系很累的，需不需要干活的牛马？我马上投简历。陛下，看看我，我什么都会，我愿意为陛下洗衣做饭。苏兰本没想这么快登基，这都是莫格和星痕的主意。作为失踪多年的皇储，星痕被带回了星辰一族继承家业干活，夫妻两人聚少离多，天天盯着政务处理，苦不堪言，偶尔才有机会聚聚。苏兰往返两个星系，学习两边的文化和技能，维系两边的关系，直到他长大成人。干了很多年的莫格和星痕日渐萎靡，实在是再干不动了，总想着一起出门旅游。他们盯上了已经成年的苏兰，苏兰在星际当中已经成年了，现在的她越来越优秀，已经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皇太女。夫妻二人一顿商量，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把皇位丢给苏兰，他们累了一辈子，是时候享受一把了，再干下去得累死在政务文件里了。真不是人干的事，干活是不可能干活的，只有把政务丢给女儿去旅游才会快乐这样子。你们真不是想丢下我去玩？苏兰一眼就看透了父母的目的，吐槽了感情不错的两人一句，我总感觉这里有一个大坑在等着我。他仿佛看到了悠闲的生活即将一去不复返。莫格义正辞严，宝宝，我们这么爱你，怎么会呢？这事正是把重要的权利正式交接给你，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新的磨练。对，宝宝，信我们，爸爸妈妈怎么会害你？星痕在一旁附议，你迟早都是要接手的，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趁我们经验丰富，还有精力替你解决难题的事情。夫妻二人一顿瞎忽悠，硬是让苏兰应了下来。在宫位上战战兢兢干了一辈子的大白鸽桑翠又开始忙碌了起来，事关两个星系的人正在忙碌着。加冕登基的礼服、皇冠、造型、灯光、权力交接、直播，这些繁琐的东西都需要做到最好。一生只有一次，绝对不能出错。钟声响起，身着登基礼服的苏兰头出现在镜头前。苏兰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美丽张扬，金色琉璃眼比世间宝石都要美丽，墨发泛着金光，
集合了莫格和星痕的所有优点，高挑如一柄长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整个人如太阳一样温暖耀眼，内敛自信，如未出鞘的剑，有了不怒自威的感觉。比起他出来星际时灰扑扑的样子，现在的苏兰已经彻底蜕变成让人无法忽视的耀眼存在，强大美丽，让人被他深深折服。莫格和星痕亲自为他加冕，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们陪伴在身边，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愿意光明与荣耀与你同在，在余生手握权力，永远幸福。一家三口互相对视，众目睽睽之下，苏兰正式加冕登基，成为了跨越了2个星系的王。热搜日常因为太多人而崩溃，新网程序员日常被叫起来加班，日渐秃头。繁琐的加冕仪式终于完成了，星际历史记载了苏兰同时登基，成为2个星系继承人的画面。苏兰终于可以休息了，很快他又精神了。看到桑翠他们准备的堆成山的政务和星辰一族那边远程传送过来的政务，他有一种不妙的感觉。他想了一下桑翠头上日渐凋零的鸽子毛，开始担忧起了自己毛发的未来。他应该可以保住他浓密发光的头发吧？应该吧。苏兰走到了床边看夜景，开始琢磨他未来要多找几个人帮忙干活，绝不能让自己的头发变得稀疏。就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了脚步声，莫格和星痕前来看望苏兰。星痕和莫格正在准备进行长途旅行，走出去看着亭亭玉立的少女，他的肩膀上承担着2个星系的职责，让他们不免有些担心。莫格，不用担心，我们会一直站在你身边。星痕，我的孩子，你现在过得幸福吗？虽然你已经独当一面了，但我还是很担心。在他们的眼中，即便苏兰已经成年了，但他们他们的心里，他已经是个需要父母的孩子。他们这么快把皇位交到他的手里，会开心吗？两人思考起了这个问题。苏兰看着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星辰，回想起了过去的人生。很多年前，苏兰还是一个到处被挑剔的孤女，谁也不想要她，不知道亲生父母究竟在哪里，他们到底爱不爱她，不知道自己她走在黑暗无边的道路上，惶恐不安。只有天上的银河为她指明了道路，找到了回家的路。从居无定所的孤儿到跨越2个星系的王，恍若隔世。苏兰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笑得依旧灿烂，就像太阳花一样灿烂，依旧像是在向父母撒娇。爸爸妈妈，我现在很幸福。正文完结。第109章番外一争宠修罗场。一苏兰还是人见人爱的幼崽的时候，身边总有各种争宠修罗场，个个都想趁着莫格不在苏兰面前刷存在感，把好感刷满。如果苏兰愿意叫他们一声干爹干妈就更好了，4舍5入就等于是他们家的崽。难道陛下的崽就不能上他们的户口？这叫什么道理？其中龙族是惯犯，没有新生幼崽的龙族依旧不忘记偷幼崽，天天装成各种路人甲尾随中，美其名曰保护，馋幼崽馋得不行，嘴里还念念有词，疑似精神不太正常，疯了。才几岁的崽崽，兽体还不到我的巴掌大。崽来，崽来，崽从4面8方来，可以把我写陛下的户口上吗？我愿意跟陛下一个户口。你会先被陛下先丢去挖矿，有谁能去暗杀陛下？他的崽我来照顾。龙族一如既往的眼红莫格有个可爱的幼崽，日常抓心挠肺，想着在苏兰面前大鹏展翅。龙族已经被莫格列入重要观察对象。龙族还喜欢突然出现，然后偷偷摸摸给苏兰送新得到的宝石。他们的行动太过鬼鬼祟祟，好几次差点被当作是变态抓了起来，检讨书都写了很多封。知道错了，但是不改。莫格多次想把这群天天惦记偷幼崽的人丢去能源星里挖能源矿石，别闲着一整天再向这里下幼崽，因他们长翅膀会自己飞回来，还把新挖的矿送给苏兰，死性不改这件事才告终。苏兰今日也一样，他和几个朋友外出玩耍时，日常感觉到身后的人多了起来，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苏兰，我总感觉今天身后又跟了很多人，比之前还要多了很多，估计又是龙族们。朋友们已经习惯了无所不在的龙族，他们就不能自己去生自己吗？天天惦记着抢别人的幼崽干嘛？苏兰感觉今天又多了很多人，有种不妙的感觉，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他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这场场面，每次都折腾了好一会才能完美解决。朋友们，要不我们一起玩躲猫猫吧，看看能不能躲过他们。这是最近几个幼崽的新游戏，在拐角处突然飞奔甩开跟着他们的人，看看这些人有没有机会跟上来，跟上来的那个才是胜利。这个游戏他们乐此不疲。苏兰他们跑起来非常快，一溜烟就不见踪影了。龙族一看到苏兰不见了，怕他遇到危险，又悄悄地追了上去，顺便把新得到的珠宝送他当玩具。他们和苏兰对这个游戏已经习以为常。小殿下跟他们玩躲猫猫，多可爱啊！眼看就要追上来，截胡的人过来了。突然无数道银发泛着金光的人突然出现，像是流星一样坠落，冲在最前面，一下子就来到了苏兰的面前，十分有礼貌，跟龙族完全是2个画风的人。小殿下，一段时间没有见，想我们了没？还不忘塞一块五彩斑斓的矿石给苏兰。他们早就打听清楚了，苏兰就喜欢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每次收到礼物都会非常开心。他们有备而来，争取让苏兰多多去星辰一族的领地，别待在兽人星系待着受苦。
叔叔姨姨们，这次是你们赢了。苏兰盯着手中的五彩斑斓的矿石，面带疑惑，这是什么？怪不得他感觉今天的人特别多，原来是多了星辰一族的人。这种场景也不是第一次了。星痕继承了星冕的皇位之后，苏兰很快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储君。苏兰的行程开始发生了变化。苏兰一段时间待在兽人星系学习这边的文化，一段时间待在星辰一族，争取尽量熟悉两个环境，为未来接手两个星系做准备工作。可爱热情的幼崽引人注意，在同样缺少幼崽的星辰一族，同样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在那边不少人时不时在他面前刷存在感、刷好感度。苏兰的每次出行不仅没有让追着他的人少了点，反而越来越多。有人不满苏兰待一阵子就离开，都会悄悄跟过去，于是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场景，比如星辰一族的领地里会出现龙族的身影，兽人星系会出现星辰一族的身影。每逢见面，两方都差点大打出手。苏兰劝和了好几次都没用，不妨碍他们互相私底下互相套对方麻袋，揍对方，恨不得让对方离苏兰远远的。只有他们可以接近小殿下。这些不知道从哪里来偷幼崽的怪人，趁早圆润的滚蛋。小殿下，这是我们特意从别的地方找到的宝贝，对我们没什么用，但是这么好看又贵重，说不定小殿下会喜欢。没人比我们有诚意。星辰一族的人开始夸了起来，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目的。祖星那边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不如跟我们一起回去吧。明明是他们那边的小殿下，怎么可以待在这种苦寒之地吃苦？心疼坏了。苏兰怎么听起来像是在拐幼崽？一个劲敌的出现让龙族瞬间破防，气呼呼地看着这不要脸的星辰一族。什么叫他们带来的见面礼才是最好的？他们擅长收藏珍宝的龙族哪个不比他们强？居然敢在小殿下面前贬低他们，真是可恶。龙族不服气，跳出来找他们麻烦。你们是哪来的？我们都没成功在小殿下面前争宠，你们居然敢截胡！我们要送给殿下的才是好东西。又一个龙族委屈地看着苏兰，小殿下，你到底喜欢我们还是这些白毛怪？难道我们比不上他们？早知他们来了，我就不来了。苏兰，什么怪东西？星辰一族，绿茶蜥蜴，每次都在小殿下面前装怪，别影响我们跟小殿下交流感情。两边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嘴一张就是对他们的贬低，尖牙利齿互不相让，就差当场决斗。还不忘问苏兰谁是最好的。为了争宠，两边差点激红眼。小殿下，你觉得我们谁才是最好的？苏兰感觉自己进入了什么修罗场。第110章番外一争宠。修罗场下，修罗场的硝烟味越来越浓郁，烧得苏兰都闻到味道了，让他感到了为难。他们又想打起来了。叔叔姨姨们，你们送的我都喜欢。苏兰想了想，端起了水，日常劝和，别吵了。苏兰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见面都看对方不顺眼，明明他都喜欢。星辰一族，那不行，我才不认可我跟这些绿茶蜥蜴一个地位，要做就要做最好的，我们才是对小殿下最好的。他们怎么可能会输给一群龙族？不如用财力表示谁才是对小陛下最好的那个。龙族不甘示弱，很快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为了公平，我们可以开直播公示，绝对不会作假。好，他们二话不说就做起了决定，疯狂掏出身上的各种奇珍异宝，想努力讨苏兰的欢心。很快就上头了，恨不得瞬间把对方打压下去，永远别在苏兰面前晃悠。作为星际当中两个低调又有钱的种族，他们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炫富行为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爱莲在一旁目瞪口呆，这都是什么有钱人，花钱如流水，一堆宝贝就当玩具了。天底下的有钱人那么多，怎么就不能多他一个人呢？爱莲开始发散思维，难得和赤家这个爱财如命的人有了一样的脑回路。苏兰有些尴尬，他想走又怕他们真的打起来，附近人来人往，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星际。看两边未得到幼崽的偏爱的修罗场，陆续有不少人过来观察这个离谱的争宠比赛，顺便把链接分享上了新网上。震惊，两大种族千金一掷，只为博一笑，竟然那是因为他。这营销号一样的标题瞬间吸引了不少吃瓜看热闹的人。网友都是乐子人，只喜欢煽风点火和火上浇油，闻着味就过来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原来是为了争仔仔的偏爱，哈哈哈哈！难道我没钱就不能是最宠爱小殿下的人了？礼轻情意重，如果是为了小殿下的话，那就合情合理了。打起来打起来，这热闹我爱看。瓜子可乐吃起来。可恶，这就是有钱人的实力吗？你懂什么？钱在哪里，爱在哪里。我也要参加。他们都快打起来了，天天争宠。这个比赛越来越来多人，看他们两边为仔仔一掷千金，金钱模糊了他们的眼睛。龙族和星辰一族在那里疯狂较劲，看谁送的东西比较珍贵，献宝一样都堆在苏兰面前。看这个样子，分不出一个高低，他们是不会散了。苏兰看他们上头的样子，一言难尽。我总感觉叔叔姨姨们需要下一个防诈骗 AP， 他们这样很容易被骗光光钱的，一个个都像是诈骗犯的精准客户。新网上经常容易出现这种事。星际诈骗犯有专门针对幼崽稀少的种族经典骗术，屡骗不爽，用高科技伪造有可怜的同族仔仔在受苦受难，连吃饭钱都没了，
求社会友善人们捐助仔仔渡过难关。很多人一看这拙劣的科技合成产物，摇摇头就走了。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两眼一睁就是被骗钱，一骗一个准。哪怕骗子被抓了，他们还不相信自己被骗了，一心相信自己帮到了可怜的仔仔，感动到自己都哭了，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钱包了。警察们都沉默了。至今这还是星际经典诈骗案例，时不时还要拿出来反复提这段黑历史。其他几个人表示附议，觉得还真的有可能。他们上头了，个个都是被诈骗的预备役，感觉老了会被卖补件品。热爱仔仔已经完全蒙骗了他们的眼睛。在这个自发比赛的比赛越来越热闹，很快就传到了莫格的耳朵里。莫格正埋头跟心狠讨论未来该去哪里旅游，一听到又有人趁他不注意挖墙脚，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他们又在争什么？一天到晚净想着偷幼崽，精力这么旺盛，下次全都拉去挖煤。莫格每次听到他们，不是因为行迹诡异被误以为是人贩子抓起来，就是因为争宠在大街上打起来，过于丢人。莫格每次都不想承认这群龙族会是同族。桑翠，陛下，他们正在争谁才是最宠小殿下的人，为此开了个比赛。他们也真是闲的。虽然他也知道小殿下可爱，但是这是不是太过火了？莫格听了一下，沉默片刻，邪魅一笑，打开了自己的私人小金库，加入了这个战局。这还用比？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宠仔的人。这些人怎么都比不上他，他作为父亲怎么可以输给外人呢？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桑翠，让他去把这两边争风吃醋的人瞬间打下去。桑翠，陛下，你还有脸说别人？你不也是一个德行？龙族都一个样，谁也别说谁。桑翠这个劳碌命一脸尴尬的帮他们的任性陛下参加这个仔仔争夺战。算了，反正丢人的是陛下也不是他。陛下你别太宠了。正在激烈的时刻，一个不速之客悄然出现。很快，一群看热闹的人又看到莫格的名字挤了上来，直接用自己囤积几百年的财力碾压另外两方。对打了半天的人跟莫格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很快就败下阵来了。苏兰一看那个亮眼的 ID， 很快就认出来是谁了，是爸爸。每次出现这种争宠修罗场的时候，莫格都会亲自出场，把两边瞬间打趴下，宣布自己才是最宠仔的那个。一如既往，莫格从不迟到。龙族和星辰一族互相都觉得有些尴尬，自觉无趣之后又各自散了。散了，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是陛下赢，就不能让我们自己斗吧？建议下次把陛下插出去，谁设计一个拉黑陛下账号的程序，不能让他参与。可恶，不就是在炫耀自己有可爱的仔仔吗？不管怎么样，这件争宠修罗城的结果已经成定局，依旧是龙爹宠仔胜利的一天。第111章番外二，贝斯的校园恋情。贝斯刚上大学没2年时就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她漂亮又强大，白发如雪山，蓝眼如清澈的湖泊，像是冰山雪原，让人心生向往，但是又高不可攀。漂亮优秀的人总是受欢迎的。这期间不少人都在向贝斯告白，但是她都拒绝了，觉得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不少人也好奇贝斯究竟会喜欢上什么样的人。贝斯第一见到安迪是在入学典礼中，他作为学生优秀代表向新生宣讲，他在讲台上激情四射，激励后辈们。讲到一半的时候，贝斯抬眸看到了台下看着他的安迪，驯鹿少年正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他有卷曲的墨发，笑起来很温柔，是个很干净清澈的人，看起来十分顺眼，像是身上散发着柠檬薄荷清新的味道一样。他们对视的一刹那，冰山雪原吹来了春风，冰雪消融，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开出了一朵朵花，花香中带来了春天的消息。贝斯心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学弟，在人群里偏偏一眼就看到了他。入学典礼结束之后，贝斯跟着朋友一起离开，回头看了安迪一眼，发现他还在安静地看着他，嫣然一笑，转身离去。安迪盯着贝斯远去的身影，久久没有挪动脚步，心跳如雷，耳根微红。我这是怎么了？他的心跳很快，这是得了心脏病吗？也有可能是你食草性兽人遇到豹类兽人，来自原始的恐惧吧。你别多想。朋友们解释道，难不成你喜欢他？喜欢那就去告白。贝斯学姐他们知道，拒绝了无数爱慕者的人，至今还没见到有人成功跟他在一起。反正贝斯已经拒绝了很多人，不差安迪一个。也好，让他早点死心。安迪觉得有道理，决定主动出击，连夜写了情书，想过去送情书，看到他身边围着不少看起来比他还优秀的人，又无法送出手，几次都想送出去也拿不出手，多次都想放弃了。要不要把这青涩的爱恋藏在心里，多他一个少一个并没有太大区别，给彼此留多点美好的回忆，没那么多被拒绝的狼狈。贝斯看了半天，有些纳闷，他怎么还不过来？他给了好几次机会，他都没敢过来将手上的情书递过来，还指望他过去讨要吗？可能是害羞了。朋友们正在暗中吃瓜，一看就知道他喜欢你，让我们看看他什么时候才过来告白，不会到毕业他都没敢过来了。他们不是很看好这对。贝斯不这样想，贝斯最近有些苦恼，他忍不下去过去把对方的情书抢过来了，但是又找不到驯鹿的身影了。我收到了那只驯鹿送来的情书，我同意了，
但他最近怎么躲着我走？厚厚的情书起码有字典那么厚，他耐着性子一页页翻下去，华丽多情的废话一大堆，感情真挚，但是每一句话无一不是在告白。他考虑了1分钟那么漫长，最终他接受了这段恋情。贝斯准备回去找安迪，发现他又开始躲了。他一向安迪走过去，他人又跑了。贝斯，这算什么？这是在耍他玩吗？朋友们更震惊，你居然同意了，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吗？看不出来，你们之间有差距，你们之间可能不会太长久。你到底喜欢他什么？朋友们完全不懂贝斯，只会劝分。贝斯，他好看，他是个颜狗。在学校里，安迪的颜值是拔尖的那批，脾气他也喜欢。贝斯向来大胆，再次见到安迪的时候，在他跑路之前画出兽体，把人逮住了，把恋人的身份坐实了。现在轮到安迪感到不安了，找到了朋友们商量对策。贝斯他是不是讨厌我？他忐忑不安，不知道最近的情况算是什么。朋友们怎么说？难道是将情书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让他滚蛋，还是把咖啡泼他衣服上了？贝斯拒绝他们在预料之中，遇事不决，他们就劝分。安迪如数家珍地将他们这段时间的相处的事情都说了一下。他可能讨厌我之前纠缠他，胁迫我跟我一起看电影、去吃饭、看夜景，他的周围甚至出现了可疑的粉红泡泡，怎么听都跟胁迫没有1毛钱关系，更像是小情侣在跟他们的好朋友们撒狗粮。朋友们，等等，不对啊，这叫讨厌吗？为什么你们这胁迫听起来那么像在谈恋爱约会啊？你真不是过来炫耀的吗？朋友们拒绝了安迪的狗粮，并他拽去贝斯面前问个明白，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贝斯学姐，你可不能玩弄纯良少年的感情，你们都长嘴了，快给我问。安迪，贝斯，我们是在谈恋爱吗？你告白了，我同意了，难道你要始乱终弃？贝斯不敢置信地看着安迪，就像再看一个大渣男。你要是敢当渣男，我就把吊起来抽。难道他们这段时间是好朋友唠嗑吗？安迪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已经在谈恋爱了，小情侣稀里糊涂在一起了，他们的校园恋情就正式开始了。一开始没有几个人觉得他们的恋情能长久，毕竟门不当户不对，可能没多久就散了。大多人的恋情并不稳定，谁知道这一谈就是很多年，完全没有分手的意思，反而感情越来越稳定。情敌们愤愤不平，说他们门不当户不对，雪豹家族不会容许贝斯跟驯鹿兽人在一起的。雪豹家族一些年纪大的听说了这件事，也跟着一起出手，试图拆散他们。贝斯直接带着安迪私奔了，中途还结了个婚，别人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曾经试图劝分的两方恋爱军师们尴尬的在婚宴上同一桌吃饭，啪啪啪打脸。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大部分时间都是幸福的，如果不是战争让他们分别的话，这种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贝斯，我会让你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的世界中。安迪坚定地前往了战场，我会回到地心的，我不会食言的。贝斯，那你绝不可以当这个骗子。安迪，我答应你。安迪一去不复返。贝斯遇到了食言的骗子，如一场旧梦，大梦一醒一场空。第112章番外3，苏兰跟贝斯做公益，贝斯越来越忙了，他能打，能帮忙处理政务，有需要还可以当医生进行急救。不愧是曾经的优秀生，什么东西交到他手上都能完美的完成，多项全能。贝斯是块砖，哪里需要他往哪里搬。贝斯女士，麻烦帮忙一下，拜托拜托。最近他好忙，一下班就不见人影。小殿下找了贝斯女士很多次，都没成功找到人，失望了很久。好奇他最近都去哪里了。苏兰每次去找他贝斯玩耍的时候，不是将自己投身在忙碌的工作中，就是休假时也不见人影。要不是贝斯按时上下班，会让人有种他被绑架的错觉。苏兰很多次扑了个空之后，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贝斯姨姨最近都去哪里了？怎么不带上我？保姆机器人，小殿下，贝斯女士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你现在慢慢长大了，也不能经常黏着别人哦。苏兰成日不是黏着新来的大人，就是黏着同龄朋友。保姆机器人最近多加了一个让苏兰早日独立起来的任务。虽然他才几岁，但是作为2个星系的继承人，任务艰巨，这必须要早日提上议程了。苏兰不知新的作业要袭向他，依旧在思考总是不在家的贝斯究竟去了哪里。据说贝斯女士天不亮就出门了，小殿下好奇的可以去问问。保姆机器人帮忙瞎出主意，不过那么早，小殿下起不来，苏兰每天都嚷嚷着想多睡一会。苏兰决定看看贝斯最近都在忙什么，挑了个假期，早早就起来了躲手。终于有一天，暗中观察的苏兰终于发现了贝斯最近的行踪。苏兰发现了，天还未亮就带着大包小包出门了，在星舰上塞得满满当当的，准备苏兰小炮弹一样冲了过去，扑到了贝斯的怀里，撒娇要跟着一起过去。依依，你打算去哪里？带上我，带上我，我也要一起去。我们已经很久不见面了，你不喜欢我了吗？我去做公益。苏兰一撒娇，贝斯就拿他没办法。小殿下这么早就过来了，还以为还没起来了。殿下想跟过来的话，那就一起吧。苏兰像是10万个为什么，不停地追问贝斯，亮晶晶的眼睛一直盯着贝斯。什么公益？是种树，还是帮忙重建战后灾区，还是清理街道卫生？贝斯，
慰问伤兵和还在救治的残障幼崽。殿下真的要去看吗？战后出现了不少受伤的士兵和残疾的幼崽，他们都是需要人文关怀的群体。虽然帝国有抚恤金和战后慰问，还鼓励帮忙处理他们的就业问题，但是总有人因为战争身心受创，依旧活在痛苦当中。贝斯曾经经历过这种痛苦，他懂得他们的痛苦，知道他们的心理想法。本着为死去的安迪基德的想法，他在休假时间经常会过去做公益，人经常不在家里，让想找他的人都扑了空。今天刚好被苏兰撞上了。苏兰想到残酷的战争当中那些勇敢保家卫国的战士们，思考了一下，嚷嚷着也要过去。我也要去。苏兰认为自己也该过去。他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得到了抚恤金，生活有没有不便的地方，能不能成功找到新的工作。苏兰跟莫格和星痕报备了一声，带上了慰问大礼包，一起过去做公益。苏兰和贝斯挨个走访，送生活物资和金钱，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把这些慰问内容发布新网，呼吁大家关注弱势群体。不少人渐渐了解到，这些战后因为伤残消失在人群里的弱势群体，他们曾经为了战争付出了一切，却不能正常生活。渐渐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们的公益队伍当中，开始研究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哪怕伤残，他们也是社会当中的一部分，不应该拥有这样的人生。忙碌了几天，苏兰和贝斯累得不行，他们去天台无人之处休息了一会。贝斯站在天台上向远处眺望，脸上带上了浅浅的笑意，又有些惆怅，久久没有说话。苏兰，姨姨，你看什么？苏兰跑过来盯着贝斯，生怕他出了什么事。贝斯最近的心情不好，他又经常一个人在这么高的天台上露出悲伤的表情。苏兰想到各种可怕的事情，他步步紧盯着。贝斯指了指天台下的风景，我在看风景。苏兰透过天台朝远处眺望了过去，外边阳光明媚，枝叶绿油油的，不少人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现在的生活里，散步，欢声笑语将他们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很漂亮。苏兰欣赏这种国泰平安的风景，站在一旁一起静静地看风景。我在想，如果他活着的话，想看到的会是这种场景吧。贝斯突然感慨了一句，只有我一个人看，很无聊。苏兰警惕了起来，这是什么古怪说法？他抓住贝斯冰凉的手，强势地看着他，认真的一句一顿诉说自己对他的关心。他会看到的，所以开心点吧，姨姨。他希望你开心的活着，你要努力活下去，看看安迪用命换来的风景，千万别想危险的地方。苏兰磕磕巴巴地表达自己对贝斯的关心。一旦贝斯有任何不好的想法，他就要带贝斯去找心理医生，让人盯着他。殿下，别担心，我只是单纯看风景，没有危险的想法。你误会了。贝斯听出了苏兰，让你担心了，我真是糟糕的大人。他的糟糕情绪居然让苏兰看出来了。才不是呢，贝斯姨姨最棒了。苏兰向贝斯伸出了手，眼巴巴地看着贝斯。姨姨，这算是约定吗？跟我拉勾勾，不许骗人哦。他喜欢初到兽人世界就对他很好的贝斯姨姨。苏兰希望贝斯姨姨可以快乐生活下去。苏兰的奶声奶气的声音让人的心底软了一瞬，让人不忍拒绝他的任何请求。贝斯跟苏兰拉勾勾，大手勾着小手，应下了新的约定。好，这是我跟殿下的约定，我不会食言的。他不能让别人担心了，他不会失约的。第113章，番外3，桑翠终于退休了。桑翠一开始是不想干书记官的，这可是出了名的，虽然权力大，但是能让人活活累死在工位上的牛马岗位。毕竟他是战士出身，只想在战场上肆意打打杀杀，对书记官这种文职工作他向来都是不考虑的。一开始莫格物色的书记官是安迪，他在处理政务这块非常出色，还可以把他和贝斯之间的身份差距问题给解决了，简直是完美的选择。再不济还有别的人能顶上。桑翠已经想好了自己打完战之后未来要去哪里潇洒了，做好了各种旅游计划，天天惦记着休息。他可是一只旅鸽，就该到处飞来飞去，享受人生，就差执行了。然而这些旅游计划他一个都没有用上，同行的挚友们全都壮烈牺牲，说好的干活的人一个都没剩，就他和莫格还活着。莫格那个时候又受重伤得了退化症，政务堆积如山，严重影响了整个兽人星系的运转。莫格手头又没有什么信任的人，那些虎视眈眈想安插自己人的兽人家族，莫格一个都不想要。桑翠成为了唯一的人选。莫格，帮帮我吧，我忘了很多东西，现在只有好友，你是我可以信任的。莫格一边说一边吐血，试图让桑翠当这个冤大头打工人。桑翠有些犹豫，可是我不擅长，感觉答应了后他就失去了自由的人生，像是捕个陷阱。给你3倍工资，每年都涨薪。莫格拿出了杀手锏，狠狠拿捏住了桑翠。餐费、交通费、差旅费全都补贴，逢年过节还有过节费。他知道什么能让桑翠干活。桑翠瞬间变了嘴角，我们是好朋友，说那么多见外的事情干什么？我肯定会帮你的，我马上去办理入职。今天的工资可以给我算上吧？他本来不想答应的，莫格给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总不能跟钱过不去是吧？莫格，他就知道。桑翠在莫格的诚恳恳求下，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当起了天天007，一天到头还没几天假期的书记官，
开始天天埋头干活，搞得灰头土脸的。书记官的活可多了，处理政务、外交、宣战、举报加冕仪式、大型宴会、外出打战、国库盘点、舆论压力，有时候还要帮莫格处理各种任性妄为的事情。陛下，别任性了。莫格在前面浪，他在后边帮忙处理，累得眼冒金星，两眼发黑，差点当场回到兽神的怀抱。好不容易换了个新上位的苏兰，苏兰看着纯良，不比莫格少折腾，劝说桑翠继续干活。桑翠，难道他天生就是劳碌命吗？他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退休去旅游啊？硬是把桑翠变成了一只十项全能的鸽子。每次累得不行的他，都会顺手写下一封最新日期的辞职书。想了想，每天都在涨薪的工资，咬了咬牙，又干了下去。明天一定辞职。桑翠每天都在写辞职书和按时打卡全勤的日子当中度过，日复一日，风月无阻，为几位皇帝干过活，战场流过血，朝堂干过架，哪里都有他默默奉献的地方。流水的皇帝，铁打的桑翠，这一天天的，差点没把他累死。为兽人星系奉献了一生的桑翠，终于干不下去了，在工位上发疯：退休！我要退休！人怎么可以不退休？干不下去了，真的干不下去了。天天007，全年无休，兽神来了也干不下去了。再干下去，我真的要死在工位上了。当初我答应莫格干这类死人的活，就是脑子里进的水。辞职！今天我必须把这个月的辞职信全都递上去。我不是鸽子，我是变了物种的牛马。发疯！发癫！附近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看着桑翠发疯，完全不敢过去，怀疑他是不是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桑翠阁下到底怎么了？要不要送他去看病？他每天都得发一会疯，过一会就正常了，不用管。桑翠的发疯行为一度让人怀疑他疯了。不知多少年后，呕心沥血的桑翠看着兽人星系欣欣向荣的星系，终于满意了。感觉自己渐渐体力不支的桑翠，感觉自己已经再也无力处理政务，向苏兰提交了退休申请。苏兰，桑翠叔叔，你要退休了吗？真是舍不得你。苏兰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这么重用桑翠了，他一个人可以干10个人的活。核动力打工人，苏兰到现在还没找到比他还能干的人，有点舍不得呢。陛下，我都听到了，你觉得我是歇不下来的驴？桑翠一脸怨念，快变成了丧尸怨念脸。陛下，我真的干不动了，我申请退休，放我去旅游吧。桑翠看起来干巴巴的，就像被工作抽干了精气。他好羡慕莫格和星痕天天旅游，他也要开始退休的幸福生活，一副不给他退休他就一头撞死在苏兰的桌子前的样子。苏兰大手一挥，签下了退休申请。辛苦了，桑翠叔叔。桑翠也如愿拿到了自己的退休金，瞪大了眼睛开始数上面的金额，总感觉金额多了不少，让他眼前一亮。是不是给错了？他在星际旅游一圈还能剩不少度过余生，他就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办理退休的工作人员笑眯眯，感谢桑翠阁下为帝国做出的贡献。陛下从自己的小金库里补贴不了不少，安心吧，这不是给错了。桑翠心里美滋滋，陛下比他爸靠谱。他身上的打工人怨念终于烟消云散。本来黏成鸽肝的桑翠看着丰厚的退休金，瞬间原地复活，瞬间精神抖擞，仿佛他还能再干100年。他终于解放了。桑翠终于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退休生活，喜气洋洋的准备物色旅游地点，带上一堆小鸽子准备出去玩了。他摸着自己稀疏了不少的鸽子脑壳，劳碌了一辈子的陈年老鸽在光脑上发布了重金求药悬赏，急需生发膏，有合适的生发膏请联系我。桑翠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了。第114章番外4苏菲娜后续，这算是兽人星系的一个秘密往事。如果没有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话，不会有人知道关于实验体的事情。苏菲娜没有死，苏菲娜在弟弟实验室倒在地上还有一口气，像是要跟维拉一起埋在这深不见底的实验室里。本着人道主义，他一个才几岁的重伤幼崽被一起带了出来，转移到了战地医院当中。他曾经在试炼之森放出了异兽的事情被查出，这是他的罪行，因人一直昏迷不醒，年幼受人指使，这是一直搁置着。之后战后重建和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让人渐渐忘记了苏菲娜的存在。苏菲娜在医院里躺了很久，她当了很久的植物人，久到没有人认为她还有机会醒过来。苏菲娜还是醒过来了。啊，口好干，我在哪里？苏菲娜在病床上醒来的时候，面前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差点让她不认识，肌肉萎缩让她难以行动，只能透过附近的镜子看到现在的自己。我为什么还在世上？苏菲娜本来以为自己死在了战争当中，没想到她还能活到现在，她还错过了很多时间。镜子中的苏菲娜已经长大，跟维拉越来越像，一模一样的面孔，无时无刻不在提示她是实验体的情况。她没有成长期间的记忆，时间却悄然离她而去。苏菲娜打开了光脑，透过光脑了解她不在的这段时间。黑蛇家族和背后的联盟已经被斩草除根，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因与异兽合作沦为了兽人星系的耻辱。兽人星系因他们跟异兽的同流合污，损失惨重，亲朋好友死在面前，不少人唾骂他们因为利益而犯下的罪行，要求严惩。
苏菲娜的根基在兽人星系已经荡然无存，她曾经引以为傲的家族也不存在了，维拉也永远埋在了地底下。苏菲娜醒来的时间还是苏兰登基的时间，屏幕的另一端的苏兰已经变得越来越耀眼，是苏菲娜永远比不上的程度，不少正在欢呼她的名字。此时已经没人提起曾经在星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苏菲娜了，她已经彻底被人遗忘了。苏菲娜争来争去没有赢过苏兰，不过从知道自己不过是实验体的时候开始，苏菲娜早就不想为了讨妈妈维拉开心搞这些无谓的争斗，她终于看开了。我不想待在这里，这个地方让我太痛苦了，没有一点美好的回忆。她对这个地方很是抗拒，每次看到镜子中跟维拉极其相似的脸，过去虚假的人生成为了她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她在地心的爱和人生都是虚假的，每待一天她就过去的痛苦记忆折磨。苏菲娜已经不想在这地方，但是无法出去。除了按时给她送吃喝和检查身体的医护人员，她再也没有见过其他人，像是待在一个牢笼当中。她强烈要求见别人，不管杀了她也好，流放也好，都要尽快做出一个决断。行尸走肉的生活她不需要。没有人回应她的诉求，似乎正在讨论怎么处理苏菲娜醒过来这件事。直到很多天之后，烦躁不已的苏菲娜终于见到了别人，过来追究她在公众场合曾经放出异兽的罪行的办案人员。他们掏出了证据确凿的控诉文件，条条都在指证苏菲娜在到处都是幼崽的试炼之森放出了异兽的事情，差点造成重大伤亡。这是对你的控诉，是否认罪？他们来之前曾经了解过苏菲娜，一个可悲的实验体，脾气不是很好。这个足以让她身败名裂的罪行，她不一定会认。他们已经做好了磨下去的准备，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麻烦。苏菲娜冷静地认罪了，看起来还有些高兴，迫不及待的我认罪。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吗？流放也好，她终于可以离开地心了。无论去哪里都好，她已经不想留在这里了。这是折磨。办案人员，作为你流放之前的准备，帝国可以允许你得到一些物资作为流放的生存物资。从此之后，你的死活与我们无关。苏菲娜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那些我都不要，我不想要这张脸，我可以换一张脸吗？她不想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实验体。办案人员犹豫了，你确定不选择别的？这对苏菲娜不需要，我不想带着这张脸过一辈子。苏菲娜小声地拒绝了，她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让我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吧。办案人员想到了苏菲娜实验体的身份，一个实验体，最后还是同意了。苏菲娜得愿以偿的把自己的脸改了，改成了所有人都不能把她和苏菲娜联系上的程度。看到一张全新的脸，她突然有些激动，就像看到了自己新的人生。苏菲娜，现在开始才是你真的人生，你不再是维拉的镜子，你是真正的自己了。苏菲娜带着属于自己的东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地心，成为了史上第一个期待流放的人。哪怕流放的未来前途未卜，可能并不是一个好去处，但对她来说足够了。苏菲娜在离开地心前，她还是远远见到了苏兰，她这个毕生宿敌一面。苏兰在机场视察最近的安保情况，突然看到人群当中有一个被流放的人影正被执法人员带去新舰上。苏兰愣了一下，那是谁？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脸不认识，但是身影有点熟悉，太过久远，已经认不出来了。他被流放为什么这么高兴？他们曾经见过面吗？苏兰打算回去看看最近有什么人因为罪行被流放。苏菲娜回头看了苏兰一眼，当作从来没有见过他离去，两人渐行渐远。就这样吧，或许他跟所有人从来都不认识，当个陌生人就够了。苏菲娜离开了兽人星系这个他待得不舒服的地方，前往了星际深处。苏兰再也没听过苏菲娜的消息了，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第115章番外5朋友们的后续。苏兰的一生当中离不开他的朋友们，有些人离开，有些还在身边。成年之后各自有了自己的路，继续了自己的人生。苏兰关注过他的朋友们的后续。爱莲受卡莎的电影影响，从小就决定逐梦演艺圈，申请从骑士预备役辞职后一走钻进了演艺圈，仓鼠家族劝阻都没用，后来阴差阳错之下成了一个不错的歌剧演员。据说他演一个爆一个，挺受欢迎的，也算是曲线完成了他的梦想。爱莲偶尔会在光脑是哪个跟苏兰分享一些八卦，顺便吐槽下为了保持完美的形态，他随身带的零食都被扣下来了，被要求经常在跑轮上锻炼身体，防止他这只仓鼠变成了圆滚滚的球和薯饼。我上次偷偷带了点零食，打算偷偷吃一口，一口没吃就被扣下了。为了最好的演出状态，我只能忍耐。看到观众为我欢呼的样子，我觉得这一切又是值得的。希望下一场演出也是完美的。这对爱零食如命的爱莲来说是痛并快乐的事。爱莲经常赠送苏兰他们免费的 VIP 演出票，苏兰有时候会过去帮忙捧场，看看舞台上的爱莲是什么样子的人。苏兰经常看到舞台上优雅、知礼、自信又魅力四射的爱莲，很难把她和那个热爱吃东西的仓鼠联系在一起。苏丽娜看着自己收藏的一堆演出票票根，看着排列下来的时间顺序，暗暗惊奇。既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爱莲在这条路上坚持了很久，她真的做到了，居然没变成电影中的大姐大。爱莲成长成了一个跟幼崽时调皮时截然不同的人。泽维尔依旧受她的外貌影响，
哪怕成年依旧被不少人误以为是混进兽人社会的异兽，不少人害怕他的接近。被多次误会之后，泽维尔一成年，家里管不到，他就要开始整改自己。苏兰每次看到泽维尔，他的发色和同色都不一样，一言难尽的颜色硬是用颜值和冷脸撑起来了，竟然也算得上俊美，一度成为地心当中的潮人标准。不过他并没有从事这块潮流的工作，也没有子承父业进入军事领域当和平年代的战士。这个看起来十分暴力又战斗力十足的黑凤凰本职工作，居然是畅销儿童文学作家。泽维尔的儿童文学因童趣有趣治愈的风格，深受幼崽喜欢，在兽人星系当中非常受欢迎，成了远近闻名的作家。苏兰，作家？还以为他会选择成为战士。全家都是战士的凤凰窝里飞出了个作家。苏兰好奇悄悄买过泽维尔的著作，看到他柔软治愈的风格，十分震惊。原来你的内心是这个样子的。泽维尔，你平时一声不吭的，平时居然还有悄悄写作的爱好，还偷偷成了文学作家。泽维尔的新书发布，苏兰点了赞，被泽维尔发现了。泽维尔，陛下发现了，真没办法。我在现实不受欢迎，在文学上有人喜欢也不错，起码在文字上有人喜欢，能跟我交流。泽维尔继续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十分高产。谁也没想到他会一脸冷酷地创作儿童文学。据说很多年之后，还有不少人家里珍藏着他的儿童文学著作，是长年以来幼崽最喜欢的睡前读物。塞拉依旧是狂热粉丝，身上经常带着苏兰的周边，苏兰每次看到都有点尴尬。往事不堪回首，也不必什么东西都挂在身上的。为了离苏兰更进一步，他进入了皇宫，当起了苦命打工人。只能说不愧是狂热粉丝，那么多活没几个人愿意碰，他身先士卒，勤奋让人想哭。桑翠面对塞拉的勤奋，仿佛看到一个很能干的打工人，夸塞拉万中无一的核动力牛马，以后一定能一直待下去的。我仿佛看到了你的未来，你肯定能在偶像身边一直待下去。塞拉惊讶，真的吗？那他是不是能离偶像近一点？那可太棒了。桑翠开始胡说八道。当然，当你跟我一样，一个人能干10个人的活，但是拿1个人的工资时，陛下就会觉得你是离不开的人才，会一直重用你了。路过的苏兰听着，这不像是什么好话。桑翠叔叔每次忙着处理政务疯了，就会随机揪着一个人灌输他的歪理，就像是一个被折磨疯的打工人。塞拉，你涉世未深，被坑了。哪有人会追星追到上班都快乐的看着塞拉笑呵呵的将自己的疑问咽了下去就好。这么热爱工作的人不多了，就没必要打击他们的热情了。苏兰趁他们交流的十分投入，他悄悄离开了这个充满核动力牛马的办公室。其他的人一个个的都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苦恼，生活中酸甜苦辣的滋味想自己可知。最让苏兰意外的还是赤家。苏兰曾说过他看不到赤家的未来，不知道他会不会活下来。一个实验体的未来在哪里？苏兰看不见，赤家自己也不说不清楚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赤家深知他这种实验体是不一定会有未来。殿下别担心，我这么命大能活到现在，未来怎么样我是有心理准备，靠自己走出一条路。到时候我肯定会告知陛下一声。莫格对他还是有些警惕，担心莱恩没有死绝，在他身边安插了不少监控。然后看到了一个完全钻进了钱眼里的人，每天不是在做生意，就是在商战中用热水教对手发财术。莫格觉得没什么好看的，监控也慢慢撤掉了。一日，苏兰收到了赤家送过来的礼物和信件，满满一信件都是星际中各地的特产，都是赤家觉得不错的特产。照片上赤家正带着他的养父母去游玩，他们身上一堆奢侈品，看起来就是一个金闪闪的暴发户，做生意成功了。还有一封信，陛下日安，现在我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终于变成了有钱人了。这是一些自旅途上见到的土特产，觉得很有趣，送给陛下。没有未来的人靠自己创造出了自己的未来。苏兰看到做自己的几个朋友现在都有各自的发展，会心一笑，想象到最近他们都有休假，写下了邀请函，约他们一起喝下午茶吧，是时候聚一聚了。第116章番外6 F 线，苏兰在蓝星平行世界，非人类世界观。小提示 F 线算是平行世界的故事，苏兰没有前往星际，父母家人都在蓝星，有非人类出没。苏兰被赶出家门之后，养父母大晚上的联系不上孤儿院的人，嘟囔着丢下了电话，再也不管这件事了。年夜饭提这种事真是晦气，别管他那个小怪物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山野精怪丢出来吃人的。我们继续吃饭，管他做什么，反正苏兰那个小怪物已经被丢出去了，他要点脸就别再回来，免得大家都尴尬。一个孤儿无亲无故的，还有几个人给他出头。大半夜的苏兰这么调皮，出了什么事那都是他的命，怪不得他们了，还省了他们被骂半夜抛弃小孩。这个脸上带着鳞片的小怪物死在外边才是最好的。虽然他们在城里的公司越来越有起色了，但是就是不想多养一个孩子。他们又不是做慈善的，给别人养孩子，谁养苏兰这个孩子谁倒霉。苏兰走在路上，身上没有带什么行李，只有一件他从孤儿院里带来的羽绒服，很大件，看起来是大人的衣服。据说是他刚被丢到孤儿院门口时带着的，身上盖着的衣服料子不像便宜货，破破烂烂的又有血迹，
怀疑是从什么尸体上扒下来的。小小的苏兰紧紧地抱着，不肯松手，一直留着，抓着时还笑嘻嘻的。据说是亲生父母留下的，至今父母还没找过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苏兰一直带着，天寒地冻的披在了身上，暖暖的，就像父母在拥抱自己。苏兰翻来翻去，在衣服隐蔽的角落摸到了一串很小的电话号码，是奇怪的针线绣的，摸不出是什么绣的。苏兰，这是什么？像是急匆匆时放在里面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模糊了，但是依稀还可以看到上面的数字。这是爸爸妈妈的电话吗？苏兰内心忐忑，紧张安地看着这串陌生的数字。他想打个电话问问，但是他并没有电话，身上也没有钱去电话亭打电话，更不敢赌自己打电话过去会不会继续被抛弃。被接二连三抛弃的苏兰不敢赌这种小概率案件。苏兰蜷缩成一团，肚子咕咕叫。现在最重要的是，他已经一整天没有吃过饭了，再不吃饭就要饿晕过去了。孤儿院的人还没有过来接他，连孤儿院的人都觉得他不是乖宝宝，不要他了吗？苏兰着急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大晚上的怎么有？你不是兰兰吗？大过年的怎么不在家里？跑出来！是邻居刘姨家的小女儿贝斯，据说一直在国外留学，最近才回来，染了白发，还戴美瞳，被家里说教了几次。苏兰，爸爸妈妈不要我了。贝斯听说过刘姨说过她的事，心口直快地骂了几句：作孽啊！平时里把你当丫鬟用，现在公司有点起色，就用鼻孔看人，还把你赶出来，不好好安顿好人家孩子，过年把人赶出门，还不给饭吃。贝斯的大哥姐姐家也有差不多大的孩子，看着苏兰可怜巴巴的样子，也许是想起了那些侄子侄女，连连说是作孽。你先来我家吃饭吧。我可以吗？苏兰心想，年夜饭是一家人才可以吃的，她在养父母那里也吃不了年夜饭，之前都是等他们吃完后才有机会吃。来吧，我们家里做了很多菜，吃不完，多你一个不要紧。贝斯怕苏兰害羞不好意思，忙拉着她过去。来吧来吧。贝斯带苏兰在自己家吃了顿饭，看她身上受了伤，简单上了药，让她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清早，刘姨知道了这件事，让儿子儿媳顺路他们带苏兰过去医院。一家人也是善心人，看着苏兰有伤口发炎，反正休假在家，探亲的路上顺便把苏兰带去看病。医生谨慎，看到苏兰身上一堆伤，还严重营养不良，怀疑是什么拐卖案件或者是拐卖儿童案件，悄悄打了报警电话。当地警局的警车呜尔的过来了。立案调查发现是养父母抛弃，把养父母叫过去一顿训，让他们快把人领回去，大晚上的丢出门算神恶魔样子。养父母一听苏兰被刘家带走，还报警了，他们不仅没有把苏兰带回去，大过年的还在刘家门口堵门，破口大骂：你居然敢报警！你不想让我们好过，你也别想好过。你们看不过去，怎么不出钱？我们做什么，你们管什么？大过年，你们这么想养？刘家门前产生了争执。而远在巨市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一栋大豪宅里，莫格正看着外边的烟花，眼睛里毫无波动，脸上的龙鳞几次现出，看起来十分焦躁。他很多年前和妻子外出时遇到了死对头，被设计出事，差点丢了性命，还没成功孵化的龙蛋丢了。他们不是人，他们是化成人形，用普通人身份活在大都市里的龙族。一龙蛋丢在外边，万一被人发现，很可能就会做成荷包蛋了。没有父母帮忙，龙蛋基本没有成功孵化的可能，很可能已经死掉了。但是他们依旧认为他们的孩子还活在世上某个角落。管家突然兴奋地拿着手机走了过来，兴奋地让莫格和星痕看一个短视频。大人，我找到龙蛋的下落了。最近管家沉迷人类世界的短视频，经常刷视频，没想到在偏远村镇有偷拍的邻居吵架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像的莫格的小女孩。如果龙蛋成功孵化的话，那跟视频里的孩子年纪差不多，地址还是在他们出事500公里远的偏远地区。照片里的孩子看起来跟莫格和星痕极其相似，一看就是他们的孩子。莫格，孩子，这是我的孩子，他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就是他的孩子。莫格他们非常激动，我现在就要去把他找回来。莫格他们迫不及待的连夜出发，希望这一次找到的是真的。一辆难得一见的豪车来到了这个偏僻的村镇当中。第117章番外 6F 线。苏兰在蓝星平行世界，非人类世界观，与世隔绝的小村镇隐匿在深山当中，村镇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人，有什么事情很快整个镇子就知道一清二楚。养父母在刘家门口找人麻烦，各种难听的话都出来了，引起了不少人围观。在听说养父母他们半夜抛弃小孩的时候，总有几个有良心的忍不住指责他们半夜地图小孩的行为，这不就是遗弃儿童？犯法了吧？一天不吃饭没饭吃，干活还要被赶出去，这比丫鬟还惨。他才是个6岁的娃娃，再怎么样还能做什么错事？怎么可以大过年的就把人丢了？好歹是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作孽啊！一个6岁的孩子，你把他赶出家门，他怎么养活自己？好歹把人送去孤儿院。你不要就联系我们来接，要不是接到警局通知，我都不知道你们丢了。孤儿院的人在接到警局通知后过来，也指责他们领养的时候没孩子，说什么要找个孩子养老，领回去了，生出了自己的孩子就嫌弃碍事不要了。这世上哪有既要又要的人？这是不是太过分了？一开始不想要，
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无辜的孩子？养父母正是事业蒸蒸日上、春风得意的时候，大过年的被人骂没良心，如何能忍？又忍不住开口群如，破口大骂。他就是个怪物，要是有人愿意要他，怎么到我家里来？他是不是人还不一定了。你就说是不是他来了这里后，这里一直发生怪事，不知道哪来的精怪，我丢出去也是为了镇子好。你们谁想要就领走。养父母们认为自己的推测十分合理。苏兰自从来了这里，常年不下雨的地方经常下起了雨，雾气蒙蒙的，山里经常传来不知道什么野兽的叫声。他的眼睛经常看着天空，金光闪闪，身上时不时露出鳞片，仿佛随时都会露出本来的样子，冲天去。村镇里的狗见到苏兰都两腿战战逃跑，像是见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怪物。非人敢拉满，这能是人？养父母会忍不住把各种异常跟苏兰联系在一起，越来越无法忍受他的存在。妖孽，这肯定是山中的精怪。自从小宝出生之后，他们的运气越来越好，甚至家境越来越好，公司都能越来越好了，更是疼爱小宝，把苏兰视作一个妖孽。说不定就是苏兰待在他们家里，才会阻拦他们一飞冲天。要是从来就没有苏兰就好了。你不要我要。刘家忍不住了，主动接下了这个担子。他来到你们家，你们的生意越做越好，没有孩子也有孩子了，这是你们的福星，有眼不识珠把他赶走，就不怕好不容易得来的富贵被收回去吗？你们这样做会遭天谴的。养父母们白了一眼，妖孽怎么会是福星？一言为定，快办手续记在刘家门下。他们才不信苏兰这妖孽是让他们家越过越好的源头，尽快丢掉才是真的。他们开始重新办理收养手续。而在不远处，一群外地城市里来光鲜亮丽的人开着豪车过来，挨家挨户拿着苏兰的视频截图，正在询问他的消息。特别调查局的人正在任劳任怨帮莫格他们寻找苏兰的下落。莫格和心痕这对粗心的父母搞丢了自己的龙蛋，时不时过来骚扰一下他们，要寻找龙蛋的下落。这么多年没找到，本来以为龙蛋孵化失败已经没了，没想到这么多年还能找到龙仔的消息。他们收到消息，怕莫格和心痕找龙仔的途中太过激动，发生了不可控的飞字的事情，不得不一起跟过来帮忙找。龙族的脾气古怪，行云不语，一旦激怒他们，带来的意向善后工作他们就要处理不少。龙仔是他们的逆鳞，很麻烦的事。龙族身上自带龙气，万一被有心人发现带走，容易产生大麻烦。尽快得在发生大事之前就把流落在外边的小龙找回来。之前视频的主人已经注销账号，这让他们的工作雪上加霜，只能靠着之前提供的地址过来碰个运气。莫格突然看向了山中一个方向，我闻到了，空气里有龙的气息。山不在高，有龙则灵。莫格和心痕察觉到了跟他们血脉相连的龙仔的气息，大致的圈定了一个圈子，正往那边走去。苏兰那边刚办好手续，养父母又开始作妖了。等会，这死丫头吃了我们那么多吃的，怎么也得给我们点钱，不然我们不会签字。孤儿院院长气炸了，你以为是卖东西？刘家咬牙给了，只想摆脱他们的流产。养父母尝到了甜头，在拿到了钱签了字，又继续要求给20万。贪得无厌的态度让周围人怒气冲冲，很快打了起来。苏兰看他们打起来十分害怕，看到刘家人受伤，捡起了地上别人的手机，打出了那个电话。不，他们打起来了，我害怕，可以帮帮我吗？稚嫩的龙仔声音透过电话出现了莫格的耳中，让他的双眼一亮。你在哪里？我去找你。苏兰的声音有些颤抖，看起来有些害怕，附近还有打杂声，看起来很不妙。还没问出地址，电话就被掐了。养父母砸了手机，揪着苏兰的耳朵骂他：你想打电话给谁？怪不得翅膀硬了，敢向着外人，原来是有靠山了。胳膊往外拐，不舍得让我多赚点，找打了吧。在拉扯当中，苏兰的心情非常糟糕，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刚才还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天气，迅速乌云密布，暴雨瞬间随之而来，甚至可以听到这其中的龙吟、悠远和恐怖，听起来有些恐惧又带着怒意。龙气，这里有龙气，有龙在行云不语，那边果然有龙，我就说这里格外的山清水秀。苏兰这发作，莫格他们迅速锁定了苏兰他的位置，朝着他的方向赶了过来。巨龙在空中飞来飞去，带来了更大的暴雨。一瞬间，刚才还在打得飞起的几个人被浇成了落汤鸡。养父母抡起巴掌就要揍他，你果然是个妖孽，说你几句就下雨，让我们变得这么狼狈，看我不打死你。就在巴掌快落在了苏兰的脸上时，一道不速之客的身影过来将前养父母的手拦住了，声音冷得掉渣。你们这是做什么？你说要打死谁？第118章番外 6F 线。苏兰在蓝星平行世界，非人类世界观，你是谁？为什么帮我？明明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人，却让苏兰感觉十分熟悉，血脉深处的感应让苏兰主动看向了他们，怯生生的想要亲近他们。这是爸爸妈妈吗？他的电话打出去了。莫格和心痕看到苏兰的瞬间，就已经认出了他就是自己弄丢的那个龙蛋，心里十分激动。找到了，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孩子。没想到丢失在外的龙蛋，在没有父母协助孵化的情况下，还有机会孵出来。
命不该绝，他注定是要出生的。他会亲眼看到这个世界再次回到父母的身边。养父母被拦了下来，正准备开骂，发现来的人个个穿着谈吐不俗，身上一套衣服都是定制，手腕间的手表都得几百万，瞬间变了个嘴脸。他们马上换了个为别人着想的嘴角，假惺惺为他们解释：你们有所不知，这就是一个怪物，谁帮他都会倒霉的，最好离他们远点。现在下了大雨，不如来我们这里喝口茶。这些人看起来就不是普通的客人，要是可以拉到他们的投资，他们的公司不得直接做大做强。他们最近听说大城市里会有大集团的人过来这里考察投资旅游，他们穿得这么好，说不定可以帮他们公司一把。他们越来越嫌弃苏兰，要不是他们怎么会在贵客过来的时候这么狼狈？第一印象分直接没了，真是个妖孽。又后悔刚才为什么不早点和他们摆脱关系，让人看笑话了。莫格冷笑了一声，我们是他的父母，他是我的孩子，他要是怪物，我们是什么？他是大怪物。刚才过来的路上，他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家人借苏兰身上的龙气，让自身运气好起来，家里越来越富裕，却舍不得对苏兰好点，百般苛待他。他们得到什么，也会因此失去什么。一道雷闪过，养父母的脸上顿时变得苍白无比。只有他们两人看得到，对面的人脸上出现了如出一辙的龙鳞，兽瞳正盯着他们。特别调查局刚赶过来，觉得莫格和星痕的怒气有些恐怖，马上过来善后。非自然现象禁止在人前出现了，他们马上开启了10亿高科技。养父母和围观的人一眨眼就忘记了之前的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星痕突然问起了一件事，现在谁是苏兰的监护人？孤儿院院长指了指刘家，看起来好戏现在是刘家。他们刚才远远就看到刘家在维护苏兰的画面，星痕跟着掏出了一张支票递了过去，这是他这么多年的抚养费，感谢你们对我女儿的照顾。支票上的金额是他们一辈子用不完的金额，直接进入富翁行列。前养父母眼尖的看到上面签名的人是记事中那个神秘又强大的大集团，是他想破脑袋想攀上关系却没机会的人脉。好端端的钱和人脉就近在眼前，如果他们多坚持几天，这些钱不都是他们的了，还能攀到这棵大树。现在不仅没得支持，还将他们得罪了。他们更害怕的是被报复，毕竟他们这些年确实虐待了苏兰，只要去医院一查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后悔了，当初为什么不好好对苏兰好点，或者坚持把人养久一点，亲手把自己家里的小福星亲手送走。后悔就是非常后悔。他们还打算解释2句，但是莫格和星痕已经不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莫格看苏兰身上还穿着过去的旧衣服，瘦弱的样子心疼不已，一把将她抱了起来。宝宝，我们是爸爸妈妈，我们回家吧。苏兰现在严重营养不良，他们得赶紧把人带回去。龙仔这段期间里肯定吃不好睡不好，6岁了才这么大点，放在同族同龄龙里也是娇小了不少。苏兰欢呼雀跃，真的吗？他真的等到了爸爸妈妈过来接他，以后年夜饭他也有机会一起吃了。莫哥，真的，我们找了你很久，从来没有放弃你。对不起，现在才找到你。本以为死亡的孩子重新归来，重逢的喜悦让他们很是开心。苏兰非常开心，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跟他一起吃年夜饭的人。爸爸妈妈，我们回去一起过年吧。苏兰告别收留了他的刘家，他2只手牵着莫格和星痕的手离开了这里，前往了新的家。特别调查局看这件事差不多解决了，留下来把各种异常解决掉，尽量不让非自然现象出现在普通人的面前，引起没必要的骚乱。在特别调查局的消除剂下，很快大家就忘记了这里曾经发生的怪事，也忘记了苏兰身上会冒出鳞片，只记得那一天的风雨莫名其妙的很大，下了一场暴雨，把温度降了下来，还莫名其妙的打雷了，天气预报又不准了。这个村子里之后又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前养父母子在城市里开的公司本来是蒸蒸日上的，不久之后就像一夜之间枯萎的发财树，被查出来他们的货物以次充好，还偷税漏税，没多久就倒闭了，还欠了一笔债。之前赚到了多少全都吐了出来，又过上了之前的日子。除了互相抱怨对方不能当初对苏兰好点，什么也做不到。让人羡慕的是刘家，为了苏兰出头，得到了这辈子都用不完的钱，很快就搬出了镇子，据说现在也有了不错的事业。至于苏兰，本地人只知道苏兰这个可怜的孩子被自己的富豪爸妈带走了，回到了城市里生活区了，据说过得很幸福。之后时不时还在电视上看到随父母一起出席各种场合的苏兰，比以前活泼可爱，就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可见父母很是疼爱。这个村镇从那之后一直流传一个有趣的传闻，口口相传当中，一个风雨大作的日子里，有2条龙在山中现身，不久之后又带着一只小龙离开了此地。从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似乎这不过是一个有趣的传说。之后不少驴友过来探险，都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龙，认定这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故事。苏兰在这个平行世界依旧找到了疼爱自己的亲人。第119章番外7，苏兰的星辰学院之行。一星辰一族的星系的中央星系是最繁华的星系，高科技繁华，学识丰富，经济繁华，
几乎不少溢美之词都可以放在中央星系的身上。星辰学院是中央星系一座存在了上万年的古老学院，也是公认的中央星系最好的学院。这里汇聚了星辰一族和附属族群的精英和权贵的幼崽，能走进来星辰学院的幼崽都是人群当中万中无一的人才。从这里成功毕业的学生都是未来的栋梁，少说都是一方呼风唤雨的大佬。星辰学校里今日来了一个特别的转校生，校长亲自把幼崽带到了负责人辛之杰的面前，亲自交代了很多事情，看起来非常重视。辛之杰，这位是辛义，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每隔一段时间会过来交流学习一段时间。他过来的这段时间，你就负责他的学习和生活，他不能出现任何散失。校长又絮絮叨叨地交代了许多事，听得让人昏昏欲睡。辛之杰打量着眼前还不到他的腰高的女孩，眼前的女孩子看起来才几岁，生得白皙可爱，银发金瞳，有股与生俱来的气质，又有战场中厮杀出来的杀气，看起来挺矛盾，眉眼间总有点像是一个人。辛之杰想到那个想法，被自己吓了一跳，很快就把那个想法抛之脑后了。他记得陛下心痕的孩子是墨发金瞳，应该不是一个人。他在中央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叫辛义的幼崽，看起来对星辰一族有点陌生，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引人注意。不过是校长亲自带到他面前的，辛之杰猜测这是什么偏僻地方来的小贵族的幼崽，有父母为了孩子的前程，会想方设法把人塞来星辰学院当中，想必就是这样子过来的。这个叫辛义的幼崽正是伪装起来的苏兰。辛恒一登基，辛勉退休之后，两人就顺带把下一任皇储的位置给他安排上了，强烈要求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过来星辰领地，学习身为这边皇储的知识。莫格虽然舍不得，但是这对苏兰比较好，他还是依依不舍送了过来。苏兰第一次来到了星辰一族的土地上，对这个陌生的星系产生了兴趣。他用了自己的一个假名辛义，还把自己的发色改了一下，虽然瞳色没有改，让自己变得低调一些。苏兰自从在兽人星系暴露了自己的小殿下身份，从头到尾就没一天好日子安生过。他想在这边安静点。辛恒和辛勉想到苏兰年纪这么小，都没过过几天平静的日子，也就同意了。苏兰的神秘到来依旧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这种中途转进来的学生不多。苏兰看起来对星辰一族的没什么了解，但是学东西非常快，一天顶他们1个月，是个非常奇怪的人。他的能力看起来不普通，优秀到让人怎么也追不上，但他们在中央星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人主动询问他父母是干嘛的，苏兰刚想了一下，那些太复杂了，说出来他们不一定懂。他们看国库都看得苏兰嫣然一笑，管仓库的，国库那也是仓库。这群星辰一族的幼崽瞬间明白了，他们都懂了。很快一个新的留言出现了，在他们的口口相传当中，苏兰是偏远地区中勤俭节约的贫困生，父母艰难地靠着管仓库养大他。苏兰为了来到中央星系，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这才靠着第1名的成绩千辛万苦进入了星辰学院。他就是一朵坚韧可怜的小白花，就是为了让父母看到远在中央星系的孩子出席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太艰难了，太孝顺了。不少心善的幼崽对苏兰这可爱的女孩子产生了怜爱之心，主动的帮忙，让人欣慰他们的懂事。也有一些自视甚高的人不认可苏兰可以和他们一样进入星辰学院。辛之杰听到这个离谱的留言时，他的眼睛里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啊，他是可怜的勤俭节约的贫困生？你们这群被家里宠大的孩子看清楚点，他身上那身衣服像是贫困生。谁家贫困生放学后身边能有上百个保镖和保姆机器人围着，他就像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小公主，到底哪点像评论区了？辛之杰看了一圈，感觉星辰一族的未来一眼看到头，感觉要完蛋了。有爱心是好事，但是不是忽略了很多细节？最近突然多了很多人对我友善了起来，给我送好吃好喝的，甚至还主动问我家里人需不需要别的工作。我说他们不太方便。苏兰絮絮叨叨地跟辛之杰说起了他在星辰学院当中的见闻，他们突然对我更热情了，都是好人啊。没想到星辰一族当中会有这么多的热心人。他这次伪装处刑的学院交流果然是顺利的，这就是他期待的清静的生活。辛之杰，他完全可以想象这群脑洞大的幼崽们都脑补了什么。不太方便，不能随便换工作，完全可以理解为残废了。辛之杰脑子嗡嗡作响，他可以想象到苏兰不久之后会闹出什么幺蛾子了。这个果真不是什么好差事。辛之杰突然提起一件事，听说不久以后前陛下和陛下会一起过来视察学院的，之前他们都不愿意过来的。之前辛勉和辛恒都不爱来学校，大家对他们不来视察已经习以为常，没想到他们破天荒的居然亲自过来了。不少人都准备在他们面前露脸刷存在感。苏兰蔫了下来，老爷和妈妈不会是过来看他有没有认真学习的吧？坏了，他上课时有时候会走神，要是被抓到了怎么办？别担心，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辛之杰以为苏兰第一次来中央星系，见到陛下他们有些紧张，他们见到你这么可爱的崽崽一定会喜欢的，会顺利的。苏兰，希望顺利。苏兰在来到星辰一族几个月之后，他的清静日子就不一去不复返了。
苏兰在落单的时候被人堵路了。你就是那个父母残疾从乡下来的幼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待一个学校里？第120章番外7苏兰的星辰学院之行2什么？父母残疾是什么？贫困生又是什么？苏兰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多了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设定，哪怕是他本人都被震惊了一下。这都是哪来的流言蜚语？他可从来没有说过。苏兰好奇地看着面前来势汹汹的人，是我。请问你们拦着我干嘛？霸凌吗？来这里这么久，苏兰还是第一次遇到敢校园霸凌的人，手痒了想揍一顿了。是那又怎么样？你这种人怎么能跟我们待一个学校里？挑衅的人愤愤不平，还比我们都优秀，我不喜欢你。苏兰看了一下，这些都是星冕和星痕正敌家族的幼崽，一脉相承的喜欢搞歧视。苏兰，巧了，我也不喜欢你。挑衅的人，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苏兰算是中央星系的吧，在兽人星系，他的户籍跟着莫格走在地心上，在星辰一族上，他的户籍跟着星痕走，算是中央星系。两方曾经互相打嘴炮，互相只承认自己星系上，对外完全不承认。又是抢幼崽的一天，对方不可能，我根本没见过你，你为什么非得过来？苏兰，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是有人总是让我过来，我就过来了。作业更多了，一句话把他们说破防了。什么意思？他们心目中的最高学府，他还不满意？挑衅的人忍不住想动手，让我看看你在嚣张什么。苏兰，敢搞校园霸凌，看我打爆你！星之杰还没来得及阻止几个幼崽开打，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了一把刀。他们记得星辰一族都是用星辰之力的来着，怎么就会出现刀这种能力？弱小到连星辰之力都用不出来吗？然后苏兰的刀上缠绕的星辰之力瞬间向他们飞了过去，没2下就把对方打趴下了。他身上的强大无比的星辰之力让周围的人震惊了一下，他使用的星辰之力怎么跟星痕的一个模子出来的？细思恐极。这个时候星痕和星冕过来视察了，这里这么乱，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挑衅的人刚被打趴下，气不过开始告状，他在那里闹事。你完蛋了！星之杰眼皮一跳，第一时间出来帮苏兰说话。这不过是小孩子在开玩笑，这些幼崽年纪这么小就会胡说八道，这孩子才来中央星系不久，这么单纯不懂，他就得承担责任。然后他就看到苏兰像是小炮弹一样冲到了星痕的怀里，很是欢脱，在他们怀里撒娇。老爷，妈妈，你们怎么过来了？苏兰这一声妈妈和老爷，瞬间一群人不敢吱声了，现场一片诡异的寂静。他刚刚对他们退位的前陛下星冕和现陛下星痕说了什么？老爷，妈妈，他们是耳聋了吧？怎么会听到了亮哥这么奇怪的词汇？星之杰，他震惊了。他们的陛下星痕确实是有一个孩子。星之杰很快就想明白了这期间的联系。这是小殿下，他记得小殿下不叫这个名字，官方红布的名字还是苏兰。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这很可能是用的假名。难怪校领导把人交给他去带的时候，交代了很多次苏兰的身份比较重要，让他想办法处理好。宝宝，你怎么脸上沾到了灰？星痕一把将苏兰抱起，擦拭他脸颊边的灰尘。来我这里，天天待在学校里，可想死我了。苏兰，刚才风大。星痕看到这里乱糟糟的，一问才知道这里刚发生了争斗。星痕，你输了。苏兰，我没输。妈妈，老爷，我赢了。那就好，他的孩子就该这么优秀。校园霸凌的学生受到了处罚，苏兰的小殿下身份瞬间传遍了，一堆学生心碎中。难怪说父母换工作不方便，原来不是残疾，是继承了皇位不好换，管的仓库是国库，欺骗我们的感情。搞校园霸凌的学生，他们背后的家族被敲打了一遍，这些家族震惊，好端端的怎么就被敲打了？难道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人了？查来查去，查到了学校里来了。星辰一族内部才知道，他们待在兽人星系的小殿下苏兰已经过来中央星系进入学院学习了。扮猪吃老虎，还真有人踢到铁板了。星冕和星痕那么护着苏兰，这不敲打他们才对。他们连夜滑跪，直到这对他们的敲打停止了为止。为了继续出现一不小心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这种校园霸凌事件一下子少了很多，也算是一种可喜可贺的事情。从那之后，苏兰发现附近又多了很多好奇探究的目光。这就是小殿下，看起来跟我们想象中的差不多，一看就跟陛下是一个模子长出来的。他好强啊，我也想跟他一样强大。在一堆狂热的目光中，苏兰如坐针毡，就像回到了兽人星系。他平静的学院生活再次消逝云散了。苏兰一想到即将会有各种人围在他身边，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星之杰安慰他，以后不会再有莫名其妙的人过来招惹你的。可怜的小殿下，千里迢迢来到了祖地才1个月，就遇到了这些事，说不定对这里已经产生了心理阴影。等会哭着闹着要回兽人星系怎么办？这是他们的小殿下，怎么就要回那边去？他得想办法让小殿下消除心理阴影，让他在这边待久点，最好再也不回兽人星系了。来了，就是他们的小殿下了。
他们根本打不过我。苏兰脑袋一歪，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这么快认出来，无聊。星之姐，你说我再换个形象，换个名字，换个地方怎么样？苏兰越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趁大家还没认得出来，他又可以拥有平静的校园生活了。星之姐，小殿下，别调皮了，你迟早会出现在公众之中，身边围着各种人，迟早的事情。在星之姐的坚持下，苏兰这才放弃了这个玩法，继续老老实实自己这段时间的转学交流。无论是在哪里，苏兰的校园生活依旧在鸡飞狗跳，顺便头疼一下自己的繁重的课业。第121章番外7苏兰的星辰学院之行3。苏兰在中央星系待的这段时间，发现即使是换了个地方，身边的人总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比如学校里的临时工作人员和新来的代课老师，突然多了很多新面孔。要不是星辰学院，苏兰已经记得十分清楚了，还以为走错地方了。据说之前的工作人员不是突发恶疾，就是突然休假了，学校聘请了不少临时工作人员和一些代班老师。苏兰吐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离不开临时工。很快，苏兰就发现自己的校园生活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他经过绿化带的时候，新来的园丁会眼巴巴地递给他一朵最鲜艳的花，让他不好意思拒绝。园丁，拿着吧，拿着吧，这是我千挑万选的，最好看的。苏兰带着花放进了花瓶当中。上课的时候，新来的代班老师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往他这边飘，甚至老师点他回答问题，然后得到了夸奖，就差吹起来了。不少人因苏兰经常被提问而对他深感同情。太倒霉了吧？怎么每次都抓着他一个人提问？苏兰去吃饭的时候，饭堂里突然多出了很多他喜欢的口味，仿佛回到了兽人星系。苏兰，奇怪，新来的大厨怎么会知道我的口味？在路上看着他的目光更多，有种熟悉的感觉，就像回到了被龙族暗中观察的时候。偶尔有不长眼的人想过来找麻烦，很快就被哪里窜出来的人拉了下去。种种迹象都表明了事情绝不简单。苏兰开始突发奇想，难道之前的人都出意外了？这其中难道是有什么阴谋？苏兰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还抽了时间暗中观察这些人，果然让苏兰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只要他出现的地方，新来的临时工都会悄悄地看着他。他们以为苏兰看不到，其实他看得一清二楚，甚至有些地方还有金光闪闪的鳞片。这些似曾相识的画面很快让苏兰发现了哪里不对了。有一日，苏兰主动找到了他们，说出了他们身份。你们是龙族？会做出这些事情的除了龙族之外，苏兰再也想不到还有谁。龙族们一被认出来就干脆不装了，干脆就大大方方承认了，脸上洋溢着快乐的气息。小殿下，你认出我们了？不亏我们暗中给盯着呢，我给对手套麻袋，终于来到你的面前。有我们在，保证殿下在这里安全无忧。龙族的龙尾巴快乐的都要翘起来了，不像是龙族，更像是一只摇尾巴的大型乖狗狗。苏兰，你们是怎么来的？他问了一下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龙族们听说苏兰去了星辰一族交流学习，担心的不得了，跑到莫格面前指责他不提前说。陛下，小殿下才这么小，怎么去那么远的地方？他被人欺负了怎么办？那地方小殿下人不生地不熟，你居然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让我们跟着一起去。他在那边受欺负了怎么办？一想到小殿下在那边吃不好睡不好，瘦了，我就心疼的不得了。你不心疼，我们还心疼呢。早说，我们就跟着过去保护仔仔。莫格冷脸，就是担心你们这群偷幼崽的，才没有提前跟你们说。还欺负？苏兰现在的成长越来越吓人了，没几年他的实力就逼近了他和星痕。星际当中能有几个人打得过他？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何况星辰一族有星冕和星痕在，还能让他吃亏不成？最近苏兰经常给莫格发他在那边的状态，看起来挺精神的，整日笑嘻嘻的，没有一点被人欺负的样子。莫格知道苏兰最近过得很好，这才放心了。他早就预料到龙族们得知苏兰跑到星辰一族的领地当中的消息，会过来说什么，无情地打破了他们的幻想。莫格不让去也改变不了龙族的想法，他们自己会亲自过去。龙族们悄悄离开了兽人星系，前往了星辰一族的领地。中央星系还纳闷，怎么一下子多了过来度假的龙族？他们不是一向嫌弃这边冷冰冰的，一点都不喜欢的吗？这么快就变了一副嘴脸。星辰一族变成了龙族的旅游胜地。不过龙族向来出手大方，他们过来消费星辰一族表示欢迎。龙族一过来就不老实了，马上想办法干掉竞争对手。他们自己进入了星辰学院当临时工，近距离保护苏兰。每次看到小殿下，他们手头的活就干得更卖力了。很快，想趁机接近苏兰刷好感的星辰一族发现了这件事，愤愤不平。这里可是星辰一族的地盘，你们这些龙族过来干什么？小殿下附近的人只能是他们。为了接近苏兰，他们私底下暗中较量，各种阴谋诡计斗得飞起。这引起不少上星网的星辰一族的注意，小声讨论了起来。一个学校的临时工位置，他们到底在争什么？难道福利特别好？我十分感兴趣的打开看了一下福利页面，嫌弃的关上了。到底是谁想干这份工作？别卷了别卷了，到底有什么好的？我知道内幕，
是因为小殿下在这个学校里，他们只是想近距离刷小殿下好感而已。一个清闲有钱还能近距离刷小殿下好感的岗位，突然感觉变得香了起来。你们还在问的时候，我已经出手了。加一，机会总是留给主动的人，都别跟我抢。星辰学院挺纳闷的，最近他们的临时工岗位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申请，眼花缭乱的申请吓了他们一跳。他们的临时工工作工资并不高，福利一般，怎么就那么多人争着抢着来？这对吗？现在外边的就业率已经如此严峻了吗？校长面色严峻，觉得自己发现了潜在的危机，准备找个时间跟星恒他们提一下这件事。星恒得知了事情始末之后，笑了半天。星辰学院的学生也渐渐发现了一件奇事，在苏兰过来交流学习的那段时间，学院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总会突然消失，然后突然多出了不少临时工。直到苏兰成功毕业之后，这事才算完。这一度成为未解之谜。第122章番外7苏兰的星辰学院之行4苏兰每到一个陌生星系，都会对当地的风景和文化感兴趣，记录他在当地的经历。在兽人星系时，苏兰就做了 Vlog， 向星际宣传本地的风景和人文，担当形象大使。凭着他的人气，倒是有不少人陆陆续续过来了兽人星系旅游参观。别的不说，一群毛茸茸的兽人总有人感兴趣，尤其是机械文明。可能是他们那边全都是机械生命的缘故，他们对各式各样的生命非常感兴趣，但是偶尔也会闹出笑话。比如猫猫兽人变成兽体四脚朝天晒太阳，呼呼大睡的时候，有时候差点被游客以为是小流浪，差点抱回去了别的星系，嘴里还念叨着各种奇怪的话。手快有手慢无，这只猫猫我一看就知道想跟我回家，到我手里就是我的猫了。出来玩捡到猫不亏嘻嘻嘻嘻。藏在附近的兽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偷兽人的一幕，默默地掏出光脑报警了。这边有人当场拐卖成年兽人，快来啊！对方太嚣张了，我怀疑是团队作案，我们怕一起被带走，完全不敢出声。最后在当地警局的科普下，游客才知道这是兽人。后来在游客经常出没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告示牌，看到可爱的小动物请不要随便抱走，这可能是当地居民的兽体，随便抱走是犯法的。兽人星系的旅游业依旧繁荣，战后重建的兽人星系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苏兰在星辰一族游学的时候，当地的宣传局就找到了他，请求他帮忙宣传。身为星辰一族的皇储，苏兰义不容辞，应下了这个请求。本来就想这么干了，交给我吧。在星辰一族一个热闹的节日里，学校放了7天长假，外边有各种庆祝活动和美食节，吸引幼崽们的注意。苏兰决定就在那一天进行全息直播进行宣传。星辰一族的风景与人文都跟兽人星系大不相同，苏兰日常记录着他在这边的游学日常。星辰一族在星际当中一直是非常神秘的种族，不少人对他们深感兴趣，但是又不敢轻易接近。星辰一族一直都是高深莫测不好接近的形象。星辰一族的本意是继续与不同星际文明交流，而不是继续高深莫测。苏兰一放出关于他们的直播宣传，不少对此感兴趣的人瞬间过来一起查看。星际时代体会别的经历，可以进入视频当中，以全息的形式跟着一起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这对一些无法出远门的星际人士非常友好。星辰一族的文化跟兽人星系完全不同，完全是两种风格。星辰一族比较在意文化和艺术。苏兰先是带他们去逛了星辰一族的美食，全息直播间里的人跟小导游一样的苏兰到处乱逛。苏兰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品尝当地的美食，他知道哪些地方的美食好吃，保姆机器人认为对身体不好，不让他多吃，现在让他找到机会大吃特吃了。美食节里几乎可以看到星辰一族各地的美食，大厨们正在当众展示自己的手艺，正热情地邀请过路人品尝他们的手艺。可爱的小孩边吃边双眼放光，看起来十分下饭，看着别人都流口水。小殿下，你别光顾着自己吃，寄给我们尝一下。吃完美食，他们又继续去看当地的风景和各种风土人情，对当地的风景连连震惊。一路上，不少人认出苏兰，会和颜悦色地跟苏兰打招呼，甚至给他投喂。小殿下你过来了，我这里有刚出炉的糕点，来一块。殿下来合照，我要挂在家里。我刚做了一首曲子，他们总说我五音不全，不如殿下欣赏一下。这破房子还有人感兴趣？有什么好看的？我都看腻了。在直播，嗨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拥有7000年历史的高塔。旅游中缺导游吗？我知道这里最好的风景在哪里，去海边玩吧，那边的风景最好，还能钓到不少好吃的鱼。随着苏兰的步步深入，一个跟他们星际网民想象中的高冷文明完全不同的地方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眼看着天快黑了，苏兰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在镜头面前向所有人道别。今天的游玩到此为止了，我要回学校继续准备学了。叔叔姨姨们感兴趣可以过来一起玩哦。苏兰干脆地关掉了镜头，自己上传视频后就在保镖机器人们的护送下回去了，留下星际网民对此议论纷纷。直到最后，星际网民对此还意犹未尽，反反复复地品味那个旅游 Vlog 视频，看起来好好玩，看起来很有趣。星辰一族也没想象中的那么高冷神秘耶，这些看起来好好吃，可恶，怎么星网不能研发一下能尝到味道的？
建议研发品尝味道+1强烈开通星际快递，寄过来给我尝尝。只有我在意这里的文学艺术水平很高吗？很想过去交流一下，审美绝了，风景真的好好看，这么好看的地方别藏着啊。我对那个钓鱼的地方感兴趣，看起来杆杆上钩。有定位吗？我马上出发。旅游，我现在就订票坐星舰去旅游，带我一个。走走走，我们报旅游团。星辰一族开放了自由旅游，星际当中不少星系的网民对这个神秘地方充满了好奇心，纷纷前来旅游。星辰一族跟别的文明星系交流越来越频繁，之后不少星系发现了苏兰在星际当中的影响力，纷纷邀请他去交流学习。苏兰想到了之前交流比试当中不少人想邀请他前去旅游，他答应了下来，但是还没过去。苏兰年纪小，别的星系当中又没有别的父母在，莫格和星痕都没同意他过去。苏兰在这段时间把两边的学业解决了，还把开星舰和利用星舰机甲战斗都学会了。后来他在毕业后又还没登基的情况下，开着星舰到处旅游，跟星痕之前简直就是一个样。苏兰记录了他这段时间的旅游，带动了不少星系的旅游，星际旅游业繁荣一时。